别睡了，迎亲队伍快到了，赶紧上洗觉吧。颜如玉睡得正香，突然有人粗鲁地摇她，她眼未睁就拽住晃她的手。非法入侵住宅。野种，放开我，杀人了！救命啊！野种啊，这是哪儿？我怎么突然到这里了？你这不要脸的野种，别以为你嫁给镇南王就成了王妃了。我告诉你，你去了镇南王府也得死。镇南王，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时，一串不属于他的记忆涌入脑海中。令他震惊的是，他在现代的严家祖训中看到说，1000多年前有位镇南王曾救了严家的祖先，而救了严家祖先的人正是历朝的镇南王。难道他穿越到家族恩人的年代了？放开我，你这个杂种！颜如玉瞥了众人一眼，咔吧一声将丫鬟的手腕掰碎。刚刚谁喊杂种来着？过来排队，让本小姐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小姐息怒，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别和这帮狗奴才较劲儿。大概1炷香的时间，便到了镇南王府，果然出事了。还没等到落轿，颜如玉就听见外面的嘈杂声、女子的尖叫声、男子大声的辩论的声音。颜如玉在慌乱成一团的人群里，犹如一尾灵巧的鱼，跑向账房的方向。当颜如玉到达账房时，开始疯狂的装银两，无论是白银、黄金，还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只要看见就疯狂的往空间里装。而颜如玉刚离开，隐约就能听见官兵赶到地库准备搜刮。去吧去吧，去扑个空吧。颜如玉的心思沉了，凭什么王府被抄，严家却能置身事外？干脆趁乱回府搜刮一趟。打定主意后，颜如玉找到马厩，纵身上马，直奔严府而去。严府库房里存放的财物可真不少，但他被替嫁进王府，却一点嫁妆都没给。现在颜如玉毫不客气，什么金银绸缎、药材古董的，看到什么就装什么。老爷，这次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正好借机和镇南王府划清界限，让皇上知道我们的忠心。就是可惜了如玉那孩子。谁叫他姓严的，就当为家里做些贡献吧。那稍后我去给他送点东西吧。这千里迢迢的，她一个女孩子怎么受得了？不必，刚说了要划清界限，从今日起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哼，好吧，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不义。你说王府的财物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哼！圣上旨意，你儿子霍长鹤居功自傲，意图谋反，战后失踪，下落不明，还是老天有眼要罚他呀！如今还敢私藏财物，真是罪不容诛。我不知道什么财物，更没有私藏。你们来抄家，那就只管抄便是。这扣子也是珍珠的，不能带走。到底说不说？不说的话，你敢对我娘亲无礼，我大哥回来饶不了你。你大哥回不来了。严嵩的刀往下沉，砍向小男孩。众人抬眼，见严嵩手中的刀被颜如玉抢在手里。颜如玉，你疯了，竟然敢打我！严嵩，皇上让你抄家，又仁慈的放过我们女眷，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羞辱我婆母！你……颜如玉的刀尖抵住严嵩的咽喉，说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敢动坏心思，我先杀了你。”报，主院什么都没有，书房也没有，厨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我抄家抄的是什么？简直岂有此理！奈何脖子上还横着刀，他忍下一口气。好，我去搜查。你们换衣裳，只要按规矩，我不为难你。多谢你了，母亲，客气的话就不必说了。我既然嫁给了王爷，就必定待他护你们周全。您放心，我不会丢下你们的。换上粗布麻衣的几十人，浩浩荡荡被军兵吆喝着赶去城外。呸！什么镇南王，不过就是卖国求荣之徒啊！就是他该死。很快，百姓的情绪被煽动，骂声越来越多，还有人开始扔烂菜垃圾。娘亲，大哥明明保护了他们，他们为什么要骂我们？恒儿，不要怕，听着死气，就让他们骂，总有他们向我们道歉的时候。突然，半块砖头夹杂在烂菜叶子里，砸向了霍大夫人。颜如玉眼疾手快，一掌迎上，直接击碎。是谁？站出来！算了，母亲，绝不能算了。皇帝的旨意是流放，可没说允许别人动私刑。话音刚落，人群中有人退后转身想走，颜如玉一个箭步跟上，说：“谁派你来的？”放开我！谁也没有派我来，我是看不惯镇南王这种卖国贼。我叫你妈！当的一声，
一枚腰牌从他的袖子里掉了出来。易王府，哼，原来是个狗奴才。你在干什么？放开他！怎么问也不问就让我放人？难不成你也是个狗奴才？颜如玉，你是不是疯了？还没弄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是吧？哼，什么处境？流放而已，本姑奶奶就当是游山玩水了。放肆！回去告诉你们那狗主子，我们后会有期。颜如玉，大人说了，颜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此次离京，断无再回来的可能。以后颜家和你再无瓜葛，各不相干。颜如玉打量着这个丫鬟，记得是颜大小姐身边的大丫鬟。哼，我们大小姐心好，赏你几个铜板，够你买几个野菜窝窝吃了。颜如玉瞬间冷了目光，看到她腕上的一只玉镯，颜如玉握住丫鬟的手腕，用力把玉镯推了下来。现在物归原主，我的东西我说了算。颜如玉一脚踩上去，玉镯顿时碎成了2截。丫鬟震惊：“你拿好了，这点玉渣渣也够你在路边喝野菜粥喝他娘的1个月了。还有，回去告诉颜侍郎，不是他不认我这个女儿，是我不认他这个爹，不认颜家，我与颜家清断一绝。”霍家其他的人都盯着颜如玉，目光各异。哎呦，有的人呐，一心想攀高枝儿，这下不但高枝儿没攀上，连退路也没了，真是倒霉哟。他自己倒霉不要紧，可别连累别人呐。咱们过得好好的，他一来又是招家又是流放，我看呐，他根本就是个煞星投胎。行了，都胡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应该同心协力闯过难关才对。大嫂，话可不是这么说啊。虽然说都姓霍，但咱们是平时安分守己，本分过日子。你们那房干的事儿，我们可不知道。我们这房干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可我家王爷挣来的荣耀，你们可没少跟着争光。怎么着？现在王爷被冤枉了，你们倒想着一推625把自己摘出去？我告诉你们，没门儿！什么时候把沾我们家王爷的好处给我扒下来，吃进去的给我吐出来了，你们再舔着脸来跟我说别的。哈，你真是粗俗！粗俗有什么要紧？总比斯文败类强。镯子，账房那边的私库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角落里拉银子的小推车都没了，包括之前换下来的车轱辘。什么？属下肚子有点饿了，方才路过厨房，竟然连一口汤都没有，这帮天杀的，哪有这么抄家的？听了手下的回答，霍长鹤眉头微蹙，总觉得这事透着古怪。母亲，是二哥，还有仙枣姐姐。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大哥怎么会叛国？他人呢？还没找到呢。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仙枣，你怎么了？夫人，方才听说王爷出事，小姐着急，脚扭了一下。一木，我没事的，放心吧。连累你了，我这就去和官差说说，你不是霍家的人，或许能让他们放你走。我早说过了，可他们不同意。京城谁人不知，仙枣是我们的表妹，养在王府几年，与王府小姐无异。啊，这位是？我是你长鹤哥哥的妻子。她就是新嫂嫂，新嫂嫂很厉害，还会打人呢。什么？此事稍后再说吧。怎可稍后？母亲，此事事关大哥婚姻，本来严家人就是抢了仙枣的位置，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来，你让我如何接受？我再问你，你是何人？应该是严家大小姐，为何是你？我刚才说过了，我是霍长鹤的妻子。我不接受。哼，他本人都没说什么，你算老几？我用得着你接受？你简直不可理喻！你这种人怎么配嫁给我大哥？配不配也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流放，你大哥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你还有闲工夫说什么儿女情长的事？简直不知所。等你能活着到西北，再来找我理论不实。此时严嵩一鞭子甩了过来，他本来想抽颜如玉，可二公子正好挡住这一鞭。都快点走，少惹事儿！谁不听令就冲着我的鞭子说话。严嵩，你敢！严嵩见状，甩手又是一鞭。二公子，看清楚了，现在我是官，你是犯，我有什么不敢？颜如玉面无表情地继续往前走，心里想的却是这个弟弟一点都不可爱，这才哪到哪儿啊？他慢慢地受着吧。嫂嫂，给你吃，没人注意我悄悄从点心匣子里拿的，塞在身上好几块呢。你吃了吗？霍长衡先是摇了一下头，然后又点点头。撒谎鼻子会变长。霍长衡乌溜溜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小手赶紧摸一下鼻子，
给你吃吧，我不饿。我肚子小，吃的少。连小孩子的东西你都要抢，还要不要脸？二哥，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你可真行啊！我就知道没安好心。我安没安好心另说，最起码我眼睛不瞎，知道好歹。你说谁不知好歹？二表哥，别生气了，田小姐大概是饿急了，这个时候就互相担待一些吧。表妹，你就是心地太好，谁不饿？难道恒儿就不饿吗？饿就该抢。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现在的你们是个什么德行，还有没有点脸？一个眼瞎心瞎，一个装好人假好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一对呢。田小姐，你请叫我王妃，皇上下旨抄家，可没说削我家王爷的爵。还有，别叫我嫂嫂，你不配。颜如玉，你说谁不配？不配的人是你，你处心积虑嫁进我家，连恒儿的吃食你都抢，你不是呀，不是嫂嫂抢我的，是我给嫂嫂吃的。无能狂怒。好了，闹什么？此事就是你不对，是我让恒儿过来的。母亲，不关您的事。您那长痕先去歇着吧，一会儿我去弄你吃的。哼，说得好听，你去哪弄？那你去，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母亲，先走，你们别急，我去换点吃的。二表哥，你快去快回，我有点怕。好，别怕。姨母，我扶您过去休息吧。站住，我让你走了吗？你要干什么？刚才你上来就说我抢了恒儿的东西，道歉。我家小姐也是为小公子着想。颜如玉反手一个耳光，我也是为你家小姐着急，教训你这不知尊卑的奴婢。你敢打我？哼！颜如玉反手又是一巴掌，这下体会到了吗？真是个贱骨头，一下体会不到，还得再来一下。不过这样也好，打得对称，我刚好有点强迫症。阮仙藻的眼中闪过惊愕，还要让他道歉，简直岂有此理！他假意脚下一滑，捂着扭伤的脚，痛呼一声，假装晕了过去。小姐，别担心，我会点奇幻之术，正好试试。丫鬟不肯，但颜如玉不吃他这一套，一把把他推开，伸手就掐住阮仙藻的人中。刚一狠掐，阮仙藻又痛叫一声：“我说什么来着？醒了不是？”霍长鹤站在远处，扫了一眼身边的侍卫，这就是你说的胆小怕事又懦弱。根据账房先生的讲述，颜如玉曾经去过账房，还一刀手打晕了他。难道银子是颜如玉拿走的？改变计划，随着队伍走。金定，你去办。是。霍二公子带回来的一碗寡淡的肉汤，他招呼大夫人霍长衡和阮仙藻，唯独没有提颜如玉。颜如玉嗤笑一声，转身往林子里走去，意识进入空间，不能耽误得太久。他简单的吃了几口，顺便拿出2个肉包子，又拿上一只活鸡，正准备往回走，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动静。你是谁？我是账房的侄子。霍长鹤的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震惊和害怕。侄子？你不是霍家的人，看到流放不赶紧跑，还凑上来。我父母早亡，叔父就和父亲一样，叔父年纪大了，我不能丢下他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我我想起来，我记得母亲说过，账房好像有个侄子叫八戒，是你吗？不是，我是他兄长。行，我知道了，你走吧。颜如玉没有声张，拿着鸡回到休息的地方。嫂嫂，你去哪里了？母亲给你留了汤。可不是，碗里还有一点汤和一片肥肉。颜如玉刚要把碗端过来，阮仙藻的手扶着头一歪，小丫鬟忙去扶他，不小心踢翻了汤碗。哎呀，这可怎么是好？一口汤而已，反正喝了也不顶什么用，我看他也不想喝。再说我换的时候也没想换他的份儿，若不是母亲要求，我是不会给他留的。这样也好，我的东西也没你的份儿。荷儿，快过来，我烤鸡给你吃。嫂嫂还会烤鸡吗？那当然了，只有空有其表的公子哥才会拿东西换吃的。颜如玉赶在熄火前把鸡烤熟，又把肉包子掏出来烤一烤。给母亲、荷儿，你们一人一个。嫂嫂，你好厉害，不过还是留给你吃吧，刚才你没有喝上汤。吃吧，有我在，饿不着你。说吧，开始分鸡。阮仙藻的丫鬟说道：“这种活儿交给我来干吧，我也会。”迎面飞来一样东西，正中他的嘴，砸中他的是刚才被他不小心踢翻的汤碗。丫鬟这下可忍不了了，扬手就扑向了颜如玉。可颜如玉岂能让他打？轻而易举的便抓住了他的手腕，毫不犹豫的按进了熄灭的火里。颜如玉，你疯了，快松开！知道错了吗？还敢不敢动手？不敢了，我不敢了。不过一只鸡而已，你竟然如此残害别人，
哼，一只鸡而已，一只鸡你抓得到吗？尊贵的二公子，别说是一只鸡了，一根鸡毛都是我的，我没说让动，谁也别动。再说了，你瞎了吗？他故意踢翻汤碗，干活的时候不帮忙，输了却想分鸡吃，就他也配？苏儿不是故意的。颜如玉偏头看着丫鬟，眉梢微挑，是我是故意的。看好你自己的人，管好嘴，否则奴婢犯错，主子一样要跟着挨揍。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大方惹事儿，我现在还好好在府里呢。明年春年我就能参加科举，光宗耀祖，现在全毁了。大哥是被冤枉的，带他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回来？他还会回来吗？我看他不是死了就是躲起来了。三公子看着自己的双手，可惜你的手以后不能摸到青楼的女子了。你说什么你？简直不可理喻，有辱斯文。霍二公子也是蹙眉，你怎么能说这种话？闭嘴吧你，吵架都吵不到点上，也不嫌丢人。我夫君若是不建功立业，你在什么府里待着？你不得跟着你爹你娘你爷爷在乡下的土地里刨食吗？就你还三公子，别人叫你狗三上还差不多，就你这德行，自宫了给皇帝当太监人家都不要。你说什么？简直是！我烦了，都闭上嘴，谁再敢说我夫君半句不是，我割了他的舌头。二房的人一见颜如玉手里的匕首，都是敢怒不敢言。嫂嫂，坐这里软。我不累，你睡会吧。母亲，我去找点草药给你敷一下，这样伤口好得快一点。不用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我这点伤不要紧，明天就好了。母亲，他愿意去就让他去，正好让他帮仙嫂带些药。不用了，二表哥，我不要紧的。你要不要紧和我也没有关系。霍二公子，我照顾母亲是为我夫君你大哥尽孝的，不是你的下人。话落，颜如玉便大步的离去。颜如玉到隐蔽之处，左右看看没有人，意识便进入了空间，找到药出来。母亲，我回来了。嫂嫂，你也累了吧？怎么了，恒儿？你能教我杀鸡吗？为什么要学杀鸡？我想照顾母亲，也不想让你太辛苦。要想杀鸡，得先有鸡。那我学抓鸡。行，明天学抓鸡。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一亮，军兵们就挥着鞭子叫起。都利索点，别磨磨蹭蹭的。恒儿，我来抱你。不用，母亲，我能走。我来。谢谢你啊，如玉。不妨事的母亲，给母亲，你喝口水。给我儿子喝，我儿子都要渴死痛死了。你儿子渴死痛死，关我们什么事？是你们害我们这样的，怎么不关你们的事？我不管，你们就要为我儿子负责。严嵩闻声赶了过来，人未到，鞭子先到了，挥着鞭子冲着颜如玉说道：又是你，就你惹事儿，教你不安分。颜如玉侧身躲开，严嵩的眼睛冒火，鞭子如同毒蛇，方向一转，奔着霍长恒而去。颜如玉脸色陡然沉下，身形一转，牢牢地把霍长恒护在怀中。啪！鞭子抽中颜如玉的后肩，立即就渗出血来。扭身抓住严嵩又抽过来的鞭子，还没明白过来，就摔了下来。大人，您没事吧？愣着干什么？拿住他，给我狠狠地打！大人，事情因我而起，要打就打我吧。找死是吗？好，我成全你们。还有谁？你还是你？我们听话，才不和他们一伙。他看向老太爷，是吧，祖父？是吗？不吭声的，就是一伙，就绑了一块打，划清界限，那就免了。我们不是一伙的，我们早就恨死他们，是他们害了我们。祖父，您再不说，我们都要被人打死了。官爷，我们不是一伙，他们与我们无关。好，既然如此，那就写文书来，立字为证。父亲，给他们写文书，把他们赶出霍家。严嵩乐得看颜如玉被排挤被踩，拍拍手，命人拿来纸笔。主子要阻止吗？这样也好啊，断绝关系。片刻之后，老太爷已经写好了，签字画押按手印，一样都不能少。颜如玉拿上文书，看向二房和三房的人，说道：有一个算一个，都过来按手印。颜如玉偏头看看躲在树边的阮仙枣，你呢？仙枣本来就不是霍家的人，无需按什么手印。手印他自然是不配，我问的是要不要划清界限。阮仙枣其实很想划清界限，他可不要挨鞭子。仙枣不会的，他当初没有抛下我们离开，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划清界限？好，那就是你们一家。来人，给我捆到树上，每人100鞭。别碰我，别碰我，我不是，我也不是，我姓阮，我真的不是。
好，就饶你这一次，其他人，尤其是颜如玉，给我狠狠的打！颜如玉的动作敏捷而迅猛，手中冷光闪烁，眨眼就抵住严嵩的咽喉。别动，放开他们！颜如玉，你疯了！你们是流放犯，若是杀了差官，就是死罪。那又如何？反正你会死在我们的前面，横竖都是死。与其被你打死，还不如先杀了你痛快。好，这样我不打你们，你放开我，公平点，一人退一步。母亲，先走他。刚才也是个机会，让官差们知道他和我们断了关系，对他也有好处。姨母，我……阮仙藻又要哭了。我也没有怪你，本来也没有想把你卷进来。那母亲给他点吃的吧。这是如玉拼命拿回来的，得由他说了算。霍长旭看向颜如玉，沙哑的嗓音难掩不悦。你给先走点吃的吧，他很可怜。他可怜和我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人谁不可怜？二公子想要英雄救美，只管去救，可别扯上我。我把我的那份给他，行了吧？哼，你的那份？你哪有份？你的那份杂面馒头，官差没发，你去问他们要，能要来是你的本事，要来爱给谁给谁。算了，二表哥，我不饿，他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别为难了。好，不吃就不吃，谁稀罕？大嫂，父亲叫你。别叫我大嫂，我也不会过去。可真是见利知人心呐，刚得了吃的，这就抖起来了。二婶，你不是说你不和我们一伙吗？你知道什么？哪有小孩子插嘴的份儿？缺家教。猴儿不缺家教，猴儿很乖的，先生都说我做。行了，你究竟去不去？大嫂，这可是个机会，你别不识抬举。当初若不是父亲给你夫君一口饭，还能有你们大房吗？好，叫我什么事？大嫂，方才也是不得已，是权宜之计。父亲的手伤得不轻，方才也是为让官差相信，这才让如玉割了一刀。现在误会说开了，你把药拿出来，给父亲包扎上。老太爷手上的伤最好留疤，也好记着这是怎么留下的。老大家的，你别不识抬举。吼起来中气十足，我看血是放得太少了。母亲不必理会他们。真是世风日下，越来越没有规矩，长辈讲话也有你。颜如玉抽出匕首，你是想让我说话，还是想让我的匕首和你说？世风的确是日下，否则怎么会让我见到一群活的白眼狼？你怎么能如此想话？我说话不好听，还不是因为你们做事难看在先。以后有事冲着我说，我母亲经不得气，不想和你们讲话。霍长鹤的嘴角微翘，这姑娘是真厉害，二夫人那般的破嘴都被她堵得没话说，这以后要是吵架，怕是吵不过她吧。如玉说得真好，把我心里压了多少年的气都散了不少了。我说的是事实而已，母亲不怪我就好。怎么会？你教教我，下回啊我也骂。还有我，嫂嫂，我也要骂。你是男子汉，不用学嘴上功夫，练好本事，那些人自然就会闭嘴。是这样吗？当然，你大哥平时也不骂他们，可他们敢在你大哥面前造次吗？那不敢。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强大，练好本事，做英雄。也不见得非要做英雄，英雄也好，普通人也罢，只要行得正，做得端，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好。好，我听嫂嫂的。二表哥，你的伤没事吧？啊，无法。要不我去求求他，让他给点药，无论他打我也好，骂我都好，我都受着，只要他给我药就行。不用，那是他得来的东西，我不用，你也不用求他。二表哥，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他有本事制住严嵩，那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那么做，非要等到我们受尽羞辱呢？叔爷他们也与姨母断绝了关系。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有些奇怪。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什么主意？等我们受过羞辱，和叔爷他们断绝关系，就不得不依靠他。看我母亲现在不就是对他百依百顺吗？都听着，你们的房间在西厢房，给1个时辰吃饭，1个时辰后熄火。另外睡屋里1人2文钱，这点钱对你们来说也不算事儿吧？这破地方还要钱？你快点交钱，嘀咕什么？难不成要住院子？二夫人的身上钱也不多，正要往外掏，老太爷说道：连我的和老三家的都拿上。父亲，我银子也不多，3弟妹娘家也给了，不如各出各的。二嫂，你有所不知，我娘家怕我不好带，只给了几张银票，
等到速成，我儿做副将的地方，让他再还给你。什么还不还的，都是自己人。二夫人无奈，只好忍痛把钱交了。你哪来的被子啊？你怎么有钱住房间还换被子啊？我就是有，你管不着。你怎么被赶出来了？以前有我们大房在，你老公公就利用我们，现在和我们断了关系，自然就利用你们了。等你手里的钱用完了，没了价值，自然也会被抛弃。颜如玉说完，抱着被子进了屋子。哪儿来的被子？我们啊也是真的好运气。我发现驿站里有一个老兵，是我以前认识的，他借了我们被子。真是好人有好报，多亏有你啊，如玉。没事，母亲，你和恒儿好好休息，我去准备吃的。母亲，我有话跟你说。霍大夫人也正好想和儿子好好的聊聊，于是便点头同意了。先走，你先带恒儿出去。霍长鹤他进来的时候，大夫人正在训斥霍长旭。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如玉为什么受的伤？你没看见吗？要不是他护着恒儿，恒儿眼睛就瞎了。如玉他图我们什么？我现在没钱没势，一口吃的都是他挣来的，他哪里得罪你了？你怎么进来了？旭儿，大夫人叹了口气，对霍长鹤歉意的笑笑。不好意思啊，我们刚才扫了扫床铺，你叔父呢？叔父认识这边的一个义兵，去找找看能不能行点方便。夫人有被子了？一路辛苦，赶紧收拾，吃点东西休息吧。大夫人没有接话茬。账房先生认识这里的义兵？据叔父讲是的，曾经还施过一点恩情。那能借双被子吗？我表妹。旭儿，知恩图报是为人的根本，叔父若是借，定能借来。表妹体弱，而母亲这里已经有被子了。二公子知道知恩图报的反义词是什么吗？忘恩负义。不是的，先早他也是一时为自保，权宜之计。这话我好像听过。哎，夫人，今日三夫人也这么说过吧？是，三夫人说过，说他们与我们断绝关系也是权宜之计，等我们都被打伤了，好照顾我们。哼，真是好心啊！母亲，旭儿，我们现在今非昔比，别人不离不弃，肯给我们帮助，已经是天大的恩情。大夫人不想再继续说下去，起身说道：“我去找恒儿。”刚要走，颜如玉就走了进来。母亲，恒儿呢？先早带他在外面玩。颜如玉掉头往外走，就听到一阵哭声，见霍长恒正在和一个男人撕扯，小家伙紧紧地扯着衣襟，拼力护着怀里。那男人背对着颜如玉，颜如玉也没有看到是谁，上去就揪住那人的后脖领子，往旁边一抡。嫂嫂，有没有受伤？没有，他要抢我的肉干。你什么你？你这么大人，抢孩子的东西，你要不要脸？你想干什么？欺负人没够是不是？欺负他要不找事儿，我都懒得看他。他敢欺负恒儿，揍他都是轻的。什么欺负？我就是想问他借点东西吃，至于吗？谁稀罕似的？不稀罕还抢？我把话放着，谁要再敢打不该打的主意，我打断他的手。嫂嫂，这是什么？这是野菜，好吃吗？和你之前吃的那些菜不一样，但别有味道。不过人呢，酸甜苦辣都要尝一尝。哦，大哥也曾经说过，这叫人生百味。对，没错。你再说说，你大哥还说过什么？大哥说过的可多了。大哥在外面话很少，好多人说他话少心狠，其实才不是。大哥心可软了。嫂嫂，我想大哥了。你说大哥会回来吗？会。好啊，你们是宁可把吃的给一个下人，也不给我父亲是吧？是啊，怎么了？你真是胳膊肘往外拐，一个下人也配？现在都被流放，共患难的都是肝胆相照讲忠义的人，是人自然就要互相帮助了。兔子是人家给，人家怎么就不能吃了？都是你和你的父亲、你的儿子、你的丈夫，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颜如玉，你敢骂人？你才知道，我不但敢骂，我还敢打。颜如玉刚一扬手，二夫人嗖的一下就跑到外面。你给我等着！对不住夫人，给您添麻烦了。哪儿的话，如玉说的对，这兔子呀，本就是你们的。我去洗锅碗。不让你的侄儿去，一把年纪，歇歇吧。好，是该我去。霍长鹤端着锅到外面去洗，金定银定凑了过来说道：主子，您要干什么？洗锅碗。天爷的，主子，您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儿？您只用碗来吃饭，怎么能刷碗呢？您知道锅是怎么刷的吗？霍长鹤把锅塞到他的手里，说道：那行，你去刷。咦，怎么这锅又找你了？不是，主子，我怎么觉得这锅这么眼熟呢？眼熟？你认识他呀？
在王府的时候，每次半夜回来，我都会煮点东西吃。平常的锅太大，有一口正好，这口锅就很像那口锅。你的意思是，抄家的时候，颜如玉背上这口锅了？主子，您看，这下面有个小补丁，还是我去找打暗器的暗卫给补的。他还说我大材小用。霍长鹤手扶小补丁，目光慢慢的凝滞，还真是，这锅究竟是怎么回事？打亮了火折子，点着了灯，屋子里其他的人也都醒了过来。颜如玉握着匕首一动不动，刀尖穿过二老爷的手掌，已经扎进通铺下面的席子里。颜如玉，你疯了！他是你的长辈。谁疯了？他算哪门子的长辈？大半夜不睡觉，跑过来摸我们房间的铺，他想干什么？他是担心你们，怕你们睡不好，盖得不好，着凉。疼！再说一次，来干什么？若是说谎，那就继续扎。官爷，您看看，颜如玉无法无天了，竟然敢持凶器伤人，快教训他！官爷，他3更半夜过来偷东西，还撒谎。我回到自保，点了灯才发现是他。霍老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就是担心他们，来看看。二老爷又是一声的惨叫，怒气都窜了出来。闭嘴！你这个败家娘们儿，都是你惹事情，非让我过来偷东西。二位官爷听清楚了吧？偷东西他可是亲口承认的。意图偷东西，到20大板，一经逍遥。母亲，如玉，恒儿好像不太对劲啊。怎么了？我看看。恒儿，母亲，把他放平，快！不行，我得去找官差，让他们去请大夫，不能让他这么胡闹。颜如玉说到一半，又拿起匕首。喂，你要干什么？恒儿中毒，要放血保密。你会医术吗？学过几年，抓过几年药？别以为认识几种野菜就真能当大夫了。恒儿好好的，为什么会中毒？我看8成就是你找的野菜有毒。霍长旭，你要是没有脑子，你就出去放你脑壳里的水，别在这胡说八道。那不是野菜，是药材。要是有毒，我和母亲也该有事，而不是只有他中毒。反正你不能动恒儿，我不信你，我要去找大夫。哼，你去找大夫，官差能听你的吗？就算是听，找来也得天亮了。恒儿等不起。母亲，你信我吗？信。霍长旭还想阻拦，霍长鹤过来扣住他的肩膀，往旁边一拖。二公子还是稍安勿躁。你放开我！放开你可以，别上去捣乱。颜如玉观察霍长衡的其他部位，发现他的右腿膝盖上有一处擦伤，这块破皮的地方已经不是最初的红肿，而是呈现黑紫色，这就是中毒的原因。这是擦伤了，怎么会中毒？的确，擦伤只会红肿，应该是有人利用他的伤口，让毒药从伤口渗入，伤口破损，毒药只要进去一点点，就能很快的与血液融合发作。哼，解毒要将对症下药，若是不知是什么毒，如何解？你不懂装懂，别想让我们因此就感激你。我不需要谁感激，更不需要你的感激。二公子别自以为是了。如玉，那有什么办法吗？母亲，去搬碗水。母亲放心，我幼时就爱得病，我母亲带我入京，路上差点死了，得遇到一个老道长赐了我一粒药，说是吃了以后可以解百毒。自那之后，我的血也就有了这种功效。碗刚送到霍长衡的嘴边，门口就有人冲了进来。慢着，不可以！姨母，听说恒儿病了，这是我找来的人参，给他煎水服下吧。母亲，这是先早用他母亲留下的遗物换的，是为了恒儿好啊。严姑娘，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但恒儿是无辜的呀，你不能为了不理我，不用我找来的参呢，胡乱给恒儿治病呢。还有，恒儿那么小，身子弱，经不起折腾呢。阮小姐知道小公子是什么病吗？叫用人参。且不说你的人参好不好，即便是上等人参，也不是什么病都治。小公子是中毒，若是用了你的人参，那才是真正要了命。你这是何意？人参大补不假，但小公子毒尚未解就大补，还能有命吗？你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二公子好大的架子，只可惜这不是王府，你也不是主子了。旭儿，别说了，此时什么能比你弟弟重要？姨母，我记得那次我生病，您就是用了100年人参此番恒儿。过去的事别再提了，我信如玉。扎了那么多针，恒儿该多疼啊！你的嘴
疼不疼？你再多嘴，我就用针缝上你的嘴。先早也是关心恒儿，谁知道你行不行？中毒非同小可，恒儿是我的亲弟弟，绝不是你用来练手的。二公子忙是帮不上，这质问起人来倒是一把好手啊。二表哥，别说了，是我不好，我要是不拿出人参来，自然也就没有这番争论了。话音未落，霍长恒的身子突然一抖。好了，一会儿应该就会醒了，换换衣裳，好好休息，过2天就没事了。我该怎么谢你啊，如玉？你救我们好几次，这要是没你，唉，我这不是来了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赫儿回来，我定要他好好待你。他若敢说半个不字，我就不认他。如玉啊，我只认你一个儿媳妇儿。母亲，您来的正好，您看着恒儿，早点歇着吧。我去坐个小车。恒儿中毒，身体虚弱，得养2天。他的腿又受伤了，像今天这样走肯定不行。坐小车？你哪会那个呀？明天我抱他吧，再过2天就到城镇了。这耳环呐，以后也戴不着，到城镇就拿它换点钱吧。那是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定情之物，你怎么能要？我是长媳，母亲给我，我自然要收好。怎么，母亲要给我什么东西，还需要你同意？哼，你大哥都没说什么，你算老几？你还好意思提我大哥？我为什么不好意思？我照顾母亲和幼弟尽心尽力，就算你大哥回来了，我也可以坦然地面对他，没有半点的愧疚。倒是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眼里除了阮仙藻，还有别人吗？你别胡说，母亲，你怎么能把耳环给他？你又来质问我，旭儿，你太不懂事了。如玉说的对，不管她是怎么嫁到我们家，至少她帮了我们，数次救我和恒儿，就冲这一点，你有什么资格冲她吼叫？更别说她已经是你的大嫂了。怎么是你？身手不错。哈，见笑了，我来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哪学的身手？我之前一直闯荡，什么活也干，码头、走镖都干过，也跟过几个师傅瞎练的。那你挺有天赋的，悟性不错，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去休息吧。恒儿他怎么还不醒啊？要不然我去求求官差，晚1天再上路吧。那你说个行的，哼，去求官差？官差是你爹吗？还晚1天上路，你可真敢说。哎，别对着我哭，烦。你别太过分，是不是你说的恒儿没事了，现在还不醒，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跟你说不着，走开。恒儿若是有什么不测，我定叫你偿命。旭儿，休要胡言。姨母，二表哥也是忧心，恒儿可是他的亲弟弟，他自然是心疼的。昨天晚上他天都快亮了才睡着的。有这功夫就准备早膳，别杵在这里碍眼。哼，就会嘴说，能不能干点实事？恒儿如此，谁能吃得下？若是恒儿能醒，我宁可3日不吃饭。嫂嫂，怎么样？头还晕不晕？恒儿，母亲在这里。母亲，别担心，我没事的。你说的3天不吃饭？你别总欺负仙枣，他那是……你们高雅之人不是最讲究什么仁义礼智信吗？难道连最基本的信用都没有？那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谁不会啊？母亲，你再给恒儿喂点水，别着急让他起来，我去煮点粥。好，辛苦你了。你哪来的米？你管得着吗？反正你肯定是要陪阮仙枣3天不吃饭的。闲的没事。主子，属下又发现一件事儿。什么事？那个小推车，属下看着有点眼熟。又眼熟？是的，那辆小车以前是咱们小厨房用来运菜的，属下经常用。右边把手还有2道裂痕。霍长鹤目光转向小车，哪有裂痕？还有那个轱辘。主子，您还记得属下说原来放在账房地下银库的角落里的换下来那个车轱辘吗？属下瞧着这个轱辘有点像这辆小车，虽然被改变了容貌，七拼八凑的，但属下还是一眼就看得出
它就是咱们王府的小车。所以你的意思是，在流放路上，颜如玉不仅背着小锅，还带着王府的小车以及银库里的车轱辘，对吧？你觉得呢？金定紧闭着嘴巴，摇了摇头。前面30里就到双峰山了，有消息了吗？按照约定好的，消息得下午才能来。主子，您为何着急？我总觉得颜如玉似乎在怀疑我。昨天晚上，她似乎在试探我。我就知道这个女的一定有问题。主子，要不要杀掉？先不要急着下定论，暂时看来她并无恶意，与严嵩也不是一路。这次航儿中毒也是他割血相救，单凭这几次的救命之恩，也不能随意杀了。主子重义。不过他既然怀疑我，我们就不能再跟着，等消息来，然后我们就想办法离开。可是主子，我们要是走了，账房怎么办呢？会不会连累他？我们又不是逃走，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这粥好香啊，是和义兵换的米吗？你想吃？是的，不过我们不白吃，拿猎物换，行吗？哦，什么猎物？我兄弟昨天晚上在林子里打的，2只山鸡，1只兔子，我们留下1只山鸡，其余的都给你，行吗？你手艺不错，还会坐小车，不过那小车看着不像新的。那当然啦，新的半宿也做不好。我在驿馆后面的角落里找了一辆破旧的，修了修，反正他们也没用。有我夫君的威名在，他们也愿意做这个人情。你夫君的威名，你又没见过他，就那么信他？不然呢？我不信他，信谁？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要不我把猎物处理干净？不用，直接给我就好，我自己收拾。也行。二公子的确是被惯坏了。他不是被惯坏，他是被骗傻了，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不过没关系的，他早晚会明白的，不着急。你没有放弃他？不会，就凭他是我夫君的弟弟，只不过我没什么耐心，就让他自己撞撞南墙，什么时候撞明白了，什么时候算。那严嵩呢？我看他总是针对你。昨天晚上我兄弟发现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但又怕你们还有情分，所以我和严嵩只有仇，没有情分。你说什么事儿？霍长鹤上前一步，在颜如玉的耳边低声耳语几句。二公子，你这是要做什么？不过就是一个小车，瞧瞧你们一个个，怎么还想动手吗？不过就是一个小车，二公子说的轻巧，不知道你是能砍得动树枝，还是能装得好车轱辘。这小车是我给恒儿做的，你有什么资格弄坏？你若敢弄坏一点，我就对你动手，不信你试试。二表哥，你别激动，还是没小车我背他，用不着你。二哥，你放下，这是嫂嫂给我做的，你别弄坏。旭儿，我跟你说的那么多，都白费了不成？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母亲，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们都被颜如玉蒙蔽，你们都被他骗得团团转。二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只知道是嫂嫂救我，照顾我，她没骗过我。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境地了，他能骗我们什么？能骗什么呀？姨母，您当心身子，二表哥也是关心恒儿心切，没有恶意的。我大哥下落不明，你就迫不及待地和这个人。大夫人一巴掌抽在霍长旭的脸上。你满脑子在想什么呢？书都读到哪里去了？谁教你的这些脏东西啊？母亲，不要叫我，你自己好好想想，若是想不清楚，你以后就没有母亲了。我真想打开你的头，看看是不是装满了水。嫂嫂，推着我你会很累吧？不累，你很轻。你若是心疼我，就乖乖听话，好好养伤，而不是逞强。好，我听嫂嫂的。如玉，我来推吧，太辛苦你了。恒儿这么小，没什么辛苦的。是呀，母亲，要听嫂嫂的话，照顾好自己才是帮嫂嫂分担。恒儿说的对。好好，我听你嫂嫂的，听你们俩的。母亲，我也想要小车。呸，就他那小车，还不定是怎么来的，8成是用了什么狐妹子手段。管他什么手段，母亲，反正我也要。哎呀，真是没用，药弄不到手，吃的也不行，怎么老大家
就能找到那样的儿媳妇，我就不行。你们别说了，想点有用的行吗？二老爷看着颜如玉的背影，眼珠转转，于是把霍长兴叫到跟前，耳语一阵：这能行吗？有什么不行？颜如玉说是霍长鹤的媳妇儿，但他们连面都没见着，你怕什么？生米做成熟饭，还愁他不听你的？可他那么厉害，我真是怂！哎呀，我教你，你看到路边那种开着紫色小花的草了吗？那种草牛马吃了都要发情，一会儿你去采一些，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加水熬汁，找机会让颜如玉喝下去。父亲，他对我印象不好，我贸然靠近，他有戒备怎么办呢？哎呀，你真是笨，就不会找个帮手吗？哼，他可是大房的表亲，王府的小表姐，平时都看不起我。他有什么可高贵的？别说现在大家都一样，就算以前，你总归是王府正经的三公子。他呢，别说是表小姐，哪门子的表？他生母和老大家的连表亲都不是，就是个同乡。所谓的什么手帕交前来投奔，仅此而已，真当是什么大家闺秀。嫂嫂，你要错挂的是什么？这是丈房先生的侄子，用来交换粥的猎物，一只鸡，一只兔子换的，鸡还是活的呢。嫂嫂，我怎么觉得这鸡和平时的鸡不一样？这是山鸡，平时的那些都是家禽，再是不同的。你不是说想学杀鸡吗？这只留给你杀。金定，前面是不是要到河边了？做好准备。金定，你和我一起，一定留下。我不在时，你要多照看夫人他们，尤其二公子，他若再犯浑就打。可以打吗？可以。主子，东西在双峰山吗？属下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您身边？目前还不知道，一王庄园没有，双峰山的嫌疑就最大，到时候一看便知。你这边保持飞鸽传书，盯着严嵩和阮仙走，暗中帮助颜如玉，记住是暗中。是，属下明白。主子，属下会想您的。嫂嫂，你快休息，我给你扇扇风。没事儿，我不累。你们休息，我去河边看看河里有没有鱼。还是别了吧，这河水挺急，我看着有点危险呢。咱还有吃的，别冒这个险。无妨，我先看看，不下水。想抓鱼吗？你要下水？抓几条鱼给我舒服。你想要吗？可以和你换。换什么？换点米或者野菜都行。哎呀，真是，咱仨谁都不会水，要不咱也下水去抓。等长兴把颜如玉拿下来，还用得着自己下水？也对，到时候我得让他伺候我，变着花样吃。儿子，草药采到了吗？放心吧，都在。不好了，有人被冲走了！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呐！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呦，我兄弟也被冲走了。会游泳吗？会。怎么了？一起下水救人。不是啊，我你不想救你兄弟，我去追那个，你去找你兄弟。天爷呀，这是哪一出啊？主子啊，你可没教我，遇见这事儿怎么办啊？颜如玉刚爬上岸，大夫人就赶紧的走过来。如玉怎么样呀？没伤着吧？没有，可惜人没有救上来。这不是你的错，你也尽力了，我都快吓死了。是，我也担心嫂嫂，我去生火，嫂嫂烤一烤。你兄弟也没回来。母亲，把鱼收起来吧，我们去做饭吃，叫你叔父一起。他不是我叔父，是我丈爹。先吃饭吧，真是对不住，要不是为了抓鱼，这也不会。哎，夫人说的哪里话？不怪任何人，都是命。夫人千万不要自责呀。是啊，夫人，您要保重身子。等王爷回来，看到您平平安安，那才是真的好。如玉，下午我来推小车吧，你歇歇。母亲会推吗？我推慢点儿，可以学会的。
现在严嵩正盯着我们，巴不得我们出事，好找个由头对付我们。母亲若是想学的话，等过2日到了城镇那边，我们也买些东西，到时候您来推。好，我听你的，到时候你教我。张房先生和他女婿也不容易，他年纪也不小了，跟着长河好些年，说起来呀，也是咱家连累了人家，现在这又出了这样的意外，要不就互相照应些。应该的，我听母亲的安排。他那女婿别看胖，还挺灵活的。是呀，长河身边有个侍卫，白顺顺的，还有个讨喜的名字，叫银锭。真像你说的，这身手可真不错。还别说，之前没注意，现在打冷眼一瞧呀，他和银锭的身形还挺像的。银锭洗完锅回来，见大夫人和颜如玉都盯着他，他心头有点发毛。夫人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母亲说你长得像夫君身边的侍卫。那夫人可就抬举小人了，小人哪能与银锭侍卫相比？我可没说那个侍卫叫银锭。我结实啊，听长爹说，王爷身边就有个结实的侍卫，就叫银锭。夫人，小人愿意出一份力，这小锅就让小人来背着吧，小公子也由我来推吧。傍晚时行至一间破庙的附近，严嵩下令休息，晚上就宿在庙里。教了吗你？知道规矩吗？就往里面闯。规矩？不是你家大人定的吗？你去问问他，跟我要不要讲规矩？我说王妃啊，这会儿就别摆架子了。上次大人是被你胁迫，逼不得已，这回你还是尽快的去问问，以免耽误你家大人的大事，你担当不起。母亲，带恒儿进来吧。如玉，我来收拾，你去歇着。那我去找一些干净的草来，晚上铺一铺，被子留着盖。好，你要小心些，我总觉得二房的人有些怪。我知道了，母亲您放心，我去了。二表哥，张房先生好像也藏了钱。那也与我无关。仙草，你等着，我去找母亲，让她带你进去。二表哥，我的意思是，张房先生在王府时管的就是王府的钱。你是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替你不平。我算什么呢？本来就不是王府的人，但二表哥你不一样呀，你是王府的公子，长贺哥哥不在，就应该由你来顶替门户才是。二表哥，张房先生再如何也是个下人，还有他身边的子侄似乎也都和颜如玉关系不错，二夫人也带人进去了，总觉得他们之间怪怪的。大人，奴婢见过大人。何事？大人，这是给您的。严嵩哼笑一声，取下一块鸡肉，手一扬，便像喂狗一样扔给了他。谢大人。好吃吗？我把东西给他了。颜如玉又把一个小碗递给他，喏，汤我还你。你不会好好说话吗？仙草是把自己的人参煮了汤给你。三公子霍长兴正好从里面出来，与他擦肩而过，深吸了一口气。这么香？你走不走？别在这堵着门口，快点，腿短你就倒腾快点。你胡说什么，胖子？你才胡说，我这是结实懂吗？不会说话就别说。王你自己还说自己是读书人，读了半天还是不会说话，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不知所谓。我能麻烦你一下吗？我的后背好像不知道被什么划伤了，你能帮我看看吗？我给你看看吧。姨母还是照顾恒儿吧，我正好也想道个歉。去哪儿？就那边树后吧，这边人太多了。脱衣服。什么？听不懂，这里没有别人，别装了。我装不装？你能把我怎么样？颜如玉，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小小侍郎家的私生女罢了。别说你，就是你那个嫡姐又如何？我照样不把她放在眼里。哼，她呀，她的下场你不是看到了？你，没错，是我。你说什么？
不可能！颜如玉，你别装神弄鬼了。实话告诉你，就算你嫁进王府又如何？就算你讨得夫人欢心又如何？哼，你猜，你要是变成了一个荡妇，给霍长鹤脸上抹了黑，他还会喜欢你吗？哼，还不出来！阮仙藻还沉浸在马上就要置颜如玉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的激动中，直到霍长兴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干什么？颜如玉在那儿！霍长兴，你放开！老大家的，今天晚上吃什么？有父亲的份儿吗？好了，坐着休息，争取快点好。母亲，嫂嫂怎么还不回来？应该快了，你乖乖听话，你嫂嫂就高兴。老大家的，你还真心大。这颜如玉和你家长鹤别说洞房了，连面都没有见到，你就让这小子一口一个嫂嫂的叫，也不怕这中间出什么岔子。母亲，会出什么岔子？嫂嫂会离开我们吗？不会。哼，这天下的事儿可难说得很呐。以前谁能想到这镇南王也有靠不住的时候，荣华富贵都能一朝散了，何况一个女子的心？人心善变，还指不定。哦呦呦，镇南王是边关战神，边关百姓和数十万将士都不说他靠不住，轮得你一个老娘们来说吗？不过边关百姓知恩图报，将士忠义，数百数千他们那样的也比不过你一个这样的白眼狼，毒蛇毒蝎子，咬一口那不得了。别说镇南王，换我也不愿意让你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才好。想要荣华富贵，叫你儿子去挣，一天天不干正事儿。我们大房给你儿子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儿子至少风光过，曾经被封王。你儿子干过什么？青楼里的王八吗？行了，闭嘴吧。可他们，哼，我不和你们一般见识。夫人，先吃点东西吧。小伙子，我求你件事。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可别说求啊。如玉出去好一会儿了，你去瞧瞧。我这心里头总有点不踏实。就听到树林子那边传来一声尖叫，是女子的声音。星儿，我的星儿呢？哎呀，我好好的儿子呀！我儿知书达理，还未娶妻，怎的就被这狐妹子不要脸的勾了去？颜如玉，你给我出来！老大家的，你过来瞅瞅！我叫你胡说八道，我叫你给如玉泼脏水！颜如玉，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我叫你勾引我儿子，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你还护着他，你是魔怔了吗？我可告诉你啊，他和你儿子没有洞房，现下引诱了我儿，那他就得给我儿做妾，不，做奴婢。闭嘴吧你，也不嫌丢人。我丢什么人？丢脸的是你们。星儿，你过！你敢阴我，贱婢！凭你也敢阴老子？素儿，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林子里？怎么不能是他？怎么的？是他，你挺失望啊？还说严大人是你儿？你儿有这么威猛吗？说，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素儿，我儿子呢？你不要怕，好好和大人说，是不是严？哼，是不是什么？是不是你那无耻的儿子都被流放了，还耐不住下流的本性？你怎么会？我怎么？我不过是去捡几根柴，就听到你在这大呼小叫的，还时不时喊我的名字，叫我做什么？叫我看你在这发疯。严大人，哼，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严嵩一把抽出手下的腰刀，抵住他的喉咙。说，谁给你的胆子？忽然林子里又传来一声的尖叫。有没有伤到啊？我没事儿，母亲不必担心。仙藻，怎么是你？仙藻，你儿，我的星儿啊！很快，二夫人和一个人被一起拖了出来。那人浑身是血，喉咙上插着一把匕首，已经断了气。大人，是你，
是你杀了我儿子！阮小姐这是怎么了？吓到了？是你杀了我儿！滚开！你儿子下流与人苟且，本官还没有治他私自离开队伍之罪。你叫嚣什么？本该你们家一家都受罚。如今他死了，本官宽容，也就免了你们的责罚。本官的匕首被人偷了，敢偷本官的东西，让我知道是谁，我定叫他好看。我儿子都是听话，从来没有与人结怨，谁会杀他？分明就是你们！你要是想陪你儿子一起去，本官就成全你。哭着哭着，忽然在尸身上嗅到了香气。贱人，是你害死我儿子，还我儿子命来！我打死你，替我儿子陪葬！不要，好痛啊！二表哥，救我！他死和仙枣无关，仙枣那么柔弱，怎么会杀了他？你看不出来吗？仙枣他身上也有伤。我长旭，你就是一个混账笨蛋，脑子有病！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吗？他的心肝肠子都是黑的。要不是他让我儿子去找颜如玉用枪，我儿子……你胡说！我胡说？你问问他，今天晚上熬的是什么汤？霍长旭，你就是个白痴，比你大哥差远了。你知道原来你院子里的那个二等丫鬟柳儿是怎么死的吗？她不是什么溺亡，而是被阮仙枣推到水里，用杆子压着她的头，活活淹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没有，你胡说。因为柳儿给王爷打帘子的时候笑了，她一心想嫁给王爷，绝不允许别人动心思，尤其是那些长得有几分姿色的丫鬟。其实死的不止柳儿一个吧，今天也是一样。小姐让我给严大人送香囊，香囊里掺了迷药，能把人迷晕。她和二房的人合谋，想把颜如玉糟蹋了，让我骗颜如玉。我害怕，不想冒险，更不想干这种缺德事，就把给严大人的香囊换了。不知道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骗颜如玉。素儿，你在胡说什么？我知道这2天我疏忽了你，可我自己也……小姐，您别再说了，奴婢对不起您，奴婢的命是您的，要杀要剐您拿去，可那种事奴婢真的做不出来。奴婢只是躲在林子里，其他的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他不同意你害人，你色诱不成，你就把他杀了。大夫人重重地吐了口气，不想再看，拉着颜如玉和霍长恒进了庙里。大嫂，如玉，你们也别怪父亲，他年纪大了，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谁也受不住。大嫂，都是一家人，为何不能好好商量？二嫂和长兴平时确实不太对，但也罪不至死啊。三夫人，你的意思是霍长兴死怪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我们跟你们什么都商量不着，倒是你们已经和我们一家断绝了关系，也已实施了，为什么总是不长记性？他们一家设计害如玉，跟我们商量了吧？现在他自己作死，反倒怪我们了。哼，刚才二夫人还没看清是如玉呢，就大呼小叫，又喊又骂的，你看不懂吗？我今天就把这话放在这里，如玉是我的儿媳，除了她，我谁也不认。方才那位小哥做好了饭，我们快吃。这么好吃啊，就得吃光了，一口都不剩。如玉啊，真是对不住你，刚才的事啊，我想想都后怕，万一你……不会有万一的，母亲，您放心，我时刻紧依着呢，他们害不了我。再说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手段也拙劣，只要您和恒儿好好的，我就什么也不怕。如玉啊，那是出城时严家与你断绝关系，这严嵩佑，你之前在严家定然过得艰难，以后啊，我定会好好疼你。母亲，
您能来一下吗？有事就说。母亲，仙枣受伤不轻，能不能给他点药？哼，他好不好意思用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好意思张开嘴来要的？二哥，刚才听说是仙枣姐姐要害嫂嫂的，对吗？不是的，仙枣说是霍长兴骗他的，他也不知情。可是他死了。够了，旭儿，仙枣在哪里？如玉，我去和他说清楚。怎么着，他也叫我一声姨母，在我家也住过许久了。这次母亲，我明白的，您拿去给他吧，给了他这点药，也算仁至义尽。嫂嫂，你别生气，我站在你这边。告诉你一个秘密。哦，什么秘密？我也不喜欢仙枣姐姐，她平时笑眯眯，其实不笑的时候可凶了。哼，荷儿眼明心亮，聪明。仙枣，这是外伤药，给你。谢谢姨母。你不用谢我，这是如玉给的。仙枣，其实你本可以避开这场灾劫，可天意弄人，你也没能走得了。仙枣，说起来我也有责任。当初你拿着你母亲的帕子来，我见你是一个孤女，可怜无依，同意你入府。姨母，今天的事，不管是你找的霍长兴，还是霍长兴找的你，要害如玉，这是事实。既然动了这个心思，那我也就容不得你了。姨母，我不是。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大家还是走同一条路，但我们不再是一路人。姨母，我满身伤痕，你也来逼我吗？好，连您都容不下我，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就去死！二表哥，你别管我了，以后也别再和我说话了。母亲，仙枣今日已经受了大罪，她一个女孩家遭此大辱已经够可怜了，何苦还要逼她呀？母亲，我逼她？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逼她了？旭儿啊，他和霍长兴一起要害如玉，难道是我逼的吗？旭儿，你糊涂，我不能糊涂。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我只告诉你，你一定会后悔的。大夫人转身就走，你对这条路熟悉吗？那当然，我们之前经常走这条路。你想问什么？那前面是哪？前走6、7、10，有一个小山坳，过了小山坳就是双峰山了。如果我没有猜错，今天晚上会住在小山坳。这山可了不得，一会儿到了山坳，我去找吃的吧。这里您不熟，万一走错路遇上山匪，那可就糟了。山匪？正是，这山头闹匪患有一阵子了，但折腾的并不大，朝廷也还没有派兵剿匪。本来王爷打算回来的时候捎带着平定山寨，谁知有山匪，那就一定有查报了事呀。母亲，你们休息，我去找点吃的。如玉，别去了，咱们还有些干粮，够吃的。能放的干粮先留着，要是哪天找不到了再吃。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路边还有不少的野菜和野谷呢，没准我们能吃顿不错的粥呢。银钉刚从草丛里站起来，一回身看到了颜如玉。您怎么没休息啊？你在干什么呢？没什么，刚才看见一只兔子钻进去，我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兔子洞。您去休息，我来找吃的。这是什么？一种野菜，鲜嫩清香，用来煮粥最好。我帮您吧。不用，我自己来。你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孩儿还小，不能只吃这些。这是什么蛋啊？哪儿来的？草丛里发现的野鸭蛋，正好给你和荷儿补补身子。我好着呢，不用补，你和恒儿吃。嫂嫂，你看我的腿马上就好了。恢复的挺快的。嫂嫂，我想大哥了。荷儿，你看天上的星星，找最亮的那颗。你大哥此刻也在看着那颗星星，他会知道你在想他的，他也在想你。大哥，我好想你，你也在想我吗？
我和母亲都很好，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吃过晚饭，收拾完毕，颜如玉闭目养神。今天晚上定是无眠之夜。突然，从山坳外面的树林中响起一声尖笑，一支信号箭带着火光冲上云霄。刚才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头晕晕的？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暂时还不知道，母亲别担心，你和恒儿在一处，别分开。好好。哎呦，糟了，好像是山匪。我能相信你吗？能啊，这是什么？能，吃了它。你若是可靠的，就吃了。这是毒药，放心吧，不会立刻发作的。你好好的照顾恒儿和母亲，势必我自会给你解药。那您呢？我去看看。你若还信货，就守着母亲。各位在下严嵩，敢问你们可是双峰山的？什么双峰山？严嵩，我们就是来取你这条贱命的。你们是什么人？你最近干了什么事，心里没数吗？原本的好前程让你毁了，你说该怎么办呢？你们是严家派来的？哼，算你聪明。既然说开了，那就受死吧。没得商量？200两金子，怎么商量？哼，200两金子，老子的命就值200两。不然呢？严夫人说了，你一个庶子，贱妾所生，能开到这个价儿，已经算是抬举你了。各位，200两金子我身上是没有，但我保证，只要今天各位高抬贵手，我以后自当有厚报。你把我们当傻子吗？以后我们不看以后，就看眼前。弟兄们，拿下他！严嵩闷哼了一声，一回头看到了不远处的颜如玉。颜如玉还不帮忙？我帮你？凭什么？他们是严夫人派来的，你以为他会放过你？现在你我联手，我必不会亏待你。等来日回到京城，一并找他报仇。快呀！正打算出手，忽然林子的深处又传来一声呼哨，响彻夜空。来人了，撤！大当家，敢问可是双峰山的大当家？你是何人？在下严嵩，此番押送流放人犯去西北，路过这里，大当家。流放犯是霍家的人吗？哼，大当家身上怎么会有追香丸的味道？哈哈，这位是我是霍长鹤的妻子。原来如此啊！在下虽然占山为王，但以前也曾参过军，镇南王的威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夫人，真是三生有幸啊！来人呐，严大人受伤，行动不便，请他去寨中歇息。相请不如偶遇，夫人若是不嫌弃，不知能否到寨中住一晚呢？下面山坳中都是我们的人，不知大当家能否容得下？当然，不仅容得下，还能好好招待。好好招待就不必了，借宿一晚即可。明日我们还要继续上路。如玉怎么样？没受伤吧？我没事，母亲，谁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母亲，收拾东西吧。这行吗？他们可是山匪，我们要是去了，会不会……没事的，母亲，我们留宿一晚就走。再者，他们人多，连严嵩都带走了，我们若是不走，恐怕也不行。母亲，是枣泥酥，你最喜欢的枣泥酥，还有我喜欢的桂花蜜糕。嫂嫂，你喜欢吃什么？我都行。如玉，你住里屋，好好休息。我和长恒住外屋，这几天实在辛苦你了。我没事儿，你们住里面，里面安静，我在外面。母亲，就听我的吧。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您没休息？颜如玉又拿出一颗糖豆，交给银锭。您是缺什么东西吗？我去和他们协商。我刚发现，原来一个同村的兄弟，现在在这里当个小头目。不缺，就是睡不着，想在周围看看。你在这里守着，寸步不离。哦，对了，刚才的也是毒药。消消气，消消气。当颜如玉抵达议事厅时，严嵩已经在厅里。严大人，伤好些了吗？多谢大当家的关怀，这点小伤不碍事。既然如此，那本寨就长话短说。严大人和双峰山想怎么合作呀？大当家，莫先生没有和您说过吗？本寨要听严大人说。莫先生只说让我带着队伍在山坳中停留，
然后来到山寨中拜见。他说大当家为人豪爽，不拘小节，把事务交给刘军师，到时候刘军师见到我，验明正身，自会带我拜见大当家。刘军师，除了他，还有别人知道吗？莫先生没说，只叮嘱我要听刘军师的。严大人可知莫先生是什么来路？这我也不知道。莫先生每次来都是穿着黑色斗篷，头脸遮住。哈，这样啊，那你与刘军师对一对，看能否对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来。严嵩回头，被拖进来的人浑身是血，脸上的血迹交错，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貌。严大人是不想说，还是不知道啊？帮帮严大人！一旁的山匪一拳头砸在严嵩的伤口上。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弄醒刘军师，劳烦严大人再说一次。是你？刘军师，人见着了，把该说的都说了吧？我知道的都说了，真的。莫先生只说让我验明严嵩的正身，然后带他见大当家，其他的都由大当家和严嵩谈。我真的不知道啊。这刘军师被打糊涂了？在说什么？忘了说明一下，我不是原来的大当家，原来那个让我杀了。原来的大当家不肯合作，说话还不好听，寻死觅活，还叫嚣让我杀了他。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他，不愿意活的就成全，愿意配合的都活着。刘军师这不是就活得好好的？我这人就是这么好脾气。大当家，我出身不好，只想出人头地。莫先生找到我说提拔我进士部或者兵部，接触过程中就一点没发现什么。他身材不高，很瘦，右腿似乎有点跛，声音应该是刻意改过，听不出什么。他右手手腕上似乎有什么印记。距离天明还有段时间，严大人慢慢想，不着急。来人，把他扔到前面村子去，那里有几户人家被他糟蹋了女儿，把他交给他们处置，如何？有个山洞，里面有什么？没有。这里之前不是搜过，什么也没发现吗？这是新被砍断的，费这么大劲把山洞掏空，就为了空着。脚下似乎踢到了什么东西，一把锁，被斩断的锁。有人来过，比我们早了一步，去审，看有没有人知道这里原来有什么。主子，好几天都没见了，属下可想你了。哟，您瘦了些，这眼罩真英武，主子就是强，当独眼龙都比别人好看。主子，事情顺利不？查到了不？您的冤屈是不是能洗清了？属下还有些话要对您说。闭嘴！你又怎么了？说你一句，还使性子了？不是的，主子，以后要是没我了，你可要保重身体啊。要是解不了冤屈，你就干脆不要解了，去西北当王，反正那边都是手下败将。春天别着急着换薄衣，夏天别中暑，秋天果子熟了别吃太多，容易积食，冬天别受寒。对了，你要抓紧时间和王妃生几个小主子，到时候带着他们去给属下烧纸。见三夫人的女儿霍云染正站在门前，有事？如玉，不，嫂嫂，对不起，我一时改不了口，真是对不住。要是我知道王府会有这一难，当初也不会劝你嫁给我大哥了。嫂嫂，我知道你定是伤透了心，我本来想好好和你解释一下，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希望你不要怪我。昨天二伯母那样污蔑你，我也听见了，更没想到阮仙嫂那么坏。嫂嫂，你放心，我以后定会助你的。嫂嫂，你要怎么助啊？事已至此，目前只能先跟着队伍走，等过几日到宿城见到我哥哥，我会让他想想办法。如果你想和离，我也可以和哥哥说。和离？是啊，你和大哥还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行过对拜之礼，若是大哥安然无恙倒还好，可现在他下落不明，我想大伯母善良豁达，也不会强拉着你不放，毕竟西北之地不是什么好去处。
不过如果大伯母不愿意也不要紧，到时候让我母亲和她说一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会说通的。这么晚了，王妃还没有休息啊？她找我有事。这位是？嫂嫂，我先走了。大当家有事儿？哈，我是路过，听到有说话声，以为是有人不懂规矩，打扰了王妃休息，特意过来看看。大当家有心了。王妃，你相信王爷是清白的吗？自然。王爷现在下落不明，王妃与他素昧蒙面，这信任从何而来啊？哼，大当家这个问题未免好笑了些。我对我夫君的信任还要问个来处吗？再说我夫君威名赫赫，天下皆知其忠义。大当家请回。主子，您帮我药都解药了吗？你这是吃最后一顿去了？曹军医啊，好久不见了，您老一向可好？身子骨还结实吗？吃得好，睡得香。我听王爷说你快被毒死了，哎，怎么不毒哑呢？好着呢，哪有什么毒啊？少吃点比什么都强。哎，不对呀，我吃了2颗毒药啊，而且……嘿，你敢怀疑我？不是，当然不是。你刚才说而且什么？而且……哦，属下是想说，那2颗毒药还挺好吃，嘿嘿，甜甜的，香香的，最后又有点苦苦的。哼，不管什么味儿，反正没中毒，浪费我时间。我正配方子呢，别来烦我了。你也不想想，他匆忙出嫁，接着王府被抄，哪来的毒药啊？8成就是吓唬你。怎么样？他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不过我瞧着他像是动了心。母亲，哥哥不是让我们耐心等，到了速成再说吗？是这么说，但你也看到了，颜如玉性格太强悍，出乎意料，我们必须要和他打好关系，到速成之后，他才不会怀疑，你哥哥也更好行事。你最后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我看着他是动心了，没说反驳的话。后来那个独眼的山匪来了，我就赶紧回来了。那个山匪头子去找他了。阮仙藻刚才还想挑拨我和颜如玉，我没上他的当，不必理他。就是霍长旭那个傻子还拿他当宝，他现在名声坏了，还失了清白，对我们没有什么用。我这心里总有些不安生。颜如玉模样太出挑，你瞧瞧之前账房家的那几个子侄都围着他转，这次这些山匪可不是吃素的。母亲，你是担心山匪也会打颜如玉的主意？他们不是说是因为敬佩霍长鹤才让我们来的吗？哼，这种借口你也信？我之前白教你了。嫂嫂，快看，我的伤口是不是又好了些？如玉，我总觉得在这里不踏实，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上路啊？应该可以，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流放犯，还有那么多的官差，若是真出了事，就是公然对抗朝廷，他们不敢。说的也是。夫人，你起了吗？我们来送早膳，这就是我的同乡，他来送早膳，您看看合不合胃口？严嵩呢？他呀，正和大当家在厅里说话呢。你倒是清楚。露馅儿了，也一起用吧。账房先生呢？夫人，你们吃，我们在那边用。大当家的人可好了，给大伙都准备了。啊，那就好。你吃过了吗？要不要一起？哎，我说，你怎么吃饭了？你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是你脑子不好，还是他装失忆啊？不是许下愿望说恒儿若是能康复，3天不吃饭的吗？这还没有3天吧？看来你们既没把恒儿当回事，也没把神明当回事儿。张嘴不但能胡说，还能吃饭，哼！吃吧吃吧，别好像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行，不吃就不吃，难不成我还能饿死？我问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你让人把3房一家赶到空地上睡的？呵呵，别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你行啊，挺厉害的，这才认识山匪就能让他们听你的。你二公子，听闻王爷有2位兄弟，二弟天资聪颖，虽不通兵法，
但一心读圣贤书，在京城也有些才名。没想到今日一见，二公子这番做派真让人不敢恭维啊！糟蹋良知在先，不分是非在后，口出污言，不敬长嫂。若是你兄长在，怕是不能饶你啊！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没资格，他二公子又有什么资格对长嫂不敬啊？他是不敬婆母，不护幼弟，还是怎么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指的并非是手中利刃，因为二公子的脏心和污言也是刀。你区山匪，也配说这些道理？在下是山匪不假，但从未仗势欺人，更没有挫伤过一条人命，行忘恩负义之事。倒是二位实在令在下惊讶呀。二表哥，别说了，嫂嫂，你说句话呀。二表哥是家人，总归是为了你好呀。为我好？我没感觉到。刚才他说我，你不说话，现在他被骂了，你让我说话，可真行。算了，看见你们就心烦。快点分发食物，吃过好上路。我们正好要去速城一趟，同路。真是巧。小公子，不如我来背你，我有的是力气。不用，有我嫂嫂推我。你去把颜如玉叫过来。哼，大人叫你，让你过去回话，你还有闲工夫在这喝水？不去。你敢不去？我当然敢。你把严嵩当神供着，可他在我的眼里连条狗都不如。你敢骂他？你等着。如玉，你说那个山匪也去速城，是去干什么？这么明目张胆，不怕被抓吗？去干什么不太清楚，目前来看应该不怕被杀。不过他既然能让严嵩答应同走，就必然有几分本事啊。你说的也有理，不知道这严嵩怎么会答应，也不怕出事。严姑娘，大人请你过去一趟。叫我王妃或者霍少夫人。你们大人请我做什么？这我也不知。大人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少夫人还是过去一趟，否则大人不会罢休。母亲，我过去一下。你并没有和镇南王拜堂，为何要以少夫人自居？若是到了西北，你还能另谋出路。什么出路？再嫁他人。马大人，若是你出身就家遭变故，令尊被迫与你们家人分离，你能对旁人说你没父亲吗？你知道这种说法并不恰当，与镇南王府的情况也并不相同。再者，我是好意，你何必如此？你的好意我用不着。你还挺难请的。怎么，有人告状了？没错，他说你骂我。不过看在都姓严的份上，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便不和你计较。什么事儿？我看那山匪对你不错，今天晚上我会下令守在前面的小村子，村子外有个小树林，到时候你把他约到小树林去。行是行，不过你说你布局的毛病好了吗？你说的这个和今天晚上的事无关，你只说你答不答应。让我答应也行，我有条件，过了这个村子就是小镇，休息半日，让我们买东西。可以，你最好别耍花样。他们是山匪，即使今天不死，早晚也逃不了。一旦事成，我会上奏显明，给你记住。哼，严嵩，难为你到现在还想着立功，你怎么伤的？忘了吗？严府的那位会让你活着回京吗？没事吧？严嵩没有为难你吧？为难我？他的手段还不够。倒是大当家的你，胆子挺大，只带一个人就敢跟着严嵩走。你可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官差？有多少我也不惧。你看我嫂嫂的黑山鸡好看吗？嫂嫂最好了，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大当家，母亲，我去就回。母亲，你怎么了？啊，没事。恒儿饿不饿呀？要不要吃点东西？前面有村子，你知道吗？知道。一个小村子，大概100多户人家。村子外有个小树林，今天晚上你来小树林，听清楚了吗？听清了。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办法也好。那就照做，事关生死，还望大当家能够重视。这是自然，您放心。大当家到速城之后就会离开队伍吧？是的，我带手下。你准备做什么与我们无关，大当家不必透露。俗话说，己事不密则成害，
我们就是流放犯，日后一别，山高水长，不必再见。母亲，真让你说中了，那个大当家果然没安好心。这种人懂什么礼数，无非就是见色起意罢了。颜如玉果然上不得台面，不是大家闺秀，就是缺教养，和几个男人勾勾搭搭，真是没眼看。母亲，您这话说的，他越这样，等到了速成，不是更好促成吗？也对，他这样的身份，能为你哥哥铺路，换来前程，也算是他的造化。这张脸没白费。不过我们得看紧一些，我看那个山匪也不是个善类，万一他们……我们不用急，会有人出头的。颜如玉，二公子，你的教养去哪儿了？你一个山匪也配和我提教养？山匪只是个身份，如同二公子的身份一样。如果丢了镇南王府的名头，二公子似乎把礼仪廉耻都丢干净了，包括脑子。二公子是想动手吗？实话告诉你，若非看在夫人和王妃的面上，我连句话都不想和你说。二公子，如果我没猜错，是阮仙早叫你来的吧？你想说什么？我不想说什么，和没脑子的人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我只是想维护大哥，却不被理解？走走停停，在黄昏时分，看到远处村子的轮廓。嫂嫂，我们也去借东西吃吗？我们不用，村子里的人估计也不太富裕，我们还有干粮，等到了我再去找点野谷子，不用去麻烦别人家。等我伤好了，我也要陪你找谷子。我知道村子外头有条小溪，这个世界有不少小鱼虾，虽然不及原来的大鱼，但也挺鲜。你倒是心宽，忘记你的2个兄弟都是被水冲走的了。不管是去找吃的还是去借，半个时辰都必须回来。如玉，你休息，我去找。他们都去问人家村民要，我担心这样不太好，你还是留在这里吧。母亲，不用去找了，反正也够吃，还是不去冒险。那行程算，明天再走1天就能到镇子上了，到时候缺什么再添。好，听你的。当家的，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天哪，你好烫啊！你救救他呀！他是你儿子，我儿子没了，你也想你儿子死吗？老三，你去看看二哥，父亲，二哥的确在高烧，我也不是大夫，看不了啊。是你害死我儿子！放开我！还我儿子的命来！还我星儿的命来！不是我没杀你儿子，是他是扫把星，他一嫁进来，王府就被抄家，我们才沦落至此。如果不被抄家，你儿子也不会死在半路上。你胡说！我嫂嫂那不是扫把星，我嫂嫂是我和母亲的救星，你才是坏人！我不喜欢你，你才是坏人！仙枣，你莫要胡说，恒儿说的极是，也是我想说的话，你还是离我们远些。姨母，你和他才在一起几天啊？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可是和你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呢。是啊，我们王府养了你好几年，已经仁至义尽，你不思报恩，却屡屡出口伤人。如玉是我的儿媳，你说那种话，居心何在？姨母当真如此狠心，不顾我的死活吗？死活？谁的死活？我儿子死了，怎么还能再活？住手！嫂嫂别怕，我保护你。我不怕，别人这些人的疯劲儿吓到你就行。我胆子大，吓不倒我。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你不要怪姨母和……你又干了什么？旭儿，住口！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二哥，不关嫂嫂的事。霍长旭，你也忙心瞎，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刚才谁打的他？你没看见？关我什么事？小姐这是老毛病了，没事的，掐一下就行了。贱婢，你想痛死我！小姐，我也是担心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恒儿，来喝粥了，顺顺气。我怎么觉得二夫人有点不太正常，似乎无论怎么样都是活该。他们一家想害你，
结果自己倒寻了死路。哼，这是老天有眼呐！母亲，三夫人如何？哼，我以前管家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端不平也只能是委屈咱们自己。二夫人闹闹喳喳，嘴上逞英雄，可实际上真正长尖牙的那是三夫人。二夫人还经常说三夫人少言寡语，性子软，凡事不出头，觉得她自己厉害，经常因为嘴上占了便宜而沾沾自喜。哼，可她没瞧见三夫人不声不响，可该得的好处一点没落下，人家还得了个不争不抢的好名声。我本以为平时对他们不错，这次流放怎么也得互相照应这些。可你瞧瞧，别说互相帮衬，最先撇清关系的就是他们。怎么啦，如玉？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没有，您别担心，我就是觉得三夫人话不多，但句句都绵里藏针，不是好相遇的。不过现在咱们和他们都断绝关系了，也不用顾忌。不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支持你。你就该多笑笑，笑起来多好看呐！正是花朵一般的年纪，这说起来也是我们拖累。唉，母亲，您再说这种话，我可真笑不出来了。好好，我不说。以后咱们到了西北，我就重新做绣活。不是我自夸，我的绣活呀可好了，保管能挣到钱。那是自然，我相信母亲做得好。如玉，等到了西北，我第一件事就是亲手给你做件衣裳。嫂嫂，我也会，我会做球，给你做一个球玩。好，那我就穿着新衣裳玩球。这山鸡倒是挺有趣啊。是挺有趣的，一个孤人给我换吃的，用它来交换。故人？对，已经故去的人。我嫂嫂说了，先养着，万一哪天没吃的再说。我嫂嫂还答应我要教我杀鸡，我嫂嫂是不是很厉害？杀人了！喊什么？官爷，救命啊！杀人了！谁杀人了？杀了谁？就在一片空地上，人头还挂在杆子上呢。没事，不用怕。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母亲，你们在这，我去看看。如玉，此事和咱无关，别去了，我怕你出危险。母亲，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夫君下落不明，我们却不能就此认命。万一这里真有什么线索，我不去看看，不能心安。如玉，真是苦了你了。母亲，你照顾好恒儿，我去就会。跟着马大人他们，不会有事。我也去。马大人，有事？大人，我想一同去。此事尚不明朗，或许会有危险，你还是别去了。你如果想知道，等稍后回来，我会告诉你。多谢，但我还是想去看看。你哼什么？没什么。侯龙养，你之前认识马丽雨吗？不认识。我以前有个兄弟在王爷身边效力，他经常跟我说起王爷。我记得他说过，王爷曾提到过马丽雨。怎么说的？马丽雨入禁军时，王爷还正担任禁军副统领一职，后来要去疆场，这才辞去。要知道，禁军都是皇帝的卫队，因此身份家世都要查明。马丽雨的身世就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大人，那边。你们是何人？要干什么？我是这村里的李正，我们路过，我是押送犯人的差官。既然路过，那就好好走路。有人来村里要东西，能给的也都给了，别的也帮不上什么。好，既然如此，那我们这就告辞。马丽雨正要带人往回走，那位李正突然捂住心口，痛苦地弯下腰。您怎么样？你们别走，站住！定然是你们私自闯入，惹怒了真人。什么真人？与我们何干？你干什么？此事马丽雨会处理。他处理不了。倒是你，站在这别动。这个村子离你的山寨不远，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你的。你被认出来更糟糕，把他放平，快！你是何人？胡乱吩咐什么？要想让他活，就照我说的做，否则他有可能会死。还不照做？人死了你们负责吗？你到底会不会？
这是治病还是杀人？就是你存的什么心？这么压，没病也得压出病。你起开，我们不要你治疗，你根本不懂治疗。住手！你想干什么？他不会治。要是我们李正有个闪失，该当如何？本官在京城也是皇上身边的亲卫，不像你们这个小村子，人才倒是不少，居然敢当面质问本官了，都滚到一边，出了事本官负责。正在此时，远处又来了几个人。你是何人？人头是怎么回事？属下不知。你是怎么把刘军师交给他们的？一扔。你是何人？这位是陈默，是我们村长家的陈公子。村长家的公子？本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称呼。你是何人？好大的口气！本官是何人，不用跟你交代。休说你和你父亲，就是你们县令到本官面前，也得行礼回话。原来是大人物，草民真是失敬。不过草民也没有犯法，大人还是别吓唬草民，草民胆子小。此女是医生吗？如果不是，还请大人命他退下。李正与家父是至交，我们虽是小人物命贱，但总归是条命。大人若是如此对待，随意找个人来医治，怕是不合适。既是至交，就更该以李正性命为重。你也不是医者，退下如何？你会治吗？如果不会，就少废话。李正，你醒了，真是吓人呐！感觉怎么样？好点没？都退开些，别围着。你方才要找这个兽医替换我。仙子，你以后要多加注意，莫要再受刺激，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多谢姑娘，方才老朽言语无状，还请原谅啊。知道我们没有恶意就好，人也救了，我们这就回。方才是我们无礼，误会了大人和姑娘，相逢即是有缘。不如这样，在下家中距此处不远，请诸位到家中用膳，不知可否赏光？不必。大人是不是还在生气呀？怪草民刚才无礼，那草民给大人赔罪了。我们可不只有这些人，一共有几十口，陈公子怕是请不了。姑娘放心，一顿饭我还是管得起，让其他人都来，没问题。这不行，犯人不能随意分散离开，本官不想惹麻烦。大人，难得陈公子一片善意，这样拒了怕是不好。的确，大人，在下绝无恶意，也不会给大人添麻烦。不如这样吧，大人说了不能随意让犯人挪动，可陈公子的盛情又难却。对了，陈公子可以把米面送来，我们自己做，既能成全了陈公子的善意，又不让大人为难。大人看如何？好，此法甚好。陈公子以为呢？陈公子不会不同意吧？怎么会？姑娘所言的确更合适。好，那我们就先回去，等陈公子送米面来。走，公子，他是不是仙子啊？回去准备东西。是你打的那个兽医？不错，是我。哼，砸得好。你真这么觉得？哼，不然呢？那种人不给他点教训，都对不起自己。说的是，我也这个意思。那个李正是什么病啊？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受不得刺激。我觉得这个村子有古怪。我也觉得。我想稍后再过来看看，不能打草惊蛇。你可愿意同行？愿意。那今天晚上严嵩的事怎么办？没事，我们去村子里的时候，严嵩必然会发现的。到时候就让他带林子里去找吧，我们回来再治他。行，听你的。你什么打算？那个姓陈的应该没安好心。哼，管他安的什么心呢？粮食是必须要送出来的，到时候大人给大家分了便是。都分了？当然不是，1/3给我们，剩下的再分3份，2/3分出去，1/3给霍家的2房、3房，2房少，3房多一些。哦，对了，忘了几位官差大人，那你们再抽一部分吗？不用，我们都带着干粮。行，那就不客气了。大人，草民带来的东西不多，一点心意还请笑纳。把东西放下，一会儿统一发放。陈公子，小车你们推回去，本官替他们多谢你的好意。大人不必客气，略尽些绵薄之力也是应该的。这几个都是我的朋友，平时干惯了农活重活，不如让人们把东西搬过去吧，别让几位官爷沾手了。这位马大人，瞧着倒是不错，
比严嵩……母亲不必如此。严嵩与我虽然都姓严，实质上也并没有什么关系，严家也与我无关。如玉，咱不管他，也不管严家，以后呀，有我和长鹤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一会儿分米面，咱们后面几天都不缺吃的了。啊，真的？还有这好事啊？真的，是不是好事儿不清楚，不过东西没错，别的咱不管。这倒是，分到面，明天我来做饭给你吃。好啊，您不觉得辛苦就行。不辛苦，给你做面吃。长鹤最喜欢吃我做的面了，每次出门之前呀，都会让我给他做，这次也不例外。母亲，你不必难过，夫君没有消息传来，或许就是好消息。他那么睿智英武，多少敌军想要他的命，他都不放在眼里。这次也一定能够安然归来。等我们到了西北，不缺吃穿，您得时时练练手艺，可别等夫君回来，您不会做面条了。这个陈茂没安好心，夫人可曾听王爷提起过这个村子？这里的人？并没有。那你们小心。他倒是挺不错的。母亲，您对这个马大人知道多少？并不多，只是偶尔听长鹤提过2句。他在禁军中表现不错，人品倒不曾提过有什么不妥。这次押送2/3是严嵩的人，1/3是禁军。我看禁军这边就是马丽宇说了算。颜如玉偏头看到他，冲他招招手。怎么了？你之前说我家夫君曾提过关于马丽宇的事，继续说。我对王爷十分尊敬，一直想去王爷帐下，只是军中规矩森严，调动不是易事。庆幸的是，我有个兄弟就在王爷身边，我仰慕王爷，因此便时常缠着他，让他讲一些王爷的事情听。关于马丽宇，那还是王爷身兼禁军副统领时提及的。王爷曾说马丽宇并非他的真名。然后呢？他姓司马，名义。司马？母亲，您知道司马家？20年前，司马家也是世家大族，显赫一时。先皇后便是出自司马一族，只是后来皇后生下皇子，朝中便开始出现了立嫡还是立长的争辩声。太子是嫡出，但并非长子，而长子乃贵妃所生，出身也不低，但到底并非嫡子啊。一直到了皇嫡子3岁时，皇后设计陷害贵妃，贵妃虽保住一条命，但废了一条腿。自那之后呀，便不能再为皇上跳舞了。皇长子也病了好些时，差点就丧命了。皇上大怒，废皇后，皇嫡子也失去了争夺太子的资格。司马家拼死上奏，但皇帝盛怒之下岂能听得进去呀？不但没有保住皇后，反而让司马家遭受灭顶之灾。司马家女子发脉充为官奴，男子一路发配至西北。听说路上死伤不少，走到半路时，又得到皇后自缢身亡的消息。老家主又急又病，也没能撑到西北呀。真没想到，马丽宇竟会是司马家的人，他隐姓埋名，还做了禁军啊！如玉，你说皇上怪罪长鹤发配我们，是不是也与此事有关呢？夫人，据在下所知，应该与此事无关。此事久远，而且马丽宇的身份，王爷除了我那位兄弟之外，并没有告诉过其他人。马丽宇是他父亲的故交冒死保下，改名换姓，在襁褓中时就开始收养，与马家儿子号称是双生子。若非王爷当时在禁军中，职责所在也不会查到。另外，关于此事的消息，王爷也早撤掉，无人知晓。这的确像是长鹤会做的事。当年司马家被发配，老爷还在朝中，觉得司马家冤枉，也曾求过情，彻查此事，但都被皇上驳回。夫人，此番马丽宇负责押送，会不会是他自身也想去西北？这也的确有可能啊。司马家是大家族，当年被流放发配的人可不少，比我们这些多了。想必现在也有许多还在那里。母亲，他之前就曾提醒过我，但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与夫君之间的事。
因此没有理会。方才他又提分配的事，我倒觉得他对夫君应该是心存感激，想要找机会报答。不错，是这个理呀。说起来也是可笑，我们之前真心相待的人，与我们迅速划清界限，人家外人倒是想着给我们回报。为何只分我们这么一点儿？就是这么多，爱要不要，不服就别要，你不要，有的是人要，躲开。二表哥，算了，给多少算多少吧。我看大家分到的都差不多。明明有那么多，为何只分我们这么一点儿？二公子可知道就这点是怎么来的？刚才瞧见了，不就是那几个村民送来的？没错，他们送来的，他们送也是有人争取来的，否则无缘无故他们自己留着吃不好吗？况且之前有人去要过，有几个能要出这么多的？所以说二公子啊，你也是跟着白拿的，能分到已经是走运了，就别挑三拣四了。敢问这些是谁要来的？我们也好谢谢人家。二表哥，我有点怕。大当家，我不想惹事，但不代表我怕你。我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说什么做什么与你无关，还请你不要干涉。二公子，读书是让人明事理，不是让人脑子发昏。想必你兄长当初同意你读书也是此意。你休要提我兄长，你这样的身份有什么资格提我兄长？我不知道你和严嵩做了什么交易，他同意你跟着我们走，但我告诉你，无论是什么，我不会怕你。我坚信我兄长会回来，我们的冤屈也早晚能大白于天下。到时候我们定不会再叫一个山匪教训。干什么？有事儿？马大人喝酒了吗？没有。你到底有什么事儿？马大人，你去看看马大人，情况不对。这大人别喊，我来看看。你会干什么？我会医术，荷儿的毒就是我解的。你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吗？好，不过别想耍花样。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都说清楚。吃的就是干粮，我的吃完了，大人还分了我一些。喝的就喝了点煮的粥。哪来的米？也是我们自己的，姓陈的东西我们没碰。大人这是怎么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碰过什么？哦，对了，抬米袋子的时候，小车差点倒了，大人扶了一下。此事再是保密，你叫得越大声，越是被人知道，大人就死得越快。那怎么办？大人这是怎么了？中毒，很厉害的毒，有匕首吗？有。烧一下，拿过来，注意陈默所在的方向，把这边的光线弄暗一些，别让他察觉。他怎么了？中毒，一种非常厉害的蛇毒。你来的正好，不要声张，帮我看着周围，我要用秘术解毒，不能让旁人知道。他不想让旁人知道，却让我给他把风，那就是没把我当旁人。好，您放心。不多时，马丽玉便皱眉清醒了过来。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了？马大哥，你醒了，太好了！你中毒了，我都要吓死了。中毒？小猛，怎么回事？好好说。你说吧，是你救了马大哥。你中毒了，蛇毒，应该是扶车的时候被刺破皮肤引起的。那辆推车上应该是提前被人动了手脚。我去找他们算账。马大人，此事是有人故意的，但我没有证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推车上的东西早没了。马大人还是先养好身体，再做打算。他们暗害马大哥，难不成就这么算了？当然不是。哼，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将计就计。这可不是寻常女子后宅争斗能用到的东西啊。好，就按你说的办。马大哥听，我也听。你叫什么？我叫孟孟良。里面有2颗药丸，一颗2个时辰以后用，能让你快速的恢复；另外一颗可以暂时让你脸色变差，看上去真的像死了。严不是王妃那个夫人，这个给你，是不多了，算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不是说你的干粮吃完了吗？是吃完了，这是马大哥的，这个就是我的。过2日就到小镇，你买点补给什么的吧。干粮你们自己留着吃，我们分了米面，足够。这个也不要，我救马大人也不是为了这个。好好休息吧。你有没有办法让陈默赶紧回去？他必有所图，又是给严嵩和他的手下下蒙汗药，又是毒倒马丽玉，可不会轻易离去。给严嵩下蒙汗药，就是不想让严嵩管事儿，又不能真把官差都弄死。马丽玉没给他好脸，他一是心里不服，
二爷是见马丽雨软硬不吃会麻烦，暗中抹毒在推车上，让马丽雨神不知鬼不觉的中毒，他的手下一时也发现不了，即便发现了也是蛇毒，别人只当马丽雨倒霉而已。你倒看得清楚。这是自然，怎么也在军中效过力，仰慕王爷自然要有一些真本事。既然如此，你还有把握让陈默快点走？什么办法？打走他还是吓唬他？说就说，凑这么近干什么？我耳朵又不聋。围魏救赵。姑娘，可否去那边单独说几句？我和你有什么好聊的？你要是想说我没必要带着婆母和幼弟，那就免了。我跟你不熟，就算是熟人，我也不喜欢别人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的。这家伙不是说想办法吗？怎么还没动静？还围魏救赵，倒不如直接打走算完。公子，不好了！有什么不好的？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在这儿吗？稳重些，吓到姑娘怎么办？不是公子，家里怎么了？难不成我家里还出不起这点粮食？休要大惊小怪的。若非他们赶路急，在家里住几个月也是没有问题的。不是，是您家里着火了。什么？着火了？放粮食的屋子着火了。村长正带着人救火，让您赶紧回去。走，回去。姑娘，我先回去处理，稍后再。这个法子怎么样啊？马马虎虎，今天晚上不用应付他，我们去村子里看看。在想什么呢？能拿下来吗？哎，小心，用刀取，手别碰。你想看什么？我来看。面容可怖，你还是别看了。那你看他人头的断口处，平整，应该是快刀所致，一刀割下。那就奇怪了。村民们即便对他憎恨至极，要想砍下他的头，也不会用这种刀法。的确是，村民家中都是菜刀、砍柴刀或是镰刀，而且他们掌握不好力道。别看只是一个砍头，颈部也相对柔软，但要想有这样的刀口，也绝非易事。大当家果然厉害，所以到底是谁割了他的头？这小祠堂又为什么荒废了？走，去李振家看看。谁呀？是赵大吗？是我，给你治病的人。姑娘，你深夜来访，多有打扰，二位不必惊慌，我只是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老伴儿，让姑娘进来。姑娘，不知您想问什么？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多谢姑娘惦记。姑娘，真是多谢你了。我听老头子说了，若不是你，他这条老命这家里就剩下我老婆子一个，也没什么活头了。见到病患出手相救，乃是医者最基本的操守，老人家不必客气。我想请问你，村里的祠堂是搬地方了吗？是的，不止我们村，方圆几个村子的祠堂都搬了。搬去哪里了？可是有什么风水宝地吗？不算风水宝地，是往前走30里的道观附近。道观？是那位程公子提到的真人吗？正是，梁德真人曾救过我们村子里的百姓。去年的收成不好，好多人家都填不饱肚子，又赶上不知怎么的，村子里闹起病来，好多人又饿又病，几乎家家都有死人。我们特别害怕，还一度以为是瘟疫。后来梁德真人出关，给我们发了粮食，还煮药材，这才让我们渡过难关。官府呢？官府不管吗？哼，官府他们得知好多人生病，躲都来不及，怎么会管我们死活？那现在祠堂前空地上的人头是怎么回事？人头？什么人头？老头子，怎么没见你说？此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没和你说。不对，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你就没让我出门，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到底什么事？你快说呀！是真人显灵，
把那个害了兰兰的畜生带回来，我是怕你又难过，这才……哎，我的兰兰，死得好惨呐！那个畜生在哪儿？我要去宰他几刀！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后来真人派人割下头，说是要尸不分离，让他不得超生，下辈子都当不成人。哎呀，我的兰兰，兰兰！我们就只有这一个女儿，一直捧着长大，眼看着16岁定了亲，下了聘，就等着9月大婚，开开心心过日子。哪成想，大婚之前天降大祸，是那个天杀的畜生，在我家兰兰去上香的时候见过一次，心里起了歹意，趁着他去还愿的时候把人掳走了。您说给女儿定了亲，那亲家是？就是陈家。今天的陈默你见过的，他是村长的儿子，和我女儿也算门当户对。陈默人还不错，一直安慰我们，为兰兰的丧事跑前跑后，还一直为兰兰守着，暂时没有说亲。可我还是想要我的兰兰。您说他去上香还愿，是去哪里？那座道观吗？正是，周围的人都去那儿，挺灵验的。您之前说你们把那个畜生打死，是真人派人来割的头？是的，真人派人来念了咒，贴了符，还做了法事。我略会担心，如果你们不介意，可以和我说说兰兰长什么样子，我可以给你们画一幅她的画像。颜如玉耐心地听着，慢慢地描绘。她用的是素描，画出来和真人无异。我的兰兰，这是我的兰兰。老人家不必如此，我路过此地，想必也是兰兰姑娘对你们放心不下。冥冥中自有这一套，你要好好的保重，让自己健康硬朗，方能不辜负她的一片心。是，你说的对。姑娘，你……老头子，你看这姑娘像不像仙子？是有点像。老人家说笑，我就是个凡人，不是什么仙子。您指的是？道观中有2尊像，一尊是良德真人，一尊就是他侧身的仙子。不过，那仙子的像上戴着面纱，只露出额头和一双眼睛，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无缘得见真容的。姑娘，我是瞧着你这眉眼生的与那仙子有些像。多谢老人家告知，我也是好奇，晚上睡不着，过来问问。时候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了。这是我自己做的馍，姑娘不要嫌弃，带上吧。好，那多谢了。这里面是我师父做的一些小药丸，若是李真再犯病，就让他吃下一颗，可保命。不过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不要太悲伤，避免受过大的刺激才好。多谢你姑娘，多谢你。老人家请留步，我是个流放犯，还请您为我保密，不要说见过我。一定都听见了。看来这个道观大有文章啊，距离太远，今天晚上来不及。你若想看，明天我陪你去。不用，如果真有文章，不用我们去，自会有人找上门。你到前面路口等我一下。你去哪儿？不远，很快回来，不许跟来，否则我不会再和你合作任何事。颜如玉速度飞快，很快不见。次日一早，他是被霍长恒带着哭腔的声音吵醒的。怎么了？我说让你小声点，你看
把嫂嫂吵醒了不是？对不起，嫂嫂。没事儿，我也睡够了。怎么了？鸡死了。孩儿别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真的吗？当然，要不然你把眼睛遮上，我数到3你再睁眼，鸡保证活。嫂嫂，我准备好了，1、2、3，活了，真的活了！嫂嫂好厉害！瞧把恒儿高兴的。哎，如玉，我怎么觉得这鸡……马大哥，怎么了？说话呀！怎么了？不知道，平时他起得最早，今天却迟迟不醒。我来叫他，却发现……赶紧派人去村里找个大夫。这个破村子怕是没什么好大夫。吩咐下去，赶紧用膳，快点赶路，到前面找个大夫。刘二，走啊！怎么不走了？是我不想走吗？没看见是车坏了，赶紧下来。能不能修？不能就回去换车。我们得抓紧时间去观里请真人。我也想，但我又不会修车。他们挺急呀，听说是去请真人。不用理他们。是你们？陈公子呢？陈公子他病了。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怎么忽然病了？是昨天晚上从这里回去后病的。对了，你们这儿那个女犯人不是会医术吗？能不能让她跟着去看看？刘二，公子说了，让去请真人。这样吧，你俩去请真人，我带着这个女犯人回去，没准有办法。她昨天晚上不是治好了李正吗？就这样决定了。大人，能不能借人，还救了李正？颜如玉，去叫他。喂，大人叫你啊，让他自己过来请我。我们都要启程了，不能再耽误，管不了。哎，大人，我说，你说去看陈默？是啊。我的天爷，可从来没见过他们一家如此狼狈过。就是，平时他多能啊，根本瞧不上咱们。上回赵氏那件旧衣裳被扯破，哼，瞧他那个乐呀。今天好，报也来了吧？听说啊，他们都光着身子，衣裳都被挂到院门口树上了，是不是啊？是啊，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瞧见的。要不是来了个人给他们拿了衣裳，现在还光着呢。叫来人，让人看到光身子丢人，不叫人自己又办不到，这可真是……哎，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好说啊，会不会是有鬼？霍长鹤听得清楚，昨天晚上他悄悄去干的就是这件事吧？姑娘怎么来了？李正，是我请来的，他不是会医术吗？我说让他给陈公子瞧瞧。这陈默是男人，怕是不合适。不合适吗？姑娘，多谢您的好意啊，只是他不是病，是受伤，你去怕是不方便。不必，医者眼中只有病患，没有男女之分。我去瞧瞧。村长，我把大夫找来了。不是让你去请真人吗？这俩人哪儿来的？昨儿他救了李正，我寻思着让他给公子看看，要是他不行，等真人来了再看不迟。滚！谁是大夫啊？竟是个丫头片子，你行不行？让他看看怎么了？真人又没来，你跟我来。陈默，这是你应得的报应。那些无辜可怜的女子，她们所遭受的厄运，当时的无助害怕，是你的1000倍100倍。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为我儿看看？看不了。是你？是我亲手给你的报应。你看不了，你来干什么？真是没用，滚出去！是你们请我来的，否则谁乐意看这个？你有用，你怎么不给你儿子看？你有用，为什么看着招来老鼠无能为力？客气些，你们算老几，敢如此说话？要是不想活，我不介意再给你们几刀。哼，昨天见你还意气风发，没想到仅一夜就变成这副样子了。据说你们这里有位什么真人特别灵验，听那个兽医说已经派人去请了，不如等他来了，你问问他，这是不是什么上天给的警示？你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意思。对了，那个兽医不是也会看病吗？不如先让他给你看看。那衣服的事，
是我干的，就是想教训他们一下。还有，陈家不是什么好人，你不是占据了双峰山吗？还说过你是义匪，那你知不知道双峰山和陈家有来往？如果没有猜错，那个被挂在杆子上的人不过就是个帮凶。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陈家很有可能和双峰山的人里应外合，掳掠无辜女子送去双峰山，以谋取暴利。如果大当家不信，可以好好的查一查。好，你放心，我定会好好查一查。队伍启程，走几里路，迎面来了一辆马车。咦，怎么觉得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啊？哪个？车里的道士？道士？那兴许是我认错了，我见过的那个人不是道士。您认识的是什么人？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司马家的事吗？司马家覆灭，不只是因为司马家上奏力拔皇后，还因为当时的青天剑曾夜观天象，说紫微星光芒暗淡，有被压制时。司马家势大，那时候，皇帝即便有心想放过司马家，一听这话也是不能了。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哪怕是亲人骨肉，那也……此事知道的人不多。我也是听老爷说的。司马家被流放时，我和老爷去送行，就曾看到元青天剑的正天剑一眼，老爷指给我看，因此啊，我印象深刻。后来呢？那个震天剑去哪里了？青天剑本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到底能不能混得风生水起，就要看当时的君主是否看重他们。司马家倒台之后，皇嫡子被幽禁，可怜一个年幼的孩子呀，失去母亲，外族一家也被流放出京，没多久也就去了。本来激烈的立太子之争忽然就解决了，司马家也不再被人提起。皇上很乐意相信紫微星之难被解除了，也因为此事啊，皇上对青天剑也颇为信任，一时间风光无两。又过几年，正天剑夜入皇宫，说了什么无人知晓，但没多久，皇长子就被立为太子，所有人都以为青天剑也该更上一层楼。不料在太子册封当日，青天剑突然失火，几个官员包括正天剑在内都被烧死在里面了。别怕，都过去了。刚才我也是一时眼花，一个早就死了的人怎么会复活呢？还做了道士。您有什么吩咐？你去前面叫孟差官，就说我有事和他说。我刚才看到路边有点草药，想采一些，不知孟差官能否答应放慢一点速度？怎么了？我觉得前面的山道不太对劲，你们走慢一些，让严嵩在前面。要不我来推车？我觉得这山道不太对劲。怎么说？这个地方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我也是在军中的时候跟我那兄弟学的，都是王爷教他的。我觉得那个村子的事不算完，你发现没有？陈家少了许多东西。所以呢？没有所以，就是觉得古怪啊！你信不信有鬼神呢？不信，我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何问这个？本来还想问你相不相信这世上有人有移山倒海之能，但你说不信，也就没必要问了。两人刚说到这里，忽然听到前面一阵巨响，山道两侧有巨石滚下，如惊天之雷。啊！我的天爷呀！幸亏我们慢走了一步，这要是走进去，那还不得把命交代在这里？严姑娘可真是神机妙算。退，去看看严姑娘他们有没有事。点火把去里面救人，千万小心。好，马大哥你放心，严姑娘多谢你提醒啊，救了我们。不必，你们怎么样？几个兄弟被石片划伤，没大事。你们呢？马大哥让我去看你们。我们没事，有的人受伤了，你去安抚一下，我去采些草药，一会儿好用。好，我派人陪你。不用了，我陪他。不用，你帮我照看一下母亲和恒儿。那边有银驼，他没问题。那你去统计受伤的人，不能白跟着走一路，得做点贡献。严大人，我在这儿，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扶我出去啊！别理会他了，危险之地不可久留。你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不应该顾全大局吗？他算哪门子的大局？不过就是和苏儿一样，苏儿现在在坟里，你去问问他算不算大局。二表哥，别说了，我不要紧的，忍忍就好了。忍着吧。颜如玉头也不回，似是没有察觉几株药材掉落。你干什么呢？发什么呆？主子，这草药不对劲儿啊！怎么，你也懂医术了？不是，属下不懂医术，但属下记忆力好，这您知道的。这株草药，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曹军医的。曹军医还在山寨，离这百十来里。他让信哥送来的药，这药材属下真的在王府见过，就在曹军医的院子里头。曹军医人在山寨，这药从王府来，你脑子被石头砸坏了。好了，去防守。这山石滚落的奇怪，多加留神。是，属下这就去。来自王府，又出现在这里，一路上东西接二连三的丢失，还有陈家。忽然，恍惚间伸出几点光亮，光亮渐近，是几个举着火把的人。什么人？站住！别过来了，这边有滚石，危险！我们听见了，就是怕有人被巨石所伤，这才赶来。你们没事吧？你们是何人？无量天尊，各位受惊了，我们是前面道观的道士，听到巨石声响，特来查看。若是有人受伤，就请去道观中医治吧。这条山道的确危险，但是今年已经有2次滚过巨石。我们本想到深秋的时候，用积攒下来的香火钱好好修一下，没成想，今日又发生这种事。各位施主可有受伤的？我们道观中有住处、药品、斋饭，请移步吧。母亲，一会儿我们走在后面，等到了道观附近，我就和你们分开。您来推车，到时候听木差管的，尽量宿在关外。如玉，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放心，我受得住，绝不会拖你的后腿的。都收拾一下，去道观。母亲，我觉得这个道观不太对劲，你和恒儿不要进去啊。那你呢？如果与咱们无关，我也不去。可如果与夫君有关，我必须去。不行，我不能看着你冒险。不会，您放心，有这么多官差，不会有什么事的。我就是想让你和恒儿在外面，我能更安心些，不用记挂你。对不起，是我们拖累了你。没有拖累，为了夫君，我心甘情愿。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难闻啊？这是一种野草的枝叶味，平时倒没什么，就是捣烂之后会特别难闻，就像人脏心烂肺的味道。哎呀，好恶心！你说那是野草？你竟然让仙草敷野草，你怎么这么恶毒？什么野草？哪儿来的野草？谁让他敷的野草？关如玉什么事啊？母亲，你不知道，他不肯给仙枣药，但仙枣也受伤了，正好他掉下一株，所以你就捡起来自作主张的用了。哼，现在知道是野草就来怪如玉，不告而取是为贼，这点道理你不懂吗？就是，母亲，你为何如此护着他？因为我行得正，坐得端，没干损阴丧德的事。这野草有个特性，寻常人用不会这么大的味道，越是脏心烂肺的人才越会味道大。草有什么错？还是找找自身的原因。就是，你要还是母亲的儿子，是你大哥的兄弟，你就跟在母亲的身边。长路漫漫，不知道有多少危险，你对我的仇恨就大到超越一切了吗？霍长旭，你扪心自问，我究竟哪里得罪了你啊？我大哥他……你大哥就算不悦我，那也是我和他的事，与你何干？哼，说实话，要是嫁的人是你，不用你说，我也不会同意。你是啊，究竟为什么这么恨颜如玉？二表哥，还是把野草弄下来吧。好。你别往心里去，他一向说话如此，我知道你是优秀的，二表哥。也许他说的对。都安排好了吗？分2队，一队暗中护着如玉，一队看着母亲和恒儿，务必万无一失。
是，那就是我们道观，大家很快就能休息了。这位就是我们的观主良德真人，是我们这里4里8乡的百姓最信赖的人。见过真人。大人不必多礼，路见磨难，贫道自该相助，请大人带领大家进观吧。多谢真人，传令下去，不许喧哗，依顺序进入，听从道长安排。严大人，我们就不进去了，我看这道观也不太大。马大人受伤，别再污了神灵，我们在一处也好照顾他。好，就随你们。有谁还想留在外面的，只管开口。贫道有几句话要说在前面。与我道家有缘之人进入观中感受神明，自当有好运加身，但若是心怀恶念，妄图欺瞒神明者，自会有天灾降临。贫道让大家入住是好意，到头来若有不幸的事发生，可别怪贫道。不去，不去，我们才不去。哼，你不去，我去。是啊，我们也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好欺骗神明的。我和恒儿也不进去，就留下互相照应吧。这样吧，女孩子和老人都可进入，其他人自行斟酌，贫道不强求。嫂嫂，等一下。哼，别叫我嫂嫂。我有点怕，我跟你一起吧。哼，怕你还进来？外面太黑了。哼，这里果然和其他人住的不同，是一个小单间。你不能进。为什么？我与他是一起的。让他进来吧，他的确是和我一起的。无妨，都进去一起住吧，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这房间小了些，怕住人多了会挤。多谢啊，我睡哪儿啊？你爱睡哪儿睡哪儿。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啊？这么大的床。哎，我没有和别人共睡一张床的习惯，不服就去外面或者和其他人挤。别忘了，你能进这个房间还得谢谢我。陈公子。阮姑娘。你怎么在这里啊？是来找我的吗？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因为来观里上香祈福，听说阮姑娘来了，特意过来看看。哼，我和如玉一起住在这里的，她大概是累了吧，先睡下了。我正想打个地铺，可巧公子就来了。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阮姑娘若是不嫌弃，就随我到隔壁吧。啊，这合适吗？会不会太打扰公子了？不会，我是这里的香客，真人给我安排了常住的房间，请随我来。那烦劳陈公子稍等片刻，我去和如玉说一声，别以为只有你有办法，我也能住单间。严姑娘没说什么吧？啊，她许是睡着了，没说什么。阮姑娘就在这里歇息一晚吧。陈公子啊，多谢你昨晚给我的馒头和肉，否则我今天白天又得挨饿。别客气，你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错呀？无非也是被连累的，这长途跋涉实在让人心疼。我昨天晚上就说了，你若同意，我就带你走。你考虑的怎么样？陈公子，我以为你是说笑的。我虽然是被别人连累，但也是戴罪之身，怕连累你。这有何难？我花些银子和严大人说一声，等回去复命时，他自会帮你圆一下。多谢陈公子了。谢什么？我瞧见你第一眼就喜欢。等办妥了，我娶你为妻，我们过好日子。等着，我去拿些吃的给你。显如月，我才不会比你差。你等着，我定要叫你跪下来求我。后窗外，霍长旭脸色惨白，眼中布满血丝，满眼皆是不可置信。哼，闭眼做什么？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记住这一幕。若是以后再眼下，就想想今天晚上的刺目之痛。男子汉大丈夫，既要能忍，也要有直面的勇气，哪怕有抛心挖肝之痛，也不能逃避。陈公子，你之前不是说看颜如玉不怎么顺眼吗？怎么？反正他现在住进来，不如趁这个机会教训他一下。还有我姨母以前对我也不错，现在被他蛊惑的不正眼看我了，连我那个小表弟都说讨厌我。好，既然你说了，那我就去。
那我能一起吗？你想去？我能去吗？当然，走。田如玉，别装了，我就不信你这么快就能睡着。你干什么？陈公子有话跟你说。是你？真不错。哼，你还躺着，还不赶紧起来？你的教养都去哪里了？他起不来了。为何？因为我在香炉里加了东西啊。你在香炉里放了什么？当然是好东西。唉，你真是长了一张好脸啊，若非你应该感谢我。自明日起，你再不必长途跋涉去什么西北，安心留下就好。陈公子，他留下做什么？自是有他的用处，这些你不用管。陈公子，你答应过我的，让他为曾经欺负我道歉。好。哼，颜如玉，你听到了吧？沉默。阮仙藻这么在你面前卖弄风骚，你动心了吗？我的意思是，你动心的时候还有反应吗？你都知道什么？我知道的多了。你指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被老鼠咬？比如说，你当时因何动不了？再比如说，你这不是病，而是中毒。是你？想要解药吗？什么解药？当然是解你身上毒的解药。你不会以为你能动了就代表没事了吧？嘿，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哼，颜如玉，你别胡说八道了。就凭你，还有什么解药？我看你纯粹就是浪费时间，虚张声势。陈公子，他有没有解药？扒光他的衣裳，搜一搜不就好了？你说的对。颜如玉，你可别怪我。话音未落，他的身体像破布袋一样被踢了出去。你能动？哼，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能动了？就你那点香，还妄想制住我？哼，果然有趣儿。你还关心我有没有趣？不如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自此不能再人道，其实对你也不是坏事，至少不用再祸害别的姑娘。给我解药，否则今天……哼，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沉默，主动权在我手上，你弄死我，我也不给。断子绝孙的还是你。好，你说解药在哪儿？我为何要告诉你？颜如玉，你这个害人精！今天你别想走着出去，我定要叫你好看。行吧，我不走着出去，那就让你们抬着跪着送我出去。想要解药，我有几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揍他，让他向我跪地求饶。什么？颜如玉，你是不是疯了？陈公子喜欢的是我，怎么可能？阮仙藻话音未了，陈默已经一个耳光扇了过来，打得他眼冒金星。本来不想和你一般见识，将军有剑不斩苍蝇，可这苍蝇要是心肠恶毒，还总飞来飞去惹人烦，那就该给点教训。可以了吗？我说了，跪地求饶。跪下。这不行，得让他自己跪。你真有解药？信不信随你，我无所谓。他说的话你没听见吗？起来。陈公子，他……闭嘴！真以为我喜欢你啊？不过就是随意骗骗你罢了。哼，真是个又蠢又毒的东西。你给老子换点解药，也是抬举你了。快点跪下道歉。陈公，快点！不情不愿的跪下，眼睛发红凶狠，瞪着颜如玉。哟，怎么不哭了？我还以为你会哭哭啼啼装可怜呢。知道霍长旭不在，哭也没用，对吧？哼，他不过就是个傻子罢了，就是我手边的一个工具而已，又听话又好用。你明知道他对你的心思不同，那又怎么样？你都看出来，你能不知道吗？这样更好，才能让他更听话。反正他没说过，我就当作不知。反正是他自愿，我可什么都没有说过。我做了，你可以把解药给我了吧？急什么？不如你说说那个所谓的真人，虚情假意、千方百计的让我住进来，想干什么？他竟然知道什么千方百计？此事我并不知，我也是来上香的，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过来求一求。信是有所不知，他们是流放犯。流放犯？难道先说在前面，你若是撒谎，我说的是实话。好，
既然如此，拿去吧。严姑娘，这个不会是假的吧？切，什么话？我从来不做假药。你若不信，那就算了。你骂谁？我的意思是，自然是信得过你。真巨响，去看看。甩仙子，你可知道世上有报应二字？你什么意思？是你害我！我说了，报应不爽，是你自己走的路，做的孽。你什么你？你他娘的几次吗？我求你救我！是我的错，我不该处处针对你，是我卑鄙，是我无耻。可以了吗？求你了，看在姨母的份上。你不配提母亲，她在你落难的时候收留你，家遭巨变时也曾为你打算让你离开，可你偏偏不肯，还挑拨霍长旭。对，是我不好，我不配，我忘恩负义，我还挑拨二表哥，觉得他是傻子。哎呀！颜如玉拿出一粒药丸，刚托在掌心。他为什么会这样？和这个有关？此时，外面忽然传来敲击声，颜如玉只觉得心尖也跟着微微一颤，意识像被震出窍。你这点小把戏，还想拿住我？好，既然你不怕这夺魂之瘾，那就得受点罪。到时候你自然就会后悔没有被震晕。哼，巧了，我这个人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后悔。颜如玉手中的东西一晃一晃，在幽暗的灯光里散发出七彩的光芒。沉默只觉得似被光芒击中，劈入脑海，脑子里跟着一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是你？夫人放心不下你，她也想将功补过，特意来看看，但又没投入的本事，所以夫人请我带她来。来多久了？这不是刚到，头不知怎么有点晕，我不小心碰到窗子。你一直倒是坚定，竟然对你不起什么作用。你了？的确。敢耍我，今天别想走。哼，你本事还不够，对过暗号了吗？你是故意的。哼，是的，没错，故意。拿命来！都是在军中历练出来的，之前仰慕王爷，各方面都力争优秀，想有一日能给王爷效力。这家伙把仰慕王爷挂在嘴边上，到底什么意思？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配合你。颜如玉拿出催眠球，在呆愣的霍长旭眼前一晃。对，赶紧走！我进来的时候注意看过，那边有个角门，没有人把守，你去那里躲着，不要露面。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霍长旭，这不是任性的时候。那你呢？我自然还有事要做。你的手下呢？能招来吗？能，他就在附近。护好他。你放心，我已经吩咐过了。既然如此，进来。都办妥了，怎么还多了2个人？他们非要来。既然送上门来找死，就由他们。没想到真有此人，当初我还以为真是上天保佑，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我去点香，你把人带过来。你叫什么？哪里人士？阮仙藻，王口镇小辛庄村人士，后来攀上王府，就住在王府里。怎么攀上的？我原是戏班子唱曲儿的，不想再受学艺唱曲儿的苦，正好遇见一对母女，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是认识京城王府的贵人，还有过一点情分。我心动不已，跟着他们到落脚的客栈，买了点砒霜毒死他们，拿上信物就去投奔，结果就成了。你叫什么？哪里人士？颜如玉，京城严侍郎的女儿，不过因为被流放，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那你一到王府就抄了家，可有怨言？没有。当真？当然，我对王爷一片真心，早就倾慕于他。之前他们让嫡女嫁，我也是没有法子，后来又说让我替嫁，我心里高兴，装着不乐意。只有我越不乐意，他们才会更快的让我嫁。是这样吗？他
倾慕我？早就。你倒是聪明。那当然，要是没有这点小聪明，早就死了。这是有人教我的。谁教你的？莫先生。谁？莫先生。你认识莫先生？不认识。你不认识，为什么说是他教你的？他穿着黑斗篷，看不见脸，所以说不认识。莫先生还和你说过什么？流放出境路上，一天夜里，他曾悄悄与我见过一面。说什么？说让我一路小心，避免有人暗害，还告诉我一句暗号，说关键时可以保密。什么暗号？莫先生告诉你什么暗号？我去你母亲的。什么？我去你母亲的。你敢骂我？信不信我？你说的是暗号。真人，莫先生的信使到了，来得正好，把人请到我院中去，看好他们。你胆子可真大呀！不过你是从哪里听说过莫先生这个人的？那个，刚才说有信使，要是问起来，怕是要露馅，这里不能再留。分头找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关、暗示之类的？问了。这里有暗道机关或者暗示吗？有。带我去。见过信使。本信使看到外面有不少人，是干什么的？信使有所不知，他们是流放犯。流放犯？难道是镇南王府的？正是。哎，还真是人生无常啊！谁能想到显赫一时的镇南王府会是今日这种下场？我去你母亲的！你说什么？我去你母亲的！你骂谁？我的意思是……话刚一出口，忽然听到外面一声巨响。去看看，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会起火？这可不像单纯的失火，要是失火，方才怎么会有地动之感？快救火！信使，我去你母亲的！你什么你？你的娘的几次骂我都忍了，给你脸了是不是？我不是在骂你，我是在对暗号。滚蛋！谁用这种暗号？是颜如玉。挖，给我挖！挖地3尺，也要把它挖出来！开门！去看看怎么回事！各位，这是什么意思？你问我们什么意思？这话应该我们问你们吧。枉我们如此相信人，还捐了许多香油钱，你们却如此凶残，简直是畜生！就是，现在你们的大殿塌了，就是神明之怒，报应啊！你们该下地狱！你们应该下地狱！村民们身后站着的是7、8个女子，她们披头散发，肤色苍白，惶恐似受惊的小动物，目光闪躲。完了，这下全完了！有什么发现吗？发现这个，给你吧。不用，你留着，我不缺钱花。总不能让你白忙一场。你们做这种生意，时间就是钱。我说过了，我仰慕王爷已久，能为他做点事情都是应该的，不用钱。我现在见不到王爷，能为你做些事情也是荣幸。那我不想欠别人的，给你就拿着。他们来得好快，是这位姑娘救了我们。你没事？我有什么事儿？哼，真是小看你了。的确。敢耍我，今天别想走。哼，你本事还不够，对过暗号了吗？你是故意的。哼，是的，没错，故意。拿命来！两人一左一右，默契十足，都奔着信使。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没想到啊，竟然叫燕啄了眼睛。我不是燕，我是苍鹰，专门对付你这种缺德的人。缺德之人，废话少说，出招吧！你说谁？还愣着干什么？拿下他们！女的留活口，男的要命！他打了一声呼哨，从暗处又涌出来不少人。我看你们两个能撑到什么时候？把他的家人拿来！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死守在外面，保住我的家人，才能让我心无旁骛。严大人，你怎么跑出来不管？本官做事何须你多言？再说，难道要让本官为了一个犯人去牺牲这么多兄弟，不顾其他犯人的安危吗？牺牲？大人怎么知道你的人一定会牺牲？难不成还没打就知道一定会被打死？注意你的言辞。大人就不怕等回去以后我们会上奏皇上？颜如玉的家人在哪儿？信使可否一助？
现在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了，哈哈哈，痛快，实在痛快，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哼，不急，一会儿就让你只剩下痛，没有快。我得亲自斩下他的狗头。可以，拿下他们！多谢信使，这女子真和那尊像一样。正是这女子诓骗于我，说那是莫先生给她的暗号，她竟然知道莫先生是，否则我也不会相信她说的。那种暗号啊，还望信使多担待。怎么样，还撑得住吗？没问题。不过，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来？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受伤的。很快就会知道。他抢先一步，手中剑变化招式，刹那间剑光闪烁，似化作千万条。这是霍长鹤创的剑法。上，一起上，拿下他！突然，几道凌厉的风声穿破空气，带着杀机呼啸而来。这是哪有人？怎么，识得这些剑？原以为是，又不是。传闻镇南王霍长鹤手下有一队人马，个个身手超绝，以一敌百。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善使弓箭。他们的弓箭与寻常的不同，是特殊打造，怎么个特殊法我不知道，只听说是黑剑黑羽，号称獠牙。你知道的倒不少。镇南王天下谁人不知？来人，把人押上来。颜如玉，我们来谈个条件如何呀？你有什么资格与我谈条件？就凭我手中握着你的婆母和镇南王的幼弟，呵呵，还是说你不顾他们的死活呀？他们人在哪儿呢？来人啊！喂，还落了一个！啊！救命啊！信使，你今儿的运气不行，你挟持这个人，一定要出名。颜如玉，救我！我什么都答应你，什么都答应。好吧，那就去死啊！别，我求你了，你救救我！二表哥，救我呀！二表哥，救救我！我不想死。二表哥，你最疼我了，若是救下我定会好好报答你。你说如何就如何。我要怎么救你？不如用我自己换你。二表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这么说，你是同意了？二公子，二表哥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母亲，恒儿。如玉，你怎么样了？有没有伤着？嫂嫂，我没事，没受伤，放心。母亲，孩儿不孝。旭儿，你这样用自己换他？你是谁？当着母亲的面再说一次。二表哥，你什么意思？我是仙枣啊。阮仙枣又是谁？二表哥，你说不说？我是，原来是唱曲儿的，因为受尽了折磨打骂，这才偷跑出戏班子。路上遇见一对母女，他们说有位故友在京城，还是身份显赫的王府夫人。我也是为了生计，为了能活下去，我就偷了他们的信物，静静认亲。什么？你不是？对不起，姨母，我骗了您，我不是您故友的孩子，我也实在没有活路了，这才出此下策。只要这次二表哥救我，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哼，我们不要牛马。那么，那对母女呢？我后来也没有见过，并不知。我怕他们后来再去，让我露出马脚，我就毒死了他们。你怎可如此？我也是没有办法，当时我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没有其他的活路了。那你就断了别人的活路吗？我王府养你这么多年，自问问心无愧，你又是如何报答的？我是个傻子，活该被你耍得团团转，与母亲兄弟离心，不敬大嫂。我是该死，但我不应该为救你而死。
你骗我！是啊，骗你，呵呵，比起你骗我，不过100,000分之一。我这条命不值钱，但也不至于去救一个陌生人，救一个白眼狼，一个毒妇。你，霍长旭，差不多行了，干什么呢？这还被挟持着，你们到底救不救？不救，要杀你就快点杀，时候不早了，我们还要休息，明天还得赶路。颜如玉，你给我的是假药。没错，我也没说过要给你真药，包括他的也是假的，只可惜他死得太快，我没有看到他失望生气的表情。颜如玉，我做鬼也不会。信时趁机纵身向屋顶飞跃，让他走。大嫂，对不起，是我的错，我蠢，我不及大哥1/1000，被他耍得团团转。我霍长旭对天发誓，若能活着到西北，这一路上必定为大嫂的华世从必尽全心全力。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要动不动就跪。记住你自己的话，我无所谓，做一个儿子应该做的更重要。是。旁边仅剩的一个杀手不知何时醒了，抬手对准颜如玉，射出一枚暗器。霍长旭大吼一声，张开双臂挡下暗器。旭儿，大嫂，别说话，死不了。母亲不必担忧，我会救他。大当家，帮忙去烧热水，找点烧酒，不许其他的人进来。母亲，二哥会没事的，嫂嫂那么厉害，一定能救他。等啊等，天边微微渐亮。如玉，母亲放心，他没事儿，伤口已经止了血，也包扎过，就是人有点虚弱，还没有醒。先不急进去看他，他还没有醒，看也不能说话，等他醒来再说。一会儿给他熬点小米粥。好，你也去休息，已经累坏了。严姑娘不必多说，我会吩咐下去休整半日。好，有劳。我和手下去找些草药和吃的。不用麻烦，梁德真人的房间里有些药材，一会儿我去挑一些，还请大当家协助打扫尸首，以免到时候惹来官府。严嵩那边，我会的。如玉，你来了，好些了没有啊？我没事，刚睡着了。他怎么样？还在昏睡，天亮的时候醒了一下，喂过药了，还好没有发热。我去看看。母亲，做好粥了吗？好了，我去给你盛一些。不是给我，是给他，他很快就会醒了。您去盛吧。醒得正好，喝点粥吧。母亲，这还是留给你们吃吧。行了，别矫情了，赶紧吃。你是伤患，赶紧好，要不还得照顾你。我嫂嫂呢？我在这儿。嫂嫂，你怎么不叫我？看你睡着了，就让你多睡会儿。哎呀，我是想守着嫂嫂的，还说就合上眼睛眯一小下下，不知怎么就睡着了。这个给你。哪来的？是那个特别厉害的大哥哥给我的。给你二哥。我不用，我吃粥就行。我留给嫂嫂的。伤患优先，想报答我就快点把自己养好，多干活，多出力。此刻不必计较一个鸡蛋。昨天晚上几个道士冲进来，伤了几个人，其中就有神志不清、乱跑乱叫的二夫人。今天一早呀，二老爷也不太行了，这会儿估计是啊。二公子醒了。大哥哥，去喂你的鸡吧。多谢大当家仗义相助。不必如此，夫人是长辈，在下不敢担一个谢字，这也是应该做的。一点药，二公子兴许用得着。大当家，这次多亏你助我大嫂，我之前对你无礼，不敢奢求原谅，这药珍贵，不敢收受。二公子可不要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呢。幡然悔悟自然是好，表明歉意可不是拒绝别人好意，是互为友善，帮助别人，也允许别人帮助自己，成就更强大的自己。发生过的事情也不必时时回头看，解决和弥补的方法永远都在前面。多谢大当家教诲。我来是想说一声，二夫人和二老爷接身故，马大人带人把他们安葬在道观后，其他人正准备午膳，吃过之后就要上路了。我可以，我能走。银驼按你大嫂的吩咐，去找附近的村民买小平板车，村民为表示感谢，坚决不收钱。
银驼说他可以拉着小平板车带你走。多谢大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你走不了。现在天还没有太亮，万一出汗对你伤口不利。你的剑法是从哪里学的？剑法？怎么不能说？对，就是斩杀黑衣人时用的那几招。被你看出来了。哈，我也就会那几招，是我兄弟带我去见王爷时，看见王爷练剑学会的。哼，你这兄弟颇得王爷信任，这种剑法也能被你看到。可能是我幸运吧，仰慕王爷，上天也眷顾我。哈，上天连王爷都不眷顾，我还是相信自己。严姑娘，你吃饭了吗？这个给你。我吃过了，要动身了吗？差不多，再收拾。严嵩的脸臭得很，不过你不用理他，我和马大哥会护着你们的。孟差官的好意别错过。孟差官挺有意思的，看着年纪还小。你知道他的身份吗？他呀，不太清楚，你不如问问夫人，夫人身居京城，应该清楚。麻烦你叫银驼来，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天近傍晚时，他们抵达驿站。严姑娘，我替你们交过钱了，直接进去住就行。不好意思啊，不能让你们住单间。没事，已经很感谢你了。母亲，孟差官是什么来路？他呀，他是荣国公的小儿子，人挺不错的。这次被抄家，也是荣国公府悄悄给先送了趟消息，想必也是孟良先知道，想法子通知府里的。不过荣国公和长贺都是武将，为了避嫌表面上不能走得太近，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交谈。这样的身份，荣国公也舍得让他走这一趟。荣国公仁义，大概也是觉得长贺冤枉，想让儿子走这一趟，或许能找点什么证据吧。再者了，我记得国公夫人说过，孟良的命数在成年之后就得多历练，去军中之类阳气盛的地方。还有这一说？听说他小的时候总是被梦惊醒，啼哭不止，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后来才改叫孟良的。好名字。坐下休息一会儿吧。你去看火，我来。您是不是觉得我拉小车太累了？没事的，我天生力气大，有的是劲儿。二公子那小身板，拉他3个我也不在话下。要不明天让小公子也坐我的车吧，保准又快又稳。他把柴扔到一边，把小板凳递给蹲着烧火的营地。严姑娘，严姑娘，听说他和严家断绝了关系，孟差官张嘴闭嘴严姑娘，这是何用意啊？是提醒他这件痛事吗？我没有那个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你管我什么意思啊？喏，这个给你，我们买了很多，给你几个。马大哥说让你不要客气。谢谢马大人，也谢谢你。不用客气，你给马大哥解了毒，还提醒我们不要进山道，要不是你，我们就死伤惨重。你们忙，我先走了。怎么了？难道又看着小板凳眼熟？主子，您太睿智了。没错，这个小板凳我就是看着眼熟。怎么个眼熟法？难不成这小板凳还有你的名字不成？主子，不是有我的名字，但有我做的记号。这是什么东西？银元宝啊，难道不像吗？这元宝多好看，多富贵呀！我可喜欢这个小板凳了。在府里的时候，我经常坐着它在树底下，春天赏花，夏天吃瓜，秋天打月饼，冬天制鹿肉。得，除了赏花，其他的都离不开吃。这个不重要，主子，关键是我的小板凳怎么能到这儿来了？那大概是王妃是飞毛腿，刚才出去这一趟，跑回王府去，把你的小板凳给你拿过来了。也不太可能啊，那这是您从哪儿弄的这个小板凳？问孟差官借的，大概是驿站的吧。多谢大家的帮忙，以前是我不懂事，承蒙大家不离不弃，我以粥代酒敬大家。等我伤好以后，
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只管开口。母亲，你看他们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真是的，也不是让我们吃一些。你缺那几口吃的？我缺，我受够这些东西，不想再吃了。不想吃就想想饿的时候，想想连这些都吃不上的时候，这些米还是颜如玉要来的，就他能耐，所以你要想拿捏住他，就要比他更能耐，明白吗？唉，明日到镇上给你买些好吃的。我瞧着父亲胃口不太好，老二死了，他能好吗？好也得装着不好，否则怎么演慈父？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他之前最疼老二，从老大那边搜刮的东西一多半给了老二家，要不是他撑腰，霍长兴能被宠成那个德行，也幸亏他不够疼你。我的长荣也没有被他宠成霍长兴那副样子。我们的希望都在长荣身上，但愿这一次我们的路程就到速成为止。不是但愿，是必须。我自己来吧。行了，墨迹什么？衣裳解开，觉得不好意思就闭上眼睛。二哥，你是怕疼吗？要不上完药我给你吹吹？你再说呀，你二哥就更不好意思了。那去吃吧，顺便喂喂黑鸡。好。我再去找些干稻草来，孟良非得给的，我推辞不了。没事，给就给吧，正好给长旭用。我是想给你。我不冷，没事，给他先用，他伤好最重要。明天到小镇我们可以买。可是我……母亲不必担忧，我还有些提及的银子，找我什么事？这驿站外面也有小树林吧？有啊。所以啊，之前说的今天晚上办吧。今天晚上不行。你说什么？我说的你听见了，我不想重复第二次。你一个犯人，严大人肯给你机会是你的荣幸，你还推三阻四，装什么贞洁烈女？就是识相的快点答应大人，别自己找不痛快，否则的话。想让我答应？好啊，那就1个时辰之后，小树林见。大人请。有事？没什么，严嵩不是个好东西，我怕你吃亏。他还不配，正好我有事找你商量。什么事？走，去那边说。这双刀不错，很特别，刀口也锋利，哪来的？我师父给的。你师父？我自小被严家抛弃，必须得靠自己活着，没工夫学什么琴棋书画，些许保命的东西要紧，双刀就是最基本的。你那是什么表情？嘘，有人来了。得，我媳妇儿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算了，忍着吧。你来了。大当家，实在抱歉，明天你不能再和我们一同上路。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你就得死在这里。你是匪，我是官呢。我已经容你这么多天，也给过你机会，可你不知悔改。行了吧，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想杀人灭口还不直说？就你这个品行，倒是颇有严家人的风范呢。不过你学得再像严家人，你爹也不会重视你。庶长子，你要不是长子也还算凑合，偏偏还就是占了个长的位子，让人时刻记得你爹先让妾生子。别说他没脸，就是严夫人会放过你吗？不然伤哪儿来的？你既然知道，那就受死吧！你死定了！来人，拿下他！不会有人来的，严大人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想干什么？杀你。不行。哦，怎么不行？就许你能杀我，我不能杀你。颜如玉，让他别杀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不想知道什么秘密。真的，是真的。我要说的和你的身世有关。我不想听。你不是严家的女儿。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听父亲说的，当时他正和祖父在书房密谈，我也是无意中路过偷听到的。好好说，不然就把你的心挖出来。我说那是3年前的中元节，我本来是想和父亲商量一下祭祀的事。你知道，我尽心想办好每件事。别废话，
结果到书房就听到有人在说话，是祖父和父亲。父亲说你性格太软，和预料中的一点也不一样，会不会当初是报错了？祖父说时候还不到，要再等等。父亲说因为你这个私生女的身份，让他受了不少的嘲笑，早知道就给你安排一个别的身份。祖父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待来日成就大事。飞黄腾达，那点嘲笑又算得了什么？我那时才知道，你根本不是父亲的私生女，而是父亲从别处抱来的。可能是想利用你做些什么，但没有达成心愿。继续说。我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儿，也想等着看，甚至还因为那个所谓的大小姐经常欺负你而充满期待。我想看你是不是有一天会奋起反抗，让我震惊一下。可是我问你，你可曾听说过严家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有谁和寻常人不一样？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比如说身体强健，体质异于别人。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的。父亲只有一个兄弟，这你知道，而且比祖父死的还早。祖父就更不必提，他自己就是独子，而且也死了。那你可知道我是从哪里抱来的？这我不知，真不知，也就是偷听到了那么一点。如玉，虽然我们不是兄妹，但我以后会把你当成亲妹妹，真的。以后这一路上，我保证不会让你们一家再受一点苦。严夫人那个毒妇，你也看到了是如何对我的，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等我回去以后，定会报仇。你也希望他们死吧？他们害你骨肉分离，让你备受欺凌，饱受耻辱，你不想报仇吗？我们里应外合，拿下严家，让他们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求饶。颜如玉突然一抬手，一股白烟飘散。滚吧，今天晚上的事都忘记。你们来得正好，扶我。那两个人就奔他跑了过来，如狼似虎，凶悍至极。如玉，你怎么？那什么，你冷吗？严姐姐，你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说让我在这儿等什么？颜如玉正想说话，林子里传来一阵尖叫和杂乱的脚步声。什么声？等的就是这个。你来活了，赶紧带人去吧，多带点人，多点火把，照得亮堂堂的。行，严姐姐，那我去了。如玉，那件事你不要放在心上，严家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和他们撇清关系正好。你的身世，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就当没有听说过。大当家，我很感激你仗义相助，但有的事不是你能管的。主子，去看热闹吗？今天大热闹。什么热闹？小树林那边，孟孟良带人举着火把，照得又明又亮，汗毛都能看清。好多人都为了抢占好位置打起来了。主子，要不要去啊？您不去，我可去了。这种事千载难逢。外面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不清楚，和咱们没关系，早点睡吧。如玉，长旭的事多谢你了。他以前那么对你，我都替他没脸。你救了我们母子三人，这个家没有散呢。母亲，既然是一家人，就别说这种客气的话。我们同心协力，好好活着，等夫君回来。哎，好，好。这天虽然说吹着暑气，但晚上还是有些凉啊。严大人，您这穿的也太清凉了，赶紧回屋，可别着凉。哎，要不要扶着您点啊？自己能走吗？哟，严大人可小心些啊，是不是腿软走不动啊？要不要扶一扶你呢？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的事儿都不许外传，更不能私下议论。我们严大人英明神武，容不得半点诋毁，听清楚了吗？你是谁？怎么随意进我们的屋？你们的房间在下面，出去。进你们的屋算什么？老子还要干别的。你想干什么？骂谁呢？收起你们龌龊的想法，谁稀罕看你们呢？方才你们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进树林呢？没什么，就是我们是官，你是犯，我们去哪儿还要和你说？一个小小的异族，算哪门子官呢？承不承认都没关系，反正我已经知道，
做错事总要付出点代价。什么代价？把命留下。我的妻也是你们能动的。嫂嫂，你醒了，母亲说不让吵你。恒儿乖，本来想让你多睡会儿，做好饭再叫你，这没想到，捕快来干什么？昨天晚上那2个异族死了，听说是被人杀的，不知是谁报了官，捕快一早就来查问此事了。严嵩呢？都闭嘴！闭嘴！听清楚了吗？人死了去查，别找本官的事儿，要定本官的罪。行，拿证据来。要是没有证据，就滚开！本官稍后就要动身启程，耽误了本官的期限，你们担当得起吗？小小捕快，也配来问本官？人命无小事，更不能以官位高低来定。这么能说，你怎么不去刑部？你怎么不去修律法？你们县太爷都不敢如此，你跑到这儿冲什么正义？如玉，快吃饭吧，说不定一会儿就上路，得填饱肚子啊。你知道那2个异族怎么死的吗？不知道，我大概昨天晚上没睡好，记性还有点变差。是吗？都忘了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主子，您真的记性变差了吗？你想说什么？前面马上到镇子上，属下想买点东西，这个月的月钱您还没有给我。你是不是寻思着我不记得了，想多讹我一份啊？在山寨的时候刚给过你，我看你不是想要银子，是想挨几鞭子吧？哎呀，我还不是替您回忆一下，怕您真的记性变差吗？没差，好着呢。你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晚上不停地做噩梦，梦到有人抽我的脑子，今天一早就感觉头疼，还有好多事情想不起来。你说我是不是也中了什么毒啊？大当家的气色不错，声音洪亮，行走带风，能中什么毒？对了，一会儿到前面小镇，就要与大当家道别，以后还请多珍重。道别？为何呀？你不是要去小镇办事吗？我们是要继续前行，要去西北。我没说去小镇办事啊，我说的是速成，你是不是记错了？如玉啊，来。母亲，怎么了？这个给你，一会儿到小镇上，你买些你喜欢的东西。我现在没什么能力，不能给你更多，真是对不住你啊。母亲没有对不住我，谁对我好我知道，也不在银钱上。等咱到了西北，你来掌家，我给你打下手，我们呀都听你的。好，一言为定。嫂嫂，一会儿到镇上，你想好买什么了吗？你有事？妈，就是想和你一起，我自己的话有点怕。半夜荒山野岭睡觉都不怕，大白天的去镇上怕什么？实在怕让你爹娘陪你，我不是。嫂嫂，你怎么？我这人说话就这样，尤其是不怀好意的。要是刺痛了你，今晚建议别再来找我的刺就行。大伯母，我没有恶意，其实我只是觉得你们可能没有钱买东西，我母亲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些，我又怕直接给嫂嫂她会不好意思接受，所以这才想一起去。你还是叫我夫人吧，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你们的钱你们自己留着，不用操心我们，大家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你刚才说你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是的，我母亲。你们卖米卖面了？那点东西还是我替你们争取到的，你们能卖多少？我的意思是，你说直接给钱，怕我不好意思要？是啊，你那么要强。没事儿，不好意思，拿来吧。大伯母说母亲要面子，没事，我不要面子，我要票子。来吧，新一收的，你可以回去了。你怎么都不是给我的吗？你不会只有这么一点钱吧？不会吧？你母亲那么能省，一定还有。去找你母亲吧，快点。怎么了？母亲，她把我的钱都抢走了。什么？你怎么回事？不是让你虚情假意一番吗？怎么还真给了？
我没有给，是他要的。母亲，这还想买好吃的呢，你那里还有吧？我哪里还有？昨天晚上都放在你那里了。本以为你那最安全，那怎么办？我们拿什么买吃的？吃，想着吃你还把钱给人家，他要你就给，你是傻子吗？别哭了，我还没死呢。你死了我才不哭。恒儿，想吃什么？一会儿到镇子上给你买。我想吃小肉包。嫂子，我们有钱吗？你要去辛苦的赚钱吗？那我不吃。没事儿，嫂嫂有钱，别人贡献的，等到了就给你买。也还是个孩子呢，算起来呀，与霍长旭同岁，还要小上2个月。都听好了，给1个时辰的功夫，每家去1个人，要是敢逃走，抓回来打断腿，剩下的家人也跟着受罚，听清了吗？严姐姐，你和我一起去吧，省得路不熟回来严嵩罚你。你跟我一起，早点晚点没关系。他和我一起，我对这里熟，不会回来晚的。我是官差，严姐姐和我在一起才有保障。有保障怎么马大人不过来啊？孟差官，马大人是不是跟你说，为避免严嵩对夫人他们更不满，所以他尽量避嫌呢？你怎么知道？哼，猜的。马大人说的对，放心吧，我没事。我要买的东西也不多，自己能行。那你拿着这个，想买什么买什么。站住，别跑！好你个兔崽子，竟敢偷我的东西，活得不耐烦了！救命啊！都别管闲事儿啊！这小子偷东西，小偷难道不该打吗？住手！这么小的孩子能偷什么？至于下如此重手，他偷的包子我们刚做好的，还没卖呢，上来就抓，其他的还怎么卖呀？哼，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就是几个包子而已，拿去，这钱我付了，没事吧？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我没有地方住，我家被抄了，爹娘都死了，我实在太饿，这才偷包子的。我没有偷过钱，不是坏孩子。被抄？行了，大家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因何被抄？其他人呢？我不知道，我爹临死前叫我逃，其他的人好像都被带走了，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流放？怎么，没去买东西吗？我们没钱了。那你们可真是高风亮节。不过我没你们那么慷慨，买的东西不会分给你们的。恒儿，肉包子香不香？香。哎呦呵，这包子真不错，都流口水了嘿。哇，还有鸡，哇，还有蛋，可真不错。这鸡真肥，晚上能吃鸡喝汤吗？可以。路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啊！吃肉包，喝鸡汤，哎呦，跟野游一样，美哉！母亲，你看他们，看有什么用？你把钱都给他了，现在这样看有什么用？母亲，忍忍吧，一会儿官差发东西。我不要吃那种杂面馒头，又糙又硬，都划嗓子，我吃够了。干什么的？滚开，别挡路！大人，我是呀，是个孩子。大人，先别着急，我问问。都快点儿，看他那欠揍的样。我没有家了，爹娘死了，亲人们也被流放，我想去找他们，你们能带上我吗？流放的地方各不相同，你知道亲人们流放到哪里了吗？西边吧。我自己能找吃的，真的，求你们带上我吧。怎么办？马大哥他还这么小，也太可怜了。我们怎么带他？又不是游山玩水。干嘛？我欠你钱了？他谁带走？你？大哥，你能多说几个字吗？嫂子，我能和他玩吗？暂时不行，不过他要主动找你，你也不必避开，但要牢记住，不能跑到别处去。好，我记住了。他也是被抄家的，那道圣旨上除了我们家还有别人吗？不要把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来，我们王爷也是被陷害的，
若其他的人真因此事被牵连，那也是皇帝婚姻无当，与王爷无关。王爷有什么错？他才是受害最严重的人，一世英名，满腔忠诚，最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了事。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我叫小雨，是我爹给我取的名字，好听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们要去哪里啊？路上会遇见坏人吗？会不会有狼、老虎？啊，还要走多久啊？找我？为什么？你知道，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嘿，是你呀？我叫小雨，你叫什么？我叫霍长虹。我比你大，你得叫我哥哥。走，我带你玩去。小小子挺厉害呀，上来就是认弟弟。胖哥哥，你叫什么？嘿，我叫杀鸡者。哪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啊？走啊，玩去啊！我不去，我得在这儿帮忙干活。我会摸鸟蛋，你会吗？不会。走，我带你去。你不会是害怕了吧？才不是，我才不怕。我嫂嫂说我是最勇敢的孩子。你嫂嫂是谁啊？是我，一会儿给你蒸蛋吃。只有一个吗？还有一个，你和你二哥一人一个。我吃半个，和嫂嫂分着吃。我记得你。包子好吃吗？你不是说自己会找吃的吗？我这么晚了，自然不好找。不过我不会吃的。行啊，我们也不多，你不吃正好。怎么，觉得我狠心？不是，我听嫂嫂的话，嫂嫂说的就是对的。主子要杀吗？不必，杀掉太容易，得让他们自食恶果。准备，一到速成，我们就和队伍分开走。大当家，夫人有什么吩咐？我看你袖口破了点，我给你缝一缝。原来大当家也知道，我还以为你会问我为什么呢。以前我刮破衣裳又懒得脱下，我母亲也这样为我缝衣。那你母亲一定很疼你。是，我母亲是世上最好的母亲，只可惜我不孝，让她跟着我吃苦，忧结了心。孩子始终连着母亲的心，生下来就是让母亲操心的，即便是操心呀，你母亲也是欢喜的。什么？没什么，夫人，我相信王爷一定会回来的。我也相信，我儿呀，定会平安归来。我儿是有福之人，你看，如玉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缘分。这样艰难逆境中，都能带着我们全家团结一心，这就是天大的福气呀。夫人所言极是。我听如玉说到速成你们就走了，希望呀下回再见你也成家，有了妻室儿女。母亲，你这迂回仗打的，是怕我拐走你儿媳妇吧？夫人，要小心三房的人，他们没安好心。怎么了？夫人，我并非多事，是……我知道，抱歉，没事没事，就是刚刚，看着你呀，恍惚像是看到了我儿。夫人，您过去瞧瞧，我做的鸡汤行不行？上次是您做的，大家都说好吃。好，我这就去。主子，您忘了您曾说过的话？主子，您还特意叮嘱过属下和金锭，要守好身份，绝不能暴露。您说陷害您的人定不会善罢甘休，夫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若是知道您的身份，血脉心相连，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然。若是被人瞧出端倪，他们就会陷入更大的危机。我知道，您放心，属下会照顾好夫人和少夫人，还有2位公子。那孩子也怪可怜的，要不要？不必，1顿2顿的，饿不着。小弟弟，这个给你。谢谢。好可怜。哼，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闲心度别人啊？怎么，我说的不对吗？说得好，说得对，多吃些，补嘴。二哥哥，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之前你……不要和我提之前，之前的我早就蠢死了。再者，我也不是你二哥哥，我就长恒一个弟弟。刚才我说的是事实，别含沙射影。你觉得谁可怜，
就把谁带走。你在哪儿睡？我跟你一起吧。可是我要和母亲一起睡。你这么大了还和母亲睡？我比你小的时候就自己睡了。不是，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也是自己睡的。那你和我一起睡，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黑什么虫鸣，我只觉得好听呢。我也不怕，但我还是要和母亲睡。明天再一起玩吧。你……小雨跟着霍长恒在后面絮叨个没完，一道黑色的影子扑了过来，挡住小雨。白泥，回来！你叫这只鸡什么？白泥，好听吧？我嫂嫂取的。你带我去哪儿啊？睡觉。你这会儿想起来管我了，那会儿我没东西吃，你怎么不管我？你说不吃，睡觉。我睡不着。躺着。好气啊！恒儿，刚才他和你说什么了？他说我这么大了还和母亲睡。不必为别人的片面之语生气，他们不懂你才会乱说，所以不必去争辩，强大自己，等将来实力够了，谁敢质疑你，直接打回去就是。若是懂我的人呢？懂你的人根本不会误解你，也不需要辩解。好，我记住了，睡觉。嫂嫂，能给我讲个故事吗？我只会讲鬼故事，行吗？那我也听。去哪儿？尿尿。你干嘛？跟着。不用你跟，我不怕。你跟着我，我怎么尿？不尿了。都麻利些，前面要过一条大河，到时候会有渡船载过去，都给我老实些，一个一个上，别急别闹。要是谁掉进水里和没人搭救，就怪自己命不好。他说的有道理，不急在这一时，伤口再崩裂，这些日子的治疗和药就都白费了。快到大河了，心里别太难过。我为何难过？我还想抓几条鱼吃吃。你的2个兄弟就是因为抓鱼被水冲走的，跟紧我。如玉，怎么了？没什么，恒儿没有见过这般大河，让他跟我走。母亲，你也慢一些。我来扶着母亲。好，都小心点。快点儿，别浪费时间。别怕，往前看，不要往下看。我不怕。嫂嫂，你以前坐过大船吗？梦里坐过，比这个还大。真的吗？那以后我能见到吗？能，还有航海的船，比这个载得多，还有睡觉的房间，一走要走好长时间。你懂得倒真不少。多看书，自然就不会空空如也。大嫂说的是，可笑我看的书多，却仍旧是个傻子。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记住教训，不再犯就行。几位，把小车放到那边，请随我来吧。我们船上还有些干粮，低价出售，几位要不要看看呢？刚说到这里，忽然传来一声鸡叫。你弄疼我了，放开，我不要在这里。你在害怕？是，我就是害怕。怎么样？怕就跳下去，跳下去就不怕了。我不要，你松开。该死的鸡，我要宰了你吃肉。嫂嫂，母亲。颜如玉甩手扔出一个红果子，鸡蛋大小的果子正中小雨的脑门。颜如玉继续向前，绷直的脚尖蓄力奔着小雨一踢。小雨的眼睛微睁，又咻的一笑，翻身跃入水中。松开！别着急，他跑不了。走！戴斗笠的人伸手扣住他的肩膀。是你？这是怎么回事？颜如玉，你为什么把人踢下水？是呀，还是个孩子呢，多可怜呀！你们眼瞎了吗？刚才他要推长恒，你们没有看见吗？你别闹事啊！这还有许多百姓，要是闹开我也不怕，闹开出了人命，是你严大人的事，与我何干？这点事都摆不平，你还当什么押送官？还是牛色心发作？瞧着这个孩子长得还不错，想回去养一养。你谁要再多嘴多舌，我就先割了他的舌头。该你了，说吧，你是干什么的？你放开我，我就是……跪着说，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恶魔。我眼里只有人和畜生，问题我只问一次，听懂了吗？这就是个孩子，你们也太……打掉他2颗牙。掉了吗？快吐出来！哎呀，多了一颗！哎呀，劲儿没收住。瞧瞧，这像叫花乞丐饿得偷人包子的主吗？
剧情套路动不动就是偷吃被打，演技还差，我都不想配合你们。见打不动我，就有人挺身而出，借你的嘴告诉我你也是被流放的，再激我的恻隐之心。哼，但我依旧不上当，你就跑到镇外拦截队伍，你这么心急啊，是生怕我瞧不出吗？啊，你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身上有余味，很淡，但是呢，的确存在。那几个追着你打的人身上也有，显然不是什么包子铺的伙计，和那个救你的于老板一样，你们都是一伙儿的。哼，还有，粗糙的东西吃不惯吧？有人可怜你，给你一点杂面馒头。馒头呢？扔了吧。哼，谁吃那种东西？那个蠢女人还可怜我。呸！你昨天晚上就想把长恒拐走，实在没办法才改在今天。水是你的强项，你们也有接应，可惜棋差一招，机会只有一次，你不说就让别人说，谁说谁就活啊！说嘛，我们是小心！几乎是同时，一支冷箭从岸上射来，直奔霍长鹤。小雨瞪圆眼睛，不服气地梗着脖子，退开！猛地嘴一张，一口血奔着颜如玉喷出。主子，大当家，没事，放心。侍从，少夫人，能不能救救他？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我需要一处干净安静的角落，那打扫干净，铺上东西。马大人，麻烦你带人围成一个圈，不许其他人靠近。好，这容易。去把小雨的血往这里面装一些，要重新割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好。怎么好像没动静？我怎么瞧着他好像不动啊？你说，他到底能不能救主子？这种邪性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你说他们到底是谁的人？冲着谁来的？主子会不会暴露身份啊？你醒了？没有发热，你感觉怎么样？你怎么样？我头还有点晕，眼前有点发花，说话也有点提不上力气，喉咙有点干，浑身也没什么力气。我好好的，那个，感谢你救了我。你头晕就闭眼休息，闭上眼睛就不发花了。别说话，不用提气，喉咙干，一会儿喝点水。那个人呢？失手处理了吗？那个人非同寻常，他失手你手下处理了，手法娴熟，一切都好。别的等你头不晕眼不花喉咙不干的时候再说吧。马大人，可以了，有劳大家。无碍，他怎么样？没事，休息一阵就好。你厉害啊，严姐姐，这种怪异的毒你都能解？怎么样？怎么样？已经没事了，去看看他吧。我也去看看热闹，见识一下。如玉，他怎么样了？没事，有点凶险，但好在大当家自己身上有药，用得及时，休息一阵子也就没事了。好好，如此便好。你呢？没伤到吧？可伤到哪里了？我没事，没有受伤，母亲放心。对不起，嫂子，是我的错。荷儿没有任何错，不用自责，是那些坏人处心积虑的小害人，这些都与你无关。是这样吗？是，乖乖跟着母亲，不要多想。下船之后我们就快到速城了，你计划一下我们要再买些什么？你过来，我们大人叫你。你说什么？大声点。你说的那些我不感兴趣，你们大人的事与我无关，更不知他喜欢男还是女，你就问他自己。大人，我没有，我没说那些，我闭嘴！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装什么傻？现在这种情况，又是出人命，又是中毒落水的，难道不声不响就算完了？到地方下船，按行程走，你还想怎么样？报官，让他们过来查案。那3个人什么来头？射杀他们的是谁？刺青的那个又是谁？我是无所谓，你担负得起就行。你颜如玉，你别太得意。我当然不得意，这点小破事，我得意个什么劲儿？我又不是那些吃到一顿好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喝几杯猫尿就分不清树林驿站的混账。严嵩，别在我的面前耍威风。我跟你说过的事儿忘记了？哼，看来你经常生气，
脑子记性都不好，别惹我，否则的话，你那些破事儿就会被京城的说书人、乞丐四处传播。严家能和我断绝关系，你以为你是什么有用的东西？说不定严夫人安排的人还在前面埋伏着，等着杀你呢。先生，对照出门前您写的单子，这上面的材料还差2种。先生，童儿，快吩咐船夫过去，把那个捞起来，快！小心些，别碰破了，要完好无损的。先生，这难道就是？没错，这就是美人蕉，而且还是一颗难得一见的珍品。据书上记载，像这么大的很少见。恭喜先生，贺喜先生！刚才我还说有2种没有找到，现在只差1种了。先生，有福之人不用忙，弟子真是服了。这趟算是没有白游，去打听打听，刚才这里可曾发生过什么？这个美人蕉不会随随便便落水。是，弟子这就去。要想让本寨帮忙也不是不行，麻烦大人给颜如玉一些好处。什么好处？这个得由大人自己想，自己想出来的才够诚意。大当家，此事和他有什么关系？那此事和本寨有什么关系？严大人，你不照样来求本寨帮忙吗？所以有没有关系是本寨说了算。大当家，您看这个可否？我也是身无长物，其他的好处也再没有了。凑合吧，不过要大人亲自交给他。另外还请大人行个方便。什么方便？以后这一路上还请严大人对颜如玉特别对待，比如驿站有好的房间住，吃食和你们一样，天冷有衣穿，病了有药治。暂时就先这些吧，这点小事对大人来说不难吧？行。你有完没完？这个给你。哼，干什么？把你的命卖给我？把我的命卖给你，我还把钱给你。都快点，磨叽什么？有谁不愿意走，直接跳水里。马大哥，他又发什么疯？这个人怎么这么暴躁？大概是和颜如玉谈话来着吧？啥？和颜姐姐说话？为什么会成这样？今天晚上不法迟到，自行解决。母亲，这可怎么办？我要饿死了。不止你饿，我也饿，一会儿去找点吃的吧。之前分的米面呢，一点没有了。就那么点儿，够吃几次？你去找些吃的，要不然去和别人借。这会儿谁肯借？你怎么不去？照顾妻女不是你应该做的吗？哼，你们有手有脚的，还用我照顾？相夫教子也是你应该做的，你赶紧去。儿子让你办的事你也没办成，还好意思在这和我顶嘴，赶紧去。老爷，别什么别，之前又不是没有过，害什么羞啊？快点，否则受罪的还是你呀。老爷，我怕夫人若是知道了。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再说现在不比在府里，我还怕他知道。哼，等到了宿城，我自会吃香的喝辣的。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说不定我还能收你做个姨娘。不，老爷，奴婢不敢。夫人她……夫人？什么夫人？到时候她是不是夫人还不一定呢。哼，得看我高不高兴。谁？管好你的嘴，若是走漏半个字，奴婢不敢。少夫人，是您。少夫人，您要小心三夫人和小姐。怎么说？具体的奴婢不知，只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应该是和你有关。为何要告诉我？你告诉我，我也未必会念你的好啊。奴婢哪有什么好，拖着残躯只剩下一口气罢了，也没指望着到西北，走到哪算哪吧。奴婢就是想为少夫人尽一点力。那日我兄长被三夫人逼着下水，结果被水冲走，除了您，
没有人去救他。您和奴婢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不知道我兄长是谁。奴婢觉得你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我算好人吗？等等，这个给你，拿去交差。你别吃，吃了这个再回去。记住，你别吃地瓜。也轮不到我吃。嫂嫂，我能把红果子给大哥哥吃吗？可以。多谢嫂嫂。大哥哥，我给你一样东西，悄悄的哦，不要让别人发现，这是嫂嫂给我的，我给你留着。不过我也问过嫂嫂，她同意的。哦，是什么好东西啊？你干什么？你想吃了它？不是刚吃完饭吗？爹，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就是那只鸡，你说会不会是妖精变的？不是，真的，我没有开玩笑。你看到那只鸡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你还记得不？那次乌卓部大首领派人来求救，咱们跟着主子去平叛乱。之后，他们的公主的大侍女，那个大侍女对我一见钟情，非要嫁给我，还记得不？鸡是她变的。主子，您在吃什么？没了。鸡成精啊？什么？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王爷，你有没有觉得那只黑山鸡有什么不对？你有话就说，别故弄玄虚。王爷，您瞧见那串项链？不是，其实那是一条手串，是乌卓部的公主的大侍女送给我的。大侍女为何要送你啊？那鸡带的怎么会是你的？大侍女成精。不是，主子，我的意思是那串东西被我扔在王府，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带在鸡身上？你问谁呢？再说了，那种东西无非就是乌卓部的石头，咱们这边是少见了些，但也不代表没有。京城几家首饰楼就有过，不信你去问孟孟良，他经常给他娘亲买首饰，一定知道。可是，难不成你还在那串东西上做记号了？这倒没有，因为属下没瞧上那个大侍女，所以就没有在上面刻富贵的符号。你没瞧上人家，你还说人家东西可耻？不是，我怎么就可耻了？我没收，是他偷摸塞我包里的，我走半路拿干粮才发现。啊，我的嘴！怎么了？怎么了？瞧热闹去，走啊！当家的，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你吃了什么？啊，母亲，父亲和我们吃的一样的东西，我们没事啊。怎么了？你想到什么？还是你？嫂子，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吧！嫂子，你连那种奇怪的毒都能解，我父亲的病也一定能治，求求你了，我们都是一家人。霍小姐，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们早就签过断绝书，按了手印，要不要拿出来回忆一下？大伯母，当时那也不是我们家的本意，都是二伯母。以前您那么疼我，现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父亲受苦吧？哼，把问题推到一个死人的身上，你可真会说。以前疼你也没见你关键时刻报答，现在想起来求助，我们就一定要帮忙吗？你说的对，是不能眼睁睁看着。时候不早了，恒儿该睡觉了，我们闭上眼。如玉，走。哦呀呀，这是什么特别的嘴啊？看它红艳艳，大肿肿，裂开开。呀呵，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也从未见过此嘴。这难道就是上天对破嘴之人的惩罚吗？苍天呐，大地呀，这是哪位大仙如此英明神气呀？别用手直接碰。那你给我看看。背过身去，低头，好多了，再擦几次药，很快就能痊愈。你的医术真好。师傅教得好，自己也聪明，医术好，正常。哈，说的也是。大嫂，我来给大当家上药吧。好，给你。大当家，多谢你救恒儿，之前对你多有冒犯，还请多担待。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吩咐。我是男子，更方便些。这个弟弟，不开就是不开，一开了还真是很能惹人生气。大当家，那就多谢二公子了。哈哈，应该的。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不会。为何如此肯定？嫂嫂说不会，那就不会。看云行，看风向，还有风吹过来的潮湿度。这种云被风一吹，很快就会散，不会下雨。这个你也懂？师傅教的。你师傅还真是厉害啊，什么都会，定是什么世外高人了。你师傅能治那种脑子被抽的病吗？什么？啊，就是那天晚上，我总觉得脑子被抽走了一些。那你早死了。那怎么我有些东西想不起来呀？大概是被吞梦兽吞了吧。嫂嫂，什么叫吞梦兽？就是专吃梦的兽，晚上梦里才会出现。那他和那天晚上你讲的狐妖谁厉害？狐妖吧，狐妖还能魅惑书生啊。看我做甚？二哥，你是书生，要小心狐妖哦。我真是谢谢你呀。公子啊，来了，那边就是。看到母亲了吗？没看清，人很多啊，穿的衣裳也差不多。小的怕您着急，便赶回来。公子放心，夫人他们一定在。去城门那边打点一下，别让他们把门关上。啊，是。蓉儿，那就是霍长荣，在速城做了个守城副将。说起来，当初他做这个副将，还是长鹤给求的恩典。良心为了狗，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嫂嫂，什么办法？哼，让狗吐出来。可是，吐出来也不能再吃了呀。踩碎，扔了，心里痛快，也比为了这种狗强。好粗暴，但又莫名觉得好过瘾。大人，不知能否借一步说话？大人，一路辛苦了，在下给大人备了些薄酒，还请大人赏光啊。霍副将客气，您的官职不比本官低，本官可不敢当。嘿，大人说哪里话？在押送队伍中，自然是您最大，家父家母也多承蒙您的照顾，还请千万不要客气啊。霍副将盛情难却，那本官就恭敬不如从命。还请霍副将稍后，本官先把人都安置好，公事不可废。大人，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说来听听。按说这些流犯该在城外护城军营中，那边也早安排妥当。不过大人，在下的家人能否请大人通融一下？在下给大人在城外准备了一座小宅子，还请大人好好休息一晚。您放心，他们也一同前往，绝不会逃走。大人，我的岳父老泰山知道我相思之苦，特准我前来的，稍后也请大人喝几杯。如此就按霍副将所言吧。多谢大人。那我就叫大伯母一家和我父母妹妹一同进城。还有大房，都是直系一家，大伯母之前待我极好。父亲，你这是……先别说这个，办正事要紧。大伯母安，侄儿给您请安了。这位是……这是胆小的人能有的眼神吗？长荣，你不必叫我大伯母。大伯母，您是长荣做错了什么吗？你去问你祖父，问你父母，他们早就和我们大房断绝关系了。长荣，我的好孙子啊！祖父和大伯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他说是真的，没有误会。长荣啊，这一家子，尤其是这个女人，就是个扫把星，极其恶毒。我们和他一家签过断亲书，他们休想再跟着你得到好处。长荣啊，能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你能不能和大人说说，把我这一把老骨头，就别让我再去受那个罪了。霍副将，他们不是在生你的气，身体是自己的，犯不着和不相关的人生气。我也不会劝，因为他们的态度都是我教的。我们和你们也不是一家人，看清楚，这是你爷爷、你爹、你娘、你妹妹都按过手印的断亲书，看清楚了吗？看清了就退下，该干什么干什么。长荣，别理他们，咱们才是一家人。走，去你家里看看，我还没有来过，你给我安排个住处，我得好好解解乏。此时城门那边传来几声敲梆子的声音，马上要关城门。大伯母、嫂嫂，家难当头，理当团结一致。去和你们家人说，是他们要断。大嫂，
之前都是二房闹腾，我其实也没说过什么吧。只是当时情势所逼，我们若不答应，二房得闹个没完。我想着先应承下来，到时候再暗中接济你们。一家的血亲，一笔写不出2个货字，难道还能真割得断不成？大嫂，哎，我母亲悲伤透心，如果想让我们改变主意，也不是不可以。嫂嫂请说。我母亲是大房的夫人，又一直掌家。我夫君现在虽然获罪，但过去带给诸位的好处也是不能抹杀的。恕我直言，霍副将，要是没有我夫君，你今日怕是也得和我们在一起，没有施好处给我们的机会吧？嫂嫂说的是。既如此，那你们就给我母亲叩个头，算是对她之前照顾你们的感谢。被媳妇儿帮着讨公道的感觉还真是不错。不愿意就算了，不强求，我们本来就不稀罕这个。没错，就是嫂嫂说的对。公子，是你们一家，不是只有他。跪下。大嫂，是我们的错，今日就在此向您叩头认错。大伯母，嫂嫂，可以了吗？霍副将，你不是你家人？当然，还有我。长荣叩谢大伯母的照拂之恩。难怪二房一家死得早，和三房一家根本不能比啊！都起来吧。大伯母，那您是同意了？我给您备下了好多东西，您去瞧瞧。不必麻烦，简单就好。夫人，少夫人，在下这就带手下告辞。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大当家，这药你拿去。多谢少夫人。大当家，救命之恩永不相忘，一路走好。希望你一切顺利，下次再见，携妻带子。嫂嫂，这是你的，你做主。大哥哥，这个给你。为我省下的，多谢。皇儿最乖。马大哥，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你觉得呢？是不太正常。霍长荣不但没扯清关系，还如此热情，怎么都不对劲儿。霍老三瞧着什么狗样，其实虚伪得很。以前我和他一起在书院读书，刚开始他不知我的身份，对我爱搭不理，知道了以后又百方讨好。我担心他如此对严姐姐，怕是没人好心。马大哥，我们就坐视不理吗？我们相安之下把差事办完。我在这里也有几个朋友，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哇，这里好热闹，都快赶上京城了。这里本来就是号称小京城。小京城，若重兵在此，也有之前的双峰山做屏障，万一真有什么人图谋不轨，这里可真是个攻守兼备的好地方。这话大哥之前也说过。对了，大嫂，三房人极力邀请我们，必有所图，还请务必小心。我知道，我们都要小心些。可他图我们什么呢？我们现在都这样了，会不会想通过我们找到大哥的下落？他们以为我们知道大哥在哪儿，想扣住我们，引大哥现身。这应该不会。如果真是这样，那来的人就不只会有霍长荣。速成刺史文清浊不会放过这样的立功机会，就算他不亲自来，也会派个心腹。有理。那个小厮还是霍长荣从王府带过去的。还有，你们注意到没有？霍长荣见到我们时提都没有提二房，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已经知道二房出了事，他们之前一直有联系。之前霍云然也对我们示好，他还说过，到速成之后，如果我愿意，就让霍长荣帮忙劝说，让我与夫君和离。和离？大嫂，之前是我不对，你……嫂嫂，我不想让你走。唉，你们想哪儿去了？我不会走，我只是陈述当时的情况。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或许这就是关键。难不成是三房人觉得你好，想让霍长荣和你？哼，霍长荣也配？那个，你们是不是跑偏了？霍长荣在文家的地位如何？之前有大哥在，一切好说。他娶文小姐还是文清浊那年年底进京述职时先向大哥提的，现在只怕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或许他是想
把我当做垫脚石，想要站得更稳些。如玉，咱不去了，管他什么心思，一会儿呀，我来说，就在这闹市上说，咱不怕。你找机会赶紧逃走。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也让路人过来看热闹，造乱世。我说过了，我不会走的。夫君未归，尘冤未雪，我不会走。那个，什么时候也不会走。可是，霍长荣要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个心，他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能看着你被他利用啊！母亲，你也太小看我了，谁利用谁还不一定呢。大家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他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霍长荣不出手，算他命大。他要真敢动邪念，我定要他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会儿无论到哪儿，大家都不要多说，假作什么也不知道。我推测的也未必正确。我们已经制动。好，大伯母，嫂嫂，下车吧。这是哪儿？不是温府。这是我个人的一处小私宅，嫂嫂莫怪。现在大家身份特殊，去温府不太方便，就在这里住一晚吧。大伯母，各位，随我来。还是我孙子厉害，这宅子真漂亮。是，就看这景比王府讲究许多。去，带老太爷去住处，好好伺候。母亲，你们也一同去吧。怎么，不住一起吗？嫂嫂有所不知。当然不知，知道就不问你了。不过，既然三夫人给我母亲叩头认了错，不应该住在一起好好伺候吗？怎么，还是霍福将给你家父母准备好吃好住，去怠慢我们？嘴上一套，做着一套。当然不是，嫂嫂误会。既然嫂嫂这么说，那也好，正好有2处院子挨着，大家就各住一处吧。作为尊，大伯母、嫂嫂，你们就住在这里吧。母亲，你们住在右边。三夫人，一会儿洗漱完收拾干净，记得来伺候我母亲。你别太过分，我母亲怎可？贵都贵了，还怕伺候？那是因为贵都贵了，还怕伺候？母亲，好，等我洗漱好，吃点东西，就过去伺候大嫂。这菜里应该有迷药。哼，当真是没安好心。喏，一人1颗，吃过之后就吃饭。可这没事，我的药丸可解。放心，既然来了，就不能委屈肚子。那你呢？我不用，我小时候经常用药，不说百毒不侵，但这种迷药对我不管用。喏，大家都多吃一点，一会儿还得干活，没力气可不行。干什么活？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就待在这里，朝旭、何儿，你们守着母亲，要是听到外面有动静，就趴下装晕。你要去哪儿？门口有人守着。我知道，我不走门，我得去看看他们在怎么得意。那务必小心啊！怎么弄成这样？你们信里也没提。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给你写信那会儿还不是如此。我们也想和大房打好关系，可你瞧见了，因为之前断亲的事儿，他们耿耿于怀，根本不好再相处。是啊，哥哥。你吃完再说，都什么时候了，就知道吃。你的教养哪去了？哥哥，我都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我还没说你，颜如玉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胆小又懦弱？你看看他有半点胆小的样子吗？关系还如此糟糕。他以前的确是，谁知道怎么，许是被抄家吓得改了性子。蓉儿，那现在颜如玉行吗？能不能讨你岳父欢心，助你平步青云，就在此一举。不行也得行。好在那张脸还算美，本来我是想用软仙枣，没想到颜如玉竟比软仙枣还要美上许多。至于性子嘛，一会儿我去看。他们吃过饭就会晕，我再给他用点别的药，他再烈也得成淫女。这就好，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就放心了。你父亲这嘴，明日再说。今天天色已晚，找不了郎中，成败就在今晚，办大事要紧。也对，等你地位稳固，一切好说。大哥，你真的入赘他们文家了？哎呀，你这孩子，
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若非如此，你哥哥不也被牵连，哪还有今日的机会？你们好好休息，就在这里，哪也别去，听到什么动静也别出去。行，蓉儿，你祖父他年纪大了，又一路辛苦，骤然一松下来，身体反而更扛不住，撑不下去也是情理之中。去请老爷过来，就按我之前教你的说。大伯母，长穴。颜如玉啊，颜如玉，纵然你有几分聪明，最终还是要落在我手上，乖乖为我的晋升铺路。在他的手指即将碰到颜如玉皮肤的时候，颜如玉忽然睁开眼。你，我什么？好了，大家醒吧。哼，丧良心的东西，竟然打了这个主意！我呸！什么狗东西！哎，大家别急着打，听我说，我们的时间不多，这样抬着他去墙边，你们等我一会儿。接着，荷儿，怕不怕？不怕。好，那就翻过墙到那边的院子，和母亲一起等着。你退下吧，就跟三姨娘说，我在其他地方歇下了。如玉，没事吧？没事，你们在这里休息，我还得再出去一趟。还要出去？可别有什么危险呢。母亲放心，你们都在，我不会让危险发生的，我去就会。大嫂的力气真大。贾公子戴着一张鬼王的面具从前院溜了出来，迎风相对，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猴脸。啊，我怎么睡地上？你醒了？你怎么在这儿？哼，那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啊？哼，你得意什么？真拿自己当主子了？实话告诉你，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接着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哼，这是我们的院子，我们不在这儿，在哪儿？我怎么会在你们的院子？明明我夫君呢，我儿长荣呢？不知。昨天晚上霍长荣和三老爷把你抬进来，硬塞给我们，我们也没办法。至于他们去哪儿了，我们不知道。这也不是我们的家，不能随意走动。至于你女儿在哪儿，我们就更不知道了，一直没见着。你儿子也没说。不过你夫君和你儿子昨天晚上走的时候，倒是挺高兴的。你是谁？为什么会这样？放开我！喂，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母亲，救我！混账！敢坏我文清卓的好事！你是母亲，他是你哥哥的，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是你，明明该是你！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害我的然儿，你还我的然儿！有本事你就撞上来，当场自尽。如果没这个本事和血性，就给我听仔细。哼，这事儿是你儿子干的，与我无关。要不是他百般的跪求，我们能来？三夫人，问问你自己，想不通就抽自己耳光，抽通为止。父亲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伺候老爷？你是何人？我们是霍家人。韦小姐不认得吗？这二位，一个是你的婆母，一个是你的小姑。真是唱的一出好戏呀！为了不去流放，你们可真是什么都干得出。这是让我叫我的小姑子姨娘吗？不是的，儿媳妇儿，你不要误会。闭嘴，姑爷呢？霍长荣，你这个吃软饭的狗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老子的人你也敢碰？大哥，我不要叫我大哥，你也配？他娘的，你给我站住！妹妹，这家伙把我带回来的舞姬给睡了，你说怎么办？霍长荣，夫人，不是的，你先听我解释。你可真是能耐了哈！不但把你下贱的妹妹母亲弄进来，还在家里睡其他女人。霍长荣，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你还叫你妹妹勾引我父亲，这种事你都干得出来？你们还能无耻到什么地步？什么？还在这儿装？你为了不被牵连，入赘我们家的时候，是不是说好了和你们家的人断绝关系，
将来生的孩子也姓文。你是不是立了文书？这才几天，又把你母亲妹妹招来，用这种脏法子。我告诉你，霍长荣，就算是他爬了我父亲的床，我也会不答应。怎么会？霍副将，你昨天晚上和三老爷把三夫人交给我们，把你妹妹抬走，现在事情败露，想不认？我不是。你不是？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过来对你妹妹用强？父亲，别和他废话。我早就看这个吃软饭的家伙不顺眼，一副奸相，一肚子坏水。当初要不是有镇南王的面子在，岂能轮到他进我们文家门？他算老几呀？你们也是霍家人？不错，镇南王是我的夫君，这位是我婆母，这两位是我的小叔。不愧是霍长鹤的妻子，果然非同一般呐。我是错过了什么吗？怎能如此热闹啊？嘿，一点家务事，让贾公子见笑了。这可真是……贾公子是贵客，不如请去前厅奉茶，其他人等……文清浊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到轰的一声，怎么回事？赶紧去看看！快来人呐！着火了！快点救火呀！哎呀，房子塌了！快来人呐！母亲，没什么好看的，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好。是你？哼，是我。你能奈我何？颜如玉，你胆子真大，你居然还敢承认！我为何不敢？你生出这种脏的心思，干这种恶心的勾当，你都敢，我为什么不敢？这里是文家，你也知道是文家，不是霍家。你以为你能一手遮天？哼！我表明了身份，纵然我夫君不在，纵然我们是被发配，文清浊也不敢如何。即使你能买通严嵩，可马大人还在城外，他和他手下的禁军个个都亲眼看到你带我们进城。我若死在这里，朝廷追究下来，霍长荣，你的肩膀有多宽，你担得起吗？文家会替你担吗？文清浊老奸巨猾，当初答应你入赘避难是为了女儿，现在你对文小姐不忠，还意图用亲妹子算计她，你觉得他还会为你沾染一丝麻烦吗？我无所谓，你行吗？霍长荣，你舍得抛下荣华富贵吗？哼，你不舍得，怎么你不过去看看，说不定还有惊喜等着你呢。你给我等着，毕竟这还是在文府，你还走不了。后悔吗？都怪你，颜如玉，你不得好死。我得不得好死就不用你操心了，反正你会死在我前面，你也看不见。你有操心我怎么死的闲工夫，不如好好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女儿啊，她被你儿子献给她岳父，这要是做了妾，你儿子该怎么称呼你女儿？你和你亲家又该怎么互称呢？哎，可真是让人头疼。颜如玉，你好歹毒！哼，我呸！到底是谁歹毒？你还好意思说如玉？这是你们自己造的孽，别怪到我们如玉的头上。你们为什么非得让我们来？宁可跪下磕头都在所不惜。难道不是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存了那歹毒之心吗？哼，怎么，现在如玉不过是袁术奉还，你们就受不了了？什么东西啊你们！如玉，我们走。哼，霍家祖宗幸亏死得早，否则也得被气死。霍长荣没事的时候，还是回去看看你们那一支的祖坟吧，是不是被雷劈了？三老爷被他一脚踢到床底下，摔得晕头转向，还没来得及爬起来。今天不知我被戴了绿帽子，原来我爹也一样。你是谁？我是霍家三老爷霍长荣的爹。哼，你们真是不要脸呐！真是好本事，儿子睡我的舞姬，老子睡我爹的妾。你们是不是还想着把文府改成霍府啊？这是颜如玉干的吗？记得当初在道观毁掉神像的时候，比这威力要大许多呀。这间房子塌掉的时候，他人明明不在这里。如果是他是怎么做到的？霍副将来的正好，快点进去吧。
令尊好本事。哼，长荣，你可真会办事啊！父亲，不是这样的，你是要叫我父亲，还是叫这个人父亲？父亲说的哪里话？我既是入赘文家，自然只有您一个父亲。既然如此，你就把他带下去，我眼里见不得脏东西，处理干净再来见我。老爷，我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醒来他就在这儿，我根本不认识他呀！你不能杀我，莫先生最喜欢我的琴声。莫先生，文家竟然也和莫先生有来往，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消息稍后还得和颜如玉说一下。哈哈，让公子见笑了。这里乱糟糟的，请随我去前厅吧。到院门口，撞见闻声而来的严嵩。你又是谁？本官是霍副将请来的，是这里的贵客。你又是何人？哼，本官？你官什么官？这里是文家，刺史才是最大的官，你算哪根葱啊？公子，这位官爷的脾气可不小，我瞧着他的气势比你还足，还是先问问，以免发生什么误会。来人，给我把他打出去！如玉啊，现在这事情闹成这样，我们该如何自处啊？尽管起便即可。三房的人和我们一样都是被流放，文家也得有所顾忌，总不能把我们都处置了。文家还没有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呢，何况是13房的人做的，和我们没有半点的关系。我们可什么也没干。你什么都没干？那昨天晚上扛人的是谁？好，那我们就静观其变，等等再说。你们先歇着，我去找点吃的，饭还是要吃的，大家快吃吧。这包子和王厨做的一样好吃。唉，许是想念之前在王府的时候了，感觉这菜呀都和咱们以前的厨娘们做的味道相近。那您就多吃些，今天早上这饭可以放心吃。放开我，别碰老子！是霍长荣请我来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叫霍长荣出来见我，敢如此羞辱我，滚出来！住手！放开，不许无礼！严大人，我手下无知，还请多多担待呀。严大人，这位是速成刺史文大人。刺史大人不必如此，不知者不怪。来人呐，好好伺候严大人洗漱，叫大夫给治伤，换身衣裳。几位受惊了，这里不是待客之所，请诸位移居他院，给各位压压惊。少夫人聪慧，非寻常女子能及，这一路走来，想必也吃了不少的苦。不知可有王爷的消息？有什么需要本官帮忙的，只管开口。文刺史言重了，我于文刺史素昧平生，怎敢如此不懂礼数？文刺史是三老爷的亲家，与我们无关，我们可不能打着亲戚的名义做些畜生才做的事。少夫人果然非同凡响，也只有你这样的奇女子，才能与镇南王成为眷侣。本官敬重王爷，才想着出手相助，与其他无关，夫人不要误会呀。大人所说可是真的？当然为真。夫人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说是说不完，要不这样吧，我就不说请大人上书请奏为我夫君求情的话了。我们这一路上缺吃少穿的，不知大人能否……还以为有多了不起，说到底就是个女子，目光还是短浅。那位也太谨慎了些。好，没问题，稍后我会派人过去给夫人以及家人备些吃穿，路上用。东西嘛就不用了，一路上带着也挺沉的，不方便。大人若是有心，直接给银票吧，怎么不行？当然，是本官考虑不周，就依少夫人所言。银票，当初见王爷时，王爷神武英勇，让本官极为敬佩，否则也不会让霍长荣娶小女为妻。如今不知少夫人可知王爷身在何处啊？文刺史重情义，真是让我感动。
你都不知道，自从王府落难，冷情冷血的人我们见多了，难怪文刺史能身居高位。重情义之人啊，连上天都会眷顾的。嘿嘿，既然大人同意给银票，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就这个数吧。婆母、二弟和我各算一个，恒儿还小，他就不作数了。毕竟让大人破费太多，我也过意不去的嘛。哈哈哈哈，孩子再小也得算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既然大人坚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等我们走时，必定好好为大人养命。嘿嘿，4万两，银票就劳驾大人给我10张2000两的，10张1000两的，10张500两的，5张100两的，10张30两的，15张10两的，剩下的50两都换成散碎银子即可。唉，我们本来还在愁，等到了西北，日子可怎么过呢？如今遇到文刺史，可见苍天有眼，生不该死，总有救。文刺史，您一言九鼎，仗义疏财，与那些猪狗之辈果然不一样。哎，其实我也不是很想疏财呀。你啊，我怎么了？哦，对了，你是管家吧？我知道4万两对文刺史来说不算什么，但我已经非常感激了。你虽然是管家，可也不能替大人做主啊，你说是吧？说4万两就4万两，不能再多了。好了，先安排住处吧。想套我话，哼，气死你！文刺史，一会儿差人送银票来就行，您不必再多跑一趟。老远就听到你们在说什么银子，我没有打扰到你们吧？啊，不好意思啊，我身体不太好，最近快换季了，有点咳嗽。哦，你们继续。哼，怎么不渴死你？贾公子有所不知，大人慷慨，愿意资助我们4万两银子。哦，当真？文大人真是心地良善呢。之前文公子还说想与在下合作，哈，说实话，在下还担心文公子的实力呢。如今看来倒是在下多虑了。是啊，父亲，儿子与贾公子要好好合作，您是不是很高兴啊？我高兴你个鬼！莫不是大人有什么难处？啊，如果实在不行，这银子由我来出好了，不劳大人。哎，怎么会？贾公子是客人，怎么能让贾公子出钱？4万两，不算什么。少夫人先去休息，稍后本官会差人按夫人所说的全部准备好。那就有劳文刺史了。4万两，4万，这小狐狸可真敢张口啊！贾公子这咳的可不轻，要保重身体啊！多谢少夫人关心。哎呀，如玉啊，我们真要他的钱？要，为什么不要？母亲放心，他必有所图。我今日也是试探他，连4万两他都舍得，可见所图非小。既然他想当猎手，那我就得咬下他一大块肉，让他疼，舍不得撒手，直到把命都搭上。如玉啊，他可是一城刺史，不同于严嵩啊。是啊，大嫂，我看这姓文的不是好惹的，就是个笑面虎，咱们还是不要冒险的好。我听嫂嫂的。母亲，常旭，我并非为着他那点银子，说实话，他这4万两我并不看在眼里，有他没他，将来到了西北，我也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但是我怀疑他与夫君的被害有关。你是说他先是试探夫君的下落，而后我说4万两他都能答应。再者，他本就是一网的人，这不能不让我怀疑。方才严嵩挨打，你们都看见了，文清卓匆忙赶来，又好言以待，态度转变得太快了，这其中定有缘由。你是怀疑他们之间有勾结？不排除这个可能。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不想让你们太过担忧。只要他们有所图，只要夫君还没有现身，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大家听我的便是。我们不怕，只要咱们在一起，没什么可怕的。如玉，我听你的。大嫂，我也听。还有我。少夫人可在？是那个病歪歪的人，叫什么贾公子的。大嫂，要见吗？我怎么觉得此人神神叨叨的？见一见。我看文海哲对他十分的恭敬，定有些来头。方才也为我们说话，说不定能帮上忙。贾公子，有何指教？有件事情我思来想去，
还是想和夫人说一说。你说。我呢，自幼身子不好，因此特别崇拜身强体壮、能纵马驰骋之人。而真南王纵横沙场，令敌人闻风丧胆，是我心目里的英雄。我方才听文公子说夫人是王爷的妻子，实在是心生钦佩，因此特冒昧前来。这倒是，我家王爷神武是很多人心中的英雄，贾公子如此也不例外。王爷必定是冤枉的啊！夫人照顾王爷一家，待王爷回来必定不会辜负夫人。少夫人，是在下说错什么了吗？没有，我只是觉得英雄的力量很伟大。哼，一提到你心目中的英雄，你好像也不咳嗽了。贾公子此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向我表达对夫君的敬意吧？不是，我是有一事想告知夫人。夫人可听说过莫先生？怎么，贾公子也听说过？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方才夫人没去那边，文大人的三姨娘与人私通，文大人很不满，想要处置他。他就提到莫先生，说是莫先生很喜欢他的琴声。多谢贾公子如实相告。应该的，实不相瞒，我到文家也并非只为了合作，也是想办点其他的事情。若是夫人需要帮忙，可尽管吩咐，只要在下能办得到，一定尽力而为。贾公子，我们似乎并不太熟，你这般厚意让我惶恐。少夫人哪里话，我成不了镇南王那样的马上英雄，能为他做点什么也是应当的。要是能帮上夫人，是我的荣幸。夫人尽可信我，我绝不辜负。如此，多谢。那夫人有什么计划吗？我还得好好想想。若是有需要公子相助的地方，自会开口。贾公子取出一只哨，轻轻一吹，一道黑色的影子掠来，落在他的肩膀上。这只鸟有点灵气，能传简单的话，能传信。夫人若是想通知在下，吹哨叫他即可。我这几日也暂时留在文府。哎呀呀，真是个好姑娘，好姑娘！哎呀呀，这鸟说话的语气实在有点耳熟。公子，不瞒你说，我们队伍里有一个小胖子，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兄弟被水冲走的那个，他就长了一张聒噪的嘴，说话的腔调和你这只八哥挺像啊。鸟嘛，说话都怪声怪气的，听着差不多。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哦呀呀，耳朵红了嘿！啊，少夫人多休息，在下就不打扰了，告辞。嫂嫂，他会说话啊？会说，会说。小公子美，小公子俊，哎呀呀！大嫂，这个姓贾的什么来历？会不会有什么坏心眼儿？坏心眼，坏心眼。据说是个盐商，富甲一方，文家父子都挺重视的。现在他是个不错的助理，先看看再说。要是银锭在，一定很喜欢这鸟。银锭，银锭，富贵昌定，银锭，银锭，干过金锭。哎呀呀，谁最有钱？银锭，银锭。啊，他说什么？我的天哪，他在说什么？有意思。少夫人可在？是那个管家。我去看看。来送银票的吗？少夫人说笑了，小的就是个管家，管的都是杂事琐事，哪能管4万两银子那么大的事啊？也对，那你走吧。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少夫人，你不是说了吗？你管的都是杂事琐事，我的事可不是杂事琐事，是4万两银子的大事。换个能管大事的来。少夫人，我家大人想请您过去一叙。办好一件事再说下一件，你办不了，换个能办的来。文大人，瞧我这几个字写得怎么样？莫先生的字又精进了，笔锋比上回更锋利了些，力道也更大更稳。文大人有心，昨天晚上府里挺热闹啊！文刺史爱风流，文公子爱舞乐，连家婿也有样学样。文刺史，你说这算是家学渊源吗？莫先生，下官知错。这次的事情，你担当得起吗？我本来有打算，文刺史就是管不住身下的东西，差点坏了我的大事。还好，自作聪明的人是霍家3房，倒霉的也是他们。
若是霍长鹤的家人有闪失，让他从此不再现身，温刺史，你可就不只是死那么容易的事了。是，先生教训的是，以后我定当为先生马首是瞻。呵呵，温刺史这话说差了，不是我，是翼王殿下。是，先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霍长荣此人留不得，我会料理，再给文小姐另择良婿吧。是，我正好认识一位青年才俊，和文小姐很配。稍后你去和文小姐说一声，今天晚上我带她去见见。大人，他不肯来，非要让管大事的人去。的确有意思，那文大人就亲自去一趟，就说我要见他。这管家太聒噪，舌头留下吧。文大人来了，来送银票的。银票，我就是个管琐事的。哎呀，管不了银票。少夫人，手下人不会办事，还请少夫人不要介意啊。大人哪里话，银子到位，这点介意自然也就没有了。银子在准备，这也不是小数，还请少夫人再耐心等等。我这次前来是来请少夫人换个地方说话，有人想见您。什么人？是莫先生。什么莫先生？我不认识。莫先生很有才学，他……我家二弟也有才学，有才学的人我见得多了，他算哪根葱？让我去我就去。少夫人，客随主便，莫先生有些特殊，不愿意让其他的人瞧见，所以还得劳驾您一趟。文刺史这话我算是听懂了，我是客，您是主，就得听您的。他莫先生见不得光，所以就得我去。哼，行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不去显得不识抬举。那走吧。好好的一个漂亮女子，怎么说话这么噎人？镇南王怎么会娶这样的人？走啊，文刺史。看好院子，没我的话不许别人进来。莫先生，少夫人来了。找我什么事？说吧。少夫人，你可识得此物？看着有点眼熟，怎么了？这是镇南王的东西。少夫人，我想助你们逃走。逃走？哼，和谁逃？往哪逃？和镇南王的家人逃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只要少夫人说得出，在下就做得到。被发配的都是镇南王府的人，要是与王府无关，也不会被发配。我还是想回京城，回王府做王妃。既然先生能做到，那就拜托了。我的意思是，你还有镇南王的母亲兄弟，除了京城回王府都可以。所以你是想让我做自私自利之徒，不顾别人的死活，不回京，不回祖籍告慰先人，一走了之。莫先生，你想助我们逃走，可你没问我们愿不愿意。我只要我想，不要别人替我想。告辞了。且慢，还有事儿。少夫人，这是王爷的东西，您还不明白在下的意思吗？我是王爷的人。这块还有这个，都是王府的牌子，管事的，一等奴婢的，还有护卫的，连采买的都有。你还想看哪块？这都行？莫先生，可不是拿块牌子就能说是我夫君的人。告辞。文刺史，银票好了吗？麻烦快一些，备好我们也就走了。先生，您怎么？先生，严嵩，你敢泄露我的消息？我没有啊，先生，实在冤枉。你没有？你可去过那座道观？去过。我的人在那里折损，只有一个信使死里逃生。他可是告诉我，颜如玉冒充我的指令对信使下套。若不是你说的，还能有谁？严嵩，你这头脑有颜如玉的1/2，我也不至于如此操心。小公子又见面了，有事儿？方才我瞧见文清卓把少夫人请走了，是去见莫先生。假的。哦，那少夫人打算……我们回去收拾东西，这就走了。流放犯也不得公子自由，我们不是来做客的。告辞。
本来想让他在这儿好好休息2日，我也正好查查文清卓手里有没有什么证据。大嫂，这还是你收着吧。让你拿你就拿，这才几天，又不听话了。这样做也是以防万一，以后路还长，我自然希望能一切顺利。但万一有个什么差错，大家分开了，有钱傍身，至少能保密。不过财不露白，除了我们彼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要告诉。嫂嫂，我们会分开吗？这小子还真会抓重点。我不要和嫂嫂分开。二哥，是不是你又气嫂嫂了？喂，好想打人！恒儿，乖啊，听你嫂嫂的话，把银票收好，记住你嫂嫂的话。颜如玉，收拾东西，上路了。他是谁？他是文府的家丁，文刺史觉得我一路辛苦，派个人伺候我。哎，我说，我跟你说得着吗？你就是个犯人，轮得到你来问我？严大人好大的威风，保持住。当然，你干什么？啊，没什么，脸有点疼。我们的人呢？严大人，你们把严大人藏哪儿了？叫出来！光天化日藏着朝廷命官不给，刺史府怎么了？就能无法无天吗？你可真的好本事！比不得严大人，深受同僚们喜欢。行了，别嚎了，您有事儿？颜如玉点头，吹了一声哨子，那只黑色的八哥扑棱着翅膀从远处飞来。好看吗？好看，好看！哦呦呦，真好看！今天晚上替我照顾好母亲兄弟，以后这八哥就让你养。好，好的。您要去哪儿？回陈一堂。回宿城。颜如玉取出准备好的小字条，拍拍八哥的头，去。夫人，这可不行啊！我们都走了10来里，等你到宿城，城门早关了。再说，我骑严嵩的马去，不然他怎么会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身边的那个家丁，帮我引开他，能做到吗？这样最好。颜如玉递颗药丸给他，麻醉完，你把那个人引走，找机会弹到他身上，只要皮肤接触即可。他可被麻醉1个时辰。你说真的？回去干什么？我怀疑文清卓与我家王爷被陷害有关，就算不是直接人物，也一定知道点什么。我得回去。我知道你想为王爷洗刷冤屈，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君子报仇10年。我等不了10年，我不是君子，只是个女子，有仇必须当场报，哪怕没有什么证据。文家父子祸害一方，除了他们，也是为民除害。你要杀他？我告诉马大人，是相信马大人的为人，应该能体会被陷害之苦。若是马大人想拦我，或者想去告密，那……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此事太过危险，我自有办法。大人只要装作不知，照看好我的家人就好。正想寻找方向，忽然一道疾风从身后而来。是你？你家公子呢？文海哲。好了，你回去吧。保护？我不用。保护？这样吧，你回去给你家公子送信，让他稳住文海哲。稍后我有话要问。谁让你进来的？东西放下，滚出去！文大人，忙着呢。是你？你没走？走了。这不是又想起来还有点事情没有弄清楚，特意来问问。少夫人，银子也给你了，你还要什么？比起我家夫君的清白，区区4万两，又算得了什么？我镇南王府若在，休说4万两，就是你整个刺史府，又岂能相提并论？少夫人，镇南王府的事是朝廷，是皇上做主，与本官无关。本官念在与王爷曾经的情分上，请少夫人过府，又赠予银两。少夫人，您现在怕是不太合适吧？往日的情分，哼，文刺史这话还真说得出口。我夫君是怎么被诬陷的？文大人，你当真一点不知情吗？不知。不知？你不知，莫先生也不知，义王也不知吗？少夫人，莫先生你见过了，他是假的，诓骗我说他是王爷的人，哼，笑话！我要是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能活到今天吗？能坐在这里与刺史大人说话吗？那么
少夫人究竟想如何？你既是够聪明，就该知道，这是我文府，不是镇南王府。你应该庆幸，这不是镇南王府，否则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文刺史，最后问你一次，能不能好好说，我家王爷被陷害，是不是与翼王有关？严瑞拿出匕首，轻轻放在桌上，刀尖对着他，能说吗？我在速城，翼王殿下在京城，他做的事，我如何？那就是不肯说。还给我！严瑞另一只手握着刀柄，直穿过他的手背，钉进桌子。啊！这是什么？想干什么？哼，不敢说。你粮库那些药材，干什么用的？哼，看来我猜对了。文清主，你可真是个好官。我再问你一次，镇南王府的事，你有没有参与？知道什么？说。怎么会有人比莫先生还狠？而且还是个女人？我没参与那种大事，还不够资格。而且我也不在京城。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没参与，但我听说翼王说过，对镇南王不满。他说他不过就是一个异姓王，靠着那点军功而已，根本没法与皇子比肩。可他偏偏不知道示弱，从不把翼王放在眼里。我听说翼王往边关派了不少暗桩，我琢磨着镇南王被陷害与他肯定有关系，但我真不知道细节。莫先生应该知道，他是翼王的心腹，真的。你与翼王的来往书信可有？没有，真没有。莫先生行事谨慎，每次都是由信使送来，看着我读完直接烧毁。我也想留，但根本没有机会。这次的事，翼王说等我做好就想办法调我入京，我也是为了做到这种地步，天不熟我来收。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啊，找我的。你怎么是你？你不是走了吗？你身上哪来的血？哦，你爹的。你说什么？弄死了。我得走了，时间差不多了，过来和你说一声。你不是说让我帮你拖住他，不是说有话要问他吗？没什么话，他爹都不知道，他一个废物就更不知道了。文海哲突然翻身栽倒，见文海哲倒在地上，双手捂着喉咙。我可什么也没干。给我求啊！给什么药？他中毒了。他不是毒那么简单。药在哪儿？我房间多宝阁最上层小盒子里。反正也是要死的，何必管他？不是要救他，是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了，正是一个猜测。那我去找。不用，我去。药的事不比你懂。颜如快步走到院子外，很快便找到文海哲说的那个小盒子。这里面是什么？说。多香散。难怪他急需要钱，原来竟是用上了这种东西。我以为……你以为什么？我四处游历也听说过这种东西，以为这些东西还只是暗中在民间流传，没想到这种东西就是以控制人的意志为主，染瘾之后千方百计也要得到。控制百姓有什么意思？当然是用在达官贵人身上更有效果。喂，我问你的，这东西是谁给你的？我是用来治病的，这种药千金难求，我求了好久才得到这么一点。我问你，从哪买的？是一个老先生，他只收草药，用草药换，不收银子。人在何处？不知道，前2天还在速城，后来听说他又走了。他也是四处游历找药材，居无定所。人交给你，我走了。边关百姓被这东西折磨得生不如死，你却觉得这是好东西啊？你这种人活着有什么用？去搜文海哲的院子，看有没有其他线索。把这个倒一点在纸包里，给曹军医送去。没了。什么没了？什么都没了。如玉一进府你就见到他了，是吗？是。什么时辰？虚实政客。去别处看看。那个老头。什么老头？2年前那个老头，您救的。你是说，是一个和那个老头一样的人，把东西都拿走了？看来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了。背后之人可真是实力强大，连这种人都能用上。文小姐不要怕，我和令尊商量好的，再给你找个好归宿。放心，
我与令尊关系匪浅，不会亏待你。你瞧那里面是个新死的公子，才高8斗，相貌英俊，家境也不错，陪葬的东西也多。文小姐若是一起埋进去，定不会受苦受穷。不，霍长荣，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死的本该是你。我和文清浊说好的，你不能留。邱先生饶我一命。就在刚刚，你若为文小姐求于剧情，死的就是你。哼，我喜欢冷血无情又够无耻的人，你就是。谢先生夸奖。这个霍长荣还真是自私到极致，的确够无耻。这个赏你，记住了，从今以后世上再没有霍长荣这个人，只有……突然一声嘹亮的口哨吹响，3个黑衣人从坟的方向奔来，快若闪电。有人拿下！田如戴上红脸面具，手中刀由一变双，双刀寒气凌厉，反击3剑。拿住他，要活的！顺手抓了2颗药丸，砰的炸开，毒雾顺风飘散。倒是有几分能耐，有趣！抓住他，带回去让明老练个药人。2名黑衣人左右夹击，不再给颜如玉从空间取东西的机会。正在败退之时，2道凌厉的风神直奔黑衣人而来。你要把谁练成药人？小心些，此人诡异得很。远处的风掠过草间，有人踏草而来，又是3人。赤瞳，算你们识货。颜如玉可不想和这些赤瞳缠斗，借机扔出几颗毒丸。走。实在不好意思，不知可否方便共乘一马呀？哎呀，方才打架用了真气，这会儿实在是……不说贾公子，你身体好的能打架，这咳嗽装的实在不像。我真的是身体不好，就是时好时坏。上马，后退一些。你准备去哪儿啊？当然是回队伍中去。贾公子，我只能把你放到城门口附近，无法远送。行啊，我明天也上路。文家没意思。你以前见过赤瞳吗？好似对他们挺熟悉啊。哼，见过，还见过他们死的样子。有个倒霉的家伙还受了伤，弱鸡得很。你觉得赤瞳和夺香伞会不会都是莫先生搞的鬼？怎么样？您的药真是厉害，那家伙现在还没醒。马大人，照我们的路线，咱们会经过安泰镇吗？路过。安泰镇虽然不大，但有位置优势，再加上特殊原因，算是个重镇。什么特殊原因？你不知道？不知道，我以前一直在家里，缩在后宅，外面的事情并不知情。安泰镇是当朝老首府的故里，老首府家一门3杰，他们父子3人都是朝中重臣，每年都要回乡祭祖。老首府还出资建了书院学堂，还修桥补路，因此百姓们还给首府建了座生祠。据说生祠附近的寺庙现在也是香火鼎盛。你想去安泰镇看看？放心，一定有机会。怎么说？严大人一心想往高处爬，这种机会怎么会错过？他定然会去首府生祠中拜望。多谢马大人。快到中午时，2匹快马自道上飞驰而来。严大人又见面了。你大当家怎么又回来了？事情办完了，自然要回来的。接下来还要与大人同路。大哥哥，小公子，你好啊。夫人，少夫人，又见面了。是啊，这么快又见面了。扮个病殃殃的样子不方便，这是又搬回大当家了。我来的路上买了些肉和米面，给大家补一补。颜如玉吹声口哨，8哥飞来落在他的肩膀上。银锭银锭，富贵昌定，银锭银锭，干过坚定。哎呀呀，谁最有钱？银锭银锭，耳朵红了嘿！大哥哥，你去哪儿了？我去拜访了一个朋友，托他帮个忙。上回看你爱吃这个，谢谢大哥哥。不谢，这是我给你送我红果子的回礼。怎么严嵩身边多了个人呢？干什么的？他是严大人新找的随从。大当家这趟拜访的是个什么样的朋友？是这是一位贾公子送给我的真8哥，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大当家以为如何？不错，
挺好，该死的鸟。这是哪里来的？从文府顺出来的，放心吧。大夫人，能不能匀给我一点面条？我女儿这2天一直在拉肚子，她是庞志，和长鹤是同辈，她夫君杭儿比长鹤大2岁，你应该叫她二嫂。她的女儿啊，比恒儿大2岁。多谢，我一会儿把碗洗好了送过来。唉，他们也是可怜。这次王府喜事，远的近的都来了，结果被抄了个干净啊！娘亲，你也吃。娘不饿，香儿吃，爹爹吃。爹爹也不吃，香儿不舒服，快吃吧，吃了明天就好了。荣氏回头看到颜如玉，我一会儿就给您送碗。婶婶，你叫什么？我叫沁香。手伸出来，别吃太撑，7分饱。就这面汤把药吃了。多谢少夫人。少夫人，我无以为报，若有什么用得着的，只管差遣。路上出现几点光亮，还有脚步声由远及近，不像练家子。怎么遇见这些人？我不想住这儿了。那住哪儿？走到天亮也到不了客栈，我是走不动了。可我们是要去拜文曲行军的，和他们一起，咦，多晦气！那和他们分开住？喂，你把房间让给我吗？睡觉。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二哥，睡觉。你读书，不如投猪。书生，撞墙叮咚，哎呀呀！不要个脸！你这鸟嘴怎么如此阴阳怪气？哎呀呀！也会飞，银驼，我是银驼。去你的银驼！老子还是金锭呢。哎，你骂谁呢？切，我们又没骂你。老子就是银驼，你们又干什么？我们要住。你们谁呀？我们是秀才，要去安泰镇拜文曲行军，赶紧把房间腾出来给我们住，也算你们积一点功德。嘿，还功德？让给你们就是功德？你当你是谁呀？菩萨就是这么教你的？鹦鹉，王爷鹦鹉，阎王罗刹不在话下。听到没有？我家小兰都说了，阎王罗刹我们都不怕。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什么秀才，这张嘴就是酸味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文曲星呢。你简直不可理喻。哦呦呦，你们可理喻？你们讲的什么狗屁理？来了就抢人屋子，强盗都没这么干的。哼，什么叫抢？不就是想要钱吗？给你。唰的一声，碎银薄片带着凌厉的风声蹭划过李书生的脸，直插入树干。有了大当家的加入，再加上这只八哥，我连吵架的力气都省。抱歉，我这位同窗不会说话，几位别介意啊。我们也是错过宿头，不得已才来到这里，那边人太多了，还请几位行个方便。哦，嫌人多，你们嫌人多，我们就不嫌人多，咋的？你们高贵？哼，你们也不想想，为什么我们这边人少？是他们不想来吗？哎，这就走了吗？不得吵几句？真没劲儿。再来几句嘿。这怎么睡？我根本睡不着。睡不着你就休息会儿，明天还要赶路。早知道就30两雇下那辆车，说不定其他人早都到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好位置。30两我们雇了马车，到了安泰镇露宿街头吗？还是不用吃饭了？那我们比别人晚到，到时候连庙都进不去，怎么告状？告状以后还愁没有30两吗？300、3000、3万又如何？还不是任由我们取？从官差们的房间里走出一个人来，家丁打扮，正是跟着严嵩的那个人。迷药丸还有吗？来一个。霍长鹤指尖一捻，手指微弹，弹向李书生他们的方向。啊，去李书生那边把钱袋子偷过来。等那个家丁回来，冲着他砸了过去。谁？我的钱袋子呢？还我的钱袋子，小偷！你说谁？谁偷钱说谁？大家看，这个人偷了我的钱，被我抓得正着，还不承认。大家看，他手里的钱袋子有点旧，还绣着个李字，那就是我的。你也是缺钱跟严大人说，为何要偷？
我钱比他还多，我偷他的干什么？哦，原来你是个惯偷啊，已经偷了这么多了。你胡说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小偷，把钱还给我，我这里面原来有50两，还钱！混账，不给你点厉害，不知道天高地厚。潜龙手，这招看似简单，其实很厉害。你是为了试探他？当然，难道我还真闲得无聊，栽赃他偷钱呢？哼，你一直都很幼稚好吗？我这一天都在观察他，他的身形步伐都不像一般护卫，能使出潜龙手更是不同寻常。怎么说？潜龙手是吴家独门技法，轻易不外传。这个人要么就是吴家人，要么就是关门弟子。哪个吴家？速成的前任护城使，他家就在安泰镇。2年前老父去世，丁忧在家。又是安泰镇，还是速成的前任护城使。怎么了？你随我来，这是我在文清卓书房里找到的安泰镇地图以及人口情况。安泰镇又不是文清卓的管理范畴，他弄这个干什么？我在文府发现了一些药材，我怀疑文清卓是想在安泰镇干坏事儿。药材？你的意思是？只是推测，文清卓只是知道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莫先生真是了不得，对谁都不吐出完整的事情，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你说。能否请你的手下先去安泰镇走一趟？可以。那就多谢了。回头我让银驼编几句词儿，交给八哥，让他也赞扬赞扬你。母亲，再给小姑娘一碗粥吧。哎，好。漂亮婶婶，婶婶，你是仙女吗？我觉得你是仙女，好看还会法术。我今天肚肚就不痛了。再夸两句。仙女婶婶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皮肤好白，眼睛好亮，说话的声音也好好听。不好意思，少夫人，孩子不懂事。没事儿，挺好的，我喜欢听他说话。那，给他吃吧，养养。多谢多谢。漂亮婶婶，仙女婶婶，我走了。这也行。仙女，皮肤好白，眼睛好亮。漂亮嫂嫂，仙女嫂嫂，简直没眼看。再冷硬坚强的女孩子，也是喜欢听好听的话的，她也一样。看来以后要多说给她听。颜如玉凝眸看，是个女子，带着一个小男孩。请问这些是霍家的人吗？是。你是什么人？让开！敢问镇南王的家人可在？你是何人？我与镇南王定了终身，特来寻他的家人。颜如玉，快过来看！如玉，这不可能，我去问。不用，我过去看看。颜如玉，你看看，他说他与镇南王定了终身，还带着个儿子啊！你从哪来的？我叫葵鸟，从边关来，这名字还是王爷给我改的。他说我像葵花一样向阳生长，这是我们的孩子瑞哥。既然如此，就随我去见见母亲吧。姑娘，你是？我是王爷的正妻。走吧，母亲。他说他叫葵娘，从边关来，这是他的儿子瑞哥。见过母亲，瑞哥是我和王爷的儿子。你说是就是啊，我从未听长河说过你。我知道，我们是私相授受，为世人所不容。我自知身份卑微，配不上王爷，所以一直不敢公开。王爷说等回京之后向您禀报就，那这是王爷送予我的定情信物。这块布是从当初王爷受伤被我救起时穿的衣裳上剪下来的，这上面就是王爷的血。玉佩并不是独一无二，这血衣更无法证明。子嗣事大，我霍家虽然遭难，但也不能随便认亲。大哥现在下落不明，姿势体大，我们不能替他做主。我出身不够好，可是这和出身无关，我们不贸然认你，并非因为你的出身。我们自己现在都是犯人，谁也不比谁高贵，是因为血脉正统，不容有失。我说的够清楚吗？瑞哥，你也跪下，给祖母磕头。夫人，我们娘俩千里迢迢也无处可去，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还请收下我们。如果实在不行，那我就以死谢罪，
只求你们留下瑞哥。你别这样啊，也别跪我，你快起来。您不答应，那我们就不起了。你不必跪我母亲，刚才我说过了，你再跪也是无用。魁娘，别弄道德绑架这一套，示弱威逼在我面前不管用。起来，你就是想跟着走，对吗？是的，我们……那好，可以。但我把话说在前面，我们都是流放犯，没钱没势，一口吃的都得想办法。你要是跟着走，就自食其力，没人惯着你。好，我知道。哎，大嫂，你几岁了？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他今年4岁。仙女嫂嫂，他们是谁？你说过不会和我们分开的，对吗？对。哦，拉钩。母亲，我相信大哥，此事定有古怪。我也相信。夫人，我看那女子不像好人，你可别轻易被她骗了。为什么这么说？你认识？我当然不认识啊，不过我观她面相，天庭窄，下巴又尖，天生一副可不像。王爷英明睿智，怎么会看中她那样的人？只有您这样的仙女一样的夫人，才配得上王爷。你还会看相？那你给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话太多，影响寿命？你来的正好，我有话和你说。婆母，我也有话跟您说。婆母，您是长辈，您先说。哼，你先别急着叫我婆母，让你跟着走，那是如玉心地好，不代表我们就认下了你。我知道，婆母对我还心有疑虑。母亲，这是王爷让我给您的信。什么？长鹤的信？正是，王爷不便露面，特意让我前来。现在他身边能信得过的，也就只有我了。王爷现在就在安泰镇，思念您和弟弟们，只是现在多有不便。怎么不便？是受伤了吗？是的，王爷死里逃生，受伤颇重，现在只得隐姓埋名。婆母，这队伍是要路过安泰镇的吧？是啊，按路程走应该是的，但是这能不能进镇就不得而知了。得想办法进镇才行啊。王爷望眼欲穿，一直盼着和您相见。我会想办法的。婆母好好保重，王爷也牵挂着您，此事暂时不要让旁人知晓。我懂。你们等等，来，给孩子吃吧。快，谢谢祖母。现在不同往日，先委屈你些日子了。我不打紧的，能留在王爷身边，能见到您，已经是我的福分。只是不知道夫人能不能容得下我。我看您和弟弟现在都听他的，是吗？是的，如玉能干，我们自然听他的。可是婆母才是一家之主啊！我虽出身微寒，但爹娘也自小教导我，出嫁从夫，对婆母更是要敬重。岂能……母亲，您怎么了？旭儿，母亲有东西给你看。严姐姐，你倒是说话呀！那女子……严姑娘，你若不想让她跟我们出面，你看如何？多谢两位，此事就不劳烦你们了，先让她跟着吧。若有需要，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那个家丁什么动向？昨天晚上和那几个书生闹了一通之后，就没怎么说话了，多了不起似的。你去拿点吃的来。严姑娘，我看那个家丁不像寻常人，有些身手，不知来意，我盯紧他，你们也要多加小心。我知道，多谢马大人。那女子先看看再说，大人对她如同一般犯人即可。也好，我有话对你说。你在激动什么？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孩子，他们……我知道，他不是从边关来的，那孩子也不是王爷的。大当家，之前你我约定的事，还请不要受此事的影响。待你手下做成事，还请务必告知于我。你怎么知道？那个女子她……很简单，边关到此路途遥远，我们这些人从京城到此地尚且走了这么多日子，何况她是一个女子，孤身带着幼子。她虽然风尘仆仆，但脚上穿的鞋子是薄底，皮肤尚且还算白呢。那如果路遇好心人，有马车搭乘呢？抛开这些不谈，她最关键的点就是陈述
他与王爷有私情，还有一个儿子。不错。如果孩子不是王爷的，那无论他说的什么都不攻自破，与他乘不乘马车无关。何况我能肯定，他的孩子不是王爷的。你是怎么肯定的？是因为无条件相信王爷？相信是一方面，我有我的方法。还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不用，大当家冷眼旁观就好。那个家丁我帮你盯着也好。夫人，请留步。何事？我这一路上……一路太长，我没有时间听。你只说找我什么事，直接说。让瑞哥进屋住吧。答应你跟着走的时候，我说了什么？重复一遍。可是……没有可是，在我这里只有照做。你若不答应，明天一早可以自行离开。夫人，瑞哥还是个孩子，你就这么狠心，没有半点恻隐之心吗？没有，你这当娘的都能带他一路跋山涉水，我一个外人要有什么恻隐之心？我素来不信佛，即便信，我也只会是怒目金刚，不是菩萨。有事找我，有话要说，说吧。如玉，亏娘刚才偷偷告诉我，说长鹤呀在安泰镇，还拿了这封信给我。我不相信他，但我和长旭看过，这信上呀确实是长鹤的字，此事着实古怪，所以我们想和你商议一下。大嫂，兄长没有上过书院，他的字是父亲教的，我十分清楚。我认真看过，这字迹的确是他的，而非有人模仿。那您是怎么和他说的？我装着相信的样子，焦急又不安。对了，我还拿了几块点心给那孩子。如玉啊，我还是不信那孩子是长鹤的。大嫂，我也不信。如玉，如果退一万步说，长鹤真干了这事儿，我就不认他。你给我当女儿，如何啊？我定会好好疼你的。母亲，还是要相信大哥的。先说这封信，字迹是真的，但信是假的。拿碗清水来。这是古董书画的造假之法，我曾听书院的先生提过。没错，这就是一种技法，说起来并不难。重要的是，对方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处境和心情，知道我们一旦得知王爷的下落，必定急于想知道，又认定自己是真的，自然也就不再有其他的疑虑，然后就会被他们牵着走。可是他们是怎么拿到兄长的手书的？要想做到这些，手书必得是真的。你说的正是关键所在。但我还是没看出来假来。这很正常，因为心生牵挂，关心则乱。母亲，你今天做的也很好，就按照今天表现的继续，看他究竟要干什么。行，没问题，我现在演技还可以。别演过头，不要一下子就相信他，不要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我明白的。那我呢？我做什么？你和母亲打好掩护，时不时的帮他说上几句就好。大夫人睡不着，还想拉着霍长旭和儿子对戏，就听到窗下有轻轻的抽泣声。谁在外面哭啊？婆母，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无妨，你怎么了？哎呀，倒是快说呀，快说呀！你不说，我怎么往下演呢？婆母，能不能请您和夫人说说，让瑞哥进去睡？他太小了，打扰婆母休息，实属不该。只是你也是做母亲的，小婢应该能体谅一二。我之前和夫人说过，夫人没有同意，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么小的孩子可真是可怜了，这么远的路，你是怎么带着他风餐露宿的？为了王爷，我什么都能忍。这如玉也是，这么小的孩子能占得了多大的地方？罢了，让他和我一起睡，我看谁敢说什么。多谢婆母，我们母子能遇见您这样的婆母，实在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难怪王爷经常说您是天下最好的母亲。就你会说。好了，这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歇着吧，我先带他去睡。这孩子不会哭闹吧？倒是不会哭闹，不过自从落地还从未与我分开过。都是这样，当娘的总得习惯呀。
好了，就这样吧，明天再说。有这么个儿媳妇儿，天天得烦死。推脱说要去准备早膳。魁娘惊讶地瞪大眼睛：夫人不会怪罪我吧？我是穷人家的女儿，比不得夫人尊贵，这些粗活都是做惯了的。如玉，魁娘和你说话呢。大嫂，她虽不合礼法，但总归是生过子嗣。二哥，你是不是又傻了？小公子别生气，二公子也没别的意思，你们歇着，我去准备早膳。我就生气。小哥，能不能？不能，这是我的锅，我的东西一概不外借。你想做饭自己去找。可我初来乍到，实在不熟。你跟我熟吗？不也开口了？主子，好不容易遇见王妃这样的，多般配，偏杀出这么一个，又爱假哭，又爱说假话，还带着个假孩子的。小哥，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你？你得罪我？你得罪得着吗？起开，我要做饭。要哭了嘿！哎呦呦，眼泪来了嘿！母亲，我要和嫂嫂做一家人，不喜欢那个人。我知道，乖啊，先吃饭。庆星，快来！长恒弟弟，什么事？给你吃吧。我不能要，我肚子不疼了。娘说不能再白吃。我让你吃的，没事儿，吃吧。婆母，能不能？喏，吃吧。魁娘啊，那什么，你是个好孩子啊，赶紧收拾一下，吃点东西，准备上路吧。这要不然一会儿官差下令就不得空了。也是鸟也会飞，扑啦扑啦飞。好气啊！大哥哥，能让庆香和我一起骑马吗？你想吗？他病刚好，而且他喜欢嫂嫂。不过这马是你的，得你说了才算。现在是你在骑，听你的。婆母，瑞根最小，能不能让他也骑马？可怜的孩子啊，真是辛苦你们母子了。我这看着呀，也真不是滋味，恨不能替你们受了去。哎呀，过啦！不过那马不是咱家的，是人家别人的，我说了这也不算呢。我看方才那小女孩上去，不是少夫人说的吗？她和那个人关系不错吧？婆母，那个男人瞧着魁梧高大，还有点凶，是不是好人呀？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哎呦呦，不是好人嘿！大点声说，别让八哥做什么传话鸟，有话到本寨面前来说。哦呦呦，我瞧这是谁呀？刚才就开始搬弄是非，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天地之间就剩下这一张嘴。没脸啦，要哭了嘿，眼泪吧嗒，小嘴夸嚓，没脸啦！哦呦喂，仙女仙女，皮肤好白，眼睛好亮。魁娘飞快地看了一眼大夫人，她扶着头，身子晃了晃，做事要晕倒。要晕了嘿，要晕了嘿，眼泪吧嗒，脑瓜生花，眼前一黑，四仰八叉。哎呀，这下可怎么好啊？赶紧让我上小板车呀！我来，我有独门绝学，专治晕倒。看到没有，我这小铲纯铁打造，锃光瓦亮，这一铲子下去，晕得多沉都得醒。银锭抄着小铲子找角度，小铲子带着风，刚往下一铲，魁娘就醒了。哎呀，醒了就好呀，快起来。怎么就醒了呢？我这小铲子还没试呢。那个孩子你注意到了吗？不太对劲，不过不是池头。你手下有消息来吗？暂时还没有，傍晚估计就有了。那个夫人没有为难你吧？为难我什么？我看那女子挺会讨夫人欢心呢。母亲长着王府的后宅，又经常入宫，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一点大当家无需操心。夫人睿智。大当家，这一路上多亏了你的帮忙。我看你的衣裳有些旧了，我之前在镇子上买过几套衣裳，送你一套吧，表表心意。
如此就多谢夫人了。那就等晚上吧，我找一找，然后拿给你。严姐姐，我这还有半只烧鸡，给你。不用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你留着自己吃吧。严姐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只管说。好。严嵩和那个人怎么样了？看不出什么呀，也不怎么凑一起说话。你说他们俩究竟在谋划什么？孟差官，马大人叫你。是吗？我怎么没听见？你干什么？我这是准备给严姐姐的。好了，赶紧回去吧，我们也要吃饭了。不就是半只烧鸡吗？小气劲儿。她只不过是个小少年而已，大当家何必和她较劲？怎么？你比他还要小1岁。大当家倒是清楚，连我们的年纪都知道。耳朵红了嘿！主子，您为什么要给他这只鸟啊？还不是给咱们自己找麻烦吗？主子，我一听他说话，心尖都哆嗦。我听你们俩说话，不止心尖哆嗦，头皮都炸。那您还给？我怎么知道你把一只鸟叫成这个德行？母亲，过阵子天冷了，我买辆马车，你和恒儿坐在马车上，天冷了也就不怕了。越往西北走，天越冷。这不合规矩啊，官差恐怕不能同意啊。母亲，你就放心，我自有办法让他们同意。路上哪有什么规矩？离京城越来越远，也就是一个严嵩，其他的人都好说。严嵩根本就活不到西北，我打算把严嵩留在安泰镇。行，听你的，如玉，咱家你说了算，以后到了西北也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仙女嫂嫂还给我讲过故事。真的吗？是什么？能给我讲讲吗？是鬼故事哦。啊！刚准备入睡，忽然听到一声女子的惊叫，去，让迎头来。来人啊！救命啊！孩子，我的孩子，没事吧？有没有摔到啊？发生了何事？我也不知道，我带瑞根过来小解，就看到一道影子飞快一闪，像鬼一般，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然后看到地上有个人。夫人，你怎么到这边来了？我的事无需向你交代。严姑娘，你来一下。怎么样，还能活吗？不好说，伤得太深了，又是在颈部，不容乐观。即便能救，怕是以后也不再能说话。大人，还是通知她丈夫过来吧。先把人抬回去吧，好生安置。求少夫人救救我妻子，我对天发誓，以后愿为奴，终生效忠少夫人。我会尽力，但她受伤很重，我不敢说有10成把握。少夫人尽力就好，多谢。本来还说要给你一套衣裳的，一时也忘了。没事，不急。他情况的确严重，脖子最为脆弱，这一下原本也是奔着要他的命的，只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他侥幸没死。他即便好了，也不能再说话了。那也就是说，他没法说出要杀他的人是谁。凶器，看来这是匆忙之下杀人，并非有预谋。不错，而且此人身手和腕力定然不错。你觉得那个女人有没有嫌疑？有，他先发现很多凶手会充当报案人。不过他为何要杀荣氏啊？你说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来往？你是说他们有可能是一伙儿的，一个掌控严嵩，一个来蛊惑母亲？那依你看，那个家丁有没有能力用这根枝条杀人？有，乾隆手，功夫都在手上，骨头都能捏得断，更何况用枝条杀人。少夫人，少夫人，快看我娘子！都退开些。颜如玉，你又在折腾什么？大人，有人被伤，您还是先去查查凶手的下落吧。大当家，犯人要查，这里的事本官也要管。本官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岂有不闻不问之理？大人打算怎么问？问到人伤重而亡，这对大人也没有什么好处吧？来了，敢动手试试？颜如玉，你最好别惹麻烦，否则本官不会放过你。你怎么不帮本官出头？那个男人身手可不错，无缘无故招惹他干什么？再说
我又不是你的大少，但文刺史是让你来助我的。如果你什么都不管，任由他们胡闹，到时候安泰镇之行出了岔子，你可别怪我。看看再说。娘亲，娘亲，爹爹，娘亲怎么了？没事，娘亲就是受了一点伤。仙女婶婶，我娘亲伤重吗？会好的，是吗？对。仙女婶婶说会，那就一定会。娘亲，你要快点好起来呀，小儿等着你。你还说过年小儿长高了给小儿做新衣，小儿不要新衣了，只要娘亲，以后好吃的我都留给你。稳住了，你们也别守得太紧，都围着不是好事，就算你守着也改变不了什么，最好先休息，你精神养好，明天白天才能照顾他。好，听话，好好睡觉，乖乖吃饭，照顾好你自己，你娘亲才不会担心。我听仙女婶婶的，我会照顾你的。都给我听好了，安分守己，管住自己的嘴。要是让我知道谁四处散播谣言，胡说八道，别怪我鞭子无情。抓紧时间吃饭，即刻上路。吃饭。我知道，我吃了饭才有力气，我背着他。就让他用平板车吧，如玉说了，这样对他的伤口有利。多谢夫人，多谢少夫人。吃饱饭，和英特学一下怎么拉小板车。好。嫂嫂，我可以照顾他。他怎么样了？还没有醒。可不是嘛，真是可怜了。我昨天晚上看到他流了好多血，我都吓坏了。婆母，少夫人还会治伤？会什么呀？就是一些土方子。再说这里又没有药，治也治不了啊。怎么，你想说什么？有什么话只管说，你可是为我家延续了香火的人。婆母，有句话我得提醒您，昨天晚上我除了看到这个女人受伤，我还看到那个羞羞的男人和少夫人在一处，他们好似很亲密的样子。你说这大晚上的，是吗？我会注意一下的。如玉虽然没有和赫尔拜堂，但也是收了聘礼，明媒正娶的，怎么可以与其他人？幸亏你告诉我了。哼，瞧把你能的。婆母说的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没脸了嘿！哦呦呦，嘴真大，舌头真长。哼，说得对。哼，说好的复合帮忙呢？对好的戏呢？哼，这个逆子。婆母别生气，别气坏身子，我给您倒点水。这水囊怪重的，就让旭儿背着吧。我就是想喝口水，这么难吗？目光转向路口，见路上有微扬的尘土，还有车轮声。嫂嫂，这是哪来的马车？我买的，先让清香娘亲治伤用，回头等她好了给你们用。行，嫂嫂，沁香总是哭，她娘亲的伤要紧吗？要紧，不过要是好好治也能治好。好，我知道了，嫂嫂。嫂嫂，尽心就好，也不要太累了。好，我知道。喏，和清香一起吃。官爷，这合规矩吗？还能坐着马车去流放？这是他自己花钱买的，你们谁愿意买也可以，以行程为要。少夫人真是有办法，这也能买到。你怎么了？高兴傻了？哎呀，脑子有点乱。你看看你胖的，都快赶上我了。又怎么了？您瞧见里面了吗？没瞧见，我又没跟着台中市，没到里面哪能瞧见？怎么了？我说了，您别骂我。你到底说不说？马车里有个小桌子。看着眼熟，是不是你曾经用过的？王爷怎么知道？那个小桌子和我的小板凳是一对儿，我经常用它来吃饭，在上面放瓜果，放烤肉。得了，如玉赶着马车回了一趟王府，把你的家伙事都给你带来了，是吧？您看，说好了不骂的。怎么，
你小桌子上也有记号吗？这好像没有。主子不说小桌子，就说这马。马又怎么你了？你别说，你还教会马说话了。那不能，属下哪有那本事？就是，您看这马蹄铁，普通人家的马最多打2个马掌，可用不起这么好的马蹄铁。而且您瞧，这马养得多好，油光水滑的。你想说什么？主子，您说王妃是不是打劫去了？您可是双峰山的大当家，她也算压寨夫人，会不会干这一行了？你们在聊什么？没什么。我们在说夫人您长得美，医术好，仙女顶呱呱，顶呱呱顶呱呱，仙女皮肤好白，眼睛真亮嘿。好羞耻啊。好了，可以了。孩子们这样夸赞那是可爱，你们这样说话容易挨揍。把这个切成片，煮点水来。好香，好漂亮的果子。好好做事，做好了给你一个。他情况怎么样？控制住了，没有恶化。这马不错呀，哪儿买的？不是买的，抢的。在哪儿啊？有没有麻烦？我去解决。不用，没有什么麻烦。大当家可以帮我去找马大人，问他借纸笔，我要写个药方。行。劳烦大当家，我说你来写，我来收着吧。到有卖药的时候想办法去买。刚才的药方呢？拿来我看看。展开药方，再拿出之前从大夫人那里得到的半封手书，以及从王府书房拿到的一些霍长鹤的手稿，3张不同的纸，一样相同的字迹。别动，你伤得有点重，别说话。你的颈部受伤，影响说话，强行说会让伤加重。别害怕，我在给你治伤。你且安心，驾车的是你的丈夫，季香和恒儿在一起，都平安无事，你尽可安心。如何了？回先生，还差一点儿。差一点儿是差多少？回先生，还差2味药材，实在是。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一点儿。先生，拖下去，把头割下来，反正少了头也只比原来矮一点儿。先生，饶命啊！回先生，文清卓那里出事了，文清卓书房起火，没有救过来。药材呢？药材安全无忧，属下去查过，药材藏于暗室中，一袋不少。不过粮库里的粮食被搬空了，不知去向。粮不见了？正是，一袋不剩。先生，这边的计划要不要继续？自然，布了这么久的局，岂能轻易放弃？药材还在就好办，你还带人再去一趟，把药材带回来，安置妥当。是。镇内情况如何？如您所料，凡是能赶得来的读书人都在往这边赶，镇内的客栈已经爆满，一处难求。甚好。严嵩那边呢？据传回来的消息，他们也在往这边赶，按路程算也会按时抵达。如此甚好。娘亲，你还疼吗？我给你呼呼。娘亲别哭，别怕，我会保护你的。你要快点好起来。我没事，都挺好，你放心，我会照顾好香儿。少夫人对我们也很照料，香儿一直跟着她吃饭，再不怕饿了。娘亲，仙女婶婶待我可好了，恒儿待我也好，还有大伯母、二哥哥，大家都好好。娘亲，我最爱你，快点好哦。你出3000两，我这儿也没有大夫，赶紧去前面找找吧。你觉得这个小童，你看上这辆马车了？手势的伤还有一阵子，过几日若有阴雨，母亲和恒儿不能受罪。那去把他马车抢来。主子，你当山匪上瘾了，真的开始抢人家东西了。哼，抢不文明，能动手就别吵吵。说反了，让他自己把马车献出来。驼哥哥，我嫂嫂干什么去了？给你挣马车去了。我们这儿的确没有大夫，不过看你救人心切，有位严姑娘略懂岐黄之术。别，你花钱我看病，两不相欠，用不着谢。那你要多少钱？
你家先生的命值多少钱？我家先生身份贵重，自然是性命无价。你不会想狮子大开口吧？放心，就按你刚才说的300两，再加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喏，这辆马车。马车？我家先生金贵，你把马车要去了，他还如何赶路啊？不行。你放心，等我给你家先生医治好，他不用马车也能健步如飞。哈，好大的口气！你的医术还能……哼，你若不信，那找我治什么？不如现在就走。童儿啊，就按他说的吧。那你要是治不好呢？没有治不好这一说，让开，下去。我治病是秘术，不能随便让人看。有老姑娘了，我这是老毛病了，平时都带着药，这次出门时间长了，药用完。本想到前面镇子上找一些，没想到发病发得急呀。您这是什么病？咳疾，之前大夫是这么说的，不过一直也没有彻底治愈。方才听姑娘说有把握治好，不知是真是假呀。把脉，躺平吧。我这是咳疾，你不是说咳嗽吗？是。一个个都装咳嗽，这玩意最好装是吗？咳嗽2声就算病？针灸？姑娘年纪轻轻，没想到还会针灸之术。祖传的，专治疑难杂症，讨好吧。除了针灸，你还会什么？那可多了，招魂啊，跳大神，下符咒，刨祖坟，什么都会。和预想的不一样啊，是不是找错方向了？你还需要哪种？不需要。看风水我也行的，找个风水宝地埋下去，死了也能庇佑子孙。姑娘刚才还说能治好我的病，我不想死。是啊，那你别说话了。你的针法是跟谁学的？祖传的。祖宗不让说。只用针灸就能好吗？你手里有什么药材吗？我可以花重金买。行啊，没问题。那我给你写个药单子，你看有没有？有的话我都要。你看不咳嗽了吧？是，我给你写药单。刚才给你治病，你的仆从说300两加这辆马车，现在你要药材1000两，怎么样？你等着，我去取药材。这是美人蕉啊，我特意挑的。下这颗蛋的母鸡是鸡界中的美鸡，毛色漂亮丰满，上次还有2只公鸡为它打了起来呢。这是它新下的蛋，美鸡生的自然也是美蛋。你拿回去好好的孵化，将来鸡仔出生不就是美人蕉了？这蛋绝对是新下的，还热乎着呢，不信你亲手摸摸。那你要的都在这里了。你甚好。拿来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慢着，你要用我的钱给我啊？这盒子哪来的？是不是这马车上的？是又如何呢？是的话，自从你答应我为你治病的那一刻，已经是我的了。这辆马车以及里面装的东西都归我所有，当然除了你。啥？你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管你的意思，这就是我的意思。你的仆从说了，你这条命金贵无价，怎么现在又觉得有价了？那我身上没有钱怎么办？简单，
打欠条，写吧。为了美人娇，为了美人娇。好了，你可以下车了。你，扶你家先生下马车，麻利点。先生，我说过的，你家先生的病一定会好，而且没有马车也无所谓，一定会健步如飞。我说过的都算数。颜如玉话音未落，老者一手捂着肚子，飞快地向前狂奔。哼，还不快去追！仙女嫂嫂，仙女嫂嫂要吃饭了，要吃饭了！你们两个先上马车，咱们今天晚上在马车上吃。这个给你，拿去吃吧。多谢少夫人。你是怎么做到的？那老头去哪儿了？大概是找个风水宝地方便去了。你觉得他像什么人？是个医者，马车上有药味，虽然很淡，他那个小童身上也有。自己是医者，还找人医病，上来就问哪位是医者，而不是问有没有医者。哼，看来就是冲我来的。我去找他们，你放心，不会让其他人知道。不，我们这一路对不少人惦记，杀了他们固然容易，但难保还会有其他的人来，不如留着他们，看他们做什么药。好，听你的。好多了，没有发热，算是度过危险期了。换药也不必那么勤，好好的吃饭用药，不要胡思乱想。少夫人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我说话算话，我愿与少夫人为奴。我不要奴才，只要真诚可靠的伙伴，自由可贵，好好的活着，别轻易许诺。婆母，让瑞哥一同去马车上吧，我不求别的，只求瑞哥平安。王爷疼瑞哥疼得紧，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抱在怀里，坐在膝上。哼，我儿子要是你说的这样，我得大耳刮子抽他。唉，我知道你辛苦，可你也瞧见了，这荣氏重伤，差点搭上命，咱怎么能和他抢呢？那辆新得的呀，也是如玉替人看病才拿到的，我不好开口呀。婆母，您才是一家之主，其他人拿的东西自然就要归您处置。那之前王爷挣回的家业不都是交到您手中？这怎么一辆马车倒成了他私有的？再说我也没说要，只说让瑞哥上马车，这怎么说也是王爷的骨肉，您的亲孙子啊。大夫人低头看着瑞哥，伸手摸他的头顶。大夫人心头莫名的一惊，下意识地收回手。婆母，那个女人还能活吗？这不好说，伤得挺重的，到现在呀也没有脱离危险。那也没断气啊。在说什么？想让婆母通融一下，让瑞哥上马车。我不要紧，下贱的命，可瑞哥不是，瑞哥是王爷的骨血。这话你去跟王爷说。少夫人，这是为难我。你明知道现在王爷下落不明，是我为难你，还是你为难我？你也知道王爷下落不明，你莫名其妙的前来，拉个孩子就说是王爷的。魁娘，认亲不是这么认的，我能让你跟着走，已然是客气的了。你若得寸进尺，就哪来的回哪去。婆母，您最清楚，您说句公道话。旭儿，你过来，快点儿。母亲，有什么事？你读书读得多，你大哥也疼你，母亲给你交书院的银子一文也没有少过，你过来评理。按理来说，子嗣之事的确……二哥，仙女婶婶，我来保护你。哼，二哥，我不要理你了。还有你，坏女人，我才不要你做我嫂嫂。坏女人，坏女人！啊呀呀，笨鸠还想占鹊巢了嘿！你们，母亲，母亲，是儿子不好，儿子什么也不说了，你醒醒啊！满意了，闭嘴！再多说一个字，我让你和你儿子一样变哑巴。走，把母亲抬到马车上去。快，把车帘放下，我可不能再出去了。今天晚上你就跟长恒、庆香睡在这里。我在小板车上睡，离魁娘远一些，和银驼睡在一处。好。如玉啊，我有件事想和你说。乖，明天再吃。我不想吃糖。嫂嫂，你能别生二哥的气，不走吗？我不生他的气，也不会走。永远吗？
去睡觉。你是男孩子，要照顾静香。如玉，我觉得那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即便是个哑巴，也该会哭会闹吧？但我们闹成什么样，他都不吭声。刚才我和他一对视，乖乖，把我给吓了一跳啊！还有啊，还有什么？还有，我方才摸他头顶，好像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觉得摸到了什么，不是头发，这说不好，反正啊不太对劲。我知道了，正想和您说，您千万别再单独和他见面了，无论是不是演戏，也不论他用什么理由。母亲，您一定得答应我。行，我答应。我觉得他不是善类，怕对您有伤害。母亲，您先睡，我去和大当家马大人他们商议一下，晚上得有人值守。主子，不是刚吃过饭吗？主子，这个不一样，我是在报仇。报什么仇？吃块点心就是报仇了？你咬死谁了？您瞧，这是我的富贵记号，这是我在王府用的点心匣子。他手里还有用王爷手书制成的假戏。先不说幕后的大主使，先从小处着手。这封手书说明什么？有内奸。不错，王爷的手书一般人拿不到，燕王即便是想害王爷，也不是三两句话就能做到，必须要有证据，能证明王爷不遵圣旨，有谋逆之心的，必定是自己人。另外，安泰镇，我觉得安泰镇一定会有事发生，燕王在这里布了一个局，而且他们似乎在引着我们也去安泰镇，其中必有缘由。是我们，不包括大当家。严嵩巴不得大当家赶紧走。我志在为王爷洗刷冤屈，不会轻易放弃的啊！也想替王爷保护你们。燕王庄园？怎么？呵，装的还挺像的。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少夫人在看什么？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谁呀？贾公子。虽然匆匆只与贾公子短暂相逢，但他为人还不错，至少曾经相助，还送我这只八哥。唉，他身染旧疾，却仍旧游历四方，也不怕死在半道上，真是勇气可嘉呀。大当家以为呢？的确可嘉。我就知道，以大当家的豪爽，也会对他赞赏。不如这样，我让八哥给他送个信，让他来此一聚，与大当家见个面，说不定你们也能一见如故呢。哦，对了，他还有一张鬼王的面具，我甚是喜欢。我现在就写信，反正他在哪游历也是游历。不急。怎么不急？我这人吧，就有点急性子，想做什么就要快点做。莫非大当家不想接？不是，我是觉得他身体不好，万一过了病期可以长衡。长衡是孩子，又不是泥捏的纸糊的，哪那么容易？再说了，这八哥很喜欢长衡，长衡也该谢谢人家。小公子生气了。就你能。今天晚上还劳烦大当家守个夜，我怕夜里不太平。行，你值夜，我得离开一下。王爷，发生何事儿？难道金定死了？他没死，好好的。你主子快死了。为何？主子，我舍不得你死。我也舍不得，所以我得赶紧离开一下。如玉要见贾公子，不只要见贾公子，还要贾公子和我见面。要不我干脆告诉他得了，如玉也不会泄露。主子，不行呀！你要是现在说了，王妃虽然不会泄露，但万一生你的气怎么办？再说，现在还有那个魁娘母子在，万一王妃要让你说个清楚呢？如玉说了，她相信那个女人与我无关，孩子也不是我的。女子的心向来如同海底针。你忘了当初我们在边关的时候，副都统的夫人是怎么诓骗他的？说的天花乱坠，副都统都把想娶外室的信都说了，他夫人罚他跪了3个月的搓衣板。难道您觉得夫人还不如副都统的夫人聪明吗？那不能，
还是啊，您好好琢磨。要想说，也得等到那个女人的事解决之后。主子，少夫人对那个女人不冷不淡，也不像吃醋的样子，你更要小心呢。怎么说？您想啊，当初副统领的夫人那就是个醋坛子，虽然说管副统领贼严，但也是真疼他。要是不在意，不疼他，还会管他和哪个女人在一起吗？巴不得不用伺候他。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主子，您还要小心加努力啊。那你看好，我得去找匹马，明天一早还得回来。那少夫人要是问起你去哪儿了，我怎么说？就你这嘴巴巴的，自己看着说吧。行吧。怎么了？发生了何事啊？大当家不见了，银锭知道原委，正和我说着呢。母亲一起听听。他怎么了？他自小离开父母，就和祖父相依为命。昨夜突然收到来信，有一群恶霸要欺负他的祖父，让祖父搬出老宅，还要挖坟啊！这是多大的仇啊！要刨人祖坟，实在是可恶啊！就是，大当家连夜赶回去，给他祖父出头出去去了。既是连夜走的，又是着急，怎么不骑马？大当家说到那边村子再买一匹，这匹小公子骑惯了的就留下。多谢他麻烦缠身，还想着我们恒儿。唉，他也是个可怜人呐。是啊，很可怜的。他自幼要强，读书练武，闻鸡起舞，在军中时更是辛苦，为保家园不顾自身，到头来还差点被害。您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想起我们家长鹤了，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母亲放心，夫君是有福之人，命不苦，定能安然归来。对，我儿是有福之人，不然呢，哪能娶到你这样的好儿媳啊？婆母，烦人精又来了。怎么了？哎呀，我的头怎么又有点晕啊？你能不能不要总气母亲？我不要上马车，马车闷，我坐小板车。我看不如让瑞戈尔也坐小板车吧，让银驼去驾马车，我也跟着学一学。等日后学会了，也好多一个驾车的，这板车就由你来拉。你放心，母亲很瘦，不会费力的。好儿子，亏娘啊，真是辛苦你了。等见到长鹤啊，我定要好好和他说，让他呀好好的待你。好啦，赶紧使劲拉呀！哎嘿呦啊，小车拉得快呀！哎嘿呦啊，谁要不使劲呀？哎嘿呦啊，是个小狗子啊！前腿蹬，后腿蹦，正闹得欢，远处一匹快马飞驰而来。哼，来得倒挺快。贾公子，严姑娘，原来你在这里啊！贾公子身体好些了没有？已经好多了，多谢。接到你的信，我便连夜赶来，有什么吩咐啊？本来想给你引荐一位朋友，不想不巧，那位朋友连夜赶回去了。哦，那可真是可惜啊！可怜，刨祖坟。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原来小兰的主人。银驼，你得谢谢人家，否则你哪来的鸟养？多谢，客气。这个送你。贾公子怎知我喜欢这个？我之前对我那位离开的朋友说过，你有一张鬼王面具，我甚是喜欢。没想到贾公子也知道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猜你会喜欢，有时候戴上会方便些。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贾公子若是不忙，不如陪我们走几天，说不定还能等到我的那位朋友。对了，你的那个随从呢？他去办事了，我接到家说家里有些急事要赶回去处理，正好此番见面也是辞行。杨姑娘，我们后会有期。贾公子，你稍等一下，一路疾驰定然辛苦，这天虽然不那么热了，但也要多注意。这个解暑清热，对你的病症也有好处。喝了吧。多谢。快喝吧。那我走了。后
后会有期。今天晚上宿在驿站，但明日一早些出发上路。母亲，我有件事要和您说。怎么，又有什么戏要演吗？不是，今天晚上您找个由头，把瑞哥带到房间来。哼，不用找什么由头，那女人自己就会找由头。那就顺势答应他，我要看看那个孩子究竟有什么古怪，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我看魁娘看他看得紧，他不是魁娘的孩子。那他是谁的不知道，总之不是他的。他既是打着王爷的名义来的，就必须弄清楚。是这个理儿。行，我听你的。唱什么呢？少夫人，我唱的是我们老家的小调，好听不？好听是好听，不过不符合你的气质啊。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聪明的人，应该唱一首别的。啊？什么别的？您给我说说。我以前被养在乡下庄子上的时候，有几个江湖的大师路过借宿，他们唱过一首歌，我记得很清楚啊，觉得适合你。那您教教我。好啊，没问题。少夫人，您这首不愧是江湖大师们唱的，真不错。那你就好好学，多唱唱。我不教别人，这就是你的专属歌。颜如玉浅笑，听到远处有马蹄声，抬头望去。少夫人，不好意思，昨天晚上事发突然，走得急，也没顾上跟你道别。喏，给大家夹菜。谢大当家。大当家，祖坟怎么样了？什么情况？祖坟？不是遇到恶霸了吗？你祖父与你相依为命不容易，还要为你看着老宅，守着祖坟。哎，是什么恶霸？如此胆大，连你的祖坟也敢动。哎，我看你的脸色不好，我去端点喝的给你。你都说了什么？主子，这不是我想说的，是当时吧，那个情况就给，喝吧，解暑气，消火气。其实我特意给你熬的。好。大当家，我还有件事和你说。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之前在乡下的庄子上遇见过几位江湖大师，他们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说是这人世间有一种奇术，亦或是妖魔，可以让人有无数张脸，如同这面具一样。如果被妖魔附体，时间短暂且驱魔，要是时间长了，怕是要付出代价啊。对了，还有一件事，瑞哥不是魁娘的孩子。不是他的，那是何人的？不知，总归不是他的，更不是王爷的。我这趟也去安泰镇转了一圈，有什么收获？安泰镇现在聚集了许多人，我打听过，都是一些附近的读书人，其中不乏世家子弟，他们都要去拜文举行，说是还能得到一种什么符，得福者能高中。世家子弟也要拜？他们还需要符？据说只有命格特别，而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会得到符。世家子弟虽然不靠科举也能入仕，但那些年轻骄傲的读书人还是想证明自己。原来如此，我大概知道翼王要打什么主意了。另外，双峰山那边也有消息传来，翼王最近颇为安分，每日除了上朝就是在家里抄经，美其名曰为皇上、太后和朝廷祈福。另外，严家那边也有消息。严家？严大小姐自与翼王的事揭开之后，就想着干脆撕破脸皮，想嫁到翼王府为侧妃，但她身份太低，要嫁入王府实在不够，又有翼王妃和其母族反对，别说侧妃，就是退而求其次做个侍妾都不行。此事闹得满城风雨，要不是翼王先一步安分朝京，恐怕难逃一场责罚呀。他倒是会躲。此事已经人尽皆知，严大小姐的名声尽毁，严侍郎连日给她找了个外地的人家，已经悄悄送嫁。已经嫁了？正是。大哥哥，你回来了，家里的事处理好了没？可怜人，可怜人，跑祖坟。死鸟啊！处理好了，我给你和沁香带了几盒枣蜜糕，一会儿拿给你。谢谢大哥哥，我还有件事，不知大哥哥能否答应？你说。我想请大哥哥闲暇时教我练武，我想练武。好，为何？想保护母亲？还有嫂嫂，
嫂嫂最辛苦，有时候还要受委屈。我想护着嫂嫂，还有我，仙女婶婶，我也要保护你。现在你们还小，理应是我护着你们，等你们长大了，就由你们来护着我。不必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忽然，霍清香的笑容消逝，落到颜如玉的身侧。暗影中，瑞哥不知何时站在那里，小小的一道影子，无声无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边。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没事吧？少夫人，这孩子没有给您添麻烦吧？我刚才去找点吃的，一个没看住。他呀，也是小，不懂事，闻到肉味馋坏了。不过少夫人放心，我会教他的。荷儿，静香，我们去吃饭。嫂嫂，今天晚上还能给我讲故事吗？能，给你讲妖魔变幻的故事。我能一起听吗？当然没问题，先乖乖吃饭。少夫人讲故事，我会唱歌。驼哥哥，你会唱什么歌？这个嘛，一会儿吃完饭，收拾完了，我给你们唱。我唱完歌就去休息哈。刚擒住了几个妖，嘿，又降住了几个魔，呼，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是谁？婆母，是我。唉，我知道，你是想让瑞格尔跟我进屋睡是吧？唉，好，走了。母亲，你也去歇着吧。不用，我陪着你。我也正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您退开些。颜如玉这样拉住瑞格尔，或朝贺在外面轻敲门。让他进来吧，多一个人多一份把握嘛。也好。我来。你说，我来做。不用，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这一般出生就哑，多半也是聋的，听不到声音。魁娘说的话不可信，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哑的，到底是不是聋哑，都未可知。这倒也是。这儿，上回我就是摸的他这儿。颜如玉的手指一摸，都感觉有点艰涩。颜如玉手伸入袖子，意识迅速地进入空间，取出一块吸铁石。啊，这是什么？是一种磁石，一位江湖大师给我的。怎么？这孩子似乎被什么邪术控制了，头顶被刺入东西，应该是铁质一类，应该是针。这磁石遇铁则吸，在这两个黑点处感觉到了阻力，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好强行取出。说强行取出，这孩子很可能没命不说，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事。哎呀，天爷呀，这也太残忍了！这么小的孩子，即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下此狠手啊！来，先别杀他。话音未落，瑞哥倒地不起。婆母开门呐！瑞哥，少夫人，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母子，觉得我们威胁到你这位正室夫人，可我有千般不是万般不对，你再有火气尽管冲我来，为何要对我儿子下这种毒手？他还这么小，他又是个哑巴，什么也不知道，也不会说，你好狠的心呢！你母亲，大嫂心里不痛快，大哥下落不明，又和别人有了长子，这让谁也是一时难以接受。不过大嫂，魁娘说的也对，再气不能伤及幼子，何况现在瑞戈尔还是我们霍家现在的单传，若是大哥，瑞戈尔就是大哥这一脉唯一的孩子，就不如你向魁娘道个歉，给瑞戈尔治治病。平时不配合，嫌弃，现在好不容易等长恒睡着了，可以配合了，还嫌弃。哼，魁娘，你有句话说错了，你和你的儿子威胁不到我的正室之位。别说王爷福大命大，早晚会回来，就算是回不来，正室之位只能是我的。你再能生，也只是个数字。至于道歉，我是不会的。他儿子有病，非我所知，我道哪门子的歉？我一个正室能在这种条件下还能接受他们母子，已经算是仁慈了，还让我给他道歉？哼，霍长旭，这就是你读的书学的礼，真是不中用。以前护着阮仙藻的时候，也没见这么怂啊。
几句话就给说懵了。少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自知身份卑微，肯定是不能和少夫人相提并论。我不求我儿大富大贵，只求那平安活着。我母，还请您为瑞哥做主啊！嘿，这是高手啊！魁娘啊，好孩子，你赶快起来。我放心的，你生了我霍家的骨肉，谁也不能对你如何。是我对不住你，这本该照顾好瑞根的，没成想这出了岔子。这样吧，今天晚上，婆母，我想带瑞根去别的地方睡，不敢再打扰。哎，这事儿闹的，那行吧，就听你的。不知婆母能否给一点吃的？这孩子这几日跟着我，也是受苦了。行。他孩子病成那样，他也不说求求大嫂给治治，就这么走了？哼，那是，不是自己的孩子，肯定不心疼。而且啊，不是他的。且看，大当家呀，真是麻烦了。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些去休息吧。那在下先告退。我和你一起去暗中看着魁娘。她还有什么好看的？别去了吧，我总觉得她太狠了。母亲放心，我去看看便回。刚才瑞哥晕倒，他怎么那么巧就赶了过来？刚才又匆忙的把瑞哥抱走，必有缘由。那就有劳大当家多照应我们如玉了。好，一定。定什么定？那边。你怎么？刚才在瑞哥身上燃了点香。啊，什么香？普通的香，时间短，距离近，用不着别的。你还会用别的？那当然，我会的可多了。魁娘的手指细长，指甲也长，手掌张开，按在瑞哥的头上，像整个包住。瑞哥被他控制，应该也是存在某种关联的，否则不会这边刚混到抽出他就过来了。所以无论是魁娘本人还是瑞哥，我们都暂时不动。时候不早了，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大当家早点休息。还有事儿？没什么，早点睡，外面的事你不必担心。久劳。严姐姐，马大人让我提醒你，今天早上起来严嵩有点不太对劲儿，让你多加防备。怎么个不对劲儿？有种压抑、兴奋、激动，就像我娘一大早起来准备去翠云轩抢限定首饰一样。好，我知道了，多谢你，也谢马大人。这不是应该的吗？哎，严姐姐，你可真厉害，让我大开眼界。想做，到安泰镇给你弄一辆。我有钱。不用钱。这可以。他怎么了？来说严嵩不太对劲，大概是快到安泰镇的缘故。不用担心，我给山寨去了信，那边也会派点人手。我那个手下现在也在镇中。这天呀，有些阴沉，不知道会不会下雨。这要是下雨，天黑前怕是赶不到镇子上了。不会，今天不会下雨，最快也要明天。嫂嫂，你怎么知道？哼，我会算。仙女婶婶好厉害。看在这些日子都还算老实的份上，今天晚上特准你们入镇休息，都抓紧走几步。母亲，进了镇子之后，无论什么时候谁叫你都不要单独离开，务必要和我知会一声，好吗？行，你放心，我记住了。哇，这么多人，小心些，别碰到。一会儿无论到哪不要乱跑，明白吗？都听好了，从这里进去，今天晚上暂时住在这里，谁要是想出去，必须要报备说一声，一家出去一个时辰之内必须回来。你看，他连好好说完命令的耐心都没有了。这里偏僻，他若是不熟悉，怎么会一找就找到这儿来？一会儿安顿下，一起看看安泰镇地形图。婆母，我有话和您说。现在没有时间，有什么事等吃过晚饭再说。少夫人，我是和婆母说话，你纵然再不满，也不能拦着长辈，替长辈做主吧。再说，我说的是万分紧要的事，若是耽误了，你恐怕担待不起。哼，抄家的事我都担得起，何况是你说的事？你一个贫贱之身，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少夫人，你张口贫贱，闭口贫贱，可是瞧不起我。是啊，
的确看不起。你才知道，不只是因为你的出身，还因为你自甘下贱。婚姻大事，无媒妁之言，更无父母之命，就连孩子都生了，要想让人看得起，自己也得做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哼，少夫人，你这副唇舌还真是厉害。哼，那是自然，行得正，坐得端，我明媒正娶，自然就能说。哼，那又如何？王爷喜欢的是我，那你叫王爷亲自来和我说。我来找婆母就是为这事。什么事啊？婆母，我对您说过的，夫君就在安泰镇，我带你去见他。当真？火儿在何处？距离此处不远，这定是天意。婆母，我们现在去。不行啊？为何？火儿爱吃我做的面，许久未见呢，一定想得很，我得让他吃上一碗才成啊。如玉，今天晚上吃面，我来做。好啊，我给您打下手。走开些，别一会儿柴火碰到你又要哭。要哭了嘿，眼泪来了嘿。回娘转身离开，带着瑞哥出了小庙去。暗处的金锭抱着剑，随后就跟上。杏林先生，你怎么？你谁呀？我是魁娘啊。哎呀，还取笑我？你这副鬼样子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我没有取笑先生的意思。少废话，快叫门啊！愣着干什么？先生，您快叫几个人带着软台出来，我一步也不想走了。先生，魁娘求见。让他进来。先生，先去把你自己打扫干净，还不去？是。严嵩进城了吗？韦先生，刚送来消息，进城了，已经在那里安置下。先生，杏林先生进府了。人在何处？杏林先生他有点不适，这会儿刚回院子。不适？有什么不适？杏林先生是走着回来的，薄底鞋子也磨破了，大概是累坏了，这会儿刚回院子。去看看。您还是别去了，我家先生这次恼得很，这会儿是谁也不想见，得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再说。究竟怎么回事？告诉厨房给先生做些平时爱吃的，其他人也要小心伺候。先生。人都到了。正是，我已经说了要带大夫人来，她现在还在准备。准备什么？说是要亲自做一碗面给镇南王吃。可怜天下父母心，由他去，反正机会也不多了。木娃娃呢？在偏室。你还带他去，别让人瞧出破绽来。等事发之后你再回来，把他送回偏室。是。怎么不想听话了？当然不是，魁娘永远都听先生的话，只是魁娘想先生了，想早点回到先生身边。我知道你乖，再过2日。是。你的奖赏。谢先生。既然你出来了，就把人带过去，别让大夫人过来了，以免节外生枝。是。是你？有什么事儿？进去说。什么事儿？说吧。大人这是要出门。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有什么话跟你说。大人精神不错，容光焕发。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看来大人是有好事。有什么好事不妨说出来，大家同乐。颜如玉，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如此刁钻？你究竟有多少面孔？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说实话，你那个娘但凡有你一点能耐，也不至于死啊。大人放心，我肯定得好好的活，才能不辜负我娘。好了，就不打扰大人了，告辞。你到底有事没事？没事儿，大人随意。烦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只怕他的戏码才刚开始，您再忍忍。行，那他要是说带我去什么地方，那我该怎么办？无妨，您只管推脱，我在这儿听着，拖不过去我就出面。行，怎么了？婆母，我之前不是说要带您去见王爷，方才我偷偷出去给王爷送了信，王爷体恤您辛苦，过来见您了。在
在哪儿啊？婆母，我们进去说。少夫人也还没睡。切，睡了也让你吵醒了。客套虚伪的话不必说了，我听着烦。人在何处？斗笠摘下，一张风华绝代的脸映在烛火中。赫儿，母亲，对不起，是儿子不好，连累您了。说什么傻话呢？我是你娘，哪有什么连不连累的？来，快坐下说。这位是？啊，这是如玉。这一路上呀，多亏了她，要是没有她呀，我们母子怕是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多谢，不过我与奎娘已经定了终身，还有了瑞格尔。母亲，其他的女子还是算了，不要拖累人家。开门，伯母，开门呐！少夫人，王爷在此，还是安全为上。大当家来的正好。夫君，大当家也是逼不得已才做了妃，之前也在军中效力，对你仰慕已久。既是在军中效过力，就该以军人操守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怎可占山为王啊？您说的是，若是不嫌弃，不如让我跟在您身边效力如何？以前也一直想有这个机会。不必，我儿啊，我觉得可以。大当家以前是匪，但现在不是了。这一路上呀，照顾我和恒儿，经常给我们找吃的，还救过恒儿的命。这要不你看在为娘的面上，再给他一次机会。母亲，我现在……你现在四面楚歌，为娘知道，所以啊，才要有可靠可用的人呢。大当家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还请王爷收下我，我定当竭力为王爷做事。也好，既然母亲也觉得你好，那就留下吧。不过我现在的行踪需要保密，母亲，我来看你也是冒了很大风险，一会儿就得走，不如就先让他留在这里，继续保护你的安危。夫君要走，可带我一同去？刚才说过了，我心里只有奎娘，你照顾母亲，我自然是感激，但这是两回事。那夫君打算如何安置我？我从京城一路走到这里，可不是为了听你说这话的。既然是两回事，那就一回一回的说清楚。说什么清楚？把如何安置我说清楚。本王不喜欢你，还不够清楚吗？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上奏，说明情况，让皇上免了我的流放。你不承认我还要跟着流放，未免太不公平了。唉，辛苦为家，还要被王爷嫌弃。其他女人倒是会坐享其成，传出去，王爷不怕移民尽毁？谁会传出去？哼，我对你没有半点情意。你该庆幸你没有，情情爱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算什么东西，也配顶着镇南王的脸？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听不懂？你胆敢对本王无礼？哼，你错了，不是无礼，是要杀你。你再次称一声本王试试。放肆！放肆？那我也来放肆一下。你们意欲何为？颜如玉，难道你要谋杀妻？夫子还未说出口，一道剑锋扫了过来，男人吓了一跳，赶紧招架。霍长鹤跟步上前，把他打翻在地。你也配？他和王爷像吗？像，非常像，连小动作都一样。我这人脾气不好，耐性不佳，问问题呢也只问一次，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拉倒。你的脸怎么回事？不说就把这些撒你脸上，皮肉揭来。易容，是易容。至于小动作什么的，是有人教我的。什么人？莫先生，莫先生找人教的，到底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你自己译的，还是有人给你译的？是我自己。我们这一队最擅长的就是易容。那么别的队呢？都擅长什么？我只知道有一队擅长媚术，就像刚才的奎娘，还有一队是擅长用毒，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莫先生管束我们很严，不该问的从来不让多问。这次要不是和奎娘有合作，我也不知道。奎娘身边的孩子是怎么回事？木娃娃，这我真不知道，只知道叫木娃娃，他们有别的用途。和莫先生在一起的人中，有没有一个老头，善医术，
平时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童。你说的是姓林先生吧？他是个医痴，不只是研究医术，还爱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也就他在莫先生面前有点话语权。你是怎么知道镇南王长什么样子？谁让你易容成这样的？莫先生给了我一幅画像，经过多次调整才最终定下的。画像？正是。想死还是想活？回先生，去见霍大夫人的人回来了，一切顺利。让他藏2天，等到镇中事发，大夫人惶恐不安之时再去接人。大夫人必定毫不犹豫跟他走。先生高见。那个莫先生竟然有王爷的画像，还找人做出如此相像的易容，若非走这一趟，还真是不知道啊。由此更可说明军中有内奸，别的可以忍，内奸和卖国者绝不能忍。怎么了？少夫人此言不像闺中女子会说的呀。闺中女子该说什么？夫君辛苦了，夫君是天是地是空气，与我心意相合，一心只我一人，共同搏击风雨。他护着我，我也能助他，这才是夫妻。我有脑子，却不是恋爱脑。若王爷真如魁娘所说，另有心爱之人，我也不会死缠烂打。我颜如玉离了谁也能活。我向来不信天不信命，只信我自己。少夫人此言振聋发聩，我铭记于心。大当家记着做什么？难道将来要说给你的压寨夫人听？我就要找个少夫人这般的奇女子。如玉，你昨天教银驼的那首歌叫什么？斩妖降魔曲。是你。那个男人呀，长得和长鹤一模一样，但我一拉他的手就知道，长鹤的手臂曾受过伤，有一道伤疤。那个男人呀，他没有。刚才你一进来，我怕又是个假的，所以才问问你。母亲聪慧。不过呀，说真的，还真是像啊，我这第一眼呢都没瞧出来，还以为真是的。也不知道长鹤现在怎么样了。母亲不必担心，夫君没事的。大嫂为何如此肯定？我会算呢。另外，夫君给我托梦来着。哎呀，真是上天保佑啊！我们如玉呀，就是有福气，连带着我们一家子都有福气了。长鹤一定会平安归来啊！这也行？你怎么还不走啊？赶紧去睡觉。那我们真的是有可能要在此地留几日了。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我本以为我们被流放已经算是最大的惊险了，没想到呀，这不过是才开始啊。如玉，幸好有你啊。母亲说的哪里话，这是我应该做的。打起来，打起来，打他丫的！你他妈敢打我！打起来，打起来！谁怂谁是小狗子嘿！干他！哎呀，这招不行呀！哎呦，那个谁，耍阴招嘿！上，快上！仙女婶婶，我长大能像你一样吗？为别人看病救人性命？自然是能。你有学识字吗？有。我虽然不能上私塾，但爹爹有教过我。那就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才能到西北，这路上你可以认识很多字。等到了西北，我教你看医书，认识药材，慢慢来。真的吗？仙女婶婶，我可以学吗？有志者自然可以事成，气象聪明，若是有心，自然能学会。多谢少夫人。谢来谢去，总是显得太轻了。可我现在身无长物，实在无以为报。我说了，日子还长着呢，不着急。气香是个好孩子，我方才的话不是戏言。女子也能做事，也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并非只是困在后宅的四方院中。你们若是下定决心，让他跟着我便是。少夫人，您的大恩我铭记于心，舍这一身也必定报答。正好，我有一事想麻烦你。少夫人只管吩咐。少夫人，您这是？这些钱你拿着，先去买身不错的衣裳，然后去四处转转。我看街上来了不少的读书人，看他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听听他们怎么说。无论真假，这些消息我都要。那也不用这么多。要的。读书人清高，有时候也爱虚荣。你若太过寒酸，他们未必看得起你。
从霍家出来的人，气度是没有问题的，装扮上改一下即可。另外，也不能只顾着你自己，回来的时候给我们沁香也买些漂亮衣裳，薄的厚的都要。往后面走，越走越冷，这2日还会下雨，雨一下温度就会下降，早早的备上为好。还有爱吃的、想吃的、能放的东西，既然答应与我合作，自是不能让你们受苦。剩下的你留着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有银子傍身总是好的。是，多谢少夫人。好好休息，外面的事情不用管，这几日走不了，这是休养的好时机。沁香，你是想守着你母亲，还是跟我过去？我守母亲一会儿，和母亲说说话，一会儿伺候母亲吃完汤药睡下，我再去找仙女婶婶。好了，都给我住手！严大人，你是我们中官位最高的，若是队伍出了什么差池，皇上首先要怪罪的是你。你还知道本官的位最高啊？马丽宇，本官忍你好久了，等回到京里必定要参你。别以为你们是禁军就能为所欲为，为所欲为的好像是大人你。既然你这么说了，大家都听见了，严大人自己承担。我等劝也劝了，该说的都说过，大人一意孤行，既如此，听命便是。都散了。严姐姐，你上街去吗？我和你一起，你想买什么？我包了。多谢，一会儿我带恒儿去，不劳孟大人了。嗨，我也能带恒儿呀，什么劳不劳的？我知道哪有卖糖人的。恒儿不喜欢吃糖人，喜欢小马，我带他去买辆小马驹。哼，我也能买。孟大人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这里人多眼杂，你们还是要多注意严嵩和他的人，好端端的非要多留，定有缘由。我觉得也是，这个家伙一定有诡计。那就劳烦孟大人暗中多注意，给我们恒儿再挑一套好马鞍。那是自然。没事，母亲，他应该的。我那天请大当家喝了一碗药，乃是大补强身之药，寻常人可喝不到。是，那日急着赶路回来，太急，有些不适，多亏少夫人呢。哇，好热闹，比平时的京城还热闹。银驼呢？那会儿应该把银驼带出来。他好像说要去见什么朋友。他在这儿有什么朋友？这就不知了，回去问问他。小少爷的眼光真好啊，这可是我们最好的一匹马驹，他的父母都是千里良驹。你看到他的蹄子没有？他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踏雪。哼，我就知道，一定是这个名。哟，这位公子是个行家呀。我会骑马，自然略懂一二。他们这边在谈马价，旁边有人拉了一小车东西，看似草料，匆匆走过。刚才那人是干什么的？您说他呀，小的也不认识，就是混个脸熟。他这几日天天来买草料。这个正是。这是什么上好的草料吗？这不算什么上等草料，如果我的马有吃的，也不会吃这个。不过呀，这种草也不能说不好，抗饿呀。短时间内买不到别的也是可以吃的。那边就是卖草料的，我先送你2捆，是这小马吃惯的。您再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想买的。多谢。怎么？走，去看看有这个吗？哟，姑娘，真不巧啊，刚才有人都买走了。您这么好看的小马驹，不如买点别的，我这有更好的。这个不好吗？不好的怎么卖得快？便宜呀，这种草料产量虽然不多，但买的人更少，因此价格也不高。我这是攒了2天，方才都被人买走了。他经常来吗？隔3差5吧，这1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他有很多匹马吗？这倒不知，此人不太好说话，而且嘴很严。姑娘，我这边还有半捆，你方才要的那种，算是白送，稍后一同送去。多谢。可是有什么不妥？草料有没有不妥？我还没有看出来。不过刚才那个人，从我身边路过时，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味道。什么味道？香火的味道，就是寺庙或者道观里用的那种香，但成色不是特别好，最多算是中等。这里的确有座寺庙，就是之前我和你说过的，现在叫文曲星庙。那问题来了，一个寺庙
要这么多草料做什么？还只要这一种？有没有可能是想给那些前来烧香拜佛的书生？别的太贵舍不得，这种草料便宜，施舍给他们。骑马或者坐马车来的那些，多少能拿到一点东西。哎呀，驼哥哥，你烧的这是刚买的草料啊？草料？我以为引火的柴火，就拿了一小把。对不住啊，我不知道，没见过这种草料。颜如玉没有说话，捻起一小撮烧剩下的，凑近，香味更浓。哎，哪来的神梦草？你认得？是的，实不相瞒，少夫人，我之前是做香料生意的，所以大部分香料我都认得。这是神梦草，平时并不多见，哪来的？你懂香料？懂一些。少夫人若是有香料方面的事，只管问。进屋说吧。我以前就是开香料铺子的，家里一直都是做这个，从祖父那辈就是，手里也有些传下来的香方。之前是在老家那边，后来因为王爷也搬到京城，能在京城顺利开铺子，也是托了王爷的福。这个神木草，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东西顾名思义，说白了，如果被有心人加以其他香料辅佐，大多会被用来做成迷香，但也不是寻常的那种。把人迷到的香会让人不彻底晕过去，但又意识不太清楚，晕晕乎乎，如同做梦一般。等醒来之后，有时候也会分不清自己是真做了梦，还是被迷晕过。其他的用处呢？还有吗？啊，有，不过这个就更少用了，香书上都不曾有记载，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是什么？少夫人稍等，我去就来。我倒不知道他还懂这些，等到了西北可以再开一间香料铺子。少夫人看这是什么？白纸，临时弄得有些粗糙，纸也未干透，若是时间充足，便可做得更精致些。多谢你，你帮了大忙。今晚的月亮真圆呐！哎呀，好想死啊！仙女，仙女，皮肤好白，眼睛好亮。大当家，换个地方说话。怎么了？你来看。这就对了。方才银驼说，他刚才在街上听到消息，说是有传言明日卯时文曲星会显灵，好多人都要去那里拜文曲星。这东西或许会在那时派上大用场。明日卯时？正是天亮破晓时分。不过为了争个好彩头，不少人今天晚上就会动身。这怎么有点像现代人过年的时候争着去烧头香的场景？大当家，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入口？你想去就能。想去。少夫人，您让我办的其他事我还没和您说呢。读书人来的真不少，都是来拜见文曲星的。除了一些附近城中的普通人，我打听到还有几个世家子弟，其中就有平阳邱氏、泰州江氏。确定吗？确定。我先去的安泰镇最好的客栈，给了店小二一些碎银，打听出一些消息。我想着那里的人定然是来得早且有些钱财的人。店小二还告诉我一个消息，住在他们那里的固然有钱，但却不是最有势的，有势的都住在西城那边的小庄园。小庄园与当朝首府的祖宅相隔不远，如今已被有权势的人买下。我去了一趟，但无法像在客栈一样打听消息。但外面有些卖东西的小货郎，和他们闲聊几句，也得到一些有用消息，说是前几日来了2位贵公子，一位贵小姐，排场不小。我又等了一会儿，遇见一个小丫鬟出来买东西，她身上有一个荷包，是上等丝绸，上面的刺绣也是有名的苏绣。后来出来一个小厮，两人还争吵几句，彼此瞧不上。平阳邱氏和泰州江氏一直就为排名彼此不服，因此我猜测多半是他们。待快中午时，有酒楼来送饭菜，我尾随到酒楼，又塞些银子，才知他们已经连送了几次，因此可以断定泰州江氏来了一位公子，一位小姐。因为在蹲守的时间略长了些，所以只打听到这些消息。等下午我还去。你这些消息已经非常难得了，很重要，辛苦了。应该的。你下午再出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别引人注目，一切安全为上。好。饭好了。大当家过来看。这是霍中毛打听到的？是的，平阳邱氏、泰州江氏都有人来。
这么说来，这位莫先生下的可是一盘大棋呀！我知道有身份贵重的人，没想到竟然是他们。普通书生，再加上世家子弟，还是首府的老家，再加上文曲星庙，地利人和都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能占其二已经是不易。不，他也占了天时。哦，怎么说？最多2天，这里会有一场绵延的雨。莫先生这棋下的确实好，但他忘了一招棋错，满盘皆输。我看呢，他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他只是想下这盘棋，慢慢下便是，或许会成功。但他偏偏要引我们入瓮，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先生，城里的书生们已经动身去庙里了。那3位呢？邱家那位公子坐着马车去了，江氏的还没有出发，听说是江家那位小姐身子不好病了。身子不好就该在家好好待着，跑出来做什么？去查，方才谁经过院墙外，拉去做药人。杏林先生说过，做药人的人要他亲自来选。那就弄死他们，有难处吗？2位不知有何吩咐？给我们2个1个荣，我得做个记号，到时候好相认。什么记号？把袖子挽起来。好了，漂亮吗？您还是要多注意些，腰背别挺太直，否则不太像。如果我以后表现好，能不能戴罪立功？你还是先活下来再说。大哥，要是喜欢，得抓紧呐。什么？刚才那位呀，我可瞧出来，这可是位奇女子，非同一般。你要是喜欢，那得抓紧，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先。这你也知道？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呀，别的本事没有，就有看人的本事。我为什么易容术比别人学得好？那就是因为能看到细微处。您刚才看那姑娘的眼神，见过蜂蜜拉丝们，差不多就是了。那你看看，我用什么东西戳瞎你的眼睛比较好啊？看好了，不能出差错。放心，这些都和前几日运来的草药放在一处，万无一失。你又喝酒了？没有啊。别嘴硬了，你身上都有酒味儿。我劝你呀，最好用冷水洗个脸，清醒清醒。明天天不亮就得开门，若是有半点差池，被剁碎了喂狗，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瞧你说的，怪吓人的。哼，吓人？这不是吓唬你。我告诉你，即便是这样，也比让杏林先生去做成药人强。行，我一会儿就去洗，你别说了。走，方才那2个人从这边过来的，我们先找到神木草。该，你在这里守着，我进去看看。不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没事儿，门是锁着的，里面不会有人。我看看东西就出来，你看着门，我才能安心。最多1刻钟。果然有一大批神木草，像2座小山那么大。颜如玉没有耽误时间，迅速把神木草收入空间，又把那些草料取出来放回原处。怎么样？没错，神木草都在这里。要不要一把火烧了？不用，我在里面加了东西，我们就顺其自然，让他们折腾，只要暗中看戏就好。行，走，过去看看。看好了，除了来送饭食的，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里面藏着至关重要的东西。我想应该是个人。刚才信使说的是，除了来送饭食的，不许其他人接近。那咱们需要进去看看吗？关在这里的人应该不同寻常，或许和王爷被害有关，不过此时并非是营救的好时机。我明白，放心，我不会冲动。我想如果是王爷，他也会赞成我们的决定的。一定会。等我们把这件事解决掉，一定会回来查看。若真是与王爷有关的人，定会全力营救。困吗？困的话，我们就先去睡一会儿。走，去首府申辞。前面的站住！说你们俩呢，过来，快点。怎么没见过你们？我们是新来的，我们被分在药材库那边。那不是很好的差事，正好，给你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表现得好，就给你们换个好差事。您说？去后院，搬2坛酒过来。是。站住！你还有什么吩咐？是不是糊涂了？
那边，方向走错了。你先走，我留下来。你一个人没法交代，就这么跑了，他们更急。应该没事，就是个送酒的，不妨事。我们见机行事，既来之则安之，危险和机遇向来并存。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大师倒酒！哼，叫什么大师？老子不爱听。对，是我失言，应该叫将军。哼，老子这辈子最恨2个人，你知道是谁吗？我知道，其中一个就是镇南王。我呸！什么镇南王？现在不过就是一个臭罪犯。当初要不是他，没见老子立什么军法军威，老子还在沙场快活呢。他差点要了我半条命。回京之后，要不是翼王殿下给我指条明路，我还空闲在家呢。敬翼王殿下。翼王殿下是好，可他手下，将军呐，可别乱说，别让人听见了。哼，听见怕什么？老子就是要说，要不是那个姓莫的，老子现在还在京城，岂会到这里当什么和尚？本来殿下说的是当个假的，装装样子也就罢了，可他偏偏要往真里做，让老子剃了头发，还烫了这个。将军可不敢大声，那个莫先生看着文文弱弱的，可是个厉害的主啊！我可听说他那折磨人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啊，这手上不知沾了多少人命。哼，别人怕，老子不怕，他还能杀了老子不成？他是厉害吗？他不是厉害，是阴险。我问你，你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吗？这不曾见过，只远远的见过一回。他穿着黑斗篷，看不真切。哼，近距离见了也是白见。我告诉你，那个家伙可不只有一张脸。什么？你们退下！若是敢胡说，就小心狗命！站住！这个长得倒是不错。你叫什么名字？阿爹。阿爹？庙里这些日子不能弄来姑娘。你有什么话冲我说？你说什么？放肆！你怎么跟将军说话的？张嘴！你敢打我？咔，2记手刀同时出，把络腮胡子和男人齐齐打晕。现在杀了不妥，若是有人来发现，会节外生枝。我先用药迷倒他们，再在角落点上毒香，你觉得如何？甚好。还没来得及喂迷药，忽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响。你在这里别出声，交给我。等一下，若是来人问这2个人在哪，你就说不知。说你刚过来送酒，按我说的做。你说你最恨的人之一是镇南王，我想镇南王应该也会后悔，当初军法处置只要了你半条命，若只有今日之祸，就应该除掉你，一了百了。你这半条命已经活得太久了。干什么的？大师命我去搬酒，把酒送来却不见大师。你叫什么？建明贺大。在哪儿办差？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小人身份卑微，您自然不提的。小人在东边值守，负责防守药材。谁在那儿？颜如玉抱着2坛子酒慢慢的转出来。你又是何人？我们兄弟是被临时叫来给大师送酒的，其他的我们不知道。说实话。小人说的是实话。说实话，无论什么都能饶你一命，要是不说，那就做刀下之鬼。不是小人不肯说，是大师吩咐了，他要去寻乐子，不让小人说，还赏了小人2坛子好酒，还说小人若是泄露了行踪，不但要丢差事，连性命也得丢。信是半信半疑，漫步走向屏风，屏风后空无一人。他去哪儿了？快说。说是山后刘家村上个月刚死了丈夫的吴寡妇。你们俩将功补过，去劈柴挑水。怎么回事？走，
一会儿再说。那个络腮胡子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知道，我与他曾一起在军中效力。他出身不错，祖上都是武将，自己武艺兵法也都拿得出手，几场战役也都算是勇猛。王爷对他也算寄予厚望，可惜此人贪酒好色，2次因酒差点误事。王爷斥责他之后，他还心怀怨恨，在打了败仗回营途中残杀无辜村民，杀良冒功。王爷得知之后，把他拉到外面，本欲削手示众，但他有一块祖上传下的金牌，乃是先皇所赐，可免一次死罪。但死罪虽可免，活罪却难逃，几十军棍是免不了的。之后便把他逐出军中，他带伤回京调任，自那也就断了联系。今日才知他竟然投靠了义王，还到这里做起了假和尚。这种人早就该死，让他多活这么久都算是失误的。免死金牌这种东西还是要看谁用，祖辈的功劳不是他作恶的理由。若是因此就为所欲为，既辜负了皇恩，也辱没了祖宗。是姐，我与少夫人的看法一致。不过为何刚才那个信使没有发现他们呢？因为我用了障眼法，这是家族不传之秘，人在哪儿他就是看不见，能维持一个时辰。王爷相信吗？信。世界之大，有很多奇人异事。我之前什么时辰了？饮鸩3刻。快开门，动作麻利点。抱着沈梦草，跟着其他的人绕到大殿的后面。你们几个留下，准备好东西，一会儿听令生火。都拿好了，一人就1颗。一会儿生火之前服下，谁要是丢了，出了什么差错，我可不管。这是什么？放心，毒不死你们。警告你们，别自作聪明，都老实吃了，要不然……又是一声钟响，卯时到。时辰到，开庙门。各位施主都听好了，都到功德箱前做登记，换取号牌，按顺序进入。里面的位置也是按号牌，请各位施主遵守4规，如有违背，休怪本寺无情。等办好了号牌，都站到祭奠的位置。又一声钟响，快生火！拜。烟雾迅速散开，在殿内上空慢慢汇聚填满。是这个味儿吗？方丈站在神像前，首先受到冲击，他捂着口鼻，擦着眼泪，冲出大殿。什么那么臭啊？方丈，这是怎么回事？是啊，何处来的臭气？那是什么味儿？方丈，和我们说说吧。这味儿怎么这样啊？好像和银驼烧的时候不一样啊。银驼烧的时候虽然不说有多香，但至少不臭。许是买草的人卖错了，算是阴差阳错。咱们不管，只管看戏。咱们这都臭，他们那边更臭。先别烧了。各位，此乃神君给大家的第2轮考验。功德箱看的是诚心，此番考验的是能否受身之苦，心之累。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切莫在神君面前放肆。稍后神君自会给出指示。神君会给什么指示啊？阿弥陀佛，神君自会放出智慧之光，有缘之人自会见到。不错，见到的请务必要谨守秘密，不可对人言，否则这点渊源就会丧失在口业之中。怎么？感觉他的指尖在他掌心一动，塞进一样东西来，是一枚黑色的圆球。阿弥陀佛，现在众位施主闭眼，默念心中愿望，在听到钟声时便可睁眼，慧光就会在那时闪现。霍长鹤的手指一弹，把颜如玉给他的东西弹向神像的头。各位施主请看神。见神像如同突然被雷劈了一样，轰的一声冒了一阵烟，机器的尘雾中咕噜噜掉下来，碎了一地的烂瓦片。哼，霍长鹤打的也太准了呀！方丈，这就是慧光吗？诸位，神像此番也是预警，各位，神就是神，无论是慧光还是自毁其相，
都是一种让我们警醒的方式。慧光自然是好，但自毁神像或许就是神想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东西。与其胡乱猜测惹怒神明，不如静观其变，相信不久的将来结果自会显现。我知道很多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符咒，符咒珍贵自然难求，能不能得到就看各位的机缘，但我保证在你们中间定有那么几个可以得到。接下来就是符咒显现之时，来人呐！你猜那是什么？香灰。哎，你怎么知道？霍仲马告诉我的，他说过用神梦草煮水在纸上写字，经过晾晒，字迹就会消失不见，等到轻撒神梦草的香灰，字迹又会重新显现。所以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其中几张纸上写下了字迹，只不过现在瞧不出，等香灰一撒上去，字迹就会显出来。不错，哼，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一招会不会又玩砸。各位按序号排好队，拿着你们手里的号牌纸上前来。实不相瞒，你们手中的号牌纸其实就是未显化的符咒。方丈，请问如果不小心遗失了，能否补一下呀？阿弥陀佛，一切都是因果，丢失或者损坏都不可补。怎可如此？我辛苦赶来，又等了好几天，你们也没提前说明啊！如今连补都不行。是啊，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让我们补上，凭什么不补？那我就要问问，你们的号牌纸是丢失了，还是损毁了？那么其他人呢？哼，生前说谎话，死后下地狱，可是要被拔舌头的。好，方才就在店内。来人，去找，看地上有没有被遗失的号牌，去搜。既然来了，就要守规矩，不愿意守的就自行退去。谁要是胆敢闹事，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来人，把他们几个赶出寺庙，把号牌纸都拿出来。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变脸。比银驼唱的妖魔变脸还有意思吗？我也觉得这些读书人很有意思，一直到最后一个人，信使蹙眉刷下，结果一样，没有。不是说会有几个，为何现在一个也无？这位就是从平阳来的邱伯谦。神明之意随时可改，若是没有，也在情理之中。各位就好好用功读书，全凭自己吧。哼，什么符咒，本公子并不在意。但本公子不在意是一回事儿，若有人故意欺骗，就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公子，话要想好了再说。本公子向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祖父就因此时常夸赞于我。邱公子好气魄，不过你质疑神明，可别拉上别人。平阳邱氏名声在外，邱公子想要功名可以不考读书，不代表其他书生也是啊，别因为嘴痛快去连累别人。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江二公子。哼，我自问学问不如江二公子，人人都说江二公子学识太多太重，把身体都给压得不长了。江氏和邱氏一向不对付，就因为世家排名，两家人一见面就和乌眼鸡一样。尤其这邱伯谦和江延木，同样的年纪，更是时常被拿来比较。江延木在江氏兄弟中最矮，比邱伯谦也矮上一些，因此经常被邱伯谦取笑。好了，这里不是逞口舌之所，休要多言。提醒各位，方才神像示警，如今又改变主意，收回神符，你们还是要好好反思，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妥，惹怒了神灵。人群中突然有人叫了一声，这一声突兀又尖锐，还透着凄厉。啊，看他身上，是他。来人，把他按住。他这是怎么了？正是，我们要回家，凭什么把我们困在此处？没人想困住你们，是为了安全。事发突然，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如果真的是，那你们中间有人与病人接触过，到时候极容易传播。啊，
我没有和他接触过。我也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刚才不是有人被赶走了吗？他们已经离开，扣着我们有什么用？我们走。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就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气味不对？他们也没有被迷晕，符咒更是没有显现。这我也不知，明明都是按照计划做的。打开库房，好在有惊无险，中间虽然有差池，结果还是一样的。幸好是这样，我得去向莫先生禀报。他的性子你知道，你我能否活命，全看他的心情。要不就和莫先生说，一切顺利。反正现在他们已经相信瘟疫发生，结果相同，接下来就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了。等那位来了，我们尽心办事就是。再说，神梦草也不是我们弄来的，神像上的机关也不是我们弄的，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计划走的。好，那我去回莫先生，你记住，你和你的人把嘴巴都闭严。对了，无论发生何事，后面关押的那个都不能出任何岔子。是，你放心。我想去看看那个李书生，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瘟疫。不行，太冒险了，而且根据情况来看，多半不是。他们不会拿自己冒险。就算是假瘟疫，他们也不会只害李书生一个。为了造成恐慌，势必还会第二个、第三个，甚至上百个。要想有备无患，必须知己知彼。叶家人就在这里，我们还是看一下为好。好吧，我们过去看看。如果戒备太严，不好下手，那我们就先退走。到时候等他们再弄出几个，我们再看也不迟。颜如玉本以为会看到李书生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样子，却没想到是另外一番场景。请转告方丈，我一定按时吃药，让这病症消不了，还望方丈能够替我谋一份前程。他从小孔中弹入一粒迷药丸，不多时，李书生就晕过去。我去把那个碗偷出来。哎，我去。这可怎么好？瘟疫，这我们还有命活吗？我听祖父说过，襄黄时期老家那边就闹过一次，人是一村子一村子的死啊，能活下来的没几个。哎呦，天爷呐，我们怎么这么倒霉？本以为流放就够倒霉的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凶险等着我们。都怪镇南王府被连累流放，还不够倒霉吗？我原本已经认命了，一想着活到西北，穷也好，苦也罢，总算能活。现在却遇上瘟疫，也把命丢在这里了。大夫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就是给我们一个说法。各位，瘟疫之事尚未定名，官府也还没有明确的通知。再者，还有官差们在此，究竟何去何从，我们只管听吩咐便是。即便是瘟疫，大家也当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渡过难关，而非指责。瘟疫并非我母亲之过，她没得说，也不该为此负责。非要说责任，当是安泰镇官府之责。大家都姓霍，出门在外更该同心才是。流放是皇上的旨意，同脉同宗，荣辱也当与共。既然走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计过往，关注眼下。眼下过得去，才能有以后。颜如玉呢？我大嫂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不会跑了吧？她一向精明，做事果决，心又狠，会不会提前知道扔下我们跑了？不可能，如玉不会扔下我们的。哼，谁说我嫂嫂心狠？这些日子谁没有受过我们家的接济？嫂嫂话少，但不是心狠。你们家2房3房都是被他整死的，还不狠？胡说，我嫂嫂才不是。仙女婶婶是最善良的人，治好了我娘，不许你们这样说她。各位，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少夫人聪慧坚韧，这种困境之下，只有她那样的人才能带我们走出去。还请大家相信，少夫人绝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她治好你媳妇，你自然是信她。霍仲卯，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那什么才叫有骨气？和你们一起骂，怀疑少夫人？抱歉，这种骨气我霍仲卯不要，那不是骨气，那是忘恩负义。哼，2房3房，他们干了什么龌龊事，你们没看见？再说，他们是自取灭亡，哪个是被我大嫂害死的？
是他们咎由自取。干什么？不敢去外面，就在这里窝里横是吗？来，我看看都有谁。哎呀，耗子扛刀窝里横，还有谁？那颜如玉去哪里了？让他出来说话。就是让他出来。帮忙去后门把小平板车拉出来，我先回去，你去那边，一会儿再回来。哎呀，我大嫂出去了，稍后即回。我家如玉一定会回来的。你去街上找找颜姑娘。谁找我？少夫人，您回来了。本来想出去买点补给，准备明日动身，结果镇上出了变故，恐怕一时走不了了。惦记着大家都没什么吃的，就备下了些，带回来分分。刚到门口，就听到有人说要找我。是谁？找我有什么事？他跑了，做事心狠，跑了嘿，2房3房都没了。哎呀，耗子扛刀窝里横。谁说的？怂了嘿！哎呀，敢做不敢当，骨气不要了嘿！黑山鸡扫了一眼，展开翅膀，张开爪子，奔着刚才吵得最欢的2个人抓了过去。米面油以及青菜水果和肉，我们自己留下一些，给马大人他们一些，剩下的交给母亲分配。是。这2家不分。是。凭什么？凭这些是我自己拿银子买的，我乐意给谁就给谁。吃了饭骂街，放下碗骂厨子，我颜如玉不惯这毛病。你自己的钱，你哪来的钱？我哪来的钱还需要向你交代？你也配？嫂子，您大人大量，别和他们一般见识。咱们呀都是一家人，哪能不分给我们呢？哼，你是谁啊？我是霍大的媳妇儿，咱们……你和谁攒的？我和你不熟。有什么冲我说。方才我家如玉说了，分配的权利归我，他忙里忙外够累的了，你们就别去烦他了。哎呀，大妹子，如果是你说呀，那就更好办了。这如玉嫁过来的时间短，咱们呀可是好多年的交情了，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么口吃的身份了呀。哼，我不是你的大妹子，二夫人才是你的大妹子呢。可惜呀，她不在了。刚才你俩儿子叫着骂我们如玉的时候，你不出来教训，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怎么的？为了这么口吃的，脸都不要了？哎呀，你这话说的，那个长旭呀，你和他们兄弟俩可是如同亲兄弟一般呐。这一家人吵架哪有记仇的呢？你说是吧？我母亲这话说的一点不错。霍大、霍二和霍长青是好朋友，他们仨才是亲如兄弟，我高攀不起。二哥说的对。来，我看有谁不服，冲我这小铲子说话。你笑什么？笑你铁铲鹦鹉。那当然。哎呦，专治装晕小铁铲，来晕一个嘿，哭一个嘿。大人，外面情况堪忧，究竟要滞留几天，谁也说不好。这些东西放在你们这里比放在我们那里安全，再者分开放也更好些。二公子所言有理，那就放下吧。哎，哪儿来的？我还想一会儿带樱桃出去买一些呢。我之前悄悄买的，放在那边藏了起来。之前就预感到近阵子没有好事，现在事发正好拿出来。少夫人聪慧，无人能及呀。这倒是。领过食物的，家里有女子或针线的，可再到我这里来领及时布，给家中老人或者孩子做身衣裳。我话说在前面，给家里谁做，量好尺寸来领，不许多报。另外都听清楚，是给老人和孩子，没有老人孩子的给女子做，男人放在最后。为何？因为物资有限，因为老人孩子女子体弱，因为平时补给给物资时，女人们把家里的钱算着分成几半花，都先紧着男人。这个理由够吗？剩下的布到时候根据表现再做分配。谁若是欺负自家女人，让我知道，那就和霍大霍二家一样，直接被取消资格。我保证发放物资不止这一次，以后路上我会带着大家吃饱穿暖，平安到达西北。我颜如玉说到做到。好大的口气！
颜如玉，别的不说，单说眼下安泰镇瘟疫横行，你怎么保证？严大人，这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吗？我们可都是被你管束，有你押送，你现在不死怎么保住我们？我替你稳人心，你反而来质问我。严大人，你究竟是想让我们活，还是想让我们死？哼，莫名其妙，是你自己在那大放厥词，与本官何干？那严大人就说说你的计划，你打算如何保我们周全？是啊，严大人，不止他们，我们也等着听您的英明号令。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哼，本官如何知道？严大人，您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吧？当初是您下令要进入安泰镇的，本来在镇外过夜即可，第二日填些补给即可动身，也不会波及到我们。您却执意进镇，进镇不算，还非要留下住2日。马大人，你胡说些什么？莫非是指责本官是故意的不成？是不是故意，你自己心里有数。严大人最好想想法子，发挥你的作用，别不但不管，还说风凉话。哼，颜如玉，我看你能狂到几时？自然比你的命还要长。来，过来领步。哎呦，给我看看有没有受伤啊！出去那么久，可把我担心死了。母亲放心，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别的还好说，就怕真的是瘟疫呀。我听从街上回来的人说，外面都乱了套了，官府还封锁了出入口。这阵势啊，他们说的对，以前老家的确闹过一次，相当惨烈呀。老家的村子后来往东迁移了几十里，我就怕……瞧我，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咱们吉人天相，定不会有事的。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坎儿都能迈得过去的。母亲放心，这根本就不是瘟疫。当真？当真。我从街上回来，岂能不知这是有人想故意制造恐慌，或者还有更大的阴谋，特意安排的。最初发病的人我见过，他就是那天晚上要抢咱们房间的书生，还合演的戏而已。简直是坏胚子，还读书人呢，怎可如此？真是丢圣人的脸。他们自己的脸都不要了，还顾什么圣人？母亲知道即可，不要告诉旁人。请你牢记我的话，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相信。再者，即便是瘟疫，我也有办法治，保护咱们一家。如玉啊，我们家遇见你，真是好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这要不是你呀，我们母子早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等长鹤回来，这些事我都要一一说给他听，让他牢记。不论如何，咱们的情分说什么也不能断。好。嫂嫂，母亲，我可以进来吗？恒儿，过来。仙女婶婶，我能进来吗？都来，那给你们留的，别人都没有。嫂嫂，你生气吗？我生什么气？恒儿和庆香这么乖巧可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为何要生气？因为有人说您的坏话，我好生气。你们维护我，我很开心，但不会因为那些人的几句话生气。对付他们，要么不出手，要么就一击制敌，让他们记住教训，永远都怕。如果只是逞口舌之争，只吵来吵去，累坏自己，太不值得。一击制敌？对，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读书非常有用，但也要有武力。读书是为了和别人好好说话，而强大的武力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和你说话。嫂嫂，我记住了，我这就去。你去哪儿？我去找大哥哥，让他教我练武。我也回房间了，让爹爹教我认字。我要快点和婶婶学艺。母亲，这个您收着，吃上不用省着，我有办法弄的。这是我特意给您留的，还有些棉花和皮货。趁着这段时间，您若是闲得无聊，就做做衣裳。这2日要下雨，这场雨过后，秋意就浓了。秋天一闪即过，我们越走会越冷，得早做准备。哎，好，我最喜欢做这些了。以前你公爹和长鹤的衣裳鞋子都是我做的，后来有了长旭，才慢慢的交给下人做。我先给你做。颜如玉正要说话，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看衣服军刀不是寻常的府衙官差，是安泰镇的护城军。来得好快，街上乱成那样，
不说先管理秩序，安稳民心，却要先来如此偏僻的小庙，来管制我们这一堆流放犯。这里的护城使姓吴，有个妹妹是兵部尚书的妾室。哦，原来如此。翼王党，正是。这安泰镇步步都是陷阱，坑坑都奔着王爷，连用的人都如此巧妙。文清浊，寺庙的那个假和尚，还有这位吴护城使，任何一个得到王爷的消息都不会手软。是急啊，所以还请少夫人多谨慎。多谢大当家提醒啊，大当家的，回头量量你的尺寸，我给你做一件外袍。多谢夫人。应该的，你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助我们，我现在呀也就只能做顿饭，做件衣裳，别的也帮不上什么忙。带着平安之后呀，若是去相看亲事，我再给你做套新衣新鞋。这谢早了。好，听夫人的。大哥哥，你看我用这个练怎么样？我给你做一把小木剑。真的？以前大哥也教过我，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有一把小木剑。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我给你做一把更好的。几名官兵撞了过来，伸手要推开霍长恒。做什么？做什么？你说做什么？别挡老子的道！你是干什么的？他不是犯人，是……官爷，我们是归严大人和马大人管。你有什么事，不妨直接跟他们说。我等犯人哪敢劳驾您亲自下令？嘿嘿，小娘子，到了安泰镇就得听我们护城军的，别说你们，就是严嵩也得听。小娘子，我看这里不怎么安全，不如这样，你跟我们走，不但能保证你安全，还能让你吃喝不愁，如何？官爷，我们是流放犯，不是路边的乞丐流民，随便拉上就走的，都是在皇上朱笔之下有名有号的。不如你写个折子，看能不能让我们跟你走。严大人，严大人，您倒是出来说句话呀，别装病也别装聋呀。别怂嘿，出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没聋走两步。官爷，话可不能乱说，小心风大闪了舌头。你说什么？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有没有你说了不算，他说了算。哈哈哈！哎呦，真他娘的邪门了！今天遇见不知死活的，行，既然如此，那就拿你开刀，把他拿住。在这可不行，我胆子小，怕血，不如去后面的巷子，那安静。嘿嘿，好，这小娘子深得我心，我等着，等我处理完这家伙，定然把你带走，吃香喝辣。好啊，那我得亲眼看着。嘿，你不怕？怕也得看。好，走。别担心，我去就会。这些人就是来试探我们的，不给点颜色，以后麻烦还会来。大嫂，我也去。不用，你陪着母亲照顾恒儿。就这儿吧。好，就这儿。小子，你想要死得痛快，那就跪下磕几个响头，哥儿几个还能发发善心。否则的话，否则怎样啊？否则就把你胳膊腿儿都剁下来，再让你死，让你哭着求死。跪是不可能，你方才说的你倒是可以试试，没准儿我也能给你个痛快。要动手就快一些，母亲还等着我回去。哎，小娘子，刚才不是说了吗？就这，你们的绝命之地。放肆！你们身为流放犯，敢杀我们？我们可是姓吴的走狗。霍长鹤的话音落，手一挥，刀光闪，血光溅。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习惯速战速决，没有把握住，应该像他刚才说的那样，先剁掉四肢，让你们哭着求死才对呀。颜如玉二话不说，手起刀落，再杀一人。求别杀我们，我们也是听命行事，迫不得已呀。听谁的命？是程使叫我们来的，说是有几十个流放犯在此落脚，
让我们过来查看。要把我带走，出言不逊，也是你们陈氏的意思？不，姑娘误会了，我们只是说说而已，不敢对您有任何不敬。把身上的腰牌、身份文牒之类都拿出来，不能让血把这个染脏了。他和霍长鹤默契举刀。你先回去，我来处理。你又发什么疯？严嵩，我想和你谈个交易。你和我谈交易？我没有听错吧？当然没有。长话短说，这段时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这小庙平安，像今天这种被护城军或者衙门中人故意找茬的事不要再发生。严嵩，你想升官发财与我无关，但如果你想踩着我们上位，那不可能。这就是我的态度，听懂了吗？颜如玉，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别以为你手上有点老子的把柄就能为所欲为。实话告诉你，这次的事与往事不同，你摆不平。我只是不和你一般见识，别以为你真的有多么了不起。镇南王又如何？现在还不是不敢露面？哎，你那点伎俩把柄我不在乎，等我高升手握重权，我倒要看看谁敢胡说八道。高升手握重权，哼，严嵩，你觉得如果我们有所差池，我会让你活着吗？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做垫背。你试试看，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先死。颜如玉手握着刀柄，刀尖突然往前一滑，刀刃朝着严嵩。你就在他张嘴的刹那，颜如玉把一枚东西扔进他的嘴里。你给我吃了什么？我的话说完了，至于做不做，你自己看着办。颜如玉，你给我吃了什么？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我保证，如果我们有什么差池，你必先死。什么高升，见他娘的鬼去吧。颜如玉，现在外面闹瘟疫，你觉得你能躲得过？严嵩，别自作聪明。我说的，今日那些护城军还有衙门中的人，我只是在告知你，不是在求你。你答应，你好过；如果你不答应，大不了我再杀几人，看到时候东窗事发，倒霉的是谁？你去说，人是我杀的，你看看有没有人相信？颜如玉，母亲，别把布用完了，我不要紧，给恒儿备下冬衣。放心吧，我这心里呀有数，这么一大批，你用不了多少的。母亲，大嫂，天好像快下雨了，我想趁着还没下出去一趟。你出去干什么？老实待着吧。我想去买些驱寒或者清热的药材，手里有点药材总比没有好。你又不懂医术，去买什么药材呀？现在街上那么乱，你就别添乱了，老实去待着，和坨坨一起，人家那么勤快，你也学着点儿。在你心目中，我连胖坨坨都不如了是吗？大嫂，你别叫你大嫂，你老实听话，老实待着，让你大嫂省心就行了。药材的事你不必担心，我备下了，到时候用得上自然就会拿出来。长旭，你和霍中卯一起做个册子，每家有几个人，年纪如何，每个人都擅长什么，一都记清楚，我日后有用。好，我即刻就去。淑玉啊，多谢你不计前嫌，肯原谅这孩子。母亲，那是因为他是夫君的亲弟弟，撞了南墙可回头，我愿意给个机会。如果是旁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说得好，我就喜欢你坦诚。你可不知道呀，我之前在管着王府，自家的事不必说，没事的时候呀，还要去参加这个宴那个会的，一张张虚假的脸，说句话呀，那弯绕的能把人肠子绕得打上结。现在好了，离开京城，我像重新又活了一回，活得呀有滋有味的。我现在倒觉得流放这一趟呀，未必就一定是祸呀。母亲睿智。先生，镇子里已经闹起来了，护城军封锁了全镇，还斩杀了几个闹事的人。无所谓，反正那些人大部分也是要死的，
早死晚死没什么区别。严嵩那边可有什么动静？回先生，暂时还没有，有一小队护城军去过，结果如何还没消息。几时了？回先生，刚过酉初1刻，时辰差不多了，吩咐下去放出第一批。杏林先生如何了？今日精神头还不错，小院子那边又闻到药味，又开始熬药了。我去看看。昨夜火候搅拌的时候再掀盖，不要太频繁。你也来了？昨日来过，听说您累着了，就没打扰。别提这事儿。东西找到了吗？还差一样。这次出去找到了一样。您不是说这2样都很难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就是美人胶。只许看不许摸，这可是炼制丹药的重要药材。只得此1枚吗？还有2颗，1枚已经实属不易。让我遇见那丫头，我非问出她从哪儿弄的美人胶不可。丫头？正是，那丫头诡计多端。对了，你帮我找找，看她现在走到哪儿了。好，她是什么人？她是个犯人，是被流放的。这个应该不难找吧？莫不是镇南王府的人？仙女婶婶，你生病了吗？没有，大概是要下雨了，天有点凉。仙女婶婶喝茶暖暖。小金香真是个小棉袄，你的伤已经好了大半，不必担忧，安心休养便是。稍后吃饭叫你们。婆母，这瘟疫可非同小可，咱们还是想想办法吧。能有什么办法？我们是犯人，不像你去哪儿都自由。魁娘，要不你带着孩子走吧，说不定还能保住命。婆母，我怎么能扔下您？现在这么乱，不如您跟我一起走。我自己走，不管旭儿和恒儿了。魁娘，你实话告诉我，这是不是长鹤的主意？他是不是病得脑子都坏了？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了，难道就不顾这手足兄弟了？外面这些人可都是他的族人宗亲，这就不管了。这他娘的说的是人话吗？你给我把他叫来，看我不大耳瓜子抽他！脑子坏了！哎呀呀，他娘的不会说人话了嘿！婆母，您别生气，夫君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担心您。他素来孝顺，这样不顾手足兄弟的孝顺，我可不敢要。婆母，若是瘟疫到此，可说不好谁死谁活。您死，我也要和我的孩子们死在一处。你也是做娘的，你会丢下瑞根走吗？哼，要不这样，你把瑞根给我，你去找长鹤，你俩逃命去吧，双宿双飞，永不分离。去吧，去吧，逃命去吧。婆母，我不会丢下瑞根的，这不就行了？仙女，仙女，皮肤好白，眼睛好亮。婆母，我先走了。哼，少夫人好手段，训只鸟替你偷听，为你说话。那当然，哼，可惜你没这手段，连只鸟都瞧不上你。你说你差不差劲儿？哎呀呀，要哭了嘿，晕一个嘿。哪儿呢？哪儿呢？他要让我跟着他走，这是想把我骗出去啊！没事，不用理他，我会让他后悔留下来的。回去。官爷，我出去买点吃的。不论干什么，不许出去。我们娘俩没吃没喝，您行行好，让我们出去，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再说最后一次，回去。哟，这是谁呀？哈哈，哎呀，哦，原来是与人私定终身、未婚先孕的那个。官爷，我想……你想？这是流放队伍，你想有什么用？可我不是你们的犯人。哦，对，我差点忘了。不是我们的犯人，还死乞白赖的跟着我们走，你说你是不是有毛病？现在外面闹得紧，我们就负责犯人的安全，即日起不许出门。你不是我们的犯人，但我们也没必要负责你的安全。行，出去吧，出去就别回来了。官爷。
我可告诉你，别来这一套。我家里姐妹多，哭哭啼啼这招我见多了。你要再哭，我直接削你，让你哭个够。大当家，请留步。何事？奴家想请大当家帮个忙。帮不了。奴家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对于大当家来说就是小事一桩。小事大事我都帮不了，就是不想帮。大当家为何不敢看奴家？大当家，求你帮帮奴家，只要您能帮忙，奴家……别碰我！大当家。话音未落，一大黑影子扑了过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对着他的头发就是一抓。大鸡威武，大鸡威武！哦呦呦，奴家害怕，帮帮奴家，奴家饿，帮帮奴家。大当家，出去啊！好想死啊！我没有。你过来。少夫人，我……话音未了，颜如玉反手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你敢打我？哎，忘了说，我有一点点强迫症，打别人耳光习惯打对称。回娘，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少夫人莫不是对大当家起了别的心思，不允许别人对她说一句话吧？婆母。哟，魁娘来了，这脸是怎么了？疼不疼呀？再说一个字，我就让你这个字变成遗言。来呀，打脸啊！反正有两边脸，左边完了打右边。来呀，打脸啊！你嘴怎么这么损？哎呀呀！世上谁最可爱？坨坨坨，银坨银坨，干掉金坨！大当家要出去啊？少夫人，你听我说，我没有，是他。是他引诱你，你没上当，对吗？啊，确实如此。我以后离他远点，连引诱的机会也不给。大当家去哪儿？啊，我去查看一下镇上的情况。行，注意安全。那可解毒，可解媚术。你是说？还以为大当家经过大风大浪会很快识别，没想到差点在阴沟翻船。大当家在这方面还要加强警惕。我之前打交道的多是男子，女子极少，更没有这种啊。方才我意识到不对劲，但没想到他竟然会媚术。这种邪门歪道平时不多见，他这一次算是亮个底牌，我倒知道该如何防的。少夫人聪慧。那当然，再过1个时辰会下雨，大当家早去早回。啊，媚术是什么？我以前只听京城那些夫人说狐妹子，这真有媚术这种东西啊？有的，有些人会专门挑一些女子练习媚术，我也是小时候听路过的江湖的人说的，练得好的的确很厉害，能魅惑人心。不过魁娘应该没有那种本事。这种啊，还是对男人有用，对咱们女人没用。可见练习这些歪门邪道的人都知道，男人呀更容易上这种当。母亲说的极是，我看大当家是个正派的。淑月，不瞒你说呀，我有时候看着他会恍惚，觉得他的身形动作和长鹤很像，但是吧，这脸又是截然不同，声音也不一样，搞得我这脑子呀乱糟糟的。不过我知道了，他是个好人，也是没法子才做了山匪。上次说家里祖坟差点被人刨了，唉，也是可怜呐。唉，母亲啊。大嫂。哎呀，你不去睡觉又来干什么？大嫂交办的事我办好了。这么快？多亏仲宝哥帮忙，他做这些事真是又快又好，我就是打个下手。好，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大嫂，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孟大人啊，严姐姐，有什么事儿别叫我孟大人，叫我妖良。我姐姐们在家就是这么叫我。一会儿要下雨，你去告诉马大人，我之前备下了一些防雨的油布，一会儿让程旭陪你们去拿。这小庙破旧，还是早做准备，免得大家被淋。行，我这就去和马大人说。大嫂，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啊。就在房子后面草垛下，你去叫上仲卯，你们2个一起去，再找几个听话有力气的，一起帮着进军干。雨很快就会下。好，我这就去。程旭，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时机，
他们之前说或不说，心里难免有怨言。从进入这里起，就是转机，明白吗？我懂得，大嫂，你放心。好，去吧。外面风大，注意安全。干什么呢？大人，他们去补屋顶了，说话漏语。这些臭犯人都死到临头，还怕淋雨？让他们安静。大人，是马丽雨带人去的。这个姓马的，处处跟我作对。大人，那我们滚开！救命啊！他是不是有人发病了？都回去。谁如果不要命，尽管过来。凭什么不让我们走？难道要让我们在这里等死吗？没有什么凭什么，军令最大，都给我听好了。谁要是不听话，各杀无论。把人带走。要把他抬到哪里去啊？自然是去该去的地方。停，就是这儿。砸门。头儿，下雨了，前面还有2家，加快速度，否则就得淋雨了。要不咱兵分2路吧？也行，你们那队去前面第2条胡同，第3家，其他的跟我走。军官被迷晕，霍长鹤搜他的身，找到令牌和那张纸。这边加固一下，还有这里，小心些。二哥还是要多练练身体，要不让他和我一起跟大哥哥练吧。他哪是那块料？哎，那二哥是哪块料？你呀，就不必操心这些了，小心心眼太多，长不高。屋顶上，一道影子似是脚下一滑，身子翻滚，一直滚到边缘。哎呀，抓住！当家的！哎呀，是霍老三。上来！旭儿，二哥！正打算救霍长旭时，黑暗中跃起一道人影，把霍长旭拦腰抱住，落在地上。哎呀，大当家的，谢谢，多谢你了，救了我儿子呀！大夫人不必客气，二公子没事就好。大嫂，对不起，我没有干好。没有，你做得很好，你牺牲自己保住霍老三，就是不想给我惹麻烦。你这个孩子。母亲，我没事，多谢。手没事吧？啊，没事。过来，抹点活血的药膏，别硬撑。景无说，我有一些发现。好，这么看来，他们是有目标的去找，而不是在街上胡乱抓人。你之前不是在文清柔的书房拿到地图和镇上的人口册子，大概就是用来做这个的。他们事先在目标人家放了东西，让人以为是瘟疫发作扩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来，快喝点吧，暖暖身子。啊，谢夫人。正说着，有人敲门。大夫人，二公子，多亏了你救下我当家的，是否则我……是啊，二公子，要不是舍身救我，我说不定得摔断骨头，好不好命都没了。多谢你。都是自己人，又是长旭叫你去干活的，岂能不管呀？这没什么可谢的。这是哪里话？我知道二公子叫我去干活，那是给我机会，瞧得起我。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还差点闯下祸。哎呀，三哥，再这么说下去，可就生分了。天色不早，又快要下雨了，赶紧回屋去吧。对对，赶紧喝碗热汤，别着了风寒。是，多谢多谢。哎，这霍老三也是个可怜人，自小没了娘，就由大房收养着。这说是收养，其实比个下人强不了多少。本来该是嫡出的公子，却，到说亲的时候呀，还给说了个娘家没人的。好在这媳妇儿周氏是个泼辣能干的，夫妻二人呀，倒也和睦。让霍老三去干活是钟某哥提议的，他做得对。你平时跟着霍仲卯，多学学里面的门道。你书读的比他多，但人情世故他比你懂得多，这些是书上没有的。是，谨遵大嫂教诲。好了，去睡吧。要一起走吗？在下告退。如玉，这世上真有妖魔吗？没有，我从不信鬼神妖魔。可好多人都怕鬼呀。人都怕鬼，可鬼却未伤过人分毫。倒是人心比鬼歹毒得多。好孩子，别再想以前的不开心了，往后呀，我会好好的疼你的。父皇，儿臣这几日抄经完毕，来敬奉给父皇和太后，祈求父皇太后福寿安康。哼，
马屁精，商量国事的地方，偏他在这儿讨乖卖脚。翼王的孝心，朕领了。这些日子也思过了，还是该多操心事务，为朕分忧。是，儿臣遵旨。皇上，老臣想请旨去安泰镇走一趟。首府年事已高，一路上又要舟车劳顿，瘟疫凶险，你还是不要去了。皇上，安泰镇是老臣的老家，老臣责无旁贷。太子，你怎么说？回父皇，儿臣以为瘟疫之事不可轻视，当尽早准备大夫、药材等等，要迅速着手。儿臣愿意去安排。好，那就交由太子统一安排。首辅年长，朝中也事情繁多，就留在京城吧。皇上，臣愿请命去安泰镇走一趟。臣身为户部侍郎，理应配合。也好，既如此，你就协助太子主抓此事，把一应东西准备妥当，尽快出发。翼王，太子殿下，这些日子你没来上朝，本宫派人去瞧过你，说你在思过不见客。今日见你气色不错，本宫也就放心了。多谢太子记挂，我在思过抄经，实在不见客。不过那些下人也是没有规矩，也没有禀报过。若说是您的人，怎么着也要见的。哎，你我兄弟何必客气？这次瘟疫之事，你怎么看呢？这种事不可怠慢，全朝上下都瞧着。太子殿下若是有什么用得着臣弟的，只管知会。六弟，太子殿下，翼王殿下，你这身子总也不见好，回头本宫让人送几株人参给你。不敢劳烦殿下，臣弟帮不上殿下的忙，唯愿不给殿下添麻烦。六弟本来身子就不好，现在又有心病，太子殿下，您的身怕是治不了啊。六弟重情重义，本宫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臣弟告退。怎么身子还是不见好？吃下那么多药也不管用，那些太医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唉，不怪他们，是臣弟自己不争气。镇南王还是没有消息吗？还没有，臣弟也为长贺担忧。霍家人都流放这么多天，唉，也不知道情况如何。别太忧心，本宫自会派人去寻找，等找到他，问明情况，自要为他洗清冤屈。多谢殿下。别谢来谢去，你有什么需要就派人来告知本宫，不用客气。有消息了。京城来的。太子生病，无法管理瘟疫之事，翼王临阵请命，不但主管此事，还要亲自来一趟。太子好端端的，为什么会生病？还挑这么个时候，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怎么也舍得让？他不想，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京城的药店卖空了治疗疫症的药，单凭太医院那些根本不够，何况太医院还是以皇宫为主，太子无法买到药材，头件事就办不成，所以只好病了。这点事就难住了。太子志大才疏，自从去年东宫智囊遇刺之后，他更急功近利，若非有贵妃在，只怕会连连出错。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好好给翼王殿下准备一份大礼。准备好了吗？好了，走。两人刚跃上屋顶，见一道影子悄悄地摸出来，小心翼翼地进入官差们存放干粮的地方。打算怎么让他们喝药啊？放到汤饭中？不行，要有些味道，放入汤中很快就会被闻出来。给，带上这个，贾公子给过我一个鬼王的，也很漂亮，只可惜鬼王的用在这里不合适。给，把这个挂在我身后，看到没有？我衣服上有个小挂钩。这是？这香料能让人短暂陷入幻觉。放心，之前给你的药可以解，这个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老头子，这可怎么好啊？拿什么？拿刀杀了我！我宁可死在家里，死在你手里，也不能叫他们拉走烧掉。我也不活了。刚说到这里，屋门突然被风吹开，
袅袅雾气里，有一位金甲武神飘然而来，递给老爷子一样东西。此乃天劫，本不该让百姓受苦。本武神奉天命而来，赐你解药，喝吧。多谢你救命之恩！多谢你救命之恩！我是金甲武神，在天庭镇守南天门，记住了。是，我一定铭记在心。老头子，快起来！你感觉怎么样啊？除了头有一点晕之外，别的没什么。老婆子，刚才不是做梦吧？不是做梦，这不是药头还在吗？再说，你不是不难受了吗？对，确实好了。哎呀，真是谢谢金甲武神。等明日你去买些贡品，我们要拜一拜。行，就是不知道现在外面这么乱，能不能买到？也对啊，那还是先不要出去，看家里有什么先用上。金甲武神既然来救我们，不会计较这些。为何要说是金甲武神镇守南天门呢？因为要让他们联想到王爷，镇南王，武神，百姓无辜，但王爷何尝不无辜？我可以救，但不能做无名英雄。既然做了，就要有回报。默默无闻，不求功与名，那不符合我，也不符合现在的镇南王府。是功是过，必须要说清楚。如玉，我相信我家王爷是无辜的，也知道好多人在等他现身，但不是现在。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合适？待到金光灿烂，王爷该挑一个高光时刻，闪耀登场。呵，说得对。走，去下一家。江研墨和他妹妹江小姐住在此处，据说江小姐身体一直不太好，不知道会不会对她下手啊？也不一定，他们是投毒，不是真的要命。究竟是江研墨还是他妹妹，尚不好说。小庄园防守很严，不似寻常百姓家。要不我去，你在此处等我。哎，不去了，我们回去。啊？好，听你的。少夫人，明天还熬药吗？熬。药材有点不太够，明天我去买点。不用，今天太晚了，先休息。明天去后面原来放油布的地方，还有药材，我都备下了，足够。好，那我明天一早就准备。明天熬了汤药之后，先让霍仲马喝一碗，我让他去街上拜师。好。干什么？主子，您有没有想过，少夫人可能是真的仙女？她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能备好，什么都会。想要赏赐就直说。主子，这不是我晚上给您的吗？这也算赏赐？再说，我也不是想要赏赐，是真心赞叹，真心的。哼，你也太小看我了。因为身份不便，且让他们放肆几天。现在就开始给他们抖小脾气了。外面情况如何？回先生，先生妙算，和您预想的一模一样。收来的人都安置妥了？回先生，一切妥当。对外宣称是怕情况恶化，已经拉去烧了，不会再有人找。每一步都要谨慎，务必万无一失。是。明天一早送杏林先生过去，看看哪些人能用，能用的交给他，不能用的直接就地处置。少夫人，你有事吩咐我。一会儿吃过饭，你乔装一下，去小庄园的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动。好，注意安全，小心为上。颜如月和霍长鹤跟在一队人的后面查看情况。这家，你们找谁？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啊，就我们俩。俊业，你有什么事？没什么，就是来看看有没有发病的。既然没病，就老实待着。是，我们一定老实。怎么回事？病号呢？没有，他们家就俩老大，没人生病。是这里，没错。里面的人没事？没事儿，好着呢，正干活呢还。行了，去下一家。一连好几家都是这种情况。走，回去。今天不搜了。他们回去报信，应该很快就会有所动作。莫先生歹毒，而且行事缜密，不能大意。我安排人手，像方才那两位老人家，就让人先暗中会货，以免被他们报复抓走。你有多少人手？先不说人手紧张，就是够，这样也太被动了。我一语在告诉他们有其他人插手此事，
让他们更警惕。别急，白天他们不敢动，我们晚上再来，我有其他办法。哦，你有办法？在决定做汤药的时候，我还做了别的准备。少夫人受我一拜。应该的，为王爷，为王府，我自当尽力。大当家久在军中，不似我，在后宅阴谋中生存，对付他们这等阴险毒辣的伎俩，我更得心应手一些。大当家可知这镇上的官员府邸在哪？知道，镇上最高官员并非吴成史，而是四品知州。按说知州府不该设在一个镇子上，就因为此地特殊才设立。不过此地知州一是受吴成史打压，二本身也是个圆滑怕事之人，因此整日不管什么时事。哼，身为一方父母官，不作为即是恶。时间还早，咱们去他家里走一趟。让开让开，看着路，撞上知州大人家的马车，赔得起吗你们？应该是知州府怕送菜的人不干净，担心染病，派人出来采买。哼，正好，就从他们入手。你就把里面关押的人带过来，让他带上易容的东西，到一个僻静的路口处，或长鹤出手，把他们3人打晕。不多时，尹定带着那个西贝火来了，我去看看那2个人，给他们灌点迷药。哎，大哥，你这还没表明心迹呢，要抓紧呢。你如何知道？嗨，这不明摆着吗？你这脸，给你做这个假脸的人也是高手啊，虽然不及我，但也算我见过中的头一位了。啊，你继续。镇南王喜欢那个姑娘，这绝对不假。哎，小人有一法子，可助你赢得姑娘欢心。那什么，小人觉得姑娘对这易容之术很感兴趣，小人愿意把所学所知事无巨细一一写录成书献给您，您可送与姑娘，保准她高兴。啊，对了，小人对一些奇花异草也有研究，深知女子美容之道。小人对天起誓，从未做过半点伤天害理之事。早先父母双亡，流落在街头，被他们捡了回去。见小人略有些学识，这才免遭其他横祸。说实话，冒充您这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啊。小人拿死去的全族起誓，若我有半字虚言，叫我和我的族人死后不得超生。我不信什么鬼神，此生是此生了，不信来世转生。你既有此决心，不妨表现给我看。现在有事，稍后再说。是。他们中了迷药，1个时辰内不会醒，你们就守在此处，等我们回来。你吃的什么？我罪有应得，他们没弄死我，已经是宽大了。我替你吃。还是原来的那个味儿，挺好吃。就是太少了。哎呀，好兄弟！哎，你在这瞧着，我去别处看看。放心，1刻钟我就回来。路过一座小花园的时候，听到有丝竹鼓乐声。小心点儿，别摔着。大人，舞得好，舞得好。待晚上翼王殿下到了，你就跳这支舞。这不行吧？奴家是大人的人，您待我恩重，我怎能侍奉他人呢？那可是翼王殿下，是皇子啊。别说皇子了，就是天子也不成啊！奴家只一心在大人身上呢。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岂能不知？只是此次关乎我的命运，平日里那个姓吴的就欺压我，现在又发生恶疾，若我不搭上翼王殿下这条大船，姓吴的一定会踩死我的。景儿啊，你就当为了我，成不成啊？竟是如此吗？若是能救大人，景儿纵然舍了这身子，又有何妨？没事吧？没事，出去说。我拿了他的大印，既然不为您做主，那药印也没用。另外，翼王今天晚上就到。那可真是太好了，也是时候了。等他来。二位回来了，容貌需要改吗？恢复原来的容貌就行。好嘞。你们在聊什么呢？驼哥在教我做人的道理。您这假脸，我给您重弄一个吧，不伤皮肤也不闷。若是想去，用热毛巾抹一把就得。如玉啊，你回来了。马大人刚才让孟孟良过来找你，说是有重要的事。好，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别的事发生吗？没有。
啊，对了，银驼不是出去了吗？他熬的第2锅药，临行时交给了孟孟良。我知道，那药已经熬成，量量分发就行。还没有发啊？还没有？我去问问孟大人。严姐姐，你回来了，马大哥有急事找你，带我去。严姑娘，药出问题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但我觉得味道不对，说不上来。的确有问题，加了东西，怎么发现的？有人喝过了吗？严姐姐，对不起啊，是我没有照看好，银驼出去的时候交给我了。人多事杂，一时照看不到，也在情理之中。出了问题，先解决问题。道歉的话，最后再说。马大人，你刚才说已经有人喝过药，是谁？还有我一个朋友，我们打算喝完去分给大家，还没分呢，马大哥就来了。是我闻着味儿不对，就暂时压下，说等你回来再看看。严姐姐，这药里到底加了什么？我会死吗？不会，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死。这样，马大人，这药照分。照分？不错，这一次按家按人头来分，来一个就记上一个，最后看谁没来。好，我明白。我也要去。行，平时怎么分还怎么分，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等这药分完，我会再煮一锅，可解这一锅的药效。严姐姐，你买药需要用钱，这次是我办事不力，再买药材的钱我来出。这个足够了。这怎么能行？你再多拿些。不必，去吧。马大人鼻子很灵。也不是，我只是对药敏感，家中老人身体不好，一直是我在床前伺候汤药，因此对这些气味感触更敏锐些。严姑娘，这药是……大人，有的病是瘟疫，有的不是。或许有人不想我们躲在这里偏安，想引点混乱。可恶！能在药中加入东西，门口又一直有人守着，定是自己人，所以我们要不动声色，引蛇出洞。好，多谢严姑娘。这是沉不住气了，发生何事了？俊吾说，我呀，回来的时候遇见一个人，老熟人。先生，这次拿到美人胶，药人的效果会不会更好些？应该会，但美人胶太小，只得一枚，得省着用。先生不必担忧，莫先生不是说了，那个女子就在镇中，到时候拿住她，问出美人胶的来处，以后就尽归您所有。这样的好东西也只有您配用。哎呀，是急，这就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就耐心等着吧。银钉在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没过2个路口，只听咔嚓一声，马车突然掉下了一个轮子来。做得好，这2个给你。看看人家，哪像您2个肉包子就打发了。那些被他们投毒的人肯定有死的，比如年纪大的，或者身体不好的，条件身体好的，用去做什么所谓的药人。这些歪门邪道，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的人已经找到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在这边移动，就找时机救他们出来。听银驼带回来的消息，那个老头应该是做药人的关键，只要他不去，药人也做不成。现在那老家伙伤得不轻，一时做不了，要不要我干脆去结果了他？先不用，叶王今天晚上到，我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既然老头伤了，让人盯着他就是，暂时翻不了了。不过这老头身为医者，却有一副歹毒的心肠，不走正道，得让他受到教训。你打算怎么做？我来安排。我得为他定制一份东西。先生，小人有急事回禀。找人来给先生好好治伤接骨。是。车夫呢？先生，车夫跑了。找到，五马分尸，那匹马也杀了，分肉吃。是。先生，今天晚上一王就到了，知州府那边已经做好了安排，您看。那就去知州府，本该就是由他来操办，我还懒得弄那些。是。大哥哥，怎么？嫂嫂在屋里不让人打扰，我陪你玩。
等过完这2天，我就给你做把小魔剑。好，忙完了。银驼呢？回来了。听说你忙着，就先去准备晚膳了。要叫他来吗？不用，先吃饭再说。翼王距离此地还有30里，知州已经带人去迎接。今天晚上应该会宿在知州府。知州府？莫先生没做安排吗？暂时看来是没有，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一直觉得莫先生是翼王的客卿谋士一类，按说他应该尽心准备迎接主子才对。此人城府极深，或许另有深意。银驼，你那边怎么样？正想和您说，我偷回来了不少药材，一会儿您过目。哦，对了，还救了一匹马，我还发现一个可疑之处。哦，对，最后我要走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那院子里有好几个瑞格尔那样的孩子，不声不响的，特别吓人。你和西贝霍没聊过这个？没有，光聊他自己了。回头找个机会问问。没问题，他现在拿我当亲兄弟，特别崇拜我。这个，按照这样埋下去，把线拉好，横在门口。用的时候务必小心，不要伤到自己。就按照地址埋好，我们分头行动。我和你一组，完事还能去知州府看看。头，我去叫门。哼，还叫什么门？直接把门给我拆了！慢，我亲自去。一脚踩上去，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只听砰的一声响。查，给本官好好的查！这么多东西不见了，本官就不信，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抓住这个小偷，本官要亲自把他的骨头打折。去查。知州大人来得好快啊！莫先生来得早啊，本官有点事儿给耽搁了。知州大人好啊，吴城使真威风啊！那当然，见翼王殿下岂能不精神？我这马都挑的最好的，以免没精打采的让王爷瞧见了晦气。远处就传来车轮声，翼王到了。王爷，先生辛苦了，一切可妥当？王爷只管放心，一切妥当。那就好，先生办事，本王素来放心。下官拜见王爷。都起来吧，不必多礼。非常时期，一切从简。王爷，下官已经安排妥当，请您移驾去知州府，下官向您禀报镇中情况。也好，走吧。原本以为镇中会大乱，现在看来，倒也有些秩序。二位大人辛苦了。王爷过奖，这都是下官应该做的。王爷，护城军之责就是护卫城中安定，别的不敢说。有末将在此，城中安定。下官，这种事都是吴城使负责的，下官。王爷稍后，末将去看看。你们也去瞧瞧，看看怎么回事。王爷，先进去再说。门没了，空气中弥漫着烧东西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儿，以及血腥气。几团散落的火苗是被炸开的门在烧。那是什么？火药。等以后到了西北，我们可以招一匹人马，每人配备这样的武器。姓吴的不是什么好人，手下死得惨，还有可能会把怨气撒在百姓头上。没事，他不管。我既决定用这种方法，就想到后招。别担心，你看，霍长鹤顺着颜玉指的方向望去，但见远处另一个路口，火光中树影里，像是缓缓走来一个参天巨神。啊，看那是什么？是巨人。一个巨人，身高数丈，身穿金甲，手举裁决杖，威风凛凛，正漫步走来。是金甲武神，保护我们的金甲武神呐！是替我们治好瘟疫的金甲武神，镇守天庭南天门的金甲武神。天爷呀，还能亲眼看到武神，不是做梦吧？你的病好了，难道是做梦吗？快参拜呀！快参拜！一声呼，百人议，满街的百姓都跪下去。大胆！身为武将，却如同强盗，残害百姓，该死！抬头，但见金甲武神一挥权杖，身边的颜如玉举起一个手臂粗的桶，在金甲武神
挥权杖的同时，把桶对准吴成史，紧接着在吴成史身上炸开，吴成史死尸倒地。金甲武神威武！金甲武神威武！金甲武神威武！在一片喊声中，金甲武神止步，慢慢后退，最后光影渐渐消散。走，带你去看金甲武神。这是？我是金甲武神。哎，这就是金甲武神，用这个投出光影，就能把影子放大数十上百倍。还有这个能把声音放大。少夫人，这个能送我吗？以后用得上。行啊，你先去打探情况，接下来定不太平，咱们去知州府看看。你去前面路口等我，我把这里收拾一下。你怎么了？楚玉，你真的是仙女吧？不是，我只是长得美，像仙女。仙女会法术，我不会。可是那不是法术，是技术，以后我会教你的。王爷，在下已经派人去重新打探，稍后。你们这是做什么？还有没有点规矩？翼王殿下在此，岂容你们如此？知州大人，我等求见翼王殿下。谁能把话说清楚，就由谁来说。若是说不清，就不要扰殿下清静。怎么？翼王身边有个高手，这次必定跟了来。他带来的亲兵也是他的府军，经过多次调换，现在都已经是上过战场的兵士，非寻常可。我会小心的。我有点后悔了。什么？后悔不该让你来，太危险。没事，你不是说了我是仙女？再说了，我连金甲武神都能造得出来。这倒是，但我还是想护着你。好了，大当家，你的好意我心里，但现在是关键时刻，我好不容易等到翼王来，此事必要亲为。为了王爷，值得吗？为了王爷，值得。先生，现在该当如何？本王快马加鞭提前一些，要是和户部的安慈州一起来，简直无法收场。神鬼之说，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散播，动摇人心而已。王爷放心，我自会料理。如此最好。先生打算怎么做？大人，此事还得您出马。下官如何能？你是父母官，不行也得行。让衙役们去带几个百姓回来，我要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报王爷，报大人，外面来了好多百姓，说要请大人做主。正想找他们，他们倒来了。莫先生，本官抓几个进来，听凭您审问。不可。为何不可？这知州真是够蠢。百姓们怎么会来？我让营定办的，人多聚在一处，还在府门口。翼王就算顾及脸面，也不能如何。何况小庄园那边霍中卯也放了消息，这边一出现金甲武神，江秋两家也会知道。金甲武神他们或许不在意，但他们一定在意百姓是怎么康复的。有了他们插手，翼王和莫先生就更不能随意灭谁的口。正是这个道理。大当家所言极是。那个人看到了吗？那个该说的老头，他的存在感很低。速城的前任护城使吴希猛，跟在严嵩身边那个贾丁就是他的人，善用潜龙手。看来他当初以丁忧为名辞去官职，回到安泰镇，果然是大肠一网，别有所图。无妨，既然来了，就让他们都落空。走，去看看翼王带来的东西。夜黑风高，严瑞和霍长鹤摸到车马附近。与此同时，一道恶风扑向他们方才所在的地方。别管我，我能应对。你想干什么，只管去。好，拿着小炮筒，对准不远处的院子，轰，就是一声炸。让开！严瑞手一抡，把那个小炮筒就抡了出去，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再抬头，已经没有严瑞和霍长鹤的影子。去搜，务必把这两个人找出来。那个东西，放心，他们用不了，只是一个铁桶。我把别的部分都拆除了，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扎的。发生何事？下官这就去查看。还不快去！回大人，后边起火了，快救火呀！王爷，马车不见了。什么马车？就是您带来的马车，车上拉的钱粮被偷了。回王爷，不是车上的粮食被偷了，是什么？快说！哎呦，是连马车都不见了！混账！你们这么多人，好几辆马车，
说没就没了。你在说什么混账话？刚才发生何事？刚才有2个刺客突然出现，还和不动大人动手了。紧接着就是后院起火，然后就……不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何物？这是刺客留下的。那2个人身手都不错，身材高大的强悍，身材娇小的招式非常特别，我从未见过。这东西就是他留下的。这不就是那个统统吗？这个不重要，马车呢？本王拉来的东西呢？属下失职，马车不见了。你们这么多人，马车要赶出去也费义士，是怎么不见的？大人，王爷的东西在你的府里丢失，你是不是该负起责任来？王爷，下官知罪，下官无能。知州，现在本王要的不是请罪，不是听你说自己无能，是解决问题。东西在你府里丢的，自然也要你来负责，钱粮就由你来出。啊，王爷，下官身为这里的父母官，出也是应该的，只是什么？只是王爷来之前，下官的府上也被盗了。哼，也丢了，丢的真是时候啊！你的粮食在哪儿？贼人是怎么偷走的？赶着车偷的，本王不管。就算你这府里炸了，你也得给本王想办法。话音刚落，就听到砰的一声，砰砰，一连4、5声。大人，大人不好了！府里的阁楼、库房还有厨房都炸了！砰，又是一声，知州府遍地开花，火光冲天，映亮了黑夜。知州一言未发，直接倒地上晕了。哎呀，这又是金甲武神下的天雷吧？没错，看着像。除了金甲武神，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这金甲武神呀，可是咱们百姓的守护神，炸咱们门口那是炸坏人，给咱提醒。这炸知州府吗？哎，这知州府被炸呀，就是报应。可不是，天天什么都不干，连件最简单的案子都断不清。枉为父母官。哼，他不是断不清，他是不敢断，怂包一个。哼，他手下可不怂，那些衙役比起护城军，不成多让。该主子吃蜂蜜吗？什么蜂蜜？蜂蜜拉丝。西贝货教你的吧？对呀。霍长鹤正要说话，远处来了一辆马车。江家来人了。银驼，想要马车吗？想。那辆怎么样？好得很。等着，这辆马车得来，让你用。多谢少夫人，小人一定为少夫人马首是瞻。少夫人说让我干什么，我一准干，还干好。福儿过来。好，我明白，这就去。去吧。他干什么去了？保密啊，大当家。怎么了？你耳朵怎么红了？是不舒服？耳朵他比较独立，不听话。叫严木的人，我去和他谈几句。不必，会有其他的人和他谈。我们闹过知州府，静观其变就行。万一被他记住，到时候还得换脸不说，那个高手对我们也会怀疑。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护城军想偷偷进我们家，被金甲武神给劈了。我们家的门坏了不要紧，但这种事就必须讨个说法。听说你们得过病又好了，是吗？那当然了，就是金甲武神赐给我们的神药。那怎么才能见到武神？你这人，神明是随意能见的吗？得是神明来见我们。那怎么才能让神明降临并赐药呢？那要不你拜拜，烧烧香。就是心诚一些，说不定神明没走远，听到就来了。对，今天晚上呀还现身来着，肯定没走远。就算神明不便总下来，派使者也是可以的。对呀，这个可能，神明都有使者的。王爷大人，在下听说有些百姓的病已经治好，不知道是怎么治好的。舍妹自小体弱，这几日都不敢出屋。
在下前来想求一张方子。江公子，此事尽是谣言，要封。江公子只管放心，待明日王爷会在府门前的小广场施药。王爷此番前来，带着足够的药材，定会让江小姐康复。哎呦，那就多谢王爷。江公子不必客气，本王奉父皇之命而来，就是为了解救安泰镇百姓于水火。江公子和江小姐既也在此，这就是注定的缘分。待来日江公子和江小姐安全返回，还请替本王向江老太爷问个好啊！一定，王爷，那在下就不打搅了，明日再来也好。一抬眼，忽然看到远处暗影中走来一道影子，高高大大胖胖，十分的魁梧。是武神？哎呀，不是，武神呀，要比这位高大得多，好几丈呢。我们呀都亲眼看见了。那这是武神使者？没错了，就是武神使者。走，过去看看。金甲武神，金甲武神，武神，镇守南天门，雷劈护城军，财仗定乾坤。武神使者，高大威猛，有战意。哎呀呀，谁最厉害？使者，武神维护者。拜见使者。明日4时到西市小市场。神鸟说完，武神使者慢慢的退走，后背的光芒也消失，很快融入黑暗中。神鸟说让我们去小市场，这是要做什么呀？不论做什么都得去呀，那可是救过我们命的神明啊！哎呦，那我得赶紧回去准备一下，给神明呀准备一些贡品。咱们那些东西还是算了吧，我听说神明不吃凡间的东西。我看大家还是聚在一起，先别回家。那些护城军可没安好心，万一再次偷摸去找麻烦，大家分散了，怕是不妥。对，这后生说的对。哎呀，要不我看咱们现在就去小市场吧，干脆呀就等着。我散播了消息，现在护城军群龙无首，客栈里的书生们早就想逃出客栈，现在没人看管，正是好时机。他们也听说了武神的事，正赶去小市场。方才我瞧着江家的马车回庄园去了，倒是派了2个人也去了小市场。如此甚好，正常。这种出身嘛，更愿意相信义王，无妨，会让他看清楚。时辰不早，你也忙了许久，我们也回去。莫先生和义王都在这儿，这可是个好时机，我们得去个地方，去他们的住处瞧瞧。我看此人不像是真的只为简洁干净，他似乎是在刻意掩饰。掩饰什么？他的痕迹、习惯，或者是身份，具体是什么，我一时也说不好。但总感觉他是有意而为，而且我总感觉他和义王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他不似一个属下，虽然表面是个属下。你的意思是，义王反倒是他的棋子？无论他要干什么，我们就依计行事。明日你要多注意安全，我也会安排人手混在人群中。哎呀，没事吧？怎么出去这么久啊？嫂子，母亲和我都担心坏了。还有我，让大家担心是我的不是。去屋里玩，我和母亲说几句话。哎呀，你们刚出去不久，孟孟良就发病了，大家都怕得很，说什么的都有啊。哼，那个魁娘也不安分，鼓动大家出去。严嵩呀，什么也不管，就只会看热闹。要不是马大人力挽狂澜，还真是乱套了。除了魁娘，谁闹得最厉害？霍大霍二，就他们2家。霍老三呀，一直没有说过话。哼，果然和他们脱不了干系。母亲，您这样，一会儿您叫几个和您关系好的一起做个针线的进来，稳住他们，其他的我来处理。好，交给我。让我们出去，连官差都病了，下一个就是我们不想死在这里。就是，我们大家都不想客死异乡，放我们出去。官爷，我们已经够可怜了，就不能抬抬手吗？让我们出去吧，或许这还有一线生机呀。你们是犯人，我们负责看押。
让你们在哪儿就在哪儿，废话少说，都回去休息。官爷，您负责看押，那怎么他颜如玉就能不在呀？难不成他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严姐姐懂医术，给我买药去了。怎么着？放你出去？你懂个屁！哼，他能买什么？谁知道他？说，继续说。哼，大点声。少夫人，大娘她也是担心大家的安危，也没有恶意，你还是别凶她了。你算老几？哼，一个偷馒头的贼，也好意思开口？那是因为第二锅药被人动了手脚。啊？什么？是谁？是谁这么狠心？都是一起的，为什么要对我们下这种狠手？少夫人，是什么人？霍大，你说呢？我怎么知道？这药我也喝了。你喝了吗？哼，那第三锅你喝了吗？当然喝了。大家也不必紧张，幸亏马大人发现的早，当即就找到我说明缘由。第二锅药被人动了手脚，而第三锅就是解药。所以说，如果没有喝第二锅，又喝了第三锅的，那也是要死的。既然你们说你们喝了第三锅，那就再多喝这一碗，反正解药在先，死不了。不，我们不喝，明明有毒，还让我们喝，你的心也太毒了吧！你早就喝下解药，怕什么？我，还是说你连第三锅也没喝？营地二话不说，掐住霍大的下颌，直接就灌了下去。完事儿，一滴没少。味道怎么样啊？霍大弯着腰，企图吐出来。来人，把他们一家给我押起来！我们不知情啊，大人，我们是冤枉的。是他们干的，不关我们的事啊！知道什么？说。我也是偷听到的，老大他们商量。老二闭嘴！让你多嘴！老大记恨少夫人没分给他吃喝，一直在前地里骂，想要报复。那天他突然很兴奋，说机会来了。我本来没在场，就是出来小解，无意中听到的。问他也不肯说，只说让我们第二天别喝熬的药。我原本也不信，后来领药回来，发现他们夫妻和我娘都没喝，我这才……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饶过我们吧。哼，看样子是不准备说出幕后主使了。你们别听老二家胡说，我们没有下药，更没有什么人主使。哼，事实俱在，还说谎没下药？你们不敢喝，没主使，你们一个都没有出去，东西哪来的？行了，本来看在母亲的份上，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是你们自己给脸不要脸，那我也不用再留着情面。马大人，有劳了。压下去。严大人，没什么要说的吗？颜如玉，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不过你应该看见了，你所谓的解药并不管用。你以为你是谁呀？一个私生的臭丫头，看过几本医书就能像别人一样会治病了？哼，还解药？若是你的解药真有效，孟孟良现在还能发病吗？颜如玉啊，你想当英雄，我可以成全你，不过得看你是不是能答应我的条件。条件？说说看啊！你不是不信我吗？现在还敢让我给你解毒？把你给我吃的东西解了，你就说解不解吧。我解了怎么说？解不了又怎么说？解了要的事也就解决，解不了，哼，那就谁也别好过。你口气挺大。这么说，严大人是承认这次药的事和你有关？霍大是你指使的？严大人，我们虽是流放犯，但既是流放，就是罪不至死。你这样做，就不怕回去无法向皇上交差吗？怎么交差是本官的事，用不着你操心。那反正都是死，我不替你解，大不了大家一起死。早就想打你，脏心烂肺的东西。颜如玉，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我救你们，你也救我。以后这路上咱们相安无事，我不会再针对你，怎么样？少夫人，
你就答应他吧。是啊，我们不想死。少夫人，您就当行行好，救救我们。官差死了，我们也没办法交代呀。你们聋了？是这家伙先要下药要害死你们？那又怎么样？我们本就是犯人，就是任人宰割。你不是犯人，你随时可以走。即使我们此次脱困，我家也不再希望你跟着我们。我们是犯人不假，但我们不是任人宰割。即便秋后处决，那也要秋后；斩立决，也要皇上主笔亲批。我们是流放，罪不至死，更不应该任由一个官差取我们的命。我们是镇南王府的人，之前担得起荣耀，担得起重担，现在也能维护我们的尊严，宁可站着死，也绝不为苟且偷生贬低自我。我们是人，任人宰割的那是牛羊，是牲畜。旭哥，我的意思是……我不管你什么意思，那不重要，你闭上嘴就行。还有，旭哥只有我母亲和大嫂能叫，你叫我二公子。不要脸，不要脸，宰了割了！哎呦呦，宰了割了！二公子说的对，去他娘的求饶！反正都是死，死也不能丢了镇南王府的脸。我们的命是二公子救的，二公子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有谁觉得我应该妥协？站出来！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动弹。好好，那就一起死。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也算值了。孟孟良，让他们看看你的鬼样子，我看看有几个人能慷慨赴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本来就是王府拖累了我们，我只想活着，为什么要我死在这里呀？大人，给我们解药吧，大人，求你了，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能救，为什么不救？我不想死。颜如玉看了一眼霍仲卯，霍仲卯立即会意，看向那些哭喊求饶的人，冲颜如玉一点头。都闭嘴！少夫人说了，你们都不会死，怎么就不听呢？孟大人，出来吧。轮到我出场了吗？孟大人，你没病啊？我当然没病。颜姐姐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早就发现第二锅药有问题，赶紧又让我熬了第三锅。你们领药的时候，我们都瞧着呢，谁没领，谁领了没喝。嘿，没点把握能让你们喝吗？这点信心都没有？切，一个个要死要活。颜姐姐，你看我演的怎么样？不错，挺好。孟大人辛苦了。嘿，这辛苦什么？不过只能在屋里躺着，不能出来看热闹，的确着急啊。哎呀，颜大人，这是怎么了？你看起来比我严重多了呀。你，切，我福大命大没死了，你瞧瞧。怎么样，气不气？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你们的颜大人抬回屋去！现在可以相信了，你们没事儿，要发作依然发作了。再者，镇上的瘟疫也已被控制住，不必忧心，最多还有2天，我们就能离开这里。少夫人，那些人我都记下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在名册上画个红色的记号，别的不用，我心中有数即可。哎，大嫂，恒儿呢？今天的事可能会有点危险，我把恒儿暂时送去个安全的地方。还有小清香，就我不怕危险呗。大当家呢？有事出去了，一会儿我去和他会合。有事？哦，没什么。少夫人，您瞧见没有？那些人可都是安太真有头有脸的。营地，你先去西市，记住怎么说了吗？少夫人放心，我记住了。你来多久了？哦，刚到。本来打算去找你们，半路遇见户部的人，就先跟过来。那个和一王一处的，就是户部侍郎安慈州，他是老首府的长子，算是一个清正的人。清正最好，正好见证一下一王的恶劣行径。各位，本王听说安泰镇遭逢疫灾，心急如焚，更知许多学子在此，心中不安，故而特向父皇请命，
来此施药救灾，多谢翼王殿下，多谢翼王殿下呀！皇爷救我们于水火，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再生父母，翼王是真能作死，这种时候只为他自己揽名声，也不提皇帝。他不就是来干这件事的吗？而且莫先生并未阻止，看着他做。的确有意思。翼王殿下救我等，我邱氏铭记于心。翼王殿下，舍妹身子孱弱，若能救下舍妹，在下为翼王殿下马首是瞻。大家都不必客气，本王来此就是为了让大家免遭此难，人人都一样。殿下就在这里熬药问诊吗？正是。安大人，你的家人可在？让他们先排队。多谢殿下，还是按先来后到吧。您刚才说了，人人都一样。既然如此，就把这一原则贯穿到底，也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啊。或者病重的优先，症状轻的在后，没有症状只是预防的，可以略晚一些。安大人说的有理，来人呐，吩咐下去，就按安大人说的办。殿下，昨天您押送来的钱粮在何处啊？下官要登记造册，对领取的人一一做记录，回去之后还要呈报皇上。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在何处啊。安大人，现在最要紧的是诊病发药，目前城中粮食并不紧缺，等把病症稳住再放粮也不迟。若是放粮放药挤在一处，再发生什么危险也是难以避免。莫先生所言甚是，本王也是此意。那些钱粮本王已交给知州，待病情稳定之时再发放吧。来人呐，把药材搬上来。有没有觉得这药味道有点怪啊？哼，这能不怪吗？这本来就不是药材，看看再说。各位，在下是京城济民堂的，此次随王爷一同来，就是给大家看病治疗此意，在下不才，是一把好手，排队上前来。是他？此人是谁？姓刘，一个身为医者却只想着挣钱的人，药材差且药价高，在京城时还被王爷的手下揍过，听说是翼王妃的什么表亲。那今天可以再揍个痛快。正枕着，忽然有人闷哼了一声，差点倒地。公子，快先看我家公子！大夫，快看我家公子啊！快给江公子瞧瞧。大夫，你快看啊，往哪儿摸呢？不用急，稍后喝点药即可。江延墨这一病要是被他们治好，江氏这个大人情算是欠下了，和江家关系好的书生也会为翼王歌功颂德。他治不好。哎，药得什么时候才能好啊？至少得半个时辰。啊，半个时辰那怎么行？我家公子。不过为了保证殿下的安全，昨天晚上一到我就熬了一些，本来是给殿下留的，现下。王爷，民女斗胆，恳求王爷救救我兄长。小姐不必多礼，本王来此就是为了救大家，早已不顾个人安危。来人，拿药来。多谢王爷。皇家的人都这么会演吗？哼，也不是。听说六皇子是个不错的人。六皇子？正是，镇南王府只判流放，也是六皇子跪求来的。那的确是个大恩情。只可惜啊，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见。有人把药端了来，给江延木灌下。时间一点点过去，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似加重了。哎呀，这药不灵啊！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管用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喝了这药不管用啊？啊，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呀？不管用。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这药方准不准呢？大家都听我说，此方绝对有效，是我家祖传的。你家祖传的？你家祖宗早就知道今天会发生此意？我就是你这方子是祖传的，都多少年了，这议政也不是完全一样。哎，对，说得对。翼王殿下，给个说法。大家不要乱，朝廷既然让我们来，就是念着大家。皇上为了此事忧心，日夜挂记，户部钱粮皇上都要一一过问。因此无论有什么情况，请大家相信我们不会袖手不管，请耐心等待，大家稍安勿躁。本官不懂医术，
但也知道症状有轻重缓急，药效有快有慢，每个人自有差异，大家不必怕。安泰镇是本官的故乡，本官在这里保证，不把此疫消除干净，本官绝不离开。大人，我们听你的。安大人呀，一定要救救我们呀！殿下，不如把安泰镇其他的大夫也找来，大家一起看，商讨方子，总比一个人要好些。以本王看，倒是不必。此疫已经有些时日，要是本镇的大夫能看，也早就治好了，岂会到今日的局面？这些大夫都互相不服，到时候又争吵起来，也是麻烦。再说，这方子是刘大夫的祖传，他不会同意任由其他人看。王爷，在下有一位忘年交，就是一位大国手，号杏林，倒是可以让他来看看。如此甚好。莫先生，赶紧把杏林先生请来。杏林先生，我之前行走江湖，倒是听说过他的名号。是那个老头，原来他叫杏林。医术的确好，也有些声望，据说还有神医之名。以前只是听说，没想到会是他，还投靠在翼王门下。怎么回事？怎么看着气色倒更差了些？哎呀，不知道，浑身疼，也不知道那接骨的是怎么接的。你来有事儿？去门口。不去。不去不行，外面出了乱子，必须你去。能出什么乱子？都是计划之中的事儿。有人发病，发病喝药不完了吗？喝了，不管用。先生，我等不知，真的就是从存放药材的地方拿来的。去你那里拿。那得加钱。少不了你的，去取。很快，人又回来了，两手空空。药材呢？先生，没有药材了。什么意思？就是您的院子里没有药材，院里、厢房都没有。我小童呢？怎么回事？药材都去哪儿了？先生，我也不知道，药材就是不见了。胡说八道，怎么能不见？那么多，说不见就不见了。是啊，那么多药材，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不会是根本就没有，骗我们的吧？这些是草，怪不得没有效果。正熬的这些不是药材，是草。这是把我们当吃草的畜生吗？不给置就明说，用草糊弄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安大人，不是说朝廷给拨了银两药材吗？在哪里啊？拿出来！别让他们生事，为了镇压，他们急了，有可能会伤及无辜。我会留意。殿下，您不是说药材已经购置齐全，押送先至吗？有人故意捣乱，看看再说。安大人莫急，本王自会处理。殿下，赈灾之事非比寻常，稍有不慎就可能激起民变，可要慎重而为呀。本王知道，下官去安置一下带来的东西。要不要去看看镇中药铺有没有草药，买点儿？你不知道吗？一到镇上，为避免其他人也能出治病的方子，药材早就弄空了。兄长！正在此时，有人从远处跌跌撞撞地跑来。小姐，是公子身边的小厮。快带公子去西市小市场那边，那边有神医在施药，非常灵。来人，快抬兄长上马车去西市。我们也去西市。走，去西市。这边连药材都没有，纯粹用草糊弄，还在这里干什么？等死吗？走，我们也走吧，一往会来的。他都快被气死了，一定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先生，你要给本王一个交代。王爷放心，我必会查清楚，也会好好解决此事。哼，最好如此，要快。安慈州可不是好打发的，他在这里又有族人，有些消息也不好隐瞒。是，王爷不妨乔装一番，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搞鬼。怎么我们的药材突然丢了，却有人在施药？此事实在古怪。你说的有理，
本王是得去瞧瞧。好不容易创造的机会，不能就这么给别人做了嫁衣。本王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此处的事，就交给先生，务必处理妥当。你怎么解决？没有药材怎么处理？他倒是说得轻巧。哼，处理不了就走最后一步，我的目的也是最后一步，中间跳开几步也无妨。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我布局这么久，岂能在这个时候功亏一篑？你回去收拾东西离开吧。那你呢？我会与你会合。那你别忘了把那个女子抓来给我，我要问她美人蕉的下落。知道了。好神气的鸟啊！就是啊，和武神使者的那只有点像。啊，你看见了？那当然。不过那只有长尾巴，尾巴上的毛也是彩的，这只没有。神鸟嘛，哪能天天见呢？这只呀也非常不错了。说不定他们就是使者的使者呀。对呀对呀，有道理呀。江家的马车到了，江延木情况严重，一路被抬进来。来人，喂碗药。药对症，江延木的病症很快被控制住。多谢先生救我兄长。小姐不必多礼，救死扶伤乃是为医者的本分。枕巾拿来，枕巾拿来，枕巾拿来。哦，对，来人，把枕巾奉上。不必，老夫有言在先，在此及时一诊，不收枕巾。先生大义，但小女也不能安然受之。要不然这样吧，把这些银子买些药材粮食也放在这里，回馈给镇中百姓。先生以为如何？好，那老夫就代镇中百姓谢过小姐。不敢。记录在册，稍后公示出来，买些米粮。是。去打听打听这老头子什么来头，居然敢抢本王的功劳。让开让开。哟，认识啊，找茬的来了。哎呦呦，断胳膊断腿牙又掉，倒霉蛋来了嘿！闭上你的鸟嘴！哎呦呦，生气了嘿！哎呦呦，断胳膊断腿牙又掉，断胳膊断腿牙又掉。你个破鸟，等我拔了你的毛，炖了你煮汤喝。来呀来呀，也会飞。老杏林一口气没倒上来，直接晕了过去。都没有机会开口，怎么就晕了？哼，不必理会此等庸医，继续。你说谁是庸医？大当家，你该走了。你自己要小心，人群里的暗卫留给你。放心，都已经安排妥当，你只管放心去就是。少夫人，告辞了。这里面的东西，关键的时候保密，像弓弩一样瞄准，扣这里。鸟铳？你认得？前几年有一次国外使臣来，奉上过一只，但没有人会用，好像一直扔在宫中库房，听说威力很大。的确，但时间太急，没有教过你用，所以还要小心一些，关键的时刻用。好，我知道了，你也要小心。如玉，我走了。一路保重。你是哪里来的狂徒？竟然敢冒充大夫？什么冒充？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冒充？你一双眼睛能比得过大家的眼睛雪亮吗？让大家评评理，咱们俩到底谁像庸医？你看看你这样子，断胳膊断腿掉牙，现在眼睛也快瞎了。还好意思在老夫这里叫嚣？你真是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好大一张脸，屎壳郎！这种粗鲁的话爷也不说。总之你要看病就排队，你不看就请你离开，别耽误大家。公道自在人心，我不和你做口舌之争。你，哎呀，气死我了！你什么你啊？神医说的对，哎，
你是那个刚才在知州府门口看病的人吧？就是他，错不了，被人抬着来的。呵，在那边看不好，不说自己学艺不精，医术不行，还敢跑到这里来撒野捣乱。乡亲们，咱能不能饶了他？不能，把他打出去！住手！本王在此，谁敢造次？切，瞧把你能的！你是何人？殿下，草民就是普通医者，没有什么特殊身份。普通医者？是谁让你在此行医施药？殿下，朕中一正，草民以为但凡医者都该有此心，有力出力，怎么还需要别人指使吗？不如殿下问问他，他是受何人指使，在此处扰乱的？你很会说话。殿下过奖。草民一般般。你是哪里人士？药从何而来？草民是江南人士，家里也是开药堂的，此次是买药路过，索性就在此施药。世间竟有如此巧事？不是巧，是天意，是天给安泰镇百姓的善意，我也不过是顺从天意。殿下，我不收药钱，我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而区别对待，敢问殿下可有不妥？我还治不了你，你是王爷怎么的？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早就想揍你了。本王药材被盗，现在怀疑你。王爷，您的药材何时被盗走？昨天晚上。殿下，这不可能。昨天晚上我们到此地时，这里已经放上药材。所以，殿下，您的药材昨晚被盗，方才让我兄长喝的，确实是草汁。兄长，你感觉如何？好多了。兄长，这位老先生救了你。多谢老先生救命之恩，公子不必客气，老夫理应如此。来人，接管他的药，把他带回去，本王要好好问问。殿下，草民有何错？您问的草民都已经回答过，还想知道什么？只管问便是。放肆！你有何错？别以为做了点事就能瞒得过本王。你说你是路过，可偏巧这里就发生了病症，你就能在这里施药，还正好就对症。本王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巧合。殿下，这也不算巧，被困在镇子上的人何止这位神医，我等不都是被困住了吗？大家是不是都被困在此处的？是的，我们是来拜文曲星庙的，结果就走不了了。护城军封镇，还抓走不少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住口！王爷面前岂容你们放肆？殿下，是谁让你们去拜文曲庙的？我们是听说那里很灵验，还有灵符，能拿到灵符的必定高中。荒唐！身为读书人，自该明是非，知对错。你们倒好，不但错得糊涂荒唐，还一心只为功利。书中圣人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本官听说，当时在庙中，不但一切都没有灵验，所谓神像还当众被劈了。是啊。既是如此，当是上天给尔等的警示，难道还没有回过神来？书中确有黄金屋，可读书若只为了黄金屋，不闻屋外之事，这样的人读了书也只能做更大的恶。殿下，下官以为当派人去所谓的庙中查看，究竟是何人在装神弄鬼？叫你来是帮着我说话，不是来拆台的。安大人所言有理，不过当务之急是把这个所谓的神医拿下。依本王看，他刚巧在这里施药，必有企图。敢问先生，家居何处？药堂是什么字号？这次出门买药材，买的都是什么呀？在下是江南人士，药堂是民生药馆，这次买的药材挺多。先生，小的来迟了，拜见大人。小人年纪虽小，但自小跟着老先生采买，走南闯北，见过各样的人。小人曾劝先生，这药施不得，若是卖，哪怕是贱卖，没准能安稳。可这一施，说不定就会施出什么祸端来。我家先生有大义，不听小人的劝，但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大人，这是我们此次进货的布子，种类名称
都一一记录在此，其他的药材也都在。您若要看，小人立即带人去取。除药材之外，我们还买了一些字画、瓷器。江南人爱好风雅，先生的字画也多是买来送朋友的。既是如此，你们的本意，本王自会禀报朝廷，为你们庆功。这样吧，本王手下也有大夫，让他们过来帮忙。他这样的庸医，我可不敢用。你说谁是庸医？你，就是你，庸医是你，你是庸医。你这是什么鸟？我一个朋友带给我的，叫小兰，来自外域。你有没有觉得那只鸟头上比出来的毛有点眼熟啊？殿下，恕属下眼拙，请您示下。本王总觉得它头上的彩毛和本王那只丢了的鹦鹉很像。罢了，这不重要。你去瞧瞧那边的事，莫先生处理完了没有？完了就让他赶紧过来。这边正进行，离开不久的侍卫首领又飞马而来。发生何事？殿下，知州衙门不知被何人血洗了。啊，血洗？知州人呢？莫先生呢？这属下没有看到，只看到衙役捕快死在血泊当中。属下不敢怠慢，担忧殿下安危，所以急忙赶回来了。殿下，能血洗州衙，定不是善类，您还是先避一避吧。往哪儿避？不然就去下官家的祖宅，若是有什么事，外面布防也能抵挡一二。也好。救命！救命啊！保护殿下！把百姓疏散开，拦下来人，问问怎么回事。救命！救命！救命啊！孙兄，是你？是我。孙兄，你这是怎么了？是有人要杀你吗？是啊，他们杀了很多人。为何要杀你们？你不是因为生病被带去治疗了吗？没有治疗，杀人，他们要杀我们，还要把我们放进药缸。不许胡说！翼王殿下在此，岂容你妖言惑众？不是，我没有，我不是谣言，我说的都是真的。先生，您给他瞧瞧，看看是不是被什么吓着了，安安神。好，应该。奇怪，他并没有病，但是确实受了点惊吓，喝2服安神药即可。没病？怎么可能？他当时是发作被带走的，我们都看见了。是啊，当时我和他一个客栈，被带走的时候都看见了。我没病，我没有，别抓我！安子周正想让人去查一查，远处的路口再次有响动。安大人，您怎会来此？本官奉旨和翼王殿下一同来此查看。马大人，你这是？我不是押送镇南王府的人去西北吗？路过此地，严大人非要入镇住，结果走不了了。听说这边有人施药，特来看看。王府的人情况如何？之前我们被困在小破庙，有个地方能遮风挡雨，但后来差一点闹出麻烦来，幸好发现的及时。什么麻烦？殿下，下官拜见殿下。殿下，下官幸不辱命，此番带镇南王府的人进镇，定能利用他们引出镇南王，杀之而后快。严嵩，你疯了，在胡说八道什么？翼王殿下，来人，把他给本王拿下。严嵩身为押送流犯差官，不思谨遵圣命，办好差事，竟妄自耽误行程，还意图灾害本王，简直罪不容诛。拿下，斩立决。话音未落之时，颜如玉把一枚药丸交给银锭，银锭的手指一弹，药丸击中严嵩的后颈处穴位。翼王，你要杀我灭口？分明是你告知我安泰镇有大乱，让我带镇南王府的人入镇，还说已经安排好一切，等我办妥，你便让我回京之后尽力部。现在你居然要反悔，还要灭我的口。在双峰山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却没料想你这么狠。混账！
什么双峰山？什么大乱？严嵩，你是疯了不成？我疯了，没错，我疯了，我才会投靠你，你这个无情小人！来呀，杀我啊！安大人，看清楚我是怎么被杀的。各位，大家都听见了，这位大人说还未到安泰镇就知道安泰镇将有大乱，而我们呢却赶来拜文曲星君，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人蓄意而为？殿下还愣着做什么？尔等狂妄悖逆之徒，斩立决！殿下，严嵩是奉旨押送镇南王府的人，下官与他一路，能否先让他办完差事再做他论？马立宇，退开！严嵩当众污蔑本王，本王绝不能轻易放过他。殿下，清者自清，他污蔑就让他回去受审，按律制裁。您若是在此斩杀了他，岂不是落人口实？不必，本王此次也是奉旨前来。严嵩不顾圣意，罪恶多端，本王回去自会向父王说明。马大人，你那么多人，没了严嵩不会走不了了吧？如果走不了，那本王就给你们再指派个人，保管不会误了时日。殿下，翼王，你这个卑鄙小人，竟然要杀我！你明明是你，还让我给镇南王府的人下药，让他们如同得了癔症。你有人要杀我，好多人，哎呦，他们杀了好多人，还要把我做成药人，死人，这都是死人！杀！老者一直八风不动，此时才出手。他出手如电，目标准确，直奔严嵩。严嵩连手都没来得及还，就被他一把扼住喉咙。都给本王听着，严嵩胡言乱语，这就是下场，把他们都押下去。殿下要把他们带去何处？知州衙门被血洗，本王以为乃是流犯或是强人所为，本王既在此，就要好好查个清楚。殿下，下官与他们一直在一处，连院子都没出过，如何血洗知州衙门？再者，他们皆是体弱之人，又手无寸铁，知州衙门何等森严，岂是他们能血洗的？究竟如何血洗的，本王自会查明。马立宇，本王念及你是禁军，不加罪于你，以示宽大。殿下，恕下官不能从命。下官身份虽卑微，但有皇命在身，他们是流放犯不假，但下官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哼，马大人，本王给你机会你不要，那就休怪本王。既然如此，那就一并杀了吧。殿下，我等何罪之有？你们手下的流放犯在安泰镇意图挑起事端，血洗知州府。身为押送差官，你说何罪之有？他们是犯人，如何做你说的那些？一般犯人是不行，但他们是镇南王府的人，谁不知道镇南王府人人皆可为兵？难道你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杀掉吗？放心，本王手下的人刀很快。殿下，我们江氏从未得罪过殿下。没错，江公子，本王还想过要好好与你们共处，等你们高中走入仕途，本王也愿意和你们一同创大业。可事情出了岔子，要怪就怪你们命不好。不过，殿下，他是谁？我，一个无名之辈而已。翼王殿下，安心上路吧。你究竟是谁的人？太子殿下让我来送殿下一程。你是太子的人，卑鄙小人！殿下随便骂，本王未必会输，都给本王听着。谁替本王灭了护城军，今天的事一概不救。哼，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王爷刚才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血还没凉，现在又想让我们替你卖命，哼！
你的算盘珠子都崩飞了。镇南王妃是吧？本王就知道镇南王府绝不会轻易倒下，只要你答应助本王这一次，本王回京即刻向父皇说明镇南王府的冤屈。哼，王爷，你看。看什么？你看他像不像一张大饼？莫先生，你乐意杀义王，我们没意见。不过我镇南王府的人，你不会杀吧？王妃说的对，暂时不会。那就好。先生处心积虑，想必也不是为了一下子杀掉。王妃聪慧，当真是奇女子。那就恭祝莫先生成功。多谢您相助。不必多礼，记得镇南王的恩情即可。严姑娘，我们今日还能活吗？能。唉，可是……没有可是。严姐姐，要不我们趁乱走？不急，再等等。啊？等什么？等义王身边的底牌都出完。终于，一道影子快如闪电般来，出手就伤了几个护城军，直到义王面前。营定，放信号键。双方正交战，忽听远处马蹄声声，似洪水滔滔奔涌而来。你们是双峰山的人？双峰山？那不是山匪吗？你们听好了，本王乃是当朝义王，若救本王，本王必有重赏。呵，义王殿下，我大概忘了告诉你，双峰山也是我的。速速来见义王殿下，投降殿下，助殿下杀贼。放肆！没有我的话，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安大人，义王殿下种种罪行不必多加陈述。安泰镇护城使通匪作乱，已身首异处，治义政，救百姓，平叛乱，擒义王，这样的功劳送给你，你敢不敢要？本官自然敢。话音未落，骑士一弩箭再次射出。你敢违抗我的命令？凭你也配？你是谁？让一让，让一让！上毛巾抹过，脸上的易容抹去，原本普通的脸渐渐露出真容。镇南王霍长鹤，王妃辛苦了。大当家好威风啊！都是王妃给的，为夫很惭愧。镇南王，你来得正好，本王。安大人，还等什么？哼，镇南王真是让我好等。哦，这个女人说和你私定了终身，还有了一个儿子。没有的事，我不认识他。王爷好狠的心，现在说不认识奴家。他当然不认识你，半路跑来的就要认，那要认的人还不得从京城排到西北了？哼，轮得到你？行了，这个戏码就别演了，说你要干什么吧。王爷要想救你母亲，就扎那个女人2刀，先让我消消气。魁娘，你败坏本王名声，偷个孩子就栽到本王头上，现在还想让本王伤王妃为你出气，你脑子是坏掉了吗？那王爷是想好了，不救你母亲了。这么多人瞧着，王爷就真只顾如衣服的女人，不顾生你养你的母亲，要做个不孝子。王爷，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你袖手旁观，今天的事不用管，之后你母亲以及霍家的人随你带走。霍先生可真会说笑话，那你费这么大劲把本王引出来是为了什么？此一时彼一时，王爷好手段，在下佩服。魁娘怔愣的一瞬间，大夫人突然飞起一脚，把她整个人踢飞。杀！给咱们治疗的武神镇守南天门，这不就是镇南王吗？是极，这次也是他在最后关头救了我们。热血男儿当如镇南王一般，危难时刻挺身而出。霍长鹤，你竟敢如此对本王！等本王回京之后，定不会放过你。殿下，意图谋反的人是你吧？藏的那些兵器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是准备将来起事逼宫的吗？什么兵器？当然是你藏在庄园的那些。怎么，你忘了？本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本王是皇子，是父皇的儿子，何须起事？你休要胡说，竟然栽赃本王！本王庄园里什么都没有，谁去搜我也不怕。庄园现在当然是什么都没有，连米粒都没了，你连找都不敢大张旗鼓的找。可是
如果那些东西被安大人在寺庙找到呢？把翼王殿下带去知州府暂押。我打算回去就写折子，让800里加急呈报皇上，随后再押送翼王回京。另外，我想请江秋2家公子进京帮忙作证。安泰镇这么多条人命，假发义镇，引诱读书人，收买护臣使，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还能从轻处置？恐怕天都不答应。天答应，我也不答应。我也不想答应。安泰镇是我的故乡，翼王还想着连我也灭口，只是他身份到底特殊，宫中还有其生母淑妃，还有翼王妃的母族，只怕……大人先别急，折子也不必急着写。辛苦了这么久，又受了一番惊吓，先好好休息。知州府被血洗，也要好好收拾安排，安顿下来，看看其他情况再说也不迟。大哥，瞧这眼睛红的，像兔子一样。大哥，对不起，我犯糊涂，之前对大嫂不敬，后来还对你多次不逊。若非是大嫂不放弃我，我早该死在半路了。你大嫂啊，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当时的样子的确气人，我都想揍你，记住就好。没事多翻出来想想，别再犯那样的错。是，可是大嫂也说过要往前看。你大嫂那是跟你客气，难不成她要说让你把之前的错抛到脖子后边？哦，大哥，母亲一直担心你，你也没有告诉她，有空去看她吧，她定然欢喜。各位辛苦了。王爷，多谢王爷救我们。大家是一家人，不必说这些。本王也承诺，此次去西北定会全力保大家平安，到西北过太平日子。王爷，这阵子多亏了王妃，我们都不缺吃穿，她还数次识破严嵩诡计，避免我们中毒。这是自然，本王都看在眼里。马大人，劳烦你把他们带回去，先好好休养。待这边事情处理好，我们再上路。孟公子，霍大哥，霍大哥，我早想到大当家就是你了。天底下能有这等英武之资的，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以后叫如玉王妃。我虽被流放，但王爵之位还没有被废，再叫严姐姐。不会的，那哪能呢？霍大哥，我去忙了。这孩子是怎么回事？魁娘，你别说你不知道，他是我儿。哼，能说人话再开口，要不然就闭嘴。这么小的孩子你都能下手，用畜生2个字说你，都是羞辱畜生。你让我说什么？他就是我儿子。不是，是你用邪术控制这孩子，我看见了，你还要杀我，你能说话？是王妃救了我，我当然能说。你这个毒妇，就算不是你的孩子，你也不能这样。你早就知道了，竟然还能忍这么久。更早，你一来我就知道你不是王爷的人，这孩子不是王爷的，也不是你的。不收下你，怎么看你作妖？又怎么能让你引出假王爷，还与莫先生暗中联系？哼，你别看他，料想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不是莫先生。你是谁？要杀要剐，随便。哼，那就剐吧，一刀杀了多没意思。先把耳朵割下来，再断手指，反正这些也不影响说话。我的确是假的，先生已经离开安泰镇，他交代我让我杀掉翼王，然后再到太子身上，我也是奉命行事。颜如玉还想再问些情况，莫先生脸色突然一变，身子僵硬的栽倒，死了。莫先生早有安排，说他走不了，也必死在这里。好手段！安大人，你听本王说，本王就是一时糊涂。殿下，多余的话不必说了，我来就是告诉你，现在我要去搜集你的其他罪证。殿下若是真心悔改，不妨写下认罪书，把所作所为一一写清楚。待回京之后，或许皇上能看在你主动认错的份上，宽待一二，给殿下松绑。殿下就在此好好悔过吧，看好门。哟，大当家舍得穿上我送你的衣服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你被水冲走，又变成大当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是同一个人。哦，为何？人被水冲走，人字切口整齐，银坨坨干枯不下雨，没一会儿就愉快的吃鱼，把你和金坨坨的死忘得干净。没2天，大当家出现，银坨坨那个小胖子高兴的像秋田围着主人摇尾巴，还笑得没心没肺。你血洗双峰山，
占山为王，还吓唬严嵩，后来又非得顺路跟上，还时不时把崇拜王爷挂在嘴边。我要是再猜不出什么，那我就活不到现在了。如玉，其实我……王爷，王妃，安大人不必紧张，此去就是查找证据。王妃，你说寺庙中有一王谋反的证据，会是什么？安大人，王妃是流放路过，能猜到寺庙有证据，已实属聪慧，哪还能猜到证据是什么？是我唐突。那我们现在出发吧。寺庙中飘荡着血腥气，7人被压在大殿前。本王问话只问一次，你们是谁的人？是一王的人。除了在此假扮僧人之外，还做什么坏事？问一个问题，没人说就死一个，直到死完为止。说，我们愿意说。安大人，让他们写公状，谁故意隐瞒或者故意乱写，谁就死。走走，先去原来放草药的地方看看。王爷守着，我进去看看。那你快写，有事就叫我。意识闪入空间，找到之前在一王庄园找到的兵器和银子，拿出来，摆满小仓库。让安大人过来吧。里面有东西？还不少，足够让安大人吃惊。王爷快去叫他。稍后我们去后院，全天都有人看着，定然是关押着重要人物。颜如玉拿出几颗药丸给他，不用动手，直接扔进去。角落草堆上趴着一个人，头发披散，看不见脸，看不出男女。是我的他先到了吗？要杀就杀，若是还想让我做星河镇南王，还违章，臣曾死了这份心。林南，是你吗？王爷，手下不是做梦吧？一定是他们又给我用药了，这是幻觉。林南，是我来救你。王爷，快走，他们要引你出来，要抓你。林南，放心，外面都是自己弟兄，没人在那害你，我带你走。我来帮你。这位是王妃，我的妻。没想到啊，属下还有重现天日之时。好好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妃的医术很好的，你只管安心养伤，早晚会好的。胡西蒙还算有点本事，真把一王救出来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王爷有几成把握？8成。我对他还算了解，别的法子不管用，用个激将法准成。那预祝我们马到成功。霍朝鹤带着颜如玉躲过巡逻房哨，抵达齐德龙书房。你是什么人？竟然是个女娃子！你是谁？到老夫这里来作甚？齐老将军，冒昧打扰，还请见谅。别以为说的客气，老夫就能原谅你擅闯之罪。你到底是何人？快点说。我姓颜，颜如玉。名儿倒是挺好听，但老夫不认得你，敢闯老夫的书房，你胆子够大的。我胆子是大，天生的。还有更胆大的，老将军很快就能见识到。齐德龙忽然感觉头有点晕，身上的力气也想迅速消失。老将军，抱歉，给你的见面礼不太好，不过您放心，只要您答应帮忙，我一定重新备一份礼。哼，说的好听，老夫凭什么相信你？您除了相信我，也没别的法子。这女娃娃说话太气人了。等等，这个调调有点熟悉，像谁呢？小女娃，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姓霍的？您是指霍朝鹤吗？认识，不但认识，他还是我夫君。你居然，我就说，你这个劲儿，和霍长鹤那个小子太像了，太像了。你怎么会来这里？霍长鹤呢？听说他失踪了，老夫也派人四处找他，但一直没有消息。之前的事，我也没能帮上忙。听说你们被流放，不对呀，你不是应该被流放了吗？老将军，我们的确是被流放，但一路上发生了不少事。他娘的，别让我见着他，否则我定要打断他的腿，拖他去见皇帝。
他正在来徐城的路上，赶来见你。所以，老将军，我是来给您送功劳的。给我送功劳？送什么功劳？嘿，我才不上你的当。你和霍长鹤一样，鬼得很呐。老将军神威，所以一王一想就想到您，到您这里来搬救兵，助他攻打安泰镇。他做梦，那老子不也成了叛军了？你不会想让我在这儿杀了他吧？打断胳膊腿都行，但要命不行。怎么着也是皇子。当然不是，我说了，我是来给您送功劳的，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哼，助他一臂之力，借兵去安泰镇，坐实他叛国之罪。您放心，不会让你做叛军的。他来搬兵也不会说实情，肯定说我家王爷以及霍家的人不安分，对朝廷不满，一图不轨之类的。您可假意不知，再把他拿下。你们已经把他拿住，故意放走，现在又让我拿住，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你所言，他是皇子。安大人也说，哪怕他谋害百姓，意图掌控那些书生，皇帝知道也未必会真的要他的命。他害别人，皇帝还能念及父子之情，但若他想动皇位，想逼宫，皇帝就留不得他。报大人，有人闯入您部下的罗星盘阵，把阵破坏了。什么？是谁？人抓住没有？没。什么人？站住！有人踏着夜色而来。见过老将军。你怎么在这儿？进屋说。你俩一人送给我一个见面礼，真不愧是夫妻啊！你什么时候大婚的？为什么不请我喝喜酒？事后一定补上。这次把我的破阵之法和您说说，您再改进，这才是见面礼。你是怎么回事？我听说你失踪了，派人四处打探，可又不能明目张胆。你也不知道给我来个信。不想连累您。我怕连累？我除了怕你那800个心眼子，我怕过什么？得，现在是2000个了。我知道您被降职还降了俸禄，就是因为替我求情往京里递了折子。皇帝的意思我还拿不准，是谁在背后搞鬼也说不清楚。我身为武将，没死在战场上，倒在这些阴谋算计里被人当成棋子傻子，真的娘的。这次来的意图如玉和您说了吧，还希望您能够相助。老爷，夫人让您过去，小姐又不好了。啊？怎么回事？不是说今日有好转吗？快去请大夫。老将军，不如让我看看。你会医术？略懂一二。强儿怎么样了？刚才又说肚子疼，疼得脸都白了。我恨不能呀，这疼在我的身上。霍长鹤和他的小媳妇来了，让他小媳妇给强儿看看。夫人可随我一同进去。这病呀是经常犯，家里常备着药，痛时就吃一副。如今这药也抵不了多长时间了。夫人，齐小姐这是受伤又受寒，双重受创。大夫说呀，强儿已经不能有孕了，这真是我们的心病呀。可这相比之下呀，我更想让她不再犯病受罪呀。但这不是关键，若治得及时，倒也没有大碍。此话何意啊？有人在齐小姐的病情上动了手脚。那我的女儿还能治吗？能。真的吗？谢谢呀。夫人，小姐的身体被损不是1、2日，这必定是府里的人做的。您不是说她刚喝过药？去把药扎取来，我看看有没有这上面写的药。另外，您再仔细的回想，小姐的饮食中有没有这些食材。好，我亲自去。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想害我的女儿。你这小媳妇倒挺厉害，我看呐，不比你差。她比我厉害，耐心等一等。如玉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她既说了能治，就一定能。你那小媳妇儿厉害着呢，一见面就给我挖了一连串的坑啊！要是真能治好枪儿，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们。想要什么，只管去库房里挑。怎么样？针灸过，情况有所好转。这是方子，稍后叫人煎服，喝下去就会减轻。齐夫人带着人气势汹汹的回来。娘，强儿，我的乖女儿，你醒了。这位是？就是他给治的，他
她是长鹤的妻子。原来是王妃，失敬。齐小姐不必客气，且放宽心，好好养病，等将来病好，还能做母亲。这是真的吗？强儿她还能有孕？之前的那种情况的确是不可能，能保住命，想必大夫已经是尽了全力，按我的方子服药，过几日再换另一副，最多1个月可康复如初。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王妃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只管说，只要我齐东强做得到，绝不推辞。那我就不客气了，还真有一事相求。你说。赵副将能力不错，武艺也可以，就是有些鲁莽，长相比普通差那么一点点。前几年求过齐小姐，齐小姐没答应，这是对我心怀不满呐。来人呐！且慢，老将军，您打算如何？当然是与他对峙。若真的是他，老子宰了他。你若是想活，就去对赵副将说，你不小心可能被夫人发现了，好像是在查你。不管赵副将怎么问，你都要说夫人是在怀疑你，还没有细查，明白吗？回大人，厨娘被赵副将杀了，之前还再三问他到底有没有被发现。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用死来报答你。怎么说？按时称算，义王爷快到了，到时候您带兵前去，把赵副将也带上。老夫还没有答应你们要出兵。什么？我没听清。这还犹豫什么？不在边关，在城里待得久了，你的血性都没有了。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来人，抬我的枪来！去，我去还不行吗？夫人不要生气，你的枪在我书房呢，我天天看，每天都让他提醒着我呢。王妃，你且放心，别说呀，你救了我的女儿，就是没有像义王这种人，我也得收拾他。夫人高义，我很佩服。时间不早了啊，累了这么久，早点休息吧。你不洗啊？不是，我是在想怎么睡。那个，你睡里面，我睡外边啊？怎么不行？哦，行。王爷的耳垂又单独行动了。如玉，如玉，哦，没什么，就是想教教你。王爷的嘴也要单独行动了。来人，停住！再往前走，就要开弓放箭了。城门上的人听着，义王殿下在此，速速打开城门。城门已关，明日再来吧。往后退。义王殿下有要事儿，要与护城使商议，此乃大事儿，你们还是速速去禀报。若是耽误了，怕是吃罪不起。殿下，您可有令牌之类的信物？被他们收走了。你们去叫齐德龙来，就说本王在此，他认得本王，一看便知。等着，殿下，一定是齐德龙亲自来迎接您了。都说齐德龙是个臭脾气，吃软不吃硬。本王瞧着他被降职之后，倒是乖觉了许多。殿下所言极是，之前他为镇南王求情，惹得皇上不悦。如果这次相助殿下，到时候您回去请功，若皇上给予嘉奖，那他势必会感激殿下。齐德龙带兵有方，是沙场退下来的人，他的兵对上霍长鹤是最有胜算的。殿下，那他会不会因为和霍长鹤的情分？他们哪有什么情分，不过就是演戏罢了。本王听说他们在军营时就多有不和，经常要争上下。要说这个齐德龙也是倒霉，那么多人给镇南王求情，就他赶到寸节上受到处罚。哪个是义王殿下？本王在此。齐德龙何在？我家护城使正忙着，没工夫来。他说了，无论是真是假，反正进了徐州城就兴不起浪，让我带你入府，你等着。走吧。大胆！你们怎可如此？义王殿下到此，怎能不打开城门列队相迎？现在什么时辰，还打开城门列队相迎？要不要给你们来几声礼炮？哼，能让你们进城已经算是优待，不愿意进别进。放肆！竟然如此无礼！这是在徐城，不是京城。你到底进不进？不进就退后。不要与他们计较，先见到齐德龙再说。行了，赶紧进去吧，注意巡防的队位，若是被他们抓到，他们可不会客气。别说，要是让他们抓到，倒省了你们的力气，直接就押到齐城使面前了。何人违反宵禁，还敢骑马？滚下马来！下马！再往前一步，乱箭射死！
干什么的？为何夜行？这是翼王殿下让齐德龙来回话。翼王？翼王不在京城，大半夜跑到我们徐城来做什么？还如此鬼鬼祟祟，我看你们俩是假的吧？来人，把他们带走。有点不对，按说翼王早该到了。会不会是路上出了什么岔子？一会儿看情况，实在不行让欺负的人去找找。呵呵，二位起了没有啊？老将军，走啊！走，收拾完了去吃早膳。顺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翼王已经到了，一会儿吃完饭就去找他。怎么还得去找他？他来不了，他在大牢。这个你们不用管，既然是到我的地头，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这戏给你们唱圆满喽。皇妃且歇着，我去大牢见翼王。哎，等一下，我随您同去。他不是认得你吗？这无妨。樊启夫人，找一套丫鬟的衣服给我。殿下，齐德龙不会把咱们扔在这里不管了吧？现在可没人知道咱来这儿。不会。都瞎了你们的狗眼，竟敢把翼王殿下邀到这里来，真是胆大包天呐！这里，殿下在这里。哎呀，这是翼王殿下吗？上次一别呀，已是3年有余了，许久未见，殿下憔悴不少呀。我都经历了什么？能不憔悴吗？齐夫人，你来得正好，本王。这里不是讲话之所，殿下还是快跟我出去再说吧。哼，怎么不见齐德龙来？这位是？我是吴新猛，原速城护城使。啊，原来是原护城使啊，真是失敬啊。那您现在是何高职啊？殿下，夫君身染重病，已经卧床好几日了。若非如此呀，也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让您到这里来，也轮不到妾身来接您了。您和这位原护城使，若是不满的话，那要不然这样，妾身回去让人把夫君抬来，向您请罪，您看如何呀？夫人言重了，不知齐将军生病，是本王来的唐突。哎呀，殿下哪里话，请吧。啊，对了，殿下，一会儿您见到我夫君，他身边有个哑巴小厮，妾身提前知会您一声，以免您觉得他不言语是对您的无礼。哑巴？正是，以前呀，他也是个贱舌头，不知分寸的乱说一气，夫君屡叫他却改不了。有天晚上睡觉梦到阎罗拿着绞舌剪把他的舌头给剪了，本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结果这醒来呀，就真的不能说话了。殿下，齐德龙是真病了，我看不见得。到时候见到人再说，无论如何，本王也要借到兵。殿下，我家夫君呀病了有些日子了，您知道的，这人一病呀就脆弱，这有什么不周到的呀？您多担待着点儿。夫人言重了。夫君，翼王殿下来了。殿下，个个都是死精啊！齐将军，您这是怎么了？这不是我手下有个小副将，家里有个不孝子，3天2头的惹他生气。这次更过分，还想谋他的家产，想要他的命。他整天为这事发愁啊，就耽误军中的事务。我就想着替他收拾这个不孝子。谁知道他这个狗儿子不但不知道悔改，还想着夺我的兵权。哎呀，把我给气的呀！我这个人呐，就是气性大，不是自己的儿子，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不提了。殿下，您这是怎么了？齐将军的手下个个威风，城门不让进，却把我们抓到大牢。殿下一路从安泰镇至此。齐将军，您没事吧？刚才说话的是谁呀？震得我这脑瓜子嗡嗡的呀！哎呀，真是不好受啊！请你出去。齐将军，本王这次来是有要事相求。安泰镇出了大乱子了。什么乱子啊？您应该知道，
镇南王霍长鹤因抗旨不遵，意图谋反而获罪。父皇仁慈，念其功劳，没有诛杀，将霍氏一族流放至西北。不料想这厮竟然不思报君恩，还在安泰镇作乱，血洗知州府，简直丧心病狂啊！听着呀，确实可气。不过老夫这身子骨怕是带不得兵了。将军只要肯出发即可，本王亲自来带。您放心，父皇不会怪罪，反而有功啊。另外，本王听说齐将军有一位掌上明珠，若是将军不嫌弃，本王愿意娶她为侧妃。这小女怕是高攀不起啊。我的女儿性子野，不服管教，平时又爱弄个刀枪，若是做侧妃的话，怕是王府都不得安宁了。齐将军过谦了，本王府里就缺这么一位啊。齐小姐在王府一切自由，本王也不会强迫她生子嗣。王爷说笑了，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还想招个女婿上门。还有啊，借兵的事呀，好说。夫君若是去不了了，妾身也能去的。妾身在嫁给夫君之前是吃绿林饭的。夫君一会儿让大夫给你熬一副药，吃了赶紧发汗，随翼王殿下出发吧。听夫人的。哼，我呸！诓骗我出兵，还要拐带我的女儿，还做妾，哼，我呸！行了，让人去叫赵副将，赶紧出发。来送东西的，放下就退下吧。你看着我做甚？是齐夫人让你来的。好了，可以了，放下吧。我夫人不在，不管是谁让你来的，赶紧走，否则的话……否则如何？啊，如玉，你……哼，王爷的眼力还需要再练习一下，和我还差一些。我若是像你一样，哪能认得出你啊？如玉，跟着齐夫人去大牢的也是你吗？这是齐夫人给我找的衣裳，我们也准备一下，要走了。好，那你给我也弄一下，换个模样。你又不是不会。我自己弄得太麻烦，你这个好像更快更有意思，好不好？等回去了，我送你一本易容小手册。当真？绝无虚言。那好吧，去做好。瞧见没？那个就是赵副将。怎么？哼，说他是普信男，都是抬举他。这种人也敢肖想齐小姐，被拒绝还敢动恶念。普信男那是什么？普通，但又自信自己很强。齐将军，有没有吃的呀？殿下，我这罐子里是夫人给我带的药膳，我呀，还是个病人呢。您等着，我去给您找一点儿。不好意思啊，殿下，就只有这个了。还是我从那几个小崽子嘴里抢的。您将就着吃点儿，等到了安泰镇，一切就好办了。你倒是给我留一口啊！齐将军呐，前面就是让你的人攻打安泰镇。殿下呀，这可不行啊！兵法讲究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能大张旗鼓啊！我们悄悄进镇，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现在霍长鹤和安次州都在知州府，知州已惨遭毒手，我们直接过去为知州报仇。殿下要多加小心，这深更半夜哪能不安静？再说，即便有诈也不用怕，我们带了这么多人，还怕那些散兵游勇不成？殿下所言极是啊。别说霍长鹤那小崽子现在落魄，就是放在从前，老夫也不怕他。就是这里了，齐将军，本王要亲自斩杀。话没说完，黑压压的四周突然亮起了火把，一队士兵左右一分，烈烈火把噼啪燃烧。翼王，你残害百姓，私造兵器，意图谋反，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哈哈哈哈！安次州，就你手下这些人，还想让本王束手就擒？你睁开眼睛看看，若此时跪下向本王求饶，本王还能赏你个全尸。我奉圣上之命前来赈灾，为黎民百姓，为天下苍生，我此时不动，
更待何时？他一挥手，直接把翼王从马上扇下去。太磨叽了，我词儿都没说完呢。齐德龙，你疯了！本王让你拿下安慈州，你为何？哈哈，我说过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殿下忘记了？你绑了，王爷，你们，霍长鹤，本王和你势不两立。早就是了，又不是今天才开始。殿下还是想想你要怎么向皇上解释。哈哈哈哈哈！解释什么？你们这些人勾结在一起，还需要本王解释什么？待回京，本王自会向父王禀明。霍长鹤，你本就是流放犯，却还能和齐德龙、安慈州勾结，意图陷害本王，你才是谋反。你以为父皇会相信谁？你未免也太自信了。还有你，贱人！早在京城时，不，在严府时，本王就该弄死你。霍长鹤给他一耳光。你再骂一个字试试。你是皇子不假，但现在是本王说了算，就算让你死在这里，也没人能阻止。反正已经是罪人，多一条也无妨。安大人，翼王殿下到现在都说是被陷害，不如让他瞧瞧证据，也好让他心服口服。哼，安大人，你能有什么证据？就凭那些百姓之言，还是凭那些书生的话？告诉你，如果没有实质性证据，一切都是妄谈。有还是没有，殿下到时候一看便知。下官受父亲教导，做事从来严谨，不只是靠嘴和臆测。你们该不会是弄了一些假罪证，想要栽赃本王吧？殿下可真会说笑啊！明天午后再让齐将军押送翼王和这些罪证回京。老将军未必同意，他是个急脾气，只怕明天一早就要走。王爷有的是办法，这个就交给你。为何要午后走？这样我们能轻松一些。他们走一天，走出太远，我嫌累。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殿下，这上面可贴着你翼王府的封条，加盖着你的大印，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难不成是大印丢了？霍长鹤，是你陷害本王，是你弄的这些。与王爷无关，是我弄来的。哼，我从你的庄园里偷的，然后一路带着到寺庙，再搬到寺庙里，引着安大人去发现，然后再带人搬到这里来。翼王殿下，身为男儿大丈夫，自该敢做敢当，现在铁证如山，你还狡辩？多余的话不必说，回京之后交由皇上定夺吧。你看，我说的是实话，你们不信？翼王面若死灰，现在气也没了，终于晕过去。什么时候走？我这边都准备妥当了。安大人这边还有些事情要准备，老将军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明日午后吧。这么久？文官就是爱磨磨唧唧的。我什么都没说好吗？王爷，请留步。江小姐有事？王爷，小女有一事相求，不知王爷能否答应？你先说什么事，本王才能知道要不要答应。此番来安泰镇总算有惊无险，承蒙您和王妃搭救，小女不胜感激，所以我想……本王和王妃救下的不只是你，还有镇中其他人，我们也并非施恩忘报之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是责任使然，你不必太放在心上。如果江小姐想报答，不如就拿些银子出来，登记在册，将来用之于那些深受骨肉分离之苦，或者是身染重疾的百姓身上。本王言尽于此，告辞。王爷，小女还没有说完。谁？出来！江野木从花丛后面出来，神色尴尬。见过王爷。哥，你说吧。那个嘛，王爷，是这样的，我和小妹对您和王妃十分感激啊。您放心，方才您说的事儿我一定办，银子一定会出的。另外就是我们对王妃特别敬佩，尤其是我妹妹，对王妃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们想着能不能高攀一下下，让王妃和我妹妹结一金兰。是这样，王妃的事得由她自己做主，本王会转达，至于同不同意，得由王妃自己做主。行，多谢王爷，王爷能帮我们转达就好，也请王爷替我们说说好话哦。王爷放心，一结金兰的礼物我们是不会少的，我已经写好在此，您过目。要是觉得不够，可以再加。这是一结金兰吗？
怎么瞧着像下聘礼啊？行，本王会替你们问的。哎，如玉，你来的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说。江家还是有诚意的，你若是不反感他们，我派人再细细打听一下江家小姐的品行。也好，看看品行。若是人品佳，无外乎礼品。你什么时候去见母亲？如玉，你能不能替我在母亲面前说几句好话呀？谁替你在我面前说话？哼，我还没有原谅你呢。那你说要怎么才能原谅？之前说的做饭、操持事务，我都可以。我还得再想想。行，你想，什么时候想出来，我就什么时候答应。外面脚步声响，颜如玉和霍长鹤一起来了。仙女婶婶，刚才我们还在说到你，你就来了。对，我们都在想你啊。这么好，正好，给你们带了东西，算是奖励。霍长恒抬眼，看到一旁的霍长鹤，霍长恒扁扁嘴巴，扑到他怀里。母亲，儿子不孝，让母亲担心了。好你个，哼，不孝子，你真是能耐了呀！母亲，我也是不得已，当时……哼，你还狡辩，你真是……母亲说的是，我不狡辩，您随便打。哎，母亲，你先休息一下。哎，如玉呀，不能惊扰了他，要让他给咱们做饭、洗衣、驾车。行，听母亲的。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王爷，您吃什么呢？哎，驼兄弟来了，我给你留着呢，等着，我给你拿去。王爷就是精致，品尝都用小碗，不像属下就是个粗人。殷坨坨，少夫人。王妃，属下不是有意瞒的，都是迫于无奈，属下愿意将功补过，任凭王妃差遣。王妃说上天，我绝不入地。哎呀呀，银坨坨乖，银坨坨妙，银坨坨厉害的呱呱叫。哦呦呦，你叫什么？回王妃，我没有名字，以前家里只给起了个好养活的贱名儿，后来被抓走，他们让我忘了原来的名，就给起了个代号。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要死了，给你立个坟，坟前得有个牌子写明。啊，王爷王妃，饶小的一命吧，小人知道之前冒犯了王爷，小人愿意真心悔改，以后为王爷王妃马首是瞻，小人愿意将功补过，任凭王妃差遣。王妃说上天，我绝不入地；王妃说撵狗，我绝不追击。这怎么还带抄袭的？这不是银锭的词儿吗？死容易，活可不容易。我们不会留在这里过太平日子，最晚2天之后，我们就要上路去西北。啊，小人愿跟随，鞍前马后，牵马追灯。那你说说，你有什么用处？我们身边不留闲人啊。小人会做饭煲汤，不说18般厨艺样样精通，至少会个16般。除此之外，小人还会做衣裳刺绣，可以给王妃和大夫人小小姐做。等到西北，若是王妃想做个生意，小人的手艺也能拿得出手。再就是小人小时候在西北长大，对那儿也比较熟悉，到时候绝不会给王妃拖后腿。王爷以为呢？还是王妃拿主意。既然如此，那就试用1个月，看你表现。既然跟了我们，就给你起个名字。你有什么喜欢的名字吗？没有，请王妃赐名。那就叫贝贝好了。有个表现的机会，你想不想要？但凭王妃吩咐。当天晚上，颜如玉和霍长鹤把大夫人母子以及小庆香都接回小破庙。马大人，现在你是官差，本王是犯人，不必拘礼。王爷，您虽是犯人，更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于公，你军功赫赫；于私，你是救命恩人。是呀，霍大哥，我爹早就说让我和你多学学，这次总算有机会。马大人，我还有一事相求。王爷请说。我有一个部下，他身体不好，也是被我连累，我想带着他一同上路。没问题，王爷只管带上便是。既如此，多谢马大人。如玉啊，恒儿说今天晚上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我想让他睡得舒服点儿，你能不能去别呼呀？这就开始赶人了是吧？母亲，我什么时候？母亲，恒儿不舒服，我更应该守着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吃撑了。
要不……母亲，如玉一连几天都很累，别折腾她了。是我不好，考虑不周。走，睡觉去。你笑什么？笑大哥也有今天。50步笑100步。正想着，门外有轻轻的脚步声。母亲，你还没睡？没有，您快进来。母亲，是我不孝。不是，母亲呀，没有怪你，只是心疼你。我们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直都相信你的。母亲，我无法，就是怕连累你们，所以我都知道的，细想呀就知道了。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的孩子，我岂能不知啊？赫儿呀，人家如玉和你连堂都没有拜，这一路上呀，真是多亏了他，你可要好好的待他呀。母亲放心，我不会负他，永远都不会。哎，母亲，说起此事，我还有件事想问您，就是当初我们给如玉的聘礼有多少啊？聘礼单子给了严府，按说是给严大小姐的，准备的不少，就是按京城的规矩办的。不过之前一直忙乱，也没有细想，现在回想，当时好像如玉也没有从娘家带来什么东西啊。那8成是让严家给扣下了。应该是的，如玉也是个可怜的孩子。你怎么想起问这些呀？哦，没什么，就是觉得对不住他，想要弥补一些。应该，我这身上呀还有1万两银票，这还是如玉挣来的，用这个给他置办，是不是不太好呀？如玉给您的，您留着，钱的事我有办法。啊，王妃，你也来了，手伸出来。哦，她可真好看，皮肤真白，细腻无瑕疵，眼睫毛好长，还翘，眼睛又黑又亮。你这病是娘胎里带来的吧？啊，你说什么？我说，你的病是出生就有的吧？是的，我自小身体不好，因为我母亲生下我兄长之后，也一直身体不太好，再后来有了我，简直是要了她半条命。给，你回去以后把这个交给你母亲，让她用这个方子抓药，以后身子能舒爽些。王妃都没有见过我母亲就能开方子，这是什么神仙医术？那这个给你，1日1颗。给我的吗？多谢。这是什么？治你病的药。你回去跟你母亲说的时候，不要有其他人在场。你母亲不是病，你也不是。您是说中毒？程氏，这义王押到京里会是什么罪？不知道。他怎么着也是皇子，皇上是他老子，总不能真杀他吧？你觉得呢？我觉得不可能杀他。将军，咱们这一趟可以说是万分凶险。怎么讲？他是皇子，不可能轻易死，他只要不死，就一定会记恨咱们。再说，皇帝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也恨咱们。恨咱们什么？你想啊，咱们这么对他的儿子，他心里能痛快吗？你说的也有理。孩子挨了欺负，受了罪，当爹的怎么可能坐之不理呢？正是这个理儿，所以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那依你之见？依我之见，不如咱们明面是押送，实则是护送，给义王多行些方便。到京城之后，面见皇帝，您就说这些都是镇南王的主意，反正他已经是罪名缠身，多一个不多。说不定皇帝正想找个由头砍他的头，这样一来，不但义王能脱困，皇帝也满意，一举两得。一举两得不两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要得一点。什么？齐德龙正想拔刀，忽然感觉地面颤动，他立即惊觉。戒备！他奶奶的，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以往的人，这个草包笨蛋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手下？你是何人？意欲何为？我是莫先生，来救我家王爷。本王在这里。王爷别急，我这就来救你。到时候山高水阔，再无人能阻挡你。你要成就大业，来日必成。你不是常说你才是明主？皇帝已经年迈昏庸，毫无建树，早该让位。王爷放心，我定会把你救出去。
我还要追随您图谋大事，将来名垂千古。你，哼，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本城使在此，我看你们怎么救！有胆子放马过来！莫先生身边的一位骑士轻轻挥手，其他骑士从身后拿出一把草来。强儿，嫁给我，我保证让你欢喜。嫁给我，亲一下。我是安慈州，齐老将军已经动身去京城了。齐小姐，快请进。我是来找王妃的，不知王妃可在？在，不在。王爷和王妃有要事出去一趟，不过也快回来了。齐小姐不如进去等等。也好。安慈州不敢看他的眼，鬼使神差，伸出手想碰一下。大人这是做甚？没，我没有别的意思，只觉得这把剑甚好。这是自然，我母亲赠予我的，原是我母亲的剑。令堂是？我母亲从统领江北17寨，也就是总瓢把子。我父亲路过山口时，还被他一枪挑于马下。哦，我母亲剑法妙，枪法更佳，枪在我父亲书房中，剑赠于我。原来如此啊！听到有马蹄声响，转头看，2匹快马飞奔而来，正是霍长鹤和颜如玉。王妃，王爷，齐小姐，你怎么回来？是身体不适吗？不是，我好多了。我是来给您，给安泰镇来送粮食的。我母亲怕您这边粮食不够，从府里拨了些，又从粮商那里买了些，让我送来。齐夫人有心了，齐小姐一路辛苦，先进府休息吧。是急，齐小姐就住在知州府吧，这里有安静院子，保证不会有人打扰。齐小姐以为如何？听王妃安排。齐小姐此来，怕不是只为送粮食吧？王爷、王妃，我父亲差人送了封信，告知我母亲今天出发。他说要在路上结果赵副将，若是平时也就罢了，在徐城怎么也能摆得平，可这是去京城的路上，此事本就凶险，所以我母亲担忧，让我来走一趟，看能否请王爷写封信劝父亲一二。齐小姐来晚了一步，齐老将军已经斩杀赵副将，不过你且放心，没人知道是老将军所为。途中有人想劫走义王，老将军率兵抵抗，伤亡在所难免。赵副将殉职了。哦，原来如此。小姐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刚来就要走吗？齐小姐送来那么多粮食，我还没有记录在册，这怕是不妥。安泰镇百姓们也想当面向小姐致谢。对了，这几日我也要回京，想必齐小姐很想见齐老将军，不知想不想同行去探望？探望什么啊？人家爹才离开。本王倒觉得安大人这提议不错。老将军义薄云天，脾气火爆，京城局势复杂，若是小姐在一旁心细提醒，想必也有好处。需要这样吗？京城里有老首府和国公，哪个不能住齐的喽？要叫人家闺女去。安慈州这心思都写脸上了，不住他我心痛啊。是啊。也好，明日我便写封信给母亲，问她的意见，正好先在镇上帮忙，等到信到，母亲若是同意，我便与大人同往。时候不早了，齐小姐一路辛苦，先休息吧，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把脉。小姐病了吗？没什么，就急而已。齐小姐，能把你的剑借我看一晚吗？这次义王就是浑身是罪也说不清了。可是那些箱子里的东西真的不见了吗？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祖传之秘。果然神奇。王爷，你之前有没有救过一个很特别的人？特别？指什么？长相？不是，就是异于常人之处，比如会瞬间移动，能从这个路口出现在那个路口，但不是轻功，又或者比如能在身上藏东西。哎，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何人？我记得好像是位老人家，当时好像因为偷了东西被村民追打，绑了他要打要杀的。我觉得他年纪大了，偷点东西又罪不至死，所以就替他给了些银子，得以释放。不过什么？那些村民看他的目光似有些古怪，好像并不单是因为偷东西，有些不甘，还有些畏惧。当时是行军路过，我也不曾想那么多，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有些怪。那后来呢？他去了何处？这他倒是没说，他倒是说过他与常人不同，
说是天生如此，还说要去修炼。我当时觉得他的话不像是个寻常人能说的，也许年纪大了，脑子不甚清楚，也就由着他说了。他说世上有些人生下就异于常人，但还要刻苦修炼方能大成。那王爷还记得当初是在哪里见到他的吗？长什么样子？记得，就在去西北的必经之路上，如果我们走得快，大概1个多月就能到。至于模样，倒是也能记得一些，银锭应该会记得很清楚，当时银锭还和他一起用膳来着。王爷啊，多谢。谢我什么？谢你的心地善良，只有心地善良，敬畏生命，才会愿意去守护。没有铁血手腕，就没有安定康宁。如玉，能娶到你，是我的人生最大的幸福，是霍家的福气。没有你的心地善良，哪有我的精神？如玉，明日起晚些，好好休息，休整1日，我们便离开这里吧。好，大家现在相处的挺好，和睦和气，尊老爱幼的，这才是一个大家应该有的样子。唉，如玉啊，这都是托你的福。母亲哪里话，是王爷以命相换，他们懂。那也要你一路护持，让他们有命见到长贺才行啊。这霍大霍二他们该如何处置啊？安大人回京时让他带回去吧，也算是个人证。至于生死，咱们就不用操心了。行，听你的。严瑞在黑暗中半睡半醒之间，似是听到有人叫他爷爷。什么爷爷？哎，我说你，爷爷。您没听错。没有，离那么近能听错吗？如玉这孩子太苦了，而且总是把忧愁放在心里，自己承担。可她也是个女孩子呀，严家待她不好，那些天杀的呀，这么好的女孩子竟然也狠得下心去折磨。你好好的查查，这严家的老太爷是不是？不是。哎呀，对，是我糊涂了。严家老太爷我也见过，不是什么好人。那他说的爷爷会是谁呀？母亲，有件事我得告诉您，如玉不是严家的亲生女儿。什么？是严嵩说的。那时候我还是大当家，又事关如玉的身世，因此没法对您说。严嵩说严家说她是私生女，把她养在严府应该是另有所图。哎呀，这些天杀的混账王八蛋，好好的姑娘不好好养，不是自己的弄人家进府干什么？人家亲爹亲娘还指不定怎么疼呢。哎呀，气死我了，这些王八蛋呐！母亲先别着急，她生母应该是亲生的，具体缘由现在远离京城，一时也弄不清楚。我告诉您是想说，最好不要总在如玉面前提及严家，免得她心里难过。我知道，这还用你说呀？你说说你，现在什么忙也帮不上，赶紧想办法去查，这点事都弄不明白，干脆气死我算了。王妃，马大人让你来的。我自己就不能过来。不过你猜对了，马大哥说我们耽误时间不短了，得抓紧时间，否则越晚路上就越冷，到时候更受罪。我知道，刚才还在和母亲说，让大家准备点东西，明日出发。好，那你想要什么，我去准备。你先回去禀报马大人，我稍后有事找他商议。王爷，王妃，大人不必如此，明日就启程。我们是犯人，你是官差。严嵩虽死，但他手下的人还在，小心为好，免得落人口实。不知二位找我是？我们在这里耽误了太多天，后面路上会有什么也都不好说。我有个想法，想与马大人商议。您说。我想着以后天气不好，我们这些人老幼都有，天气冷了行动更不便，不如让他们坐马车走。可是这规矩且不说，也没有这么多马车。这个大人不用劳心，我会安排，只要大人同意即可。大人，现在距离京城已远，这支队伍就是你说了算，你的责任就是按时把押送到，至于是怎么去的，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说是这么说，可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大人，大家都坐马车，省时省力，也减少伤亡，你也省心。再者，我们也不白做，女人在马车上做点针线，男人做点别的活计，一旦赚上钱，心思被占，
其他的心就少了，您也更方便。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这样，这个消息由您来发布，谁想买马车到您这里来登记，每辆马车都有您的一份收入。嘿嘿，我不是……我明白，大人不是为了钱，但别人是。边关苦寒，大人若是想多留些日子，做些什么，哪件事离了钱也不行啊。马大人，您放心，这件事合理合法，只是有点不合规矩。但这支队伍你就是规矩。另外，我保证，这一路上保证让你挣到足够多的钱。好吧，就依王妃王爷所言。不过恕我直言，王妃，一是需要不少辆马车，一时可能买不到；二是一辆马车也要不少钱，恐怕……大家没有，有人有啊。孟孟良是有点钱，要是王妃开口，他也没有二话。可是，哼，本王妃岂是随意占别人便宜的人？何况还是小梦。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吃亏的。如果马大人同意，那就把孟孟良叫进来，我详细说一说。小梦，我们明天就要动身，我想着给大家置办些东西和马车。行啊，这是好事儿。是缺钱吗？我这儿有。先听我说完，不是让你出钱，是让你挣钱。小梦，下午马大人会宣布消息，大家可以自愿购买马车、平板车和带棚车随意选，你出钱把车买下，然后让他们在你这里买。他们虽然钱不够，但多少都有，可以少付一部分，比如2成、3成都行，剩下的钱分期还，用他们在这一路上做工的工钱来抵扣，当然不能白分期，最后还给你的总钱数比全付款买的多1成，你看如何？怎么还好说？我有个疑问，如果他们挣不到钱呢？或者还到一半还不上了怎么办？这个容易，在开始的时候就把各种情况写进文书里，如果还不起，你有权收回马车，原来交付的钱也不用再退回。那就是说，无论最后能不能还得上车钱，小梦都稳赚不赔。正是，而且我说过了，我保证会带大家赚到钱。仙女嫂嫂，外面有2个姐姐找您。王妃，我们给大家带了些吃的，还有些是专门给您的。王妃，我和兄长商量着，等你们出发，我们也就回家去。本来我们是想反正也出来玩，就四处走走，去哪都一样。我还挺想和你们一起去西北，但是我得先回家看看我母亲。应该的，正好你们都来了，我再把脉。先给齐小姐看，我吃了药，感觉好多了。王妃，之前和您说过的事，可以，我同意。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江家市民们，我镇南王府虽然现在获罪，但日后定能洗刷冤屈。我也有信心可以和王爷一起重振王府，只是树大招风，譬如这次陷害，所以我懂，我不会告诉其他人的，更不会借助王府的事做什么不该做的事。王妃，我之所以有此想法，纯粹是欣赏王妃。在遇见王妃之前，我都不知道女子还能活成这样。王妃，江小姐，我能问一下你们在说什么吗？江小姐说想与我一结金兰，我也要。也好，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说，我要做姐姐。好。王妃，我知道您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实在不该再开口。可我……怎么了？你直说。我们只有几个铜板，若不是这几天您和王爷恩典能一起用膳，我们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我夫君身体不好，一到这个时节就爱犯咳疾，这婆母年纪也大了，你是想借钱还是想要名额？如果都想要，那就拿出真本事来。每家都有难处，我无法面面俱到。我给你提个醒，你想想你擅长什么？做衣服、刺绣还是别的能胜人一筹的？我会裁制衣服，我会裁制，还会做不同的样式。那能画出来吗？能。好，去我母亲那里领纸笔，画给我看，有话对我说。没什么，担心你太累，想让你歇歇。明天就出发，到时候你只管歇着，路上的事交给我。好啊，那就有劳王爷了。有没有愿买马车的？卖马车啦！
王妃，外面有卖马车的，我们正准备去看。好，去吧。你不来吗？如玉很累了，要休息。买个马车，你应该会吧？那好吧。记住，5个名额，不可坏了规矩。另外，订文书的时候要写仔细。你心善是好事，但要知道，心善不是没有原则，该还的还，该算的算，不要让你的善良成为别人攻击你的软肋。多谢王妃教导，我记住了。马大人，你那里有路线图吧？详细的。有的。能否给我一份？当然，我一会儿拿给你。明日出发，我要看看路线图，到时候行程有变，需要住宿的地方还要和大人重新商议。我说过会做些生意，账目也会记清楚，利润的2成归大人，1成归其他官差，马大人给他们即可。多谢王妃。刚才在墙头看了半天，你有没有发现那几辆平板车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特别？就是普通平板车，车普通，马也普通，比不上咱王府的。以前不是你一会儿说看着小郭演说，一会儿看着小凳子小桌子演说，连山鸡脖子上的项链都是你的，怎么这么大马车就瞧不出来啊？主子，小锅小凳子小桌子那是咱王府的东西，这马车跟咱又没有关系，属下为什么要认的？我竟无从反驳。这是宋氏画的，你瞧瞧，真没想到呀，他竟然呀还会这个。的确好，母亲有什么想说的？我知道你是个主意的，这样的好事呀，他们之前都不敢想，别说他们了，我也都不敢。这日子呀，是因为有了你，才有了奔头和希望呀。宋依依，求您帮忙了。不是她，是她婆婆。宋氏倒是什么也没有说，画好图纸，只说请你过目，别的呀没说就走了。她那婆母呀，刚才来了一趟，说是没有钱，想让你帮忙和孟孟良说一说，要一个名额。她凭什么？比惨？她的确哭得稀里哗啦的，她自己身体不好，儿子也有救急。宋氏呀，也是个弱女子。母亲，我们这一行人哪家不可怜，还有把命丢在路上的，至少他们走到这里还活生生的。心软心善的人更要有底线，若非如此，就会被人不断的试探，屡屡后退，成全别人，牺牲自己。我向来不会这么做。你说的极是我思虑不周了。母亲原谅我直言就好，倒是可以给他们1辆马车，不过不是因为他找您求情，而是因为这图纸，这是宋依依用本事换来的。王妃、王爷，在下觉得这一路上艰难重重，往后天也越来越凉，实在让人忧心，特意备此东西，望王妃笑纳。这是我邱家的玉牌，也请王妃收下。我邱家别的不说，还是能做些生意的。遇见邱家商铺，您可凭玉牌进去取东西。邱公子好意，我们心领了。东西我们照单全收，但这玉牌，还请公子收回。邱家情谊本王铭记，但时局多变，邱公子还是多为邱家考虑。王爷不要误会，此番在镇上承蒙王爷王妃救命大恩，在下只是想回报一二。邱江2家都是眼高于顶的，他们能如此信服你，要是让那些酸儒知道，定会气炸了。人格魅力好，自然能让人信服，从来不只是因为学问。学问好的人或是人品差，那岂不是更糟？别说他们了，我都对玉儿佩服得紧。玉儿聪明，不自大狂妄，也不会妄自菲薄，争取想要的，干脆拒绝不想要的。单凭这些，就有很多人做不到。孟大人，马车都卖了吗？3辆带篷车，2辆平板车。孟大人，剩下的2辆平板车，请给宋依依1辆。哼，宝儿他娘，你是用了什么法子？你们家穷的恐怕连10个铜板都没有了吧？这能告诉你们？反正呢，车我们是到手了，你们演气也没用。多谢王妃，多谢大夫人。哼，这是什么话呀？大家都一样，凭什么给你呀？你还如此讲话？就是呀，你家穷谁不穷呀？我女儿自小体弱，现在瘦的就剩下1把骨头了，我们也是咬牙撑着呢。那还不是你自己没本事啊？冲我们嚷什么？实在不行，等下一波呗。
孟大人不是说了，到徐城再买马车还有名额。娘，你别说了。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老实待着，否则的话你就走着，别想上车。王妃，不是我们挑理，而是说好的，大家都一样，这为何？大家看，可认得这是什么呀？这衣服画得真漂亮，正是，比京城云长阁的衣裳不差。王妃，这是哪儿来的？正是宋依依所画。所以我想说的是，宋依依家的马车不是施舍，也不是因为她婆母找过我母亲，是因为这几张图纸是她自己用本事用手艺换来的。这一路上都不容易，每家都有难处，所以我把话说在前面，谁也不用卖惨，更不要来烦我母亲。所得的东西我都会按劳分配，做得多挣得多，得到的自然多。谁若是不想干想偷懒，我也不拦着，但是别人分东西的时候就给我闭上嘴。另外谁有手艺有别人不及的长处，都可以来找我，用本事换。宋依凭本事拿到马车名额，也不是说不用交钱，到时候会把这一条写进文书里，慢慢还。你能做到吗？我能。王妃，他有什么还？还画这个？这一张能值多少钱？当然不是只靠画这个，我说过这一路上会带大家做些生意，赚到钱自然就按劳动多少分配。宋依依，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其他人不做事的就不必开口了。不远处又来一辆马车，在门前停住。王妃，看，这是我小姑姑。王妃，我小姑姑是来和你一结金兰的。哼，你是不是傻？王妃，收到伯谦的信，我就迅速动身。这孩子一向说话没有把门的，您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哪里？邱公子性情爽直，不错的，夫人里面请。怎么样？我小姑姑最疼我，立马来了。江延墨，我告诉你，你别想踩到我头上去。你是不是傻？你让你姑姑和王妃结拜，那你不是也比王妃小一辈？这成什么了？我和我妹妹怎么论，还是我随着我妹妹。你比我低一辈。夫人，听闻王府之事，我没能帮上什么忙，实在是抱歉了。这次呀，也来得匆忙，没备太多的东西。这里有些我自己用的补品啊，多谢夫人，有心了。之前在京城时，我乃商贾，夫人贵为王府主母，实在是不敢有别的心思。如今天意让我们再次重逢，我有一个请求，夫人不必多虑。我比夫人小几岁，想着叫您一声姐姐，不知有这个脸面否？这个好，还得是我姑姑。现在王府的情况实在不好拖累，怕是会影响到邱家呀。并非我瞧不上夫人，这只是这一点夫人可以放心。我在徐城嫁到孔家，是孔邱氏，商贾而已，与邱家无关。王妃以为如何？王妃，我小姑姑家在徐城开书局的，还有卖文房四宝。等到了徐城，给恒儿选几件。二公子文采出众，又写得一手好字，西北怕是买不到那么好的成色。若是王妃想要什么医书或者孤本之类的，我家没有的，也可以帮忙去寻找。母亲，既然夫人一片诚心，就答应了吧。也好。如此，妹妹拜见姐姐。不必多礼，我这呀也没有合适的见面礼呀。夫人，这是我母亲送您的礼物。这是安泰镇，共有2700人，此次一诊突发，300人亡故，100多人受伤。救治之后，目前康复50多人。这是用来计算的小工具，还有几句口诀，我写下来交与邱公子。夫人可先琢磨一番，过些日子到徐城之后，我再教授用法。多谢王妃，愧受了。母亲，这个叫做算盘，以后咱们在路上的生意归您算账，用这个好用方便。如玉啊，你真是聪慧之极呀！你是怎么想出那些的呀？母亲，我想过了，我们此去西北，路上衣食住行都要钱，到西北之后安家落户也要，这么多人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我想着以后做生意是避免不了了，权利别人可以收回，但自己赚来的银子
别人想拿走不是那么容易的。邱家商户遍布，邱尚威也是一把好手。虽是简短的几句，但我看得出他定然知道这个东西的分量，并非我们落难时攀附他们，是我们镇南王府依旧有精神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如玉，你说的对，说的对呀。王妃，外面有好多百姓，还拿着好多东西，说要给咱们践行。王爷呢？王爷去知州府找安大人，安大人他们明天也要走。去吧，去看看，百姓们呀，念着你的恩情呢。王妃，一路保重啊！王妃，一路保重！王妃，一路保重！王妃，一路保重！王妃，一路平安！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前来相送，都请回吧。护卫百姓本就是我的职责，大家安康无恙，我和王妃也能放心的离去。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各位不必再送，你看看这方子。哎，王妃，这是佛香吧？这3种都是，只是配料不同，所以味道会有些差别。不错，你说的极是。依你之见，这方子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前2张没问题，这一张最高级的，若是王妃想更上一层楼，我想着可以再加上一种香料。不过这种香料不太好找，等到了徐城看看，没准会有的。是什么？金雀草，取其嫩叶晾晒烘干而成，橙色加的在阳光下为金色，红色中等，再下等的就没有添的必要了。好，那就先做另外2种。如玉，你打算做什么？我们要在徐城征第1桶金。大国寺，大国寺是大寺庙，在北方来说仅次于皇家寺院，他们的香火鼎盛，通常只有信徒向他们捐香油钱的份儿。我们如何挣他们的钱呢？我自有办法，不过需要母亲的帮忙。你说那是不是需要我演戏啊？猜对一半。那还有一半呢？您得帮我做件衣裳。这没问题。晚上我们到驿站，你带人把这些收拾出来，等到徐城之后，我们就做第1批。好。在说什么呢？说制香的事。这是林南的药，拿去煎了，给他服下吧。好，如玉。道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瑞哥怎么样了？还是那样，呆呆默默的，给就吃，不吵也不闹。先这样吧，到徐城再说。没用的东西，你说你有什么用啊？连辆马车都换不来，弄辆平板的，硌得我们骨头疼。我看你就是盼着我早死。不是，娘，我没有。王妃，你怎么没休息啊？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宋氏不听话，我教训他几句。不听什么话？你们坐着车，他走着，你们还怪他不听话？是不是忘了，这车是他的本事换来的？王妃，话不能这么说呀，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自然就要为我们谋好处，不然要他有什么用啊？那你也是嫁到霍家的人，是霍家的媳妇儿，那你怎么不用你的本事去换马车？你怎么说？不满意这平板车？王妃，我们也不是不满意，就是我这年纪大了，我儿子身体也不好，这种车实在颠得很，而且以后要是刮风下雪也不挡冷。你说的极是。下来。王妃这是要给我们？有谁想用这辆车？现在就可以给。王妃，我们家，我们不嫌弃不好。孟大人，给他们办手续，把霍宝家的钱还给他们。王妃，我们要带车棚的，那你们有钱吗？您不是没钱就别想得那么美。你嫌弃平板车，有的是人要。宋依，你去找我母亲，今天上午我需要你画出一张图纸，你就在我的马车上。是。那我们怎么办？宋依依能画图，你能干什么？她能上马车是她自己的本事，不是你的。可是我们下午怎么办？连平板车都没有了。之前是怎么走的？之前怎么走，以后就怎么走。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嫌弃放弃。王妃，这怕是不妥呀。没有什么不妥，本王妃说妥，那便是妥，不妥也得妥。
你要是再抱怨，那不妨连腿也失去。我说你画，我要一件别致的样式。你果然是做服装设计的料。什么？没什么，宋依依，我不能劝你去和你夫君和离，但我要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很短，别浪费在不拿你当回事的人身上。你值得更好的。王妃，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那你还怕什么？反正也没什么再能失去的。有人，无妨，暗中观察，不要理会，走走再看。你别动啊，忙你的，我去就回。主子，好像有人跟踪咱们，要不要属下把他抓来？不必打草惊蛇，让他们跟，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货色。在说什么？有人跟着我们，是莫先生的人，还是京城的人？目前还不得知，没有打草惊蛇。让他们跟，早晚会沉不住气。营地，你去把贝贝叫过来。王妃，你找我？你看看这个，这些好像是佛教用的一些图案。正是，能绣吗？能啊，这些于我而言很简单。这样最好。那你今天下午开始坐另一辆马车，在车里绣这些。那能让驼哥哥给我赶车吗？他赶着稳。行，没问题。先吃饭，吃过饭我给你布料。一边做一边听王妃讲故事，也算你的福利。嘿嘿，那是，小人遇见王爷王妃就是有福。一下午的时间过得飞快好了，先到这。王妃，后来呢？怎么听入迷了？对，没错，王妃讲的故事太好听了。我能和驼哥哥讲讲吗？可以，但不要和太多的人讲。是，除了驼哥哥，我谁也不说。听说过，在速成的时候，有人杀了刺史文清卓，就在墙上留下了几个大字：杀人者齐天大侠。啊，真有这样的人？那当然，金驼亲眼看到的。驼哥哥，要不我俩弄个兄弟组合吧？什么组合？你本事大，你叫齐天，我叫大。金驼哥本事也大，就叫侠。我们连起来就是齐天大侠。这个好，可以，我们就叫齐天大侠。如玉，你是从哪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听路过的流民讲的，他们为讨饭，每个人都有点嘴上功夫，会唱会说。这倒是，喂狗吃的不容易，好在现在我朝安稳太平，晚上我来守夜，你好好睡，若能抓住，我再审问他们是谁的人。辛苦一天也别总熬着。这样吧，子时之后我撒些香粉。心疼我？明天我还需要写手，稿子要尽快写出来。王妃，今天晚上我带几个人把香料碎成粉，明天一早就能带上路。看着时辰，别太晚，明天还要上路，有事就说，不必吞吞吐吐。王妃，我想去看看我夫君和婆母，他们今天下午没有平板车，定然很辛苦。手艺是真好，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衣服呢。下午多亏有他，有的地方我都看不明白这图纸啊。可他这叫不醒装睡的人，神教人苦口婆心都教不会，是教人透一次就过了，让他撞南墙，撞一回不行就撞2回，头破血流了自然就可以。有事儿？是这样，大嫂，我字写的比大哥好。行，那今天晚上我说你写，正好王爷有其他的事。好。你在哪里洗的？就在院子里。哪来的水？院中水桶里打好的。大嫂，怎么了？长旭，你把这个药粉给营地，记住，别让别人发现，让他放在饭锅里。这是什么？大嫂，你这是……放心，我不是毒死谁，赶紧去。哎呀，让你去就去，磨蹭什么？小心些，别慌。好。如玉啊，怎么了？这水的味道不太对，小心点，总没错。对，我们总要小心些。跟我来，发现什么了？水不太对劲，不过我给了长须药，让他交给营地，不会出问题。驿站的异族都被换过，这些人可不是普通异族。我刚才遇见一个，是练家子，就是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人。我让金定去查了，别担心，就算有也没什么，我们也有。还不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你说会是翼王的人吗？有可能。翼王虽落难，但翼王妃和其母族，还有宫里那位，可没那么容易放弃，必会报仇。要是翼王的人，那就不必客气了。有莫先生的消息吗？还没有，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连带着手下那些人也无影无踪。不会，哪怕是两样东西，只要发生过接触，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是定律。何况他是人，应该是他更为谨慎，或者说他一早就做好了放弃安泰镇的准备，有另一个退路。不错，这个退路是事先安排好的。之前发生过什么，我们并不知情，所以就无从查起。也不知他究竟是何人，竟然如此处心积虑，拿燕王当棋子，还当众说奉太子之命。哼，他还真是够聪明。战场上虚虚实实，莫先生究竟是假话真说，还是故意说真话，让我们反而不信，还未可知。不管他们是谁的人，今天晚上让他们变成两种人。哪两种？死人，或者我们的人。大哥，怎么样？一切顺利，缸里桶里的水中都下了药，他们做饭用的就是那里面的水。不可大意，那可是镇南王，战场上所向披靡的主。你放心吧，院子8个兄弟，院子后头还有7个，咱们一共15个，还拿不下一个镇南王。他身边的人呢？可查清楚了？查清楚了，原来在安泰镇的那些早都退了，不知道去了哪儿，反正没跟着。他现在是流放，又不是去带兵，身边跟着那么多人，不是让皇帝把他当靶子吗？之前听说有个小胖子，我观察了，那小胖子还在做饭。镇南王妃呢？那个女人刚才看见我，没什么异常，我瞧着她也不像有多了不起。大哥，一个女人而已，能有多么能耐？就算能打，我们一共10几个，还能对付不了他们俩？再说还有那么多人质，随手抓一个不完了？在隔壁房间放个假人。干什么？我也给他来个以假乱真。大哥厉害！你干什么呢？好狗不挡道，起开！哎，你说谁是狗？我们这儿可都是姓霍的，就你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整天跟在那小胖子屁股后头，驼哥哥长驼哥哥短的，也不嫌害臊，不是哈巴狗是什么？嘿，我这暴脾气，老七婆，我告诉你，坨坨哥救过我的命，我就乐意跟着他。怎么了？金坨坨银坨坨，比划你这老土坨坨，你这老脸皮还知道害臊吗？整天叫你那快30的大儿子宝儿宝儿宝儿，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害臊。哎呀呀，金坨坨银坨坨，比划你这老土坨坨。八哥骂得好。哎呀呀，金坨坨银坨坨，比划你这老土坨坨。贝贝这嘴呀还挺厉害。跟着营地能不厉害吗？不止，咱营地呀是嘴甜，跟着长鹤在军营还有点傲气呢。贝贝可不是，我和他处了几天，这孩子呀是个机灵的，会来事儿，但是不讨厌，是纯靠摔打练出来的八面玲珑。母亲看人一向准。可拉倒吧，我都看走眼好几个了，宝儿他娘早就该被治治了。给贝贝留出饭来，留个鸡腿。我得听我大兄弟。这贝贝现在是你大兄弟，那金定呢？金定是瞎兄弟。什么？夫人，王妃有所不知，我们3个各有了新名字，组合起来是一整个。哎呀，是什么呀？我齐天，贝贝大，金坨坨侠，连起来念就是齐天大侠。夫人，那个家伙你管不管？你跟谁说话呢？我也是被他气坏了，他实在不懂礼数，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王妃，你可不能不向着自家人，向着外人呐。即使知道是霍家人，就好好给霍家人正脸，不是到处给霍家丢人。贝贝虽然不姓霍，但他姓严，是我的人。哼，王妃，你这话说的，他一个……你吃不吃？吃就堵上嘴，不吃就老实休息，闭上嘴，怎么样？放心，金定在，问题不大。我一直想问，金定武力似乎很强悍，他和银定谁更强一些？金定是我父亲收养的，小时候就带回来了，当时头受了伤，快10岁了才会说话，大概就是命吧。他这方面不好，但练功却极有天赋。我父亲特意送他去拜访名师。这么说吧，我在军中时10万大军，没有人能在金定手下走过5招。如此厉害。但是银定能和金定走上100招，
他比金定更灵活，懂得扬长避短，而且他也有一个天生的巨大优势。什么？天生神力，这一点可太重要了。要不要过去治治啊？不用，我给马大人提过醒，也给他们一些解百毒的药，不会有事。而且水里的东西也不是致命的，只是让我们失去意识，乖乖被抓。还真是自大，有机会下毒还不取性命。夜风轻拂，光线跳跃，云层飘来遮住月光，院子里又暗了几分。大哥，他们都进屋休息，再过半刻钟药效就发作。那就好，最好别出人命，尤其那几个重要的。主子说了，要活的不要死的。明白，就是这儿，我亲眼看到他们俩就进了这屋。说说吧，谁让你来的？你们就你那点小伎俩，还瞒不了我家王妃。哼，本来想着悄无声息的把事儿办了，别让你们受罪。可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镇南王，别人怕你，我可不怕。这不是战场，这里我们说了算。你最好乖乖的束手就擒。你说了算？你算老几？看看吧，认得吧。东宫的人，既然知道，那就请镇南王好好考虑，乖乖跟我们走，才是明智之举呀。颜如玉突然出手，瞬间扎入一族手背。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镇南王，这别问我，我听我家王妃的。王妃，那不是你的东西。在本王妃的房间，当然就是本王妃的。你们的命也是，就看本王妃乐不乐意收回。哼，王妃，你要杀他随便，别指望用他来威胁我。这满院子可都是你的人，你会抓人质，我也会。哼，威胁我呀？谈不上，太子殿下也没有恶意，就是想让王爷跟我们走一趟。王爷现在是流放犯，能有什么好前途？不如跟我们走，殿下绝不会亏待。去哪儿？到了自然就知道，现在不必说。你以为你是谁？别说是你们几个，就是太子亲自来，也未必敢和本王如此讲话。本王的确是流放犯，但也不是你们能够随意欺辱的。好，我们是先礼后兵，既然王爷不乐意，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先什么礼？你们杀一族，设下埋伏，在水中下药，这叫礼？颜如玉拔匕首，抬手一划。镇南王，非要如此吗？动手！退出门才发现，他的几个手下都倒在地上，死活不知。黑衣人一下子被火场河击中肩膀，豁开一条血口子。你究竟意欲何为？黑衣人嘴硬，手指放在唇间，打了一声响亮的呼哨。可是3声呼哨响过，还是一片沉寂，没有人出现。绑了。行了，大家都去休息吧，明天再说。这是东宫的吗？令牌是不假，的确是东宫之物。那你和太子的关系怎么样？一般，在众多皇子中，他好像和谁的关系都不错。尤其六皇子多病，他更是诸多关怀。我与六皇子交好，他对我自然也要关照些。既然关照，为何不替王府求情？朝堂之争，输好礼，就有可能与皇位失之交臂。他做东宫之位，自然更会审时度势。想必当时见皇帝心意已决，大事已定，也就不再多说。那就是普通关系，不算关照。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不必顾忌，更不用客气。那些人你打算怎么办？自然是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一带熟悉吗？知道，这一带前几年经常闹匪患，不过自从齐老将军坐镇徐城之后，也太平不少。我们后天就能到达徐城，想必齐夫人会好好招待。现在齐老将军和齐小姐又远赴京地，也是为了我们的事操劳。我们必须给齐家送上一份见面礼，这个功劳给你们俩，要不要？要啊，什么功劳？停山灭寨。行啊，很久没这么痛快了。到时候让他们再看看我们镇南王府的威风。不用这个，你们得说你们是东宫的人。黑人被关在原本亮着灯放着假人的屋子里，正琢磨着，忽然一声巨响，像是天崩地裂一般，在他身侧的门窗前炸开。那个原本用来以假乱真的稻草人，现在被烧着，还在冒烟。马大人，麻烦把他们拖下来。哪几个是你的心腹？哼，小活吗？徐城附近有座山寨，你们知道吗？听说过。
齐老将军带人押送一网回京，顺便回一个消息，他坐镇徐城，这一带的山寨灭了不少，去之前又盯上一个，但还没等他出手，就有几个人率先夺寨，不但成功，还放好眼，以后不再吃官家的饭，就做山大王。他们还向齐老将军说明诚意，说只要放他们一马，他们愿意把从京城带来的东西奉上一部分。你猜这些人是谁？你没错，这画像有2份，刚才飞鸽传书给齐老将军送上一份，等他到京城之后，无意中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太子殿下的人也很快会知晓。我们没有，谁知道呢？太子殿下会信吗？可是那座山寨确实有，放心，今天晚上已经有人去平山灭寨。别说太子不会为你们几个去查，就算是侦查，他也只会查到山寨的确近期易主，换了新寨主。这画像就挂在岗前大旗上，多威风！王爷王妃，你们想让我们做什么？很简单，给你们2条路选，要么留下来听我差遣，一路到西北，要么直接死。如果觉得山寨不够的话，路上还会劫几个徐城富户，为富不仁，祸害乡里的那种。有东宫的令牌在，什么事干不成呢？好，那我们就听王妃的。别摆出一副视死如归不得已的样子，本王妃是给你们一条活路，不是非你们不可。若是不愿意，现在就说，怕死还想装出忠心不忘旧主的样子，本王妃面前不玩这种又当又立的把戏。为了你们几个一晚上没睡，快点，本王烦了。王爷王妃误会，在下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们愿意听从王妃王爷差遣，一路到西北。这下好了，有人可以用，有他们几个在，再有杀手来也能抵挡一阵子。王妃妙算，既有人可以差遣，也不用暴露为夫的人。王爷以后还是少说为夫这2字的好。哦，为何？为何？哼，王爷自知。我睡着了，别说话。怎么样啊？什么？哎呀，你说呢？和如玉呀。母亲，您别乱说。我怎么是乱说？你们是夫妻，别人夫妻大婚当天就圆房了，你们都拖了这么久了，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呀？哎呀，你可要抓紧啊！如玉那么好的姑娘，你要是……哎呀，母亲放心，我知道如玉最好，所以此事更不能草率。再说这种地方也不适合呀。那到徐城，你说说你上次在齐府齐府怎么了？母亲的意思是上回在齐府，我们就算是唐突了，这回要礼貌一些。不错，齐老将军还帮了大忙，这次多带些礼物。还有谁？我可告诉你们，麻利点儿，爷还有事，没工夫在这儿和你们耗。好汉，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何要上门挑战？你若是没有盘缠，路过山寨说一，兄弟们自当为你凑齐，何至于此？我齐天大哥是只为要钱的吗？笑话，我们的钱多着呢。那你们为什么？都给我听好了，我大哥乃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侠，早就听说了，你们这个山寨那是藏污纳垢、奸淫掳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讨公道，讨公道！那敢问大侠究竟想怎么样？老夫一来就说了，要平山灭寨。我们招你惹你了？非得灭我们？太子殿下英明，记挂百姓疾苦，让我们灭掉你们这些败类。要问就去问太子殿下吧。你们太子可真闲呐，国家大事都管不过来，还要管我们一个小山寨。我们就是为了生计，干几件事儿，至于这么远过来灭我们？少废话，少废话！耶，你打上家门口来要我们的命，我们还不能多说几句了？还有没有得理？你欺负人家，绑票的时候、撕票的时候，弄得别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天理？别愣着了，少废话，干他们！押上来！饶命啊！要想饶你容易，说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
我想起来了，我们大寨主有个私生子。这种破事儿，本侠才不管。你先听我说完，他那个孩子十分怪异，我觉得我家大寨主一定是中邪，或者是惹了神灵了。什么神灵？什么中邪？那个孩子跟个木头人一样，不说话，也不哭不笑。在哪儿？就在后山。大寨主平时看得紧，很少让他出院子。我还是有一次送带路，快！还有没有别的孩子？你们山寨中有没有其他的人来过？这小人实在不知啊。你们大寨主呢？我们大寨主一听说有人攻打山头的时候，就装扮成小兵，混在人群里面想跑，就是跟着二当家身边的那个。后来不是被您一铁铲给铲死了吗？你们山上有没有什么秘密山洞，或者平时不让你们去的禁地？好好想，想好了能活命啊！的确是有一个，还是我那次无意中。走，带路。哎呀，得亏你来了，否则我这一次真是难逃。怎么会有人到这里来？我不知道，不是我没有走漏半点消息。他们不是太子的人，也许……切，太子会管这点破事吗？他们说你也敢信？你腿伤了，脑子也伤了，你的伤怎么回事？不是早该见好吗？不知道啊，这次很蹊跷，该愈合的伤口总也好不了。我用美人浇的河煮了水，见点好，但也只是河。本来想让你在这里躲着静养，这样吧，你随我去徐城也好。徐城是大城，也许能找到我想的药材。不只是你想要的药材，这一次我要把徐城搅个天翻地覆，报安泰镇之仇。齐家在徐城，恐怕什么？齐德龙去了京城，正是好时机。大嫂，这故事是你想的吗？不是，是一位姓吴的老先生写的，我不过就是替他传扬一下罢了。这种旷世奇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遗憾。所以才要传扬啊，好好写，等到了徐城，这些都能派上大用场。王爷、王妃，属下有要事禀报。哪来的？就是从那座山寨中找到的。另外还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人住过，还是个受伤的人。您瞧，还有这个，在茶壶里，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不认识？我该认识吗？这玩意儿就是个盒，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盒。那吃吧。这家伙是山寨里的，这孩子还是他带我发现的。咦，这是……不错，就是这个。我之前吃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谁会在意盒呢？这人可真有意思，他怎么还用河煮水喝？莫非……这水会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我大概知道里面的人是谁了。山寨中可曾去过什么特别的人？我真不知道，我就是个小喽啰，平时连去后山的资格都没有。发现这孩子还是因为大寨主让我给送东西，这才……真的，求各位饶过我吧，我真的没干过坏事啊。我也是没办法，我父母双亡，和妹妹相依为命，我妹妹还丢了。我听说有山匪抓人，我也是实在是没办法再找，就想碰碰运气，看是不是被抓了。你去找常旭要纸笔来。你说你妹妹丢了，那你说说你妹妹长得什么样？我给她画幅肖像，是这样吗？对，没错，这就是我妹妹。你妹妹丢了多久了？是前年的中秋节以前，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要去寺里上香，就没有再回来。哪里的寺庙？就是徐城附近的寺庙，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徐城附近的山寨找。之前山寨有好多，我也入过其他的伙，但都没有发现。后来有的山头被徐城的护城使给灭了，我反正就东躲西藏，我真没干过坏事。我去那个山寨也是做最底层的，干活卖力气的，我也不想干坏事。你再想想，
想起什么再说。这些日子先和银锭在一处，至于饶不饶你，要看你表现。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想跑，再被抓回来，我不跑，我不跑，我也无家可归，现在让我跑，我也没地方去呀。你叫什么？全刀，我叫全刀。得，金锭银锭，贝贝全刀，全都是钱。你觉得他可信吗？还行，不像假的。你觉得呢？我觉得也不像假的。那张画像眉眼其实和他有些相似，应该是他妹妹。那你是想留下他？暂时先留，反正他也造不成什么危害。我看过地图了，徐城有座大寺，我还想在那儿挣第一桶金呢。如果他说的属实，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收获。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现在又多了一个这样的孩子，不知道其他的在哪里。山洞里的应该就是那个老大夫，他的腿多半是好不了了。当初我让银锭在他的药里掺了东西。如果真是他，那莫先生应该也不远。我们要不要给齐夫人提个醒啊？传输怕是不安全，让一个可靠的人亲自跑一趟。行，我去和马丽雨说，让他找个官差，什么时候让他们派上用场。今天晚上就有活干，你们今天晚上跟着他干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要做的第一项生意就是制香，这些工序到时候会教给你们，有谁想学，明天去找霍仲卯报名。做好的香等卖出去就按劳动多少分配。王妃真的会教给我们吗？这是自然，如果不教你们，你们怎么做？制香可不是寻常人能做的，您就不怕我们学会了自己出去单干？单干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出去单。再者，我既然敢教，就不怕有人动心思。既然说到这里，这话我也说一下，只说一次，要做就好好做，只要肯做，我绝不会亏待。不想做也不勉强，只是别到时候眼红别人的马车钱。可是如果做了又不好好做，动些歪心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到时候我就要剖开看看胸口里的那颗心究竟都藏了些什么。好了，有谁想看的留下来多看会儿，不想看的就回去休息，别打扰别人。王爷，王妃醒了没有？还没，时间还早，让她多睡会儿。行，有事啊，过去吧。王妃，您瞧，我把香拿来给你看看。王妃，我做了这么多年香，还从来没有做出过成色这么好的，尤其是第3种，您添的那种香料简直是太好了，就算是这2、3等，也比我原来做的1等好。香的原料好，原料品质佳，成色自然不一样，的确好。方子重要，原料重要，但也不及制香人的手艺重要。你做的非常好，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今天白天补觉，想必你也是一夜没睡。这些还是粉，等你睡醒，我教你让香粉快速成型又不损失气味的方法。我现在去休息。是，多谢王妃，那我去了。成了，看他高兴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他的确是做这个的好手。给齐夫人送消息了吗？送了，这香气果然不错，比京城里护国寺用的佛香还要好些。王爷去过护国寺，喜欢就多闻。刚翻过了几座山后，又越过了几条河啊！大哥，胳膊酸不？怎么的？我的意思是，咱们昨天晚上制了一晚上的香，制香。以前我想都没有想过，咱们之前干的都是杀人的生意，闻的都是血腥味儿，这香味儿还怪好闻的。就是，虽然说挺累的，但闻到香气，看到香成的那一刻，还挺有意思的。那你们的意思，以后就制一辈子香呗？怎么干活还干出瘾了呢？我们是大盗，生于江湖，长于江湖，我们昨天晚上辛苦了，好好做。我的生意不止一种，干活算工钱，慢了就给你们。我们退出江湖，做制香人好像也……大哥，我们不做也不行，现在也去不了别处。如玉呀，你瞧，这衣裳好了，你试试。真是不错，母亲的手真巧。不是我手巧，是宋依依，这图画的好，衣裳做出来呀，自然别致。她是真有天赋，可惜了，别看了，看了就心烦。我要是有个姑娘，
定然不会嫁给这样的人家。就算之前眼瞎，认清以后呀，也得和离。这是什么玩意儿呀？真是糟心。母亲只能做婆婆了。没关系，儿媳妇儿呀一样疼。如玉啊，你觉得？大嫂要记录故事吗？好，你进来吧，记吧。停，我要去荣氏那边和他聊会儿天，不然呐，说不定要被气死。坨坨哥，还是你有本事，跟着你都不用买马车，直接就有的坐，还能骑马。就是，齐大侠能遇见你，真是我的福气啊！不对，是3辈子的福气。知道就好。林定，主子，什么事儿？一会儿入夜，我和王妃离开一下，你照看好夫人和恒人他们。好，属下知道。主子放心。不是说那些恶人的残留势力有可能在徐城，不如我们明天一起进城。你们现在去，我怕。无妨，我与王爷和金帝一同去，3个人快去快回，不会有事。那行，王妃，你们多加小心。这边你放心，我会带人看好。出来，王爷、王妃，你们怎么？快进屋坐。哎呀，我一直让人打听着，按照行程呀，明日中午你们才能到呢。夫人不必忙，您的人打听的没错，我与王爷是快马加鞭而来，想和您见面，一会儿还要回去。有什么吩咐，王妃请讲。夫人，之前送到的消息可收到了？收到。卓夫不在徐城，他手下还有2个副臣使，我已经见过他们，告知他们要严加防范，外送内警不可大意。除此之外，府中上下老将军留下的亲兵卫队最好也安排上。好，我会安排。夫人，不妨把他们分成3队，1队在府中留守，守住府中各个出入口，其他的2队乔装改扮去城中各处，尤其是药堂、粮店、钱庄这种与民生相关的地方。这些我会安排，但也只能暗中进行了。王爷知道，卓夫只是护臣使，像民生这些事都是由刺史掌管。这若是齐家强行插手，倒也不是不行，就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本王明白，夫人先派人暗中留神，如果没事，那自然是最好。一旦有异常，我们也不至于被动。到时候如果刺史问起，本王跟他说。夫人，请问城中可是要举行什么盛典之类的吗？是刺史府想要请大国寺的僧人来做一场佛事。这个时候是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吗？为何此时要做佛事？是夫人，陈娘子求见。这个时候她怎么会来？让她去前厅先上茶，稍等片刻。回夫人，陈娘子很急，已经到院门口了。哎呀，王妃，您看这，她是什么人？我正要和您说，陈娘子呀，就是刺史的小妾。我先去看看她，2位请稍等。夫人，不如就让她到这里来，我和王爷去里面躲躲。也好，委屈王爷王妃了。夫人，您帮我想想办法呀，要不就再派出几个人去找找。我儿子，就是我的命呀，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这一闭上眼睛呀，就看到他。夫人呐，哎呀，快起来，好好说，你先喝口茶。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死的，夫人，您救救我吧。我儿子还那么小，他那么可爱，是我家大人的老来子，我家大人呀，一直把他当成心头肉，我也没了他，我实在是没办法活呀。派人出去找也不是不行，刺史府不是也派人在找吗？还有明天的佛事，不也是为了小公子才办的吗？是这样，可我刚才吃了药才睡着，刚睡着就似乎听到他在哭，他在叫娘亲。夫人呢？他一定是遇见什么难事了，害怕了才会哭的。夫人呢？陈娘子哭个不停，戚夫人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容易劝住，让人把她送回刺史府。2位也听到了，
他是刺史府的小妾，是徐城本地人，本来家中是经商的，父亲在去进货的途中出了意外，撒手去了。他母亲受不住打击，没多久也走了。她呀是家中的独女，自幼娇生惯养，一下子没了依靠，家中的家产也就很快被族人清算霸占。她与强儿的关系不错，以前经常来我家玩。那年中秋时，卓夫例行请刺史来府中宴饮，强儿也请了陈娘子。不知怎么的，陈娘子就和刺史遇见了，后来就……他的命呀，我也不知道这算好还是不好。着实的是风光了2年，可好景不长，他的幼子竟然丢了，不知所踪。一会儿说孩子是抱着出去玩的时候丢的，一会儿说就在府里玩的时候丢的。刺史的原配夫人对他如何？可有什么孩子吗？刺史的原配夫人一直身体不佳，生下嫡长子后就一直不太好。后来又怀孕时极为辛苦，但还是没有到月份，就小产了。自那以后呀，就再也没有怀孕了。那他的嫡子呢？那刺史公子倒是个俊秀的青年人，在徐城书院也是小有名气，听说明年还要去京城赶考呢。这陈姨娘的幼子虽然是受疼爱，但应该对大公子没有什么威胁。等幼子长成，刺史公子早已经成家立业了。夫人，据您所知，陈州还有其他人家丢失孩子吗？或者是年轻女子？这倒是没有听说。当初听说陈娘子的孩子丢失时，我也觉得意外。那座寺庙，大国寺，您了解多少？实不相瞒，王妃，我以前从来不信这些神鬼之说，我从来不信。但自从强儿生病之后呀，试过许多的办法，也看过很多大夫，都无计可施，我也就算是一种寄托吧。那依您之见，大国寺是什么样的寺庙？那大国寺呀还可以，香火不断，僧人大多数也很有佛性，尤其是方丈大师有不错的声望，以前还曾给过我一串佛珠，让强儿一直佩戴。王妃是对大国寺有什么疑虑吗？还是……倒也没有，只是听说过明天又有佛事，想了解一下。王妃若是想参加，明天进城之后可来府中，我带您去。多谢夫人，你有什么感想？你是指什么？齐府还是陈娘子，还是刺史府？齐府是没问题，有齐夫人在，应该不会有大差池。我指的是陈娘子以及刺史府。孩子丢失的事情并不算是个例，那可是刺史府的小公子，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我之前问齐夫人、刺史夫人有没有孩子，也是这个意思。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此事有点巧合。巧合？对，咱们队伍中就有2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瑞哥和银锭刚从山寨中救回来的那个。你是说，无论是与不是，都是一个残忍的结果，还是不要妄加猜测。等我们进城之后，找机会看看吧。在想什么呢？也没想什么，不知道莫先生在何处，又在想什么法子。此人心肠歹毒，而且罔顾人命，他蔑视一切生命，只顾结果。我们与他站在对立面，要格外的谨慎。玉儿是觉得我重情重义，容易被他牵制？差不多。重情之人总是容易被无情之人所伤。我很开心。什么？因为玉儿说我是重情之人，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之前隐瞒身份，玉儿可以谅解一下？我是担心会连累到你们。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是什么地方？看样子是刺史府。是。既然到这，那就进去瞧瞧。看刺史夫人。对，但是这园林设计就花费了不少吧？岂止，这浴室都非同一般。一个婆子端着托盘过来，托盘上放着一碗药。走，跟上他。夫人，您喝药吧，喝这些没用的东西做什么？喝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什么好。
您这段时间呀，气色好多了，怎么会不见好呢？药呀，还是要长期喝才有效的。公子可有书信回来？啊，还没有，不过也快了。每次月中公子会写信回来，这不是就快到了吗？那位呢？情况怎么样了？那位呀，还是老样子，整天哭，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听门上说方才又出去了，不知道是去了哪里，能去哪儿呀？无外乎是听到什么线索又去找了，或者求别人帮忙去找。您也不用管这些，事情闹不到您跟前来，您只管好生养着就成。你把今日的补品送过去吧。夫人，您别怪老卢多嘴，他走到今日呀，都是自找的。您忘了他风光的时候，那老卢现在就吩咐人去送。你还是怀疑刺史夫人？我也不是怀疑，是不太相信。这深宅大院里，人心最是难测。你放心，以后咱们安定下来，宅子再大也只有你一个人说了算。会有很多人吗？长须和恒儿将来也会娶妻，如果宅子够大，母亲也不会轻易分家，人自是少不了的。你是指他们，我指的可不是。那你指谁？王爷身份贵重，安定之后，若有人劝你纳妾，该当如何？那育儿之意，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王爷自己的事，我不想强制什么。不过，我能做我自己的主。你若纳妾，便写和离书来，我不会与人共侍一夫。别说纳妾，就是通房、侍婢，任何名义上的与其他女子有亲密行为，我都不会容忍。王爷也不必担心，我颜如玉没了谁也能活，没了你，我也不会寻死。天地广阔，总有我的安身之地。若你真心用他人，我也不强求，好聚好散。我没有想着纳妾，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母亲也不会同意的。玉儿，我再说了，以后的日子还长，万一现在这么想，也许到时候未必。哪对夫妻刚开始就奔着和离去的？王爷，人心善变，情更是如此。我走吧，有话跟我说。你想说什么？说吧。绳索是我给的，匕首是他出生的时候就在身边的，我父亲见他回来的时候就有。那他这是换？这个给你，不用换。换？你这两样东西对你很重要吧？我这个飞天锁于我而言不重要，所以我不能用我不重要的东西去换你重要的。这样吧，我觉得你那个马鞭不错，比我的好看，用马鞭换怎么样？王妃说的有理，可以。行，那我就沾光了，用一样换你3条鞭子。金帝把玩这飞天锁，嘴角微微翘起。他笑了，我可从来没见他笑过。可有什么事吗？没有，一切都好，王爷放心。我方才去那边方便，还被一只兔子什么的吓了一跳。哪边？就那儿，突然窜出来，脸都吓白了。没事就好。怎么？有事？我看了补品，有毒？毒谈不上，但应该是加了一种花粉，微香，但能让人一时混乱，控制不住情绪。齐夫人说，陈娘子后来都记不清楚她的孩子究竟是在哪里丢的，这难道就是？应该是。花粉的量不大，但如果长期加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并不难。看来刺史夫人的确有问题。如果只是刺史府内宅的事情，那是他们家自己的私事，我并不想多管。但如果刺史夫人与那些孩子有关，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理。的确如此，如果只是后宅争斗，与我们无关，但如果这2个孩子其中之一与陈娘子有关，那此事就要好好的查一查。我不信什么巧合，陈娘子的孩子刚好丢了，刚好被人制成木娃娃，她自己又刚好被下药，这一时混乱。放心，玉儿，想做什么只管做，我陪着你，捅破天了我也能摆得平。好。王爷，王妃说过走东城门，这是为何？东城门那边商铺多，客栈也多，相对价格便宜。先找个地方安置一下，有谁想添补给的也可以去买。孟大人不是还要买马车吗？是，没错。马大人，到城中之后，我与王妃还要离开一下，去大国寺。王妃不会是想把这些佛香卖给大国寺吧？怎么，
你觉得不行？王爷有所不知，大国寺虽然不是皇家寺庙，但地位不低。尤其是方丈大师，听说精通佛法，对佛事中用到的一切东西都极其讲究。大国寺香火鼎盛，很多香铺都想做成这笔大生意。几番竞争下来，现在大国寺有固定的用香铺子，恐怕不那么容易。我信王妃。好吧，算我没说。等安置下来，大人不妨换装，一同去。好。临近中午，到达徐城，什么事？王妃，我想问问，能不能给我婆婆和夫君一个单间？好。为何要答应他呀？他是可怜，可宝儿娘母子实在是可恶呀。你今日答应了他，明日就有可能被逼着来说更过分的事啊。母亲看得透彻，那为何？且看着，让他们母子作，要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宋一有不错的本事，但我等不及他自己清醒，需要一剂猛药。行，听你的。母亲，那件衣裳呢？我换上。母亲等着，我去换银子回来。长鹤与你一起吧。是啊，那就好，有他在你身边呀，我就不用太担心了。你要保护好如玉啊，若有什么危险，千万要护住他。啊，我知道了，母亲。光知道有什么用，要做到才行。好，做到。王爷，麻烦叫霍仲卯进来。那，你拿着钱，再问小儿开间客房，要最好的，把香都拿到房间去。对了，记住了，要摆出富商的气派。王妃放心，小人一定办好。对了，让贝贝给你装扮一下，别用真脸，让贝贝装个小伙计，他机灵有眼色。是，我这就去。哎，另外办好之后，你再去街上转转，打听一下陈州有几家有名的香铺，招牌香分别是什么，以及谁是大国寺最大的供货商。是。哎呦，我家如玉呀，真是漂亮！瞧瞧，这不打扮就漂亮，打扮起来呀，就是另一种漂亮了。的确，你也要想法子挣钱，给如玉好的生活才是。是，母亲所言极是。霍朝旭在外面敲门。你又怎么了？母亲，大嫂，我想出去一趟，买些笔墨。也好，不过除了买笔墨，还要打听一件事。你说。也去书局买几本书，打听一下，他们现在哪种书卖的最好，都是什么价，寄个书单子回来。先别去邱家的书局，先打听好，未弄明情况之前，不要受别人的恩惠。好，我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卖掉香啊？我看马丽宇还是心存怀疑。正常，让他亲眼见一回，他就信了。我也是这么想。今日能见到方丈大师，真是难得呀！哎呀，可不是嘛！听说方丈之前就非常有佛性，这些天闭关出来之后呀，更是高深莫测呀。听说还能参透天意呢。什么参透天意？我看八成就是个神棍。那得打探一下，看他有没有干过什么欺骗人的事。重点是，会不会与女子和孩子丢失的事有关？放心，咱们在明。到时候让暗卫在暗查一下。颜如玉没有上前叩拜，直接走到捐赠香油钱的桌子前，拿出一张银票交给僧人。施主不知有何求啊？那个能否请方丈大师出来见一面？不瞒施主，方丈今日有事外出。施主不是徐城人吧？不是，我们今日才到徐城，是慕名而来。听说方丈大师佛法高深，特来求见。真是不巧，方丈今天有一场佛事，不过大师的守门大弟子悟明大师在，他尽得大师真传。若是一般疑惑，悟明大师也可以。可以，不知悟明大师能否相见？请施主随我来。施主请稍等，贫僧先进去和悟明大师说一声。王妃为何给他那么多银票？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大人莫急。马大人心疼银子了。施主，里面请吧。夫人，实在抱歉，悟明大师有习惯，闲杂人等不见。你就在此处等吧。是。这是我夫君，我们夫妻一体。悟明大师，人到了。阿弥陀佛，施主请坐。多谢大师。不知施主有什么疑惑，贫僧愿相助一二。
大师有所不知，我和夫君是慕名而来。听说大国寺中的高僧们不仅佛法高深，佛前更是能许千件愿，解万般苦，所以施主但讲无妨，我佛慈悲，若是能解施主之苦，定不会推脱。实不相瞒，我与夫君大婚2年，仍旧没有一儿半女，所以原来如此，很多施主都来求子，也有许多人都如愿以偿，关键还在于是否心诚，是否有儿女之缘。大师放心，我们夫妻肯定心诚，只要心愿达成，我们愿意再付10倍的香油钱。佛祖圆众生之愿，不在乎香油钱。不过施主能有此举，贫僧深为感动，定会在佛前为施主多多祈福。多谢大师。就在他动起来的一瞬间，一股淡淡的佛香自他身上飘出。不知施主是以何为营生？施主不要误会，贫僧弄清此事也是为看施主是否做过杀生之事，如果有，那是需要诵经超度的。杀生？我和夫君都是好人，可没有杀过生。并非是指杀人，比如说屠户之类也算。那没有，我们家是做香料生意。当然有，我们家虽然不是专门做佛香，但也有一些。怎么，大师需要佛香吗？这倒不是，只是觉得施主应该与佛有缘。这是自然，否则我也不会慕名而来。说实话，大师，我是受到佛祖指引才来的。哦，此话何意？大师有所不知，家里的生意是我夫君在管，我平时就在后宅整理香方什么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里知道这里的事？之所以说是慕名而来，是因为有一天在睡梦中听到颂咏之声，我似醒非醒，听到有个声音告诉我，对我说要来大国寺看看。醒来之后越想越觉得事不寻常，因此我夫君才命人打听，确实有家大国寺，我们才赶来。原来如此，那贫僧果然没有看错，施主的确有慧根，与我佛缘分匪浅。多谢大师，这次还要多仰仗您。那我们就再去佛前拜一拜，稍后也就告辞了。不知施主在何处落脚？若是没有住处，不妨……不必了，多谢大师。我们已经在一家客栈住下，还带了些香来，准备去城中看一看，看能否做成生意。也好。颜如玉身上又飘出一股香气，忽见颜如玉的裙摆上有印记一闪。贫僧送施主。多谢大师，不过不必了，大师留步。施主，除了梦境之外，可曾有过别的与佛相关的事？别的……对了，好像是提过让我平时多在日月之光下走动，能够惠及自身，有无限的福泽。哎，娘子，这句话你怎么没有说过啊？我也是才想起来，之前的梦迷迷糊糊的，也没有记住太多。现在大师一问，我仔细回想，才有点眉目。对了，大师的法号是悟明。正是。那我娘子在梦中听到让在日月之光下走动，难道……阿弥陀佛，贫僧有幸能与施主相见，看来一切都是佛祖的指引。是极，夫君，说不定这次我们可以有孩子了。不是说不定，是一定会有。那可真是太好了，钱没有白花，说不定我们的香也能找到个好主顾。既是有缘，不知施主可带了佛香在身上？若是带了，拿给贫僧一观，如果品质上佳，可以留下一些。这可行吗？我们可不是来谈生意的。自然，我先看过，等方丈回来之后，我们再做最后决定。也好，就把马车上的香拿来。颜如玉和霍长鹤进入大殿，他们在蒲团上跪了下来。悟明盯着颜如玉的背影，看着他身上若隐若现的佛印，的确是好香，比我们现在用的还要好些。大师用过佛香无数，我们这点东西也许入不得您的眼。不过我们自问虽不是制香第一，但也算是佼佼者。不错，等方丈回来，
我定会与他说。停车！王妃还有何事？马大人，你觉得如何？我看那个和尚对香挺感兴趣，不过还是要等到方丈回来才行。若是方丈回，我们不在跟前，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数。马大人所说有理。之前你说什么来着？心疼那张1万两的银票，对吧？是的，不知王妃何意？我也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吧，马大人，拜托你一件事。何事？王妃只管说。麻烦马大人把那1万两银票再偷回来。啊？偷？是的，1万两不是小数，咱们不能还没挣就搭进去1万。再者，我看雾明的房间里有钱的东西不少，想必他也不缺这1万两。马大人身手不错，想必这点事情应该不难吧？哎呦，我不是不应该嘴快，我是压根儿就不该学会说话呀！你们也不是现在才觉得可惜，你们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实在不好偷，大人可以把供的香都拿回来。去帮帮他，高兴了。王爷聪明，配合的极好。那是自然，马大人也没有恶意，你不必放在心上。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往心里去，但我必须在他们心里树立一个不可撼动的信念，要让他们坚信我说得到就一定能做得到，凡事自有我的道理。经此一事，想必马大人以后不会再怀疑你了。印象深刻，自然记住，也不会再怀疑。那你觉得这个雾明怎么样？精明，有野心，他是方丈的大弟子，就算现在不想争方丈之位，下一个方丈他也是志在必得。因此这香的事十拿九稳，就算我们的香一般，他也会因为我所说的梦境日月之光而选择我这个有佛缘的人。那时间刚刚好，香粉的功效快要耗尽，他现在又会绞尽脑汁的想，我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原来如此，你之所以不去找方丈，而是趁他不在庙中的时候来，就是为了见雾明这样的人。哼，2把手比1把手更好谈。玉儿聪慧，为夫深感不如啊。王爷过谦了，我这都是雕虫小技，比不得王爷在战场上用兵如神。不知道暗卫有没有查到别的？这寺庙有没有其他的猫腻？正说着，马丽玉和暗卫一起回来了。马大人，战况如何？马丽玉面色僵硬，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哟，马大人好本事啊！多谢，这种本事我并不太享有。可曾查到别的什么吗？暂时还没有。寺庙挺大，产院不少，还有一个大垮院，应该是用来给香客们住的。霍中卯是来找咱们的吗？走。王爷，王妃，生意上门了。哦，是什么人？是一位僧人，说是大国寺的，说是要和王妃当面商谈，小人这才来找。先喝口茶，谢谢。不急，来人怎么说？那僧人到小二那里询问，我之前交代过小二，若是有人买香料，就带到我院中去。见面之后，他左顾右盼，我就猜到他是在找您。他问我是你什么人，我说是大掌柜。说得对，这样，你先回去。虽然他是顾客，但我们也不能被他牵着走。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说的，有什么想要的，直接和你谈。这王妃信得过你，你本来就是掌柜，做生意做香料多懂，有什么不敢的？大胆做，拿出你在京城时做生意的气派来。好，那我去了。怎么想的？他想见就见，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来个僧人就打发了，更何况我还是有佛缘的人呢。说的没错，那我们再去别处转转，给你买几件首饰。啊，可别，就这些都压得我头疼。若非必要，我可不愿意带这些。啊，不如王爷带我见见你的暗卫，尤其是会打发暗器的。这没问题啊，你想见？我还以为你会觉得他们不好呢。为何？我的暗卫多是我父亲留下的，暗卫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因此很多都是从小就跟着我父亲，大多都是孤儿苦命人，而且多是粗人。切，那王爷可就算不了解我了。等他们到了，带我见见吧，没准儿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新思路。好，一言为定。王妃，大国寺来人了。我知道，霍仲卯已经告诉我了，不着急，来的人做不了主。我先去换衣服，这身穿得累死。马大人，
偷银票的时候感觉如何呀？怎么样呀？这衣裳派上用场了吗？那是自然，母亲的手艺极好。母亲，想不想再演戏？你让贝贝给你换个妆，陪母亲出去一趟。去哪里啊？去大国寺。母亲，您去了之后就把这张银票捐出去，让僧人引你去见悟明大师，告诉他今天你在街上遇见过一位夫人，身上的佛香很好闻，您想求此香。啊，我明白了，那位夫人就是你，我就是托儿，对吧？没错，母亲说的对极。那这1万两银票是不是太多了？就是1万两，那得买多少香油？银锭，你和金锭的身手谁更灵活？那当然是我力气比他大。哎呀，谁最厉害？银锭，干过金锭。王妃，你说要派给我什么任务？我保证完成，还得漂漂亮亮的完成。很简单，这任务别说是身手绝佳的你，就是马大人也能做得到。不是我小看他们禁军，他们呐都是花架子，他们能做到的，我1根手指头就能办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母亲捐过的香油钱，他们会把银票放入功德箱，你找机会再偷回来。不是王妃，我这做不到。那行，我让金锭去。能。霍仲卯的院中刚把僧人送走，正好来回话。做得好，就让他们见不着，越是见不到越是想见，再加上母亲的推动，定会加速进展。我们不能停留太久，没有太多时间。是，但凭王妃吩咐。这些画本子故事也太老套了，价格也不算便宜。正是，看过大嫂说的故事，这些实在看不上眼。大嫂，今天还要记录新的吗？我来记。大嫂说了，我字比你写得好。今天不记录，长旭，你拿上之前记录的最前面的3回，去邱家书店。话音未了，邱伯谦不请自来。我姑姑本来也是想来的，特意感谢您给的珠算，但又怕没和您打招呼太过打扰，所以让我先来问问王妃，要不去我姑姑家住吧？她非常乐意，我姑父也很想拜见王爷。不急，会见面的。那要不一起先吃顿晚膳，大家都去，就在徐城中最好的酒楼。邱公子，你若真想帮忙，不如帮我打听点消息如何？王妃尽管说，虽说我不是徐州人，但也算得上半个，没有我打听不到的。颜如玉在桌上写下3个字，能打听吗？能啊。也没什么，就是想知道这一城刺史平日里如何，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我家2弟以后想写书，总得搜集一些有意思的。不知道王妃想打听什么？搜索刺史家的侍写收，也只有您才敢。对了，我姑姑家就有一家书局，还是徐城最大的，我也略知1、2。现在的书和过去可不一样。您知道什么卖的最好吗？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什么才子佳人的画本子。2公子若是想写，可交给我姑姑的书局来做，怎么也不会让他亏钱。你放心，我家2弟才华出众，定能写出名堂来。王妃不知，书局有一套做生意的模式，交给我姑姑，让她手下的大掌柜去做就好了。我2弟心高气傲，怕是不愿意，还是让他自己想想试试，考虑一下。我看这小子8成是不相信，回去报信了。放心，他不信我就让他信，还要信得心服口服。我做点什么？王爷莫急，家里这点小生意琐碎的事交给我，你有大事要做。什么大事？等暗卫到之后。王妃，有人求见。何人？默默良递上名帖。快请。王爷，王妃，夫人让我来禀报一声，不出王妃所料，城中果然有异样。怎么说？有人在城中米铺购买大量粮食，几批采买下来，米铺的存米还不剩原来的1/3。若是有事突发，城门关闭，米铺无处运粮，城中势必会引发恐慌。这倒不至于，徐城是大城，还有官粮仓库。王爷所言有理，但是官粮仓库非战时、大疫时不得开启，平时都是封着的，而且就算不顾律法要开，
也得是刺史出面才行。我家城使外出也不在城中，若是真有变故，这些都是后话。米铺的粮也好，官仓的也罢，都是在变故发生之后要做的应对。我们现阶段要做的是查出他们想制造什么变故。我家夫人按照王妃所说的，明里暗里都派了人，目前还没有查到。问过几家米铺，买粮的人容貌各异，口音都不尽相同。城中最大的米铺是谁家的？夫人可识的？是的，是钱家的。买粮的人应该也知道此消息，是先冲着他们的粮铺去的。钱家，邱尚威的夫君邱伯谦的姑父就姓钱。哼，那巧了。管家，我手书一封，你带回去交给夫人，夫人一看便知。好。饶夫人不必着急，沉住气，粮食的事我自有办法。是。王爷可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玉儿想做什么只管去做，我为你扫平障碍便是。霍长鹤看着他精致小巧的脸，忽然就想，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他自己要红的，与我无关。耳朵红了嘿，害羞了嘿。哦哟哟，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害羞了嘿。哦哟哟，小兰呢？治他。大哥，小白怎么你了？王爷叔叔，你是生气了吗？为什么生气啊？大嫂，我谈成了，这是银票。我们东家说了，这只是预付款，代书完成之后还会有，将来卖得好也会有二公子一份。有心了。长旭，把剩下的书稿给他。是。这些你先拿回去，我看过现在卖得好的书，这些足够你们一上两册，其他的这几日还会再写，写好之后再送。你们也不要等一下子出完再卖，可以一册一册的卖。可是这书不写完就开始印，会不会？不会，一口气看完固然好，但如果故事吸引人，不一下子给完，只会让他们更想看，更愿意买。大掌柜，你想想，你方才在来的路上是什么心情？哦，是，在下受教了。那我先拿这些回去，等二公子再写剩下的来。夫人，二公子，在下希望这本书……你且放心，这书只给你们家，不会给别人，让你们独家出书。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在下告辞。长旭，送大掌柜。不劳二公子，留步。大嫂，多谢。谢什么？这是你应得的。不，大嫂，不用给我，更不用这么多，我只是记录。再说之前给我的还没有用过。不用给他，他要钱也没有用，省得被人给骗了去。你能喝这个吗？这酒是徐城名品，很容易醉的。无妨，今日高兴，我少喝一些。再说我酒量可以的，你也尝尝。暗卫都安置好了吗？好了，你不是说今天晚上想再去一趟大国寺？明天我再带你去见他们。行。月儿，你先小睡一下，我们晚点再。王爷，过来坐下。颜如玉双手捧住他的脸，凑了上来。玉儿，你这耳朵又单独行动了。王爷，霍长鹤，你有没有别的心上人？没有。可是，那后来呢？那时候，无论以前后来，什么时候都没有。玉儿，我只要你。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是仙女，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对，我是仙女，你是？我是你的夫君，玉儿，我永远都是，也只要你一个。我对霍家祖宗的在天之灵发誓。玉儿，今天晚上哪里也不去了，好好休息。为何？不是说要去大国寺的吗？没事，有人看着，明天再去也不迟。不行，我颜如玉说到做到，说了今天晚上去就必须。他边说没有防备，脚下一软，踩到自己的裙摆，身子往前一栽，赶紧伸手抱住他，往后一倒，怎么天旋地转了？别过头，又转回头，然后对准，用力的亲上去。你弄疼我了。颜如玉低头，似报复一般，在他嘴唇上用力一咬。恰在此时，
窗棱呜呜响2声。谁呀？谁？说话！王妃，是小兰。今天晚上还我的眼睛瞎了。怎么了？怎么了？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王爷，祖宗，你知道吗？我谁都不怕，可我到了这里，这个狗屁的皇权时代，我得顾及这个，顾及那个。你知不知道？我报你的恩，爷爷说知恩要图报，不能忘，所以我对你的家人好。我本来就是想要报恩，但是你霍长鹤，你还挺好的，挺好的。我呢，就有点那啥，你知道吧？可是，即便你是恩公，你再优秀，我也不能和别人共享你，不能。我颜如玉绝不。所以你要想好，你有1路的时间可以想。等到了西北以后，给我一个答复。若是娶我，那就只能是我，不能再有任何人。什么通房、侍妾，统统不行，明白吗？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是我的王妃了，哪儿也别想去。等到了西北，我会再给你一场婚礼，再正式娶你一次。至于别人，一概不会有。王妃，肚肚饿，等着。王妃息怒，我这就带她走。另外，我的眼睛真的瞎了，坨坨哥，快来帮忙！玉儿。颜如玉睡得沉，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如玉，是不是你？快醒醒，我时间不多。我跟你说，又不行了，操！”颜如玉睁开眼，旁边的霍长鹤也睁开眼。王爷怎么在这里？你喝醉了？我是有点醉了，不知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哦，没事，你歇着，我去看看。王爷放心，你酒品很好，没有失礼。为何在这哭？王妃，对不起，我吵到您了。这倒没什么，我睡觉轻，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先回房间去。你还回得去吗？想一直这么下去？走吧，把眼泪收起来，哭没有半点用处。颜如玉抬手轻敲2下门。敲什么敲？大半夜的，谁给你开门？滚远点！颜如玉轻踏了几下步。宝儿，看到没有？管教媳妇儿就得用狠招，让她知道厉害，否则的话，她迟早要爬到你头上。你瞧瞧她现在，仗着会画几幅破画，整天在王妃面前晃来晃去，真以为能翻身呢？娘，那你说怎么办？你别管，看我怎么治她。我看王妃对咱们有意见，还把马车收回去。不过不要紧，还让那个贱人去要。你没事就逼着她多画，到时候我拿给王妃看，这一路上咱们就不用愁了。等到西北，再让她问王妃要房子，等咱们安顿好，就把它卖给王妃。娘，那卖的钱能给我再娶一房媳妇吗？何止一房，连妾一并娶了，到时候也好给咱们家开枝散叶。好，就听娘的。颜如玉扭头转身离去，宋依依也漫步跟上，她扑通一声跪下：“王妃，请您收下我，我愿意为奴为婢，伺候您左右。”我不要奴婢，只要合作伙伴。我愿意为王妃效力，尽全力想出更多的衣服样式，全画出来给王妃。你可想好了？若是这样，要与我签下文书，5年之内不得反悔。若是反悔，我绝不反悔。别说5年，50年也行。话别说得太早，你现在情绪激愤，自然什么都能许诺。若是你的夫君来找你认错劝说，你婆婆对你恩威并施，你当如何？我明日让他写下休妻书，情断义绝，再无瓜葛。休妻？你有什么错要被休掉？是和离，不是休妻。要休也是你休夫。是，王妃所言甚是。自己清醒一下，天亮时再问问自己，究竟哪种是你想的？想好再来绘画。王爷笑什么？你是不是一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当时才会答应给他们母子一间房？哼，我又不是神仙，如何预料得到？王爷未免太看得起我。
王妃是仙女，还是方丈的茶最好。先生若是喜欢，只管拿去。我喜欢的东西多了，也不能都拿走。比如说，有些人的命，我就挺喜欢的。方丈也不必紧张，我还是挺尊敬你的。咱们之前商量的事，方丈大师可想好了？只要不连累寺中僧人，我贫僧听从先生吩咐。都说方丈大师出关之后更通佛事，我倒觉得先生的心肠都变好了。这个时候居然还能想着不连累别人。佛说好了，我不想听佛说过什么，只在乎我说的大师能不能照做。2日后我会在城中发信号，到时候城中大乱，自会有人来请方丈。该怎么说，你应该知道。师傅，别，他是我的大弟子悟明，好多事还需要他去做，而且今日他找了一个不错的生意，若是能成，会赚更多的钱。您先别出去，我去和他说，不会让他发现您。师傅，您还是回禅院去吧，天气转凉，山洞太阴冷了。无妨，在这里闭关，为师也习惯了。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不迟。师傅，弟子是想和您说，佛香之事您可拿定主意了？他本来就是做香料生意，若是卖给别人，只怕……为师知道了，也不差这一时，明日一早再说。可……好了，就这样。等我坐上方丈，就让您一直住在山洞。如月醒了，睡得怎么样呀？头痛不痛呀？身上呢？早膳吃小米粥，我这还有红糖和鸡蛋，给你拿去，放心啊。走，我给你拿红糖去。起开，别挡路。那个母亲，昨天晚上我喝醉了，王爷也喝了不少，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别无他事？没有。那也该补补，女孩子嘛，就该多补补的。等下我一会儿就找到了。如玉，别怪母亲。我知道，你也是想让我和王爷好。您放心，等时机到了，我会让你抱孙子的。哎，好好，别挡着门，一个个没点眼色，什么都办不好啊！大哥，你惹母亲生气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分明就是你吧？我没有眼色吗？我昨天刚挣的3万两，我能惹他？他夸我还来不及吧？哟，3万两了不起啊！以前不是我养着王府啊。再说了，那3万两也是你大嫂的功劳。好有道理。正吃着，忽然听到一阵骂声，不用看也知道是谁。胆子肥了你，竟然敢顶撞我！我不是顶撞，说的是事实。好啊，你还说，给我教训他，让他知道尊卑。霍宝反手就抽宋依一个耳光。哼，接着打。霍宝，刚才那一下算是我作为晚辈不能忤逆长辈，但我不过了，我不欠你的。哼，你说什么？你这个……我说什么？好，那我就重复一遍。王妃，刚才他说，听说昨天2公子拿到钱府给的3万两，让我去为您要，说既然大家都是一起的，你也答应过要一起挣钱，那这钱就该有他们的一份儿。我说的有一个字不对吗？我说我不去，那钱是2公子挣的，人家是读书人，一笔一画写出来挣的钱，和别人没有关系。王爷能保我们平安，王妃能让我们衣食无忧，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王爷王妃不嫌弃我们，当我们是一家人，但我们不能忘了尊卑，不能贪得无厌呢。不错，说的在理。就是，如果没有王妃，我们哪能吃得上这样的早膳呢？可不是，我还跟着霍大哥做香，哪找这好事儿？你胡说什么？我就你胡说八道。我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有数。还有，每个人一个蛋，但我从来没有吃过，都在你的手里。我自认为足够孝敬，但你现在不分尊卑，不明是非，让我去问王妃要钱，我做不到。我宋依依无法再继续做你家的儿媳妇了。好，行啊，我正有此意。你嫁进来，蛋都没有下一个，还好意思跟我叫板？宝儿，休了他，让他知道厉害。我可告诉你宋氏，这休书一写，
你可别后悔。宋氏，你可想好了，别到时候又哭着求我，我可不吃这套。给，快拿着。哎，我眼睛瞎了，你写什么？我可看不见。怎么，这就后悔了？要想让我们宝儿原谅你也行，但你得去给王妃做奴婢，挣的钱都给我。我娘说的对，哼，你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写休书。当然要写，不过不是你写休妻书，而是我要休夫。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要休夫，请大家做个见证。他们母子不知尊卑，不敬王爷王妃。我宋依依不想与他们这样的为伍，怕早晚有一天被他们连累。你简直岂有此理！宋依依，你要是敢写，以后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你别想再进我们家的门，我看谁敢要你！大家都看好了，麻烦都给我做个见证。王爷，给出个正经文书。好，没问题，我来写。即刻起，宋依依只是宋依依，与霍宝母子再无半点瓜葛。嘿，哼，一个女子没有夫家，我看你怎么活！我有手有脚，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现在只养活自己就够，不用再养活你们两个了。你起草一份合作文书，与你当初的一样，让宋依签字。是。王妃，是什么文书啊？宋依依有画衣服图纸的本事，以后我还要做衣服生意，开成衣铺子，自然少不了她这样的人。不过都与你们母子无关了。另外，昨天常旭的确与前府的书局递下一本书，拿回银子。那本书只是试录，现在事实证明可行。稍后有谁会写字的，去常旭那里报名。我呢？我干什么？孟差官可去城中集市走走，先打听一下马车的行情。有谁想买马车的，也可以去找孟差官报名了。各位贵客，外面有位僧人说是有要紧事儿，想求见你们的当家人，这是拜帖。来人在何处？是什么样的人？人在何处？就在门外。霍仲马，把人带进你的院子，不许其他人出入。是。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追上去啊！王妃，来人戴着围帽，看不见脸，不知道是谁。不过他没说他是雾名。让他进来，你先退下。僧人进来，头上戴的围帽很长，摘下来。是你？你认得我？你不是大国司的方丈吗？昨天满城的人都看到你了。啊，原来如此。我贫僧的确昨天来过城里。施主，这是谁教你的？没有人教，此乃贫僧闭关时冥冥中得到一点启示。贫僧一直在寻找有缘人，昨日听悟明说施主是有佛缘之人，所以……继续说。会念吗？你最好老实如实的回答，若有半字虚言，我就让你看到自己的血。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高僧，反正你来的时候也没人看到你的脸，让你悄无声息的死在这里，是易如反掌。念，我会念。What's your name？ 回答。 My name is Tom。 你朋友呢？朋友？你不是说你叫 Tom 吗？哦，我的朋友叫Jerry 吧。颜如玉上前一步，刀尖始终对着他。你现在是说你，不是说我。我问你答，过十字路口能不能过？要看什么？红绿灯。有几种颜色？三种吧，3种。冰墩墩是冰吗？不是，是熊猫。它有多重？用刀尖点着你的心，问问你自己，你知道吗？既然你不是方丈，那你之前是谁？周润发。颜如玉冷笑，手腕一翻，刀光森然。我说我叫李细毛，因为是家中最小的男孩，还是早产，所以我爹就给我取这么个名字。但在单位的时候都用后来改的名，比较洋气，叫李赛克。恐怕还有个名字叫二驴吧。你是如玉，是不是？是不是啊？我可算找到你了，如玉，亲人呐！啊，别哭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别提了，咔嚓一声炸雷响，我就被劈了。醒来就是在山洞，把我吓得，好嘛，愣着1天多没敢出去，也没敢吭声。后来我壮着胆子出去，好嘛，到一处沙塘边，一照就看到一个大胖和尚。我心说真哏儿哎，这和尚胖的都没形了，眼睛还那么小。后来你猜怎么着？我一看，这和尚是我，太哏儿了，哏儿的我都想哭啊！我能坐下说吗？如玉，你现在的身份是？我是镇南王妃。厉害呀！
那我以后是不是能抱大腿了？我是在被流放的路上，王府被抄家了。啊？那你们这是？我们走到徐城，本来想做点生意，听说大国寺财大气粗，就想来问问，赚笔钱。是，我知道，流放抄家，好嘛，还得腿着去，千里的路还缺吃少穿，天马上还凉了。你这……所以啊，哪都需要钱，寺庙里你说了算吧。算，你放心，我必定帮你。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那我先谢过了。怎么，有难处？如果实在不好办，那就……不是，我是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什么事？你说。就是吧。你知道你是怎么传来的吗？我记得我是在家里睡觉，但不知道为什么，睁开眼睛之后就到了镇南王府，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其实吧，我好像知道那么点儿。哦，怎么回事？你说说看。那什么，你家里有间小密室，你记得吧？你这不废话吗？那是我家，我能不记得吗？不过我也只进去过几次，平时我爷爷不让我进。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你爷爷告诉我的。我这不是最近才开启异能吗？你爷爷突然问起我的生辰八字，后来又说让我去你家一趟，那天我就去了，他就带我去了那间密室。哎呀，你倒是说呀，后来怎么了？那先说好啊，我说了你别生气啊。那什么，小密室里其实挺黑的，我也是头回进去，对里面也不熟悉。就你爷爷递给我一个小碗，里面装着什么液我没记住，他说让我放在红色小石槽上。其实吧，我是个病人，但是我这个人特别要强，不想让大家因为我有病而同情我照顾我，所以我一直隐瞒。你有什么病？就是我这只眼。你不会是有色弱症，红绿分不清吧？是有那么点儿。继续说。继续就没有继续了，我可能是放错了位置，然后密室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阵白光，把我眼睛都晃瞎了。我就听到你爷爷大喊一声，但当时轰鸣声跟打雷一样，我根本没有听清楚。再睁开眼时就被劈成了倒霉的胖和尚。不是，咱不是说好了吗？有嘛不能好好说的，干嘛动刀动枪的呀？大家都是同事，同是天涯穿越人。哼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到这里来吗？那你有机会体验一把当王妃的感觉，不也挺好的吗？颜如玉向前逼近一步。别，有话好说。如玉，我知道都怪我，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算扎死我也解决不了问题。不如这样，让我赎罪怎么样？我当牛做马，为你效力。你让我上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打狗，我不撵鸡。呵呵，你这个词儿别人早说过了，再换一套。那我问你，大国寺的香能不能换成我们的？能，必须能。能不能现银结算？能，算你识相。我问你，大国寺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古怪的事儿？如玉，你是咱们组织里能力最强的，你可要救救我呀！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来让我救你的？都是。你不必如此，王妃既然说了，本王就不会不听。来的是什么人？我真不知，他戴个围帽，看不到脸。那你去准备香，既然找上门来，生意应该就是成了。去吧，本王在这里守着。王爷，我有话跟你说。好，去那边，事情有变。方才那个人，他……如玉，你答应过的，要陪我们到西北，说只要我不纳妾，不受通房，身边没有其他女子，你就不会走，是吗？是，但是……但是什么？有什么但是？如玉，你要觉得累，可以什么都不做，其他的交给我。什么生意，什么赚钱，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保证让你衣食无忧，不会受人欺辱。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没有人可以。王爷，你刚一开口，霍长河以为他还要说离开的话，脑子一热，低头吻下。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王爷，我是来找钟某大哥的，我眼睛瞎了，什么也没瞧见。滚蛋！如玉，谁？我眼弱，分不清。是你？那个，本来想和你说这事儿的，既然看到了，那就院里说吧。
你要和我说的是这件事情？是啊，不然呢？你以为是什么？那个，我来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夫君镇南王，这位大国寺方丈大师。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什么身份？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曾遇见过一位高人，指点我许多东西，我才能在严家那种地方活下来。是，难道？没错，就是他。这就是古代的王爷、战神、镇南王。我的妈呀，这是真的活的，杀人不眨眼的主。多谢大师，如玉以前生活疾苦，若非有您出手相助，我也许不能与他相遇。多谢。贫僧不敢贪功，是王妃自己福泽深厚，有慧根，是个有福之人。能与王爷相遇相爱，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王爷也是有福之人，现下虽受大难，但只要心坚，不怕艰难。夫妻同心，必能其利断金。王爷神武，乃百姓之福，是……那个差不多得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王爷和王妃站在大树下。小兰，闭嘴。那个王爷，现在的情况是方丈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帮助。你说，只要能办到，定当不遗余力。是这样的，过2日。钟淼哥，这是做什么？准备一下，我们的香有可能要卖给大国寺。真的？徐城最大的寺庙？可咱们做的可不少啊。大国寺又是大寺，能说要就要吗？我今天也上街逛了，有几家大的香料铺子，听说他们是供应大国寺的。哟，你行啊，这都打听了。这不是跟着霍大哥吗？想好好学本事嘛。有前途，不过我信王妃，她说行一定行。王妃怎么样？什么香啊？我们的香。哦，谈妥了，我们有多少他们要多少，规制好，稍后有人来取。我刚才怎么说的？信王妃。好了，好好做。好了，低调些。仲芒，我给你单子，你再去选过些香料来。王妃，香料还剩下不少，还能再做这么多佛香。再接下来就不做佛香了，佛香就要卖给大国寺，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等再有大寺庙的时候再做佛香不迟。王妃，我去打听过行情，马车的价格比安泰镇要贵些。不过上次安泰镇咱们属于是捡漏，那么便宜的怕是不好再买到。不急，反正一时半会儿我们也走不了，买来也得喂马，反而麻烦，走之前买到就可以。说不定会再次捡漏呢。有理。贝贝，你过来。让开一下，我的眼睛瞎了。行了，有这事派给你，你也去市场上转转，看看马的价位。行，我这就去。你们3个在说什么？坨坨哥说徐城有不少好吃的，全刀说没吃过。带上全刀，你俩一起去，想吃什么买一些。干什么的？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就敢胡乱闯！哎呦，客官，小的不敢，只是实在拦不住啊。这是在徐城，还轮不到你们几个外地人撒野。你们闯到我们院子里，到底是谁撒野？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问你们，是你们卖的佛香？没错，怎么了？还怎么了？大国寺的香一直我们供的，你们凭什么横插一杠子？凭什么？哎呦，凭本事呗！谁的香好，人家就要谁的，人家又不是你爹，能一直用着你的。哎呀，没本事了，急了嘿！他是你爹吗？他是你爹吗？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把这个扁毛畜生抓下来，摔死，煮汤。我看谁敢！让这个小胖子看看，我们到底敢不敢？干什么？想动武？问问爷几个手里的刀答不答应？本官也想看看，是谁要在此处动武？这位大人，不知你们是？本官是什么人？还需要向你交代吗？你又是谁？擅闯院子，还要持凶伤人，现在又质问本官？你倒是说说，你官居极品，竟然如此大胆！大人误会，我们是城中香铺的，听说有位制香高手，这才来以武会友。哟，以武会友，那可真是来着了。来，会吧！来呀，会吧！来呀，会吧！会吧！诸位，
在下的香铺在徐城开了许多年，我敢说，除了钱家的铺子，我们就是老大。别的不说，就是刺史夫人用的香，也是出自我们的铺子。大国寺一直是我们供香，我们的香师那都是几十年的老师傅。你们一来就断别人财路，怕是不合适吧？废话少说，说破天是我们的香取胜，不服气就来会一会。哼，好，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走。营地，来。王妃有什么吩咐？你跟上去看看，看他们究竟是哪家铺子，再去找邱伯谦，让他打听一下，这家究竟是什么来头。他特意提到刺师傅，定然不是寻常人。是。你是觉得他们与刺师傅有关联？还不清楚，小心总没有大错。更何况现在是多事之秋。王爷、王妃，这2日情况如何？按照王妃所说，我让人盯着，没有打草惊蛇，还有人在买粮，但他们防备心很强，而且多是挑一早或者一晚，出城的人不多，他们还有人断后，若是贸然跟踪，很容易就被发现了。所以这个暂时不要紧，早晚能查到。我来是给夫人交个底，以免夫人担忧。王妃，夫人，早在安泰镇发生变故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齐将军为我们出头，远赴京城，势必会让他们怀恨在心。说起来，这场祸事齐府也是被牵连的，是受我们所连累，所以我早已想好对策。王妃言重，同是朝廷臣子，大家同气连枝，岂有什么连累之说？夫人，粮食我有，远比他们买走的要多得多，就在城外的一处山寨中。你可放心，无论他们到时候想利用粮食生什么乱，都注定失败。皇妃远见，我自愧不如啊。夫人，今天我们来是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夫人早做准备。皇爷请讲。刺师傅的佛事是为寻找小公子而做，夫人以为他们能找到小公子吗？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这单做一场佛事就可以。如果方丈能指引他们找到，夫人以为如何？那方丈大师就真有些神了。他们一定会找到，只要找到小公子，才能证明大师真的受佛祖指引，他所做的一切才是名正言顺的佛祖指引。到时候谁善谁恶，都只是他一句话的事。夫人试想，等那时候还会有人质疑他的话吗？王妃的意思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引子铺路，真正的用意不是在那个孩子的下落，甚至都可以不顾他的死活，所以找一个弄得面目全非，就说是他，谁会反驳？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摧毁齐府，把护城军握在手中。哼，做梦！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也不会让他们得逞的。誓死护住夫君的名声。王爷王妃，还请助我一臂之力。夫人放心，我们既然知道消息，就一定会相助。更何况此事因我们而起，齐将军又远赴京城，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呀？齐夫人只当不知道此事，一切顺其自然。待事发之时，只要义愤填膺即可。另外，齐府内外要戒备森严，之前分成3个小队，有2队在外面，现在只留1队，2队守府。好，就按王妃所说安排。夫人，齐将军留下的2名副将如何？王爷是说王明和马亮？他们都比赵副将要好许多，他们都是我夫君提拔起来的，更忠心些。夫人，此事事关重大，暂时还是先不要告诉别人，请你守口如瓶。守齐府还是以自己的府兵为主。好，我知道了。我有点担心，齐夫人独自在府里，齐将军和齐小姐都不在，她身边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人。暗卫已经到了，我安排2个人过来暗中保护夫人，你也不要太担忧了。齐夫人是女中豪杰，当年她父亲死后，所有人都以为山寨中群龙无首，必定要起内乱，连官军都等着捡个大便宜，但齐夫人就是凭一己之力力压所有的分寨寨主，让他们服服帖帖的。齐夫人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少女，没有婚配，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倚仗。真的？那可当真巾帼不让须眉。是其，齐将军当年也是被夫人深深折服，一连被抓了好几次，又是送东西的，又是送兵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赢得夫人放心。王爷和齐将军相比，费的力气也不少，毕竟有几个像你一样来回换着身份玩。玉儿，你听我说，
哼，不听不听！仙女婶婶，我爹爹还没有回来，怎么回事？仲卯去采买，一直没有回来。银定带人上街去找，一直都没有见踪影，实在是急人呐。唉，还是没找到。之前让你跟着的那几个香料铺子的人，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吗？知道，邱公子也去打听，说晚点会送信回来。不要等了，去找他当面问。我去，我知道钱府在哪儿。我派人陪二公子去，现在都要保证安全。我也觉得和那几个人有关，他们不像是善茬，强龙难压地头蛇，财路被人断，他们必定不会甘心。先查再说，大家都各自回去，谁都不要乱。母亲，您陪陪容氏。马大人，查看一下，还有谁没有不在？外面有脚步声，贝贝和全刀一前一后进约。怎么回来这么晚？你们去哪里了？头头哥，你别生气，我们就是……好了，回来就好。我正好有事交代你们，跟我进来。发生什么事，如实说。王妃，王爷，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本来是要回来的，但全刀说看到他妹妹了，所以我们就跟了上去，耽误了一阵子。在哪里？本来是在街上，我俩在吃馄饨，他抬头看到一顶轿子，然后就跑出去。我去追，他才说看到他妹妹，然后我俩就跟着轿子七拐八绕，还把人跟丢了。在原地等了许久，所以就回来晚了。你要做什么？王妃，求您帮帮我找找我妹妹。我爹娘死得早，就这么一个妹妹，我把她从小带到大，她要是出事，我没办法去见我死去的爹娘了。王妃，我知道我一无所有，我没资格求您帮忙，只要您愿意帮我，我愿意当牛做马，一辈子为您做事，绝不反悔。我可以签卖身契、死契。你先说，今天见到他是个什么情形？当时街上刚掌灯，光线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暗，我无意中一抬头，就看到一顶轿子过来，轿子很漂亮，窗帘浮动，我就看到里面那个人的侧脸。只是一张侧脸？我知道您可能觉得我看错了，光线不好眼花，但真的不是，她绝对是我妹妹。别说是侧脸，就算一个背影我也能认得出来。继续说。轿子走得挺快，我追出去就已经拐弯了，我紧追，但是还是跟丢了。我慢慢说，人是在哪里跟丢的？我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买了一盒粉，就是易容用到的那种。后来我跟着轿子的时候东绕西绕，我就怕跟丢，就把粉一路撒上。做得好。全刀，你去收拾一下伤口，我和王爷带贝贝去看看。我也……你不行，你现在情绪不稳，容易坏事。我给你妹妹画过像，能认得出来。你看见她妹妹了吗？看见了。感觉怎么样？我是指她整个人的神态、精神之类。王妃，我刚才没说是怕全刀生气，我觉着吧，我不是说模样啊，就是那个劲儿不像全刀的妹妹。怎么讲？您看全刀多淳朴啊，为了家人什么都能做，憨憨的。可那个女子，我不太好说。说。就穿的衣裳也不像是没钱的，头上还戴着花，手里拿着一把羽毛扇，那个劲儿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是走丢落魄，为了生计，又或者是落到一些人贩的手中，被卖到勾栏社之类，强迫卖艺，也不无可能。不是勾栏社，她身上有股香气，那香气比勾栏社女子用的香可名贵多了。我就是猜测，那些地方用的什么香，我也不懂。你准备一下，稍后换装一起出去。凉茶伤身，我去倒热的给你。不用了，我也不渴，就是想冷静一下。当务之急是找到霍仲莽，我担心他是……正说着，邱补谦来了。那家香铺一贯会用些阴招烂招，没少抢我姑父的生意，连大国寺的生意也是被他们抢走的。说重点。我马上说道，我姑父对他们很了解，也在里面安插了几个眼线，一听说王妃想打听，立即给眼线送了消息。结果其中一个眼线还真的看着了，说是傍晚时分，他们铺子里的一个掌柜就带人抬回了一个布袋去，那布袋长条形，还会动。是不是这个人？没错，就是他。他是个负责采购的掌柜，说是掌柜，其实就是流氓，手下养着几个打手，经常胡作非为。走。你们要去哪儿？当然是救人。不是，等一下，那家香料铺子是有来头的。什么来头？听说和经理人有关。
否则我姑父也不会容忍他们，而且他们和刺史府也有关系。王爷王妃，我知道你们不怕，但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要是被人抓住把柄，对你们也不利。如果是这样，我倒是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谁？我吗？银锭，把宋平叫来。宋平，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你要不要？王爷，王妃有何吩咐？宋平，霍中茂不见了，此事你知道吧？知道。王爷可是让我带兄弟去找。可以，我义不容辞。不是去找，是去要。要？王妃的意思是已经知道他的下落？正是，就是白天来找麻烦的那伙人，把他绑走了。好，没问题，我带人去，定把他毫发无损的带回来。不急，据查那家铺的背景不简单，应该是和京城以及刺史府关系密切。你去不只是救出霍中茂，还要探出口风，他们背后究竟是谁？救人好说，这探口风我不敢保证。他们若是嘴严或者……无妨，拿着东宫的令牌去，太子的人他们不敢违抗。就是这儿，那顶轿子从那边走来，接着我们跟着去了那边。走。哎，就是这儿。我觉得有点绕，就开始撒粉了，一直往前都会有的。就这儿，我们走到这里，轿子就不见了，又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出来。怕您着急，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先等在这里，我去看看。哎，来了，有人来了。玉儿，这里是哪儿？定然出乎你的意料啊。哪儿？再往前走不远，拐过路口就是香料铺子的后门。就是那家绑了霍中茂的香料铺子。正是。哼，那就有意思了。你是先回去还是要？我要一起去，我得出份力。按位说，香料铺子前面是铺子，后面是宅子，前后中间隔着2层院子。前面的人若没有允许，是无法私自到后面来的。怎么了？光妃，这里也有粉。是霍中茂放的，他是从这里被带进来，还是清醒的？他出去采购香料，所以就用这种方式留下记号。应该是了。走，就遇见一对巡逻的护约。一家香料铺子而已，竟然值得如此戒备，那就更说明有鬼，没准会有意外的收获。悄悄进屋，便看到地上放着个长条布袋。哎，我来。谁？我。王爷，王妃，怎么是你们？这太危险了。危险也得救你，难道还能弃你于不顾？先出来再说。不是说先关这家伙几天吗？还说要问问这家伙知不知道香方。问了，不肯说，挨了顿打也不肯说，这才说要给他几天的颜色看看。听说前面有人来了。什么人？咱们还能怕谁？钱家和咱们作对也得掂量掂量。不是钱家的人，我听说呀，是从京城来的。哟，那可真是贵客了。贵不贵的谁知道？再说东家也是有靠山的。哎，李哥，你知道东家的靠山是谁吗？说说，我保证不外传。这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之前听管家说的。两人说着进门，还没反应过来，后脑一痛就陷入黑暗。就是这里，没错了。不知道全刀的妹妹是否在，但这院子一定不同寻常。王爷王妃，你们看那边，那是轿子吧？会不会是全刀妹妹进来时坐的轿子？看来这里的人是固定守在这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不会走。王爷，你和贝贝在这里，我去就回。啊，你要去哪儿？去后房坡，放心，不会有事。如果一会儿听到巨响，王爷就去另一侧院墙外与我会合。可是……放心，这样最好。王爷，相信我。最多1刻钟。后墙被扎，里面的人也跑了出来。是的，还真的是很像啊。从容貌看，的确像。但天下相似之人很多，就像贝贝说的，他的气质和全刀实在不一样。王爷，你可认得那个男人？这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正在查。贝教，您没事吧？怎么没事？你去试试，快！我要离开这里。王爷，你们去看看那女子去了哪里，我再去制造点混乱，让周老板无暇顾及。那你小心，还是1刻钟。三人顺着原路往府外撤，霍长河一把严如玉护住，压倒。玉儿，没事吧？没事，你怎么样？此人不同寻常，你和贝贝先走，我来断后。放心，我能应付。好，王爷小心。贝贝，走。王妃，那个怪人还拿剑对准你。快走，有王爷在这里，不会有事。宋平出来没有？王妃，宋平……你们赶紧回去，别再停留。啊？那您呢？我得回去，王爷还在里面。我一同去。不必，你们都回去。走小的，别太引人注目。你怎么又回来了？把贝贝送出去，再人就回来了，总不能丢下你。这人什么情况？痛感很低，不正常。那就不是正常人，这味道
也不像正常人。咱们速战速决。正想再次出手，颜如忽然感觉耳朵里一阵刺痛，然而面具人却突然转身，纵身跃起来，冲回树梢。月儿，怎么了？没事，一会儿出去说。那个人应该是被控制的，是用一种哨。哨？可是我们刚才也没有听见哨声啊。我听见了，世界上的声音很多，有的人类能听到，有的不能。比如狗，他们的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就和我们不一样，声音有频率，过高的频率我们就听不见，或者敏感的人能听到，但会觉得耳朵刺痛。所以说方才有哨声，我没听见，是因为哨声频率过高。你耳朵敏感，所以感觉到刺痛。那个面具人听到哨声走了，是有人控制他。对，这是此一。莫非此人就是莫先生和那个歹毒的老头要做的药人？是不是药人还不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不是正常人。可以断定，这家香料铺子应该和莫先生之间有关联。那你耳朵现在怎么样？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不会，放心，这样其实也不错。他们以为我们听不到，这就直接暴露出此人和正常人不同，而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了。走吧，咱们回去。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忘了我们今天晚上是来见拳道妹妹的。这不是一日之功，现在出现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冒险了，再找机会吧。今天府里正乱，今天之后恐怕他们防守会更严密，我们再想来可就难了。可是那你在这儿等我去。没事儿，我这不好好的吗？她是女子，见你未必会放下警惕，都是女子更好说话。而且贝贝之前说她身上有香，也许我还能闻出来是什么。正在床上翻来覆去，灯忽然亮了。你是谁？你又是谁？我是柳娇娇，徐城锁音楼最红的头牌。你是哪里人？从小被家里卖了，不知道是哪里人。你到底是谁？为何要来问我这些？你有哥哥吗？没有，我都说了，从小被家里卖了，哪儿来的什么哥哥？颜如玉拿出画像，对着他展开。这不是我吗？你怎么会有我的画像？这是你吗？你好好的看清楚。的确很像，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太一样。和你在一起的男人是谁？我也不知，我为何要告诉你这些？如果你够聪明，就不要和任何人说见过我。怎么，你怕了？怕我叫人把你抓起来？你要干什么？我可警告你，别乱来。周老板不是好惹的。你关于周老板，你知道多少？我只知道他有靠山，在徐城很厉害。你是谁啊？他说他叫柳娇娇，没有亲人，自小被卖，与拳刀说的不符。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拳刀的妹妹，虽然和画像上的很像，但气质完全不同。人的气质是种很奇特的东西，多数是经年累月，甚至几代人的积累，不像一些习惯能够刻意的练习或者培养。这一点我同意。西北有些流放的犯人，虽然日子清苦，但身上的气质与一般贫苦百姓还是不一样。不过他身上的确有一种香粉的味道，如贝贝所言，非是寻常便宜的脂粉香，是一种很淡雅的香。我回去以后还得再确认一下，才能下结论。今天太晚了，回去先休息，明天再说吧。多谢王爷，多谢王妃，救命大恩，我们全家都铭记不忘。仙女婶婶，谢谢你救了我爹爹，要不是你和王爷叔叔，气香就没有爹爹了。不必这样，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为了我办事，按说你是被连累的。不敢，是我自己大意了。你也受了惊吓，伤可处理过了？都是皮外伤，不碍事。我知道他们打过你，问你要过香方，问过情况，但你什么也没说，也没给。应该的，为王妃效力，自当如此。我记下了，时间不早了，都去歇着吧。全刀，你随我来。我见过那个姑娘，她说她叫柳娇娇，从小被家人卖掉，没有哥哥。她的确长得非常的像，我让她看过画像，她自己都觉得像。全刀，我可以再帮你做一个测试，是与不是就能定论。可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不是，你也不要再执拗。天下之大，相似多矣。如果是，那你也要做好准备。与他相认非一日之功，他不像说假话，
至于为什么会忘了你，这其中必有缘由。好，我愿意听王妃，请王妃助我。助你可以，但你要保证，无论结果如何，你要听我的话，不可以一意孤行，不可以因此事钻牛角尖。是。你取一根头发给我，哎，2根即可，从头拔，不只要发尾。好了，你去休息，明日一早我自会告诉你。是。王爷在想什么？就凭这2根头发就能确定吗？不错。以前在西北时，我曾找过一个巫师，他妖言惑众，说什么能用头发、指甲做巫术，还能助那些女子绑住丈夫的心等等。王爷放心，我不是用这个做什么巫术，当初我就是用这个法子，确定瑞戈尔不是你的儿子。啊，竟是如此吗？就是此法，所以王爷可以信了，很准的。所以就劳烦王爷今晚委屈在此。王爷记得吹灯。多多小兰，过来，快点儿，我不想眼瞎。你醒了？王爷睡得好吗？还行，挺好。有结果了。是什么？那个柳娇娇的确是全刀的妹妹，对全刀而言，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那她是怎么回事？莫不是被人用什么手法换掉了记忆？王爷为何这么说？是见过这样的人吗？从西北回京城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一次，不过不同的是，被换掉的记忆的是个年轻男子，不认得父母，但那对老夫妇就说他是自己走失的儿子。曹俊一当时随我同行，给那个年轻人看过，说是他身上有一些古怪的伤痕印记，应该与记忆丢失有关。后来呢？人怎么样？当时我急着回京，后面的事究竟怎么样，我也不知。王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柳娇娇和魁娘是同一种人？你是说他们都是被控制的工具？不错，魁娘也好，柳娇娇也罢，他们用的方法虽然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一个被派来骗母亲他们，一个被派去引诱那个男人。还有那些被泡在药缸里的人，和昨天晚上的面具人。面具人有可能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子。我也是这么想。那也说明昨天晚上和柳娇娇在一起的男人一定身份不俗，找到他就能查到香料铺子和谁勾结，在徐城仗的谁的事，甚至有可能查到幕后靠山。我派人去查。不用去查这个人，去查哪个大户人家有人请了名医。昨天晚上之所以放他走，就是因为我给他下了毒。好，我这就去吩咐。长鹤呀，起来了。母亲，我还有点事，回来再和您说。大哥，你腿怎么了？没事儿，你赶紧去忙吧。托托哥，你说王爷这腿是累的吧？哼，王爷下盘稳得很，扎马步能扎好几个时辰，什么能累着他？咱们去买副药吧，给王爷补补。行，走。全刀，柳娇娇的确是你的妹妹，不过她现在是柳娇娇，完全不记得你。至于原因，我一时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也不是很清楚。没关系，王妃，您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真的，哪怕她以后不认我，不记得，我至少能跟爹娘交代，我妹妹还活着。王妃，我签卖身契，现在就签，死契。这事儿回头让霍仲卯和你谈。我要提醒你的是，昨天晚上你答应过我，要听从安排，不可妄自行动。是，我记得。王妃放心，我不会偷偷去找，必听从王妃安排。母亲，有事？如玉正忙着呢，我看他呀挺专注的，早膳都没顾上。我给他炖了汤，一会儿你端进去。行，我这就去。你一定要好好的疼如玉。我知道。光知道有什么用？要记住，记在心里。是，我会记在心里的。光记在心里有什么用？还要实际做出来。好，我心里记着，嘴上也说，行动上也做。哼，这还差不多。那我去端汤。快去。你们在干什么呢？王爷干什么呢？包汤。是药膳。王爷，我们给您包的药膳。大夫人给王妃煲的汤，我们也看着呢。好了吗？好了。属下给您端过去。不用，给我吧。你们两个刚才在嘀咕什么呢？您有所不知，
我们刚才出去买药，听说一个有趣的事儿。药堂里一个老大夫身边的小药童说，天还没亮就有人请他家先生去看病，架子大的不说，还特别怪，全程坐轿子，轿帘都封死，到地方还得隔着纱帘看病。然后呢？你们跟我去见王妃，一起说。忙完了吗？母亲说你早膳也没顾上吃，给你煲了汤。正好饿了，有事。他们听说了一件与看病有关的事情，我叫他们说来给你听听，边吃边听。我们是听一个药童发牢骚，说他师傅天不亮就被叫去看病，病人还架子特别大，不让看到脸。继续说。说那个人的病症特别奇怪，他师傅刚一搭脉，那个人就一哆嗦，一搭脉就一哆嗦，根本就没办法正常把脉。就是，最后他们师徒还一起被骂，说他们是废物。小药童气坏了，望闻问切什么都做不到，大罗神仙也难救啊。王爷您快吃啊。他们师徒又被塞进轿子里抬出来，眼睛还被蒙住，也没有把他们送回药堂，直接扔到路口不管了。小药童气得半死，说他师父看了几十年病，还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我们还听说至少有2家药堂的大夫被神秘人请走过，但都被扔了出来。还有啊，好多人说那家香料铺子遭天谴了。天谴？没错，好多人都说一定是那家香料铺子的老板平时不干好事儿，所以半夜被雷劈，府里四处起火，还有水中火，水都能着火，天神得多大的怒啊！咔咔一通天雷地火。王妃，小人求见。进来说。王妃，街上都在传有雷神降世。雷神？是的，这也不是没可能啊。我以前在山寨的时候，就听他们抓的一个过路的山客说，安泰镇曾经就有过金甲武神现世。然后呢？金甲武神身高数丈，当时救了全镇的百姓呢。当时还有句顺口溜叫武神武神，镇守南天门，雷劈护城军，财仗定乾坤。武神使者，高大威猛又正义。哦呦呦，谁最厉害？使者，武神维护者。对，就是这词儿。还有呢？就是多夸几句。差不多行了，说虚城的事。哦，对，雷神降世不止劈了他的府宅，听说还丢了不少东西。王爷，您吃的什么？您为什么要吃这个？这个怎么了？这是……贝贝抓住他的手臂，两人合力往外拖。站住，把话说清楚。其实也……说实话，我以前在山寨的时候，那个大当家就爱吃这个。他说吃完了这个，威猛无比。这个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记得这个味儿，大当家叫他一夜7次郎。银蝶和贝贝一左一右，架上拳刀，飞快的没影了。把手伸过来，喏，把这个吃了。放心，这个没毒，就是火气会大一些。我出去一下。如玉啊，银锭和贝贝犯什么错了？怎么了？他俩被罚了，银锭被罚拿大鼎，贝贝背着布袋练蛙跳扎马步呢。别管他们，母亲，中午和晚上做些清淡的。啊，清淡的，那能行吗？我还说给你补身呢。行，不用补，秋天气燥，清淡更好。那行，听你的。王爷以为那人会是谁？这种人无非就是非富即贵，富的我不太了解，可以问问钱家。有权势的除了刺史就是护城使，这2方势力而已。我想去试试。啊？是什么？神医。不行，太危险了，我去。王爷又不懂医术。你不是说那个人是中毒，只要解毒就可以，又不需要真的会医术。好了，王爷不必为此事别扭，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银蝶和贝贝也是好意，我们是夫妻，严格来说他们也没做错什么。那我们一起去，让贝贝给我们换装。站住！何事？你们是大夫？我是大夫，这是我的兄长。怎么，要看病吗？不过话说在前面，我有3不看。哪3不看？为富不仁者不看，当官不为民做主者不看，欺凌弱小者不看。年纪不大，事儿倒不少。你要是能看好，一切好说；要是看不好，
光凭你提这么多要求，也得被揍一顿。天下没有我看不好的，除非已经断气会了阎罗。哼，越说你还越来劲，有没有胆量跟我走一趟啊？去哪儿？我弟弟说了，我们不是什么人都看，到了自然就知道。放心，真能看好，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哎，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强行让人去看呢？要去也可以，我兄长必须与我一起。行，那就一起去。进去吧。慢着，干什么？只能大夫一人进去。不让我兄长进去，那我也看不了。我这个人就有个毛病，要看病必须得让兄长陪着。你们决定。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岂有你撒野？不知道。你们把轿子弄成那样，谁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是大夫，只想看病人，怪病难治的更好。好大的口气！实话告诉你，大夫来过不少，但没有一个敢像你这样放肆的。哼，那是你早没遇见我，早遇见你早知道了。要不要看随便你们，不看就拉倒。你就不怕我杀了你？杀了我？行啊，但我要告诉你，你要杀了我，里面的病人也许一辈子都好不了。你闹什么？刘管家，这小子不听话，这么年轻的你们也找？您不知道，他们举着幡子，口气大得很呐。哎，罢了，来都来了，就让他们进去试试。刚要进去，忽然院中一阵脚步声。是吗？快请进来。你等一会儿。他们是干什么的？不知名的小郎中，您这边请。把闲杂人等请走，我治病不喜欢让其他人在场。好好，把他们俩轰到院子里去。之前有不少人来，怕他们看到不该看的，所以早知道您会来，就不让其他人来了。干什么？这就是病症之一，不能见光，不能穿衣，身下铺的、身上盖的都得是最好的丝绸锦缎，否则皮肤就像被刀割一样的疼，根本受不了。有此等事儿？正是。另外，就是方才您看到的，和人一接触就这样，还……话没说完，里面的人突然一把抓住老杏林的手，呼吸也粗重起来。屋里突然传来叮当哐啷的声音，老杏林拖着拐从里面跑出来。您这是？您别走啊！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我治不了。你找别人吧。你去试试。现在让我试了，可惜本公子现在不想试。进了这座宅子，还能由着你的性子？你不怕死，你就不怕你们兄弟俩一死一活吗？管家在威胁我。是啊，能让我威胁，已经是给你脸面。要不是还有点价值，早就死了。好吧，那就去瞧瞧。不会隔着屏风就不会看了吧？你们医术高明的人，不会什么悬丝诊脉吗？怎么样？能治。当真？那是当然，我从不说谎。他是什么病？是一种罕见的疑难杂症，我也是看古书记载，具体叫什么不知道，但病症相同。那要怎么治？我写个方子，你照药方抓药即可。好。兄长，你来写，这个就是方子，派人去抓药，之后我会告诉你怎么接。记住了，多去2家药铺，问问坐堂的大夫，这方子是治什么的，看他们说的是不是一样。是，小人明白。那方子给他们没问题吧？没问题，放心。稍后药就抓来，若是这一副药下去能见好，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可如果……没有如果，不如你先说说，给我们多少酬劳？这酬劳嘛，不着急。没事，的确不急，不多时，要抓回来。小厮和管家在一旁嘀咕：这药对吗？对，没错。那为什么药堂的大夫说这就是普通的补气血的药方？你要是听信他们的话，那就没必要请我来。既然请了我，那就用事实说话，用不用你们拿主意。我就信你一次。你不是说要告诉他们怎么熬？ 3碗煎2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多长时间能见效？1刻钟，最多。刘管家，您醒了啊？是什么人治的我？是位江湖郎中，不过没问什么名字。不用问了，让他们在西跨院住下，等我彻底康复，好好重谢。二位，请随我来。我们不想住在府里，我们有住的地方。这是我家老爷的意思，二位还是住下更方便。放心，只要老爷康复，绝少不了二位的好处，保证比你们在街上走3年挣的都多。二位，这是你们的院子，里面一应俱全，若是有什么想要的，直接吩咐小厮。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好像是佛香，还是很熟悉的佛香味儿，有点像大国寺里的。王爷好灵的鼻子，的确是，这府里有人用佛香，还是大国寺那种。看来病患、老心灵以及那个香铺子，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他是什么病症？怎么感觉有点怪呀？哦，就是一种之前练肺的毒。练肺？没练好，但扔了又怪可惜的，所以一直留着。这次倒是派上用场。那个其实就是类似媚药，但又不太一样。中毒之人会对皮肤温度高的人比较敏感，想碰想摸。一般来说，男子的体温比女子高一些，所以方才刘管家给病患祭祀的时候，他有反应，而我解的时候，他避免。原来如此，我说方才刘管家盯着你解丝，眼神惊讶。嘿，我就给他们开一副简单的药方，既吃不死也好不了。真正的关键还是在我手里的解药上。所以如果他们想玩阴的，最后也玩不成。那是当然，我刚才只给了1/3的解药，他们自己在试的时候就会发现药不灵了，想暗害咱们，想的未免太容易了。顺着佛香的味道，找到一处附近的小院落。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眼熟啊？是有点。我们来过吗？走，进去看看。他情况怎么样了？听说又去找了新的大夫，具体的还不知，一会儿老奴就去打听。你去的时候带碗参汤。夫人，大人的情况未必喝得了。喝不喝是他的事，不管他喝不喝，反正呀，我是送到了。那个女人呢，可在跟头市集呀？没有，她哪有那个心思，还在四处寻找小公子。他的那个逆子还是疯疯癫癫的吗？失子之痛难免会伤心，心神一伤，脑子也就容易不清楚，也是正常。记得给他送点补药，别说我苛待他。王爷对徐晨刺史了解多少？不是特别多，他是文官，听说之前也在京城里做过官，几年前被派来此处，比齐将军来的还早些。再多的我就不清楚了，我和他也没有过多的接触。义臣刺史和莫先生有勾结，和当时的素臣一样。莫先生的能量大得让我意外，这绝非一日之功啊！看来我得写信回京，让人从细处查起，说不定能找到蛛丝马迹。王爷以为徐晨刺史若死，徐晨会乱吗？你是想，如果徐晨刺史真参与了莫先生的阴谋诡计，那他就是恶官，不配做义臣刺史，无颜面对徐晨的百姓。那就让他死。掌灯时分，刘管家带着人举着火把冲到台阶下。刘管家，这是来给我们送饭吗？想吃饭容易，但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回答问题是费脑子的，饿着肚子可回答不了。去厨房弄桌菜来。刘管家不必客气，准备8菜1汤，4凉4热几个。8菜1汤？是啊，这是我们给人看病的标配。当然，如果家里穷买不起药的，也就免了。贵府有困难吗？大夫，之前给的药要接着吃吗？这是自然，哪有一副药就治好的道理？我这又不是神药。那还换方子吗？不换。当真？当真。那为何方才让病人吃过药却不起作用？啊？吃过了？正是。哎呀，你们吃得太早了，怎么不问过我再吃？我寻思着反正是相同的药，和之前的一副应该差别不大，所以……你寻思着应该？哼，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你要是能寻思，那你就去寻思去，让我们住下干什么？那现在该当如何呀？哼，你砸了锅还得我来收拾，这麻烦可就大了。还请大夫示下。嗨，也罢，
救都救了，我让兄长给你们写张清单，你照单子准备，准备妥了就去病人的院子。好。K 如玉想得出来，这只小狐狸真是玩心大起啊！拿去，半个时辰内准备好，切莫耽误了时间。香案香炉，这个我能理解。这狗血、公鸡毛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不用知道，到时候我来操作，你只要配合就好。大夫，不应该是看病吗？这怎么弄得像道长猪血一样啊？怎么，管家还知道道长猪血？莫不是之前被猪过？我没有被猪过，之前当真要准备。本来可以不用，但你们自作聪明，用错了药，就必须用这种法子请药神去准备吧，否则连药神也不来了，病人就没救了。你这是想干什么呀？自作聪明还想害我们，就必须要付出代价。王爷，我还有件事想做。你说。稍后。刘管家，还有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把府里后宅中的女主子都请来。为什么要让他们来？这时间不早，还是……刘管家，你到底想不想让你家主子的病好了？为何总是推三阻四的？你要是不答应就直说，或者跟你主子去说，但你别说我没有本事。我说了你不照做，我有天大的本事也白扯。哪里话，我只是怕太麻烦太吵，到时候扰了主子休养。不会，只是让他们站在院子里不进屋。大夫，可以开始了吗？颜如玉不理会他，手指在香上一弹，香上突然升起一簇火苗。刘管家，拿狗血刷在你脸上吧。什么？把狗血刷你脸上，听清楚了吗？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让我往脸上刷呀？刘管家，不问你，用错药是不是有你的责任？自作聪明，给你主子用错药，我想办法尽力挽回，你却还在这里反问我。你以为我愿意做这些？要不是怕砸了招牌，我才懒得管。用这种方法也是要耗费我自己的气血的，救不救你自己选。夫人以为呢？大夫医术高明，治病之事我不懂。要不要治？快点说，一会儿误了时辰，可别怪我们医术不精。筛下的狗血或上鸡血，去给病人抹上。给主子抹上？你这怎么行？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你是属什么的？属牛。你家主子呢？属虎。那正好，你们主仆的属相很合，快去吧。我怀疑，不论我说属什么，你都会说很合。站住！又怎么了？颜如玉走到碗前，往里面加了一滴东西。去吧，快点！你是何人？滚开！大人，我是管家呀。是你？你脸上弄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弄成这副鬼样子？差点被你吓死。小人也不想，是那个大夫要求的。大人，你能起来了？啊，的确好多了。我的脸也抹了？正是，大夫说都要抹。看来他们确实有些本事，暂时不能杀，先好好招待，稳住他们。你去查查他们的底细，如果背景干净，也不是不能用。是，小人明白。那位呢？您是说拿着令牌来的老者，和其他大夫一样，把完脉就走了？大人，我看他也没什么本事啊，他自己的腿都瘸着，要是真的医术高明，还能连自己都治不好？先别管他，我自有分寸。外面在干什么？哦，就是那个大夫说的，要设法为您治病。这夫人和2位姨娘都在。颜如玉拿出一张画像到陈姨娘的面前，认得这个孩子吗？贤哥儿，我的贤哥儿，娘好想你啊！娘给你买了你爱吃的糖，还给你做了新衣裳，你跑到哪儿玩去了呀？贤哥儿，快点回来吧，娘想见你。果然是他的儿子。会不会是他？我就问问你恨吗？恨，我当然恨。程天意，你娶我的时候怎么说的？说来日高升，定会好好待我。可我全心全意支持你，孝敬公婆，养大儿子。你是怎么对我的？你娶了一个又一个，这还不算，还在外面沾花惹草，数不清有多少的女人。更可恨的是，你还生了个小儿子，你把我儿子置于何地呀？正想再细问，外面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田如玉立即转身把香草掐灭。母亲，这是在做什么？父亲呢？康儿，你回来了，我的康儿。母亲，你先别哭。父亲怎么样了？人在何处？大公子，您回来了。你，刘管家，你的脸怎么了？哦，小人没受伤，是抹的。大公子，您怎么现在回来了？不是说过几天才是探家的日子吗？我听说父亲病了，特意向先生请了假。父亲在何处？在屋里。这是在做什么？这是给大人治病用的。胡闹，赶紧撤掉。大人抹了血，情况如何？的确有所好转。大夫，之前是我怠慢，您别见怪。这样，您需要什么只管说，我一定照办。我累了，要休息。另外，准备些上好的药材、香料。明天我要亲自熬药。好，没问题。看出什么了？夫人与刺史的确感情不好，夫人唯一的指望就是那位大公子，也对陈姨娘母子也是恨之入骨。这个程大公子，我倒是有些印象，他曾随书院先生去过京城，当时与京城才子辩过礼，我还是听常旭说的。他怎么会回来的？刚才看管家的神情，也有点意外。刺史夫人似乎也不知道。程康一回来就问刺史怎么样，似乎知道刺史病了。所以他是怎么知道的？贵客可在？有事。多谢二位为家父诊治。不过在下读的圣贤书，当知世间之事都有规矩正当，治疗求的是医，而非烧香祷告。时候不早，我程家也就不留二位，请离去吧。这锭银子就当二位的诊金。大公子这是要赶我们走？大公子，恕我直言，你读的圣贤书未必就真的全进了你的肚子。哦，你此话何意？你说求的是医，那你可知道，你们家的人正是看中我的医帆，才让我进府。我开药方，指导煎药，你父亲方有现在的好转。至于说烧香祷告，敢问大公子，你母亲整日在做什么？怎么，你母亲烧香是敬佛，我烧香就是歪门邪道？何况我这歪门正好对着你父亲的邪病。你若不持我的做法，不如想想，你父亲是怎么得的此病？你，所以我说，别仗着自己读过几本书，见过几位圣贤，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否则这圣贤书进的也是狗肚子。另外，这点诊金留着给大公子多买几本书吧。你简直岂有此理！哼，没错，岂有此理！我们不辞辛苦给你父亲治病，你们自己的人用错药，又摆香案挽救。下人不懂事，现在大公子你也跑来质问，敢问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我们自己要来你们家治病的吗？是你们用轿子抬我们来的。大公子，今天天色已晚，您也一定累了，不如先去歇息，明日再说。二位消消气，大公子很少回府，对事情不熟悉，又一向心高气傲，难免言语有失，请二位多担待呀。我们为什么要担待？正好，我们也不想待，这就收拾东西离开。别，大人的病还指着二位，想必你们也知道了，病人是刺史大人，二位若是把大人治好了，可是天大的功劳啊！一个刺史也配叫天了？刘管家，我们也不想让你为难，但看得出来，大公子是真的不喜欢我们。要不这样吧，你给我们换个院子，就和大公子说我们已经走了，我们也尽量不出现在他面前，如何？那个方向有利于我们，更有利于大人的康复，在那边找。行，没问题。我们今晚得出去一趟。正有此意。这次我要取陈姨娘一根头发。是检测她和那个孩子的关系吗？没错，虽然有画像在，已经基本确定，再检测一下更保险。行，听你的。回王爷，那个老头已经被扣下，他叫喊反抗，我们也没有理他，没说一个字。做得好，什么也别说，闷着他。明日我与王妃就出府去，到时候再去见他。是。齐府那边情况如何？一切如王妃所言，齐夫人把2队人守在府里，也没有让任何人进府，还算安全。母亲他们可还好？一切都好。拿到了。外面一阵异响，是一只信鸽，腿上系着蓝色的小竹筒。Tomorrow， 贼，普雷炸，这 Tomorrow was play 炸。这写的什么意思啊？明天他们就开始实施计划，大师会按照约定，到时候配合我们行事。他上回说莫先生奸诈，虽然找他合作，但始终说一百留一百，具体的他也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到时候临阵倒戈，难保莫先生不会暗害他，还请王爷暗中保护。这是自然，你放心好了，我会安排好的。
别说他这次要帮我们，单凭之前曾教授你的情分，我也会鼎力相助。那家伙不喊我就不做，以前在组织里的时候就菜，管管后勤什么的，没想到穿过来了还是菜。原主的技艺接受到零星半点，佛经什么的更是不懂，真是应了那句话，全靠演技。时间不早了，睡吧，明天还有许多事要做。那我还是睡他吧。行，委屈王爷，王爷，我有结果了。怎么？贤哥就是陈姨娘的孩子，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尽力就好。行。二位起了吗？我来给二位送早膳。大夫，不知大人那边今天早上的药？不改方子了，还用昨天的，按照我说的方法煎药，服下即可。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喝下药，1个时辰之内，大人的病即可痊愈。痊愈？当真？当真。管家记得把答应我们的东西备好。好，大人，您看他们二人该如何处置啊？先别动他们，若是我真的能好，我就亲自见见他们。这样的能人，先争取一下，为我所用。是，小人明白。不过小人看大公子对他们并不信任。无妨，反正他今日就要回书院，不必管他，不让他见即可。刺史真的会好吗？会。那种毒根本也不致命，即便不吃药，难受2、3天也能自己好。我昨天给他用了点解药，今天应该就差不多了。他要是知道，得活活气死。哼，管他呢，气死活该，省得咱们动手。要不是现在还不能让他死，不能打草惊蛇，我就该在他的药里再加点料。霍长鹤摆摆手，指指外面。大夫可在？何事？我家大人前来看望二位。大人，身体可好些了？多谢先生妙手，让本官免受病痛之苦。本官有一事相问，不知二位可有时间一叙？大人里面说吧。二位是亲兄弟吗？正是。既是如此，那就好办了。我觉得二位的医术甚佳，实在是难得的人才。我这里正好缺一个大夫，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留下来？我兄弟立志游医四方，没想过要投靠谁。计划总是可以改变的嘛。二位是本官的救命恩人，本官也不会慢待。留在府里总比四处去游历的好。外面事多，危险也多，比不得在府里安全。大人看中我们，我们自然欣喜。既然如此，就留下好了。兄长，你说呢？好，那就一言为定。二位先休息，本官告辞。大人，大公子似乎不太欢迎我们。这……无法，他今日就会回书院去，平日也很少回来，以后回来时不见他便是。不知道我们二人能否在府里走走，认识一下路？稍后让管家带你们转转。好，多谢。哼，这可是你不让我们走的，到时候有什么损失可别怪我们。王爷，稍后咱们去府里转转，看看能不能遇到大公子。你的意思是？我们把府里的情况熟悉了，稍后让大公子赶我们走。行。那处亭子是？那里就是最早修的一处观景亭，原来是岸边，上下方便，还挺不错。后来湖扩大，把它包进去了，上下就不方便了，慢慢的也就废弃了。原来如此。那边是哪？那里是大公子的住处，竹香院，咱们还是别过去了。严瑞正想和霍长鹤讨论一下刚才所见，一进院子，发现树下站着一个人。夫人到访，可是有什么吩咐啊？为我夫君治病的，还没感谢二位神医呢。夫人客气，我们受之有愧，也不敢当神医之名。夫人有什么吩咐，不妨直说。昨天你们为我夫君祈祷，我看着很是新鲜，也很敬佩。不知二位能否再做一次呀？再做一次？不知夫人的意思是？我们府中丢了个孩子，虽不是我所生，但总归是程家的骨血，就没有不管的道理。我想请大夫能不能再给算算，这孩子身在何处啊？夫人，您说的这个孩子是怎么丢的？在哪里丢的？跟谁在一起的时候丢的？他是陈姨娘的儿子，是在府里丢的。确切的说，是在府里花园玩耍时不见的。我见二位神通，就想着呀，能不能找找。陈姨娘也实在是可怜，死而成疾，我也是想帮帮她，稚子无辜嘛。夫人，
并非我们不愿意帮忙，而是因为这种事算是窥视天机。我们已经冒着危险救回大人，要是再做别的，只怕会伤及我们自身。不如这样，我们可以让陈姨娘先好起来，这样万一哪天孩子回来，也是喜事一件。他这些日子都不怎么见人，怕有失礼不周的地方。无妨，这算不算猫哭耗子？不用理他，我们说我们的。刚才在府里转了一圈，王爷感觉如何？刘管家是刺史的心腹，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他想让我们看到的，如果不愿意让看到，肯定也是隐藏起来。说的不错，王爷有没有觉得有个地方有点怪？你是说那座水中的亭子？正是，你也觉得有异？有点。从府里其他地方来看，设计园林的人应该是个有才的人，而且有想法，刺史也舍得花钱，方能有着一步一景的美妙。但那个亭子，无论是从亭子本身，还是从与周围景色的融合度来看，都有点不搭，就是各玩各的。这个形容妙，就是这个意思。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像严家也好，文清浊的府中也罢，哪怕是这些恶人，他们家人在一处时，也是彼此照应的，是一家人。但刺史家给我的感觉，就像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这不是他们的家，这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更谈不上什么凝聚力。他们像各自奔自己的目标，太奇怪了。这是别人家的事情，他爱怎样就怎样，我们不必为此费神。周玉，这一路走来，你殚精竭虑，为王府操心够多了，我已经深感惭愧了。我明白王爷的意思，如果刺史与莫先生勾结，置徐城的百姓于不顾，那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刺史府的古怪，也许就是突破口。我只是不想让你太辛劳、太操劳，这些事本不该成为你的负担。不是负担，是责任。什么味儿？味道不对吗？不是茶。这府里在干什么呢？不会有毒吧？我一直在想，他们会用什么方法生乱？莫非是气味？那我们离开这里。哎，等等再说，先给银锭他们通个消息，看看外面什么情况。既然我们知道那个神秘人是刺史，说不定可以里应外合。我送你出去，我留下。不行，这样太扎眼，你一个人也危险。快写信吧。大人，我有事儿跟您说。里面说好，我去说。那其他的交给我。大人，我们不管别的，就保住我们这些人平安即可。行，本官明白。霍大哥，王妃临走的时候给你的香料呢？就在我院子里。怎么了？哦，拿来，开始做香。啊，王妃说这2天可能会有雨，如果做香的话，到时候不太好晾晒，就没事儿。我去找店家再包一个院子，做好香放到里面，下雨也不会淋到。行，你说让我这么做。一会儿马大人会下令，让大家都不要出去，你就趁机说带大家做香，一是有事忙，二是挑着气味大的香做，越浓越好。明白。头头哥，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贝贝，你装扮一下，得出去一趟。马大人刚说了不让出去。你是不是傻？那是我让马大人说的，你要出去肯定没问题。行，我听你的。哦，带上小兰，到地方再绑到她身上，让她去送个信。行，给客栈送过信，齐夫人那边也送过了。只要客栈安全，齐夫人能压住场面，我们就不用太担心。没事，就算真乱起来也不怕，大不了关上城门，和齐府一起再战一次。那是下策，最好还是不动用武力。王妃看似冷淡无情，其实不然。那是自然，我是和平爱好者。对，我们都是和平爱好者。恰在此时，霍长鹤忽然神色微凛，目光望向窗外。开始了，走去看看。这是外界内松，表面看起来紧张急迫，其实根本不急。他们总不能把自己人也毒死，就是想制造恐慌。有时候流言舆论比什么都毒。怎么，我说的不对？不是不对，是太对了。玉儿总是让我惊喜。麻烦夫人再跑一趟，真是过意不去。您客气，应该的。上次的东西大公子很喜欢，夫人也是瞧着他喜欢，这才又想多买几种。夫人和大公子喜欢就好，需要什么只管差人来说一声便是。劳烦夫人，那老奴就不送了。嬷嬷留步。夫人，何人？夫人，二公子的书做得如何了？你去那边，若是有人过来，速来禀报。是。皇爷王妃怎地在此？说来话长。夫人，外面情况如何？不瞒王妃，今天一早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初时还不觉得，后来这味道越来越大。我来的时候，街上已经议论纷纷了，人心浮动。
说实话，若不是因为要东西的是刺史府，我也不会来。夫人放心，这味道应该无毒。你若觉得难闻，可用此香。啊，多谢王妃。夫人，米铺那边情况如何？自从上次王妃让人送了信，米铺就以盘点以及不卖陈米为由，关掉了一半，剩下的就是卖些散的，没有再大量出。若是真有什么，米仓里的能支撑3-5天左右。若是真发生此事，夫人也不必慌，到时候还请夫人帮忙维持秩序，有多少人买就卖多少，稳住人心最为重要。我明白，只是放心，本王妃有存粮，足够支撑。好，我记住了。夫人是来给大公子送东西的？是，刺史夫人经常让我送来些文房四宝，大公子一直用的。他习惯用的是什么墨？用的是徽州云墨，因为产量不高，而且云墨做时有一道特殊的工艺，在墨里加上一点香粉，不但没有墨臭，反而会让书写更流畅的同时，还有淡淡的香气。大公子一直用的都是这种。刺史夫人曾说过，若有新货到，就让我送来2块，以备不时之需。好，我知道了，多谢夫人告知。王妃，可有什么消息需要我带的吗？不麻烦夫人了，若无其他事，夫人还是少出门为好。好，多谢王妃提点。怎么了？王爷，你用过那种云墨吗？惭愧，并没有用过。那种东西珍贵，我平时就是写军报奏折，用不着那些。不过我倒是给长旭买过2块，他很高兴，平时用的也少，好像还剩下1块，估计也被留在王府了。两人往回走，他无意中一回头，看向远处的水面。怎么了？王爷，你看那座亭子。怎么和上次并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我们和上次站的位置不一样，可这亭子为什么却是一样的？你是说？很有可能。走，去看看。到湖边，颜如玉更加确定，这亭子的角度的确变了，好像整座亭子都像是活的，能转动一样。也许是个机关，或者别的什么重要所在。现在太显眼，这个地方四周没有遮挡，我们要是上去，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不如晚点再来。好，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没干什么，随便看看。随便看看？这里是刺史府，是随便能看的地方吗？难道不是吗？之前管家就带我们来过，还是奉刺史大人之命，说是让我们四处走走逛逛。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到这湖边来，此处风景宜人，水清树美，我们想再来看一次，有何不妥？你倒是好口才。当然，没有好口才，万一碰上个嘴毒的，岂不是要被说死？上次我给你们说过，让你们离开。你是说过，但令尊也说过，让我们留下，外面危险。公子以为我们应该听谁的？要不你去跟令尊说说，让我们走。哦，对了，我忘了，令尊说你今天要回书院，怎么还没走？哼，这是我家，我也没得说是我家，是吧，兄长？是啊，我们没说过。哦，对了，令堂也找过我们，说是对我们的祷告仪式非常感兴趣，还说想让我们再做一声，为了寻找大公子的幼弟。不过我们没有答应，大公子瞧不上我们的仪式，我们还不愿意做，以免太过耗费心神。耗点心神算什么？现在不是取得我父亲信任了吗？也算值得。那要看怎么说了。大公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巴结刺史府，想扒着你们父子，你也别太自视过高，我们好歹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你说我是靠我父亲？我们可没说。既然大公子喜欢这里，那你就在这里好了，我们去别处，不和你争。我父亲在哪儿？大人有事出去了。大公子是来向大人辞行的，大人吩咐了，大公子回书院的时候让您把这个带上。又是银票，他除了会给我银票，还会干什么？大公子，时候不早了，还是收拾一下，早点回书院去吧。大人身体无恙，也知道您的孝心，只是当以学业为重啊。哼，怎么我在自己家还不能待了？一个个都要赶我走。程康此人骄傲自负，不必理他。哦，他呀，意气书生而已，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是在想那座亭子。王爷，有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什么事？颜如玉正想说，抬手又停止。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小兰，来，你是来送信的？谁带你来的？银锭还是贝贝？左青脸，右白脸，哦哟哟，天下谁最帅？贝贝贝贝。哦，
原来是贝贝。银锭出去了，客栈一切安好。他还让霍中茂带着大家制香，马丽宇也下令不许出门。这样最好，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银锭闹起来气人，可是正经起来还是靠得住的。在军中时也经常独当一面。王爷是在夸自己吗？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和王妃比，我们可都是自认不如啊。好了好了，别闹了，去写回信，贝贝还等着呢。办完事也能早点回去。哎，等一下，再加上一张方子，让马丽玉熬给大家喝。不管这气味究竟是什么，以防万一。行。夫人，方才有人送来这个，您看看。人呢？走了，是个胖胖的小伙子。他说您见信就知道他是谁。哼，好，我知道是谁了。按照这张方子抓药，架大锅，每个人都喝一碗。是，夫人，王副将求见。黄明，他来做什么？可有说是什么事？没说，只说要求见夫人。让他去偏厅。是。黄副将有何事急于见我？夫人，马亮有些不太对劲儿。夫人，不好了，外面来了许多百姓，非要闯府。为何？说是城中怪味是由我们祈府而起，他们非要一看究竟。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怎么说？你看，府里的府兵都出去了，他们去哪儿了？大白天的，不可能是什么秘密行动，应该是借着查看气味来源的借口去干什么事。祈府，我担心的也是这个。要是府兵为辅，倒也没什么，齐夫人不会怕，可就怕会鼓动百姓闹事。齐夫人杀不得，碰不得。要不我们去看看？王爷，你的心思我明白，但一定有比我们去看更好的办法。这样，我们兵分两路，和安泰镇一样，你带领手下听信号，若是真需要武力镇压，就交给你。那你呢？刺史现在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正好我们在他府里，这是一个绝佳时机。现在如何？他是想栽赃祈福，利用百姓的手推翻祈福，等祈福失去武力，再反过来残害百姓。本来我们只是想和方正大师合作，揭穿计划，保住祈福，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但要保住祈福，还要大闹刺史府。颜如玉忽然上前，轻轻拥住他。没事的，你放心，我可以应付。好，我给你的鸟铳还在吗？在，回去带上，然后再出城。好，你自己不要去那个小亭子，那里太危险。若是想去的话，等事情了了，我陪你去看。好，既然如此，那就让雷神再教示一次吧。换一套衣服，戴上红脸面具。颜如玉在院子里几处都放上药粉，随即出院子。这不是水草吗？粮仓里哪来的水草？大门被推开，有人走了进来。您放心，8成都运来这里。按照您的吩咐，2成在城外，以备不时之需。甚好，待事成之后，大人不会亏待你。多谢大人栽培。管家，大公子在外面闹起来了。哎，真是个祖宗。时间也差不多，回院子里等着。刚才听到一声响，是什么声音？我说去瞧瞧，兄长拦着，没让我去。也没什么，是下人们不小心，现在已经没事。贵客先用膳吧。管家，大人的病好的差不多，不知怎么安排我们兄弟，天天闲着也不是个事儿。贵客放心，大人是体恤你们前段时间奔波，想让你们好好歇一歇。待休息好了，就会安排事宜，跟着大人必会前途似锦。到时候受到大人重用，可别忘了提拔小人呐。管家客气，好说。正想着，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这是发现什么了？都好好找。你是何人？我是大夫。大夫，你可曾去过大公子的院子？大公子，我连大公子住哪都不知道。管家安排我住在此处，没怎么出去过。大公子院子里丢了东西，我们正在搜查。若是你，没有，不是我。刚才管家还来给我送膳食，未曾提此。这就你一个外人，你说不是你，让我们进去搜搜。搜？我住在这里，可不是让你们随意搜的。这可不是由你说了算，我们是为了大公子办事，就算搜了你也是应该。住手！混账！这是府中贵客，岂容你等骚扰？都滚下去！对不住，他们不懂事，不认得贵客，您多担待呀。管家，这大公子是怎么回事？我哪里得罪他了？大公子不是送您，是真的出了事。哦，何事？贵客有所不知，有人偷入大公子的院子，偷了他的东西。啊！光天化日，竟然偷大公子的东西，这何人如此大胆，竟无人察觉吗？这在下也不知。贵客先休息吧，我们再去别处瞧瞧。好，这才哪到哪。
你们的麻烦惊喜还在后头呢。大人对今日之景可满意否？先生妙招，本官佩服。一举除去齐府，徐城尽归大人所有。在下以茶代酒，先恭祝大人。先生之才不留在徐城，实在是我之憾。有大人在此，太子殿下也能放心。即便再来新的护城使，也只会是殿下的人，还是您说了算。这京城局势多变，谁知道将来太子能不能顺利登基？只要徐城在手，就有退路在。大人，方丈已到城门外，来得正好。大人只管放心，我已经和方丈说好，他直接去齐府外的点兵场。夫人，还请尽早做决断。马亮手里也有人马，若真的对抗起来，若是真的对抗起来，我也不会怕他。我知道夫人不怕，可是凡事还是早做准备的好啊。程使平时待我不薄，我若没有察觉也就罢了，可我真的觉得马亮有些不太对劲。黄副将，先别急，用兵最忌急躁，再等等。等什么？方丈，是大国寺的方丈大师到了。如玉，李赛克，怎么了？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不是，你是不是忘了咱约好的事啊？我到了，快来呀！不着急，得让他们把这戏唱圆满了。你什么时候见过主角匆匆忙忙上场的？我得在最后闪亮登场。你还闪亮？那我怎么办？光杆司令一个在这和他们拼呢？不用拼，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按照他们让你做的做。放心，最后我给你兜底。如玉，你可不能抛下我不管呐！这世界上就咱俩最亲了。放心，不会。就冲你把我带到这个异室来的情分，我也不会不管你。莫先生来了吗？看到刺史了没有？莫先生应该来了吧，但我还没看到。那家伙易容是一把好手，至于刺史，我也还没看到。我刚到这儿不久。那你急什么？沉住气，他们不来，你这戏也唱不成啊。放心吧，他们是重要配角，会推动剧情发展的。那好吧，你早点来啊。行，知道了。贫僧今天一早醒来，心中就略感不安，心系城中百姓，故而来此。进城之时，就闻到冲天怨气。哎呀，听到没有呀？大师降臣闻到了怨气。没错，看来这怨气的确是从齐府里来的，要不然大师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呢？哎呀，不错，齐府杀气重，这怨气自然也就重了。嘿，你这话说的，齐城只是武将护卫城池的，杀气不重，那能行吗？怎么护卫我们？哎，你这……各位乡亲，我齐家是武将，不会花言巧语，只能凭刀枪说话。有谁不满，直接站出来说。这话说的，这不是威胁吗？哼，不错，正是。你能听得出来，不错呀。并非本官说此味道由齐府而起，而是方丈大师的指引。方丈大师，您倒是说说，您是怎么指引的？我齐府好端端的，怎么就指引到我们这儿来了呢？贫僧自上次闭关之后，有佛缘以来，就挂念城中百姓安危。上次刺史请贫僧入府做佛事，让贫僧查找小公子的下落，贫僧也曾给出提示。上次根据佛祖指引，小公子会在那边的方向，不知大人可曾找到？还没有。方丈，今日所说事关城中百姓，小儿之事还是晚些时候再说吧。那么既然如此，就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个孩子今日便会出现。从西南方向，道士来了一辆马车。阿弥陀佛，大人，我来。把箱子抬下，围观的人都看得清楚。儿啊，我的贤儿！是齐家，是你们齐家！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护卫百姓，可真是为了护卫吗？杀那些山匪，难道没有半分是为了自己吗？立威铁血手段，双手人命累累，这城中还有谁的命硬得过你们？刺史大人，你痛失孩儿，我可以理解你的痛楚，但你若是把你儿子的死归到我齐府头上，那我可担不起。大人，不好了！发生何事？因为城中缺粮的事，大人派小人出去寻找买粮之道，却发现不知何时来徐城的路都被堵上了。什么？这是何人堵的？回大人，不像是人为的，一处是天降巨石，一处是大树被拦腰折断。是天意，天意要灭我徐城吗？堵路上，刺史大人派人去疏通不就完了吗？问题是
谁能保证粮食不缺？钱家掌柜不是说了吗？他家有的是。没错，是我说的，而且是事实。既然你说钱家有，那本官想去看看，不知可否？除非眼见为实，否则本官不信。王妃，这家伙太可恶了，要怎么治他？不急，让他作，自己作到死。贝贝呢？发生什么事了？回王妃，贝贝他被人打伤了。什么？好好照顾他，把这个给他，用点烧好的药，别留下什么毛病。是，属下知道了。让本官去你们铺子的粮仓看看如何？这，怎么，你是在说大话，故意诓骗本官吗？当然不是，大人，民女钱秋氏是米铺的东家，民妇可以带大人去看看。好，那就麻烦夫人带路。你在这里看着，别让其他人生乱。要是有人生乱，就把这个想办法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吸引别人的目光。是，那您呢？我也去钱家铺子。钱夫人，此事与钱府无关，是齐府该负的责任，钱家没必要掺和。如果现在说没有，一切都还来得及。现下也没有太多的百姓，本官皆可做主。钱家积攒名声不易，本官也佩服钱老家主的为人。钱夫人，可要三思啊！刺史大人，此言差矣。祖父经常教导我们，身为世家子女，无论何时何地，当以大局为重。现徐臣有难，我岂能不管？怎能说与钱家无关呢？来人，开仓门吧。既然如此，那就开吧。钱夫人，本官也希望仓库充盈，到时候全城百姓……大人，您看这些如何？再加上其他铺子剩余的那些，可够？钱家大义，这些自然是够的。哼，刺史大人，请问粮食情况查看的如何了？我们东家做事一向稳妥，说满仓就是满仓，大家可以放心了。那照这么说，什么粮食短缺、道路被堵，都与我们齐家无关了？话也不是这么说，小公子还是被你们克死的，那可是我们大人的心头肉。正闹得不可开交，远处又有人走来。这是谁呀？贤儿，我的贤儿，你回来了！阿弥陀佛。刺史大人，如今小公子回来，可不能说是我齐府克死了他吧？米粮未曾短缺，小公子尚在人世。敢问刺史大人，你方才指控我齐府的2条罪状，现在我齐家可洗脱嫌疑了吗？大人，这是我们的贤哥儿，我们的孩子呀，他回来了。你看看，这是咱们的孩子吗？是啊，没错的。那他怎么不叫你娘亲，不说话？我看他根本不是贤哥，是假冒的。你是何人？究竟意欲何为？说，你不说话就完了。我看你就是别有用心。来人，慢着，戚夫人，这是我家的私事，与你何干？刺史大人，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小公子的死都与我们有关，现在又说是你的私事。先不说齐府，就说这位小师傅，人家好心好意的把孩子送回来，你下令就要抓人，这可不太合适吧？本官自有本官的用意，无需向你解释。你说不解就不解，你说你儿子的死怪我们就怪我们，哼！刺史大人，这话可不能由着你一个人说呀。颜如玉到银锭的身边，小声嘀咕几句。那家伙不会听我的吧？那就去找邱伯谦或者二公子祭祭。行，我这就去。啊，王夫人，你带来多少人？啊，10来个。怎么？一会儿您让您的人围在大师附近，我怕有人对大师不利。行，你放心，我这些护院都是花高价钱请来的江湖人，能耐好得很呢。王妃，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觉得刺史大人反应怪怪的呢？夫人且等着，事情一定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不多时，人群外马车声响。贤哥，你回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说话也不哭。无妨，人回来就好，到时候找几个好大夫，一定能瞧好。忽然传来一声如闷雷般的响声，轰隆！那是刺师傅吗？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响动呀？天哪，
这该不会是雷神降下的天雷吧？降天雷，这可是雷神之怒。香料铺子肯定是干了缺德的事儿。咦，咱们这满城的味道会不会和他们有关？哦，照这么说，刺史府是干了什么呀？听着响动比香料铺子还大。大公子，你们家究竟干了什么，这样惹怒天神？什么天神？你别胡说！霍老二，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你们王府的下场不比我们惨吗？我们王府是被冤枉的，我大哥也回来了，一家人齐心协力，早晚会重振门楣。我大哥大嫂一身正气，可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你们家没做过缺德事儿，怎么现在被雷炸？怎么不炸别人家，就炸你们和香料铺子？香料铺子刚炸，这边就出事儿，事情还真是巧得很。我说程大公子，你好好想想，先不说你爹，你想想你自己，有没有干过什么？杀人放火你不敢，奸淫妇女你……姓邱的，你少胡说八道！我哪里小了？我那不是奸淫妇女，我们是两情相悦。哎呦，你和谁两情相悦？哎呦，你不说杀人放火，偏偏反对这一条，那就是曾经和女子有染。枉你还自诩什么清流清贵，自比白莲，原来也干这种勾当。我说了，我不是奸淫妇女，我和晴儿是两情相悦。住口！逆子，你在胡说什么？逆子，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丢脸？到底是谁丢脸？祖宗还有脸吗？有你这样的爹，还轮得到我来丢吗？哎，消消气，消消气，和自己的爹有什么不能忍的？逆子，来人，把这个逆子给我拖下去，关起来！住手！你要抓就抓我，别碰我儿子！你跟着添什么乱？我还没有说你，把儿子教成这副样子，滚回府里去！哼，我教的，幸亏是我教的。如果儿子跟着你，还指不定是什么德行呢。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开心不够丢人吗？都滚回去！刺史大人，这是大师算出来的，不单是您的家事儿。您刚才还说徐城要有灾难，把事情说明白再走吧。陈天一，府里都遭了天谴了，我的佛堂也炸了，天都知道不公，还有什么可瞒的？你做的那些脏事，我就算念再多的经，也救不了你。闭嘴！我说闭嘴！母亲说的没错，你何曾顾过我们母子的死活？你不配做一个父亲。刺史大人，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家事了，你恶意重伤我齐家，现在证据确在，你必须给我个交代。想当着我的面杀人灭口，休想！齐夫人，别说是你，就是齐德龙都不敢如此对待本官。你一介妇人，当街威胁朝廷命官，该当何罪？那换本王妃来试试。你刺史大人，镇南王妃够不够格？镇南王妃又如何？现在镇南王获罪流放，自己都是戴罪之身，那又如何？再戴罪也是王爷，皇上的圣旨可没说削去王位。行了，废话少说，入正题吧。各位乡亲，我是镇南王妃，我们一家流放西北，路过徐城，不成想城中发生变故，异味突生，道路被堵，我们走不了了。路遇不平之事，自当出手。可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就耐人寻味了。王妃休要胡言，即便你是王妃之尊，我也是四品大员，岂能容你随意污蔑？污蔑？刺史大人好厚的脸皮，竟然还能说出污蔑二字。敢问刺史大人，你家小公子是怎么丢的？这与你无关。与我无关，可与莫先生有关啊！你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多，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一说吗？还是说？就在这儿说。康儿，母亲，枉我自视甚高啊，好事一切。其实咱家早就肮脏一片，今天里子面子都保不住。我也想知道我的父亲
到底是怎么算计我的？逆子，到底是你算计老子，还是老子算计你？这个女人是我带回府里的，救她于危难，帮她拿回家产。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贱妇，你说。老爷，康儿，你太年轻，都是被这个贱妇引诱的。母亲，你怎能？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吗？不止我知，你母亲也知。母亲，是，我知道，但那又如何？你年轻，难免犯错。这个女人不守妇道，就该死。哎呦，我的天爷，这是什么狗屁混账话！哎呦，对不起祖父，我不该说脏话。王妃，这就是你的手段？乔装进本官府中，挖出这些阴私之事，然后让本官颜面尽失。恕我直言，若是仅仅如此，那本官可就要说一声，王妃白费心机了。哦，没错，本官的确丢了脸，但又怎么样？本官照样是徐成的父母官。要说这些脏事儿，谁家没有？王妃，你既知莫先生就不该如此草率，应该想得到，本官绝不只有表面上这些准备。那刺史大人还准备如何？远处，马蹄声由远及近，他刚到近前，绊马索瞬间崩起，把马亮的马绊倒，他连人带马摔倒。王明，怎么是你？你要干什么？呵呵，我要干什么？当然是奉齐夫人之命拿下你这个叛徒。什么？谁是叛徒？王明，你在说什么？王明打了一声呼哨，埋伏的100号人迅速围拢。王明，你敢？我有什么不敢？马亮意图带人去齐府杀夫人，然后投靠敌人，结果被我识破，交手于马下。你放屁！是你写信说城外有异动，让我带人来的。再说我带10几个人去攻齐府杀夫人，我疯了我！其他的人见状不妙，转身逃走，只有你的这10几个忠心部下愿意舍命相陪。你这个狗娘养的，我跟你没完！马亮挥刀和王明打斗。王明，你的娘的到底投靠了谁？你想知道，我偏不告诉你。马亮，你去阎王爷那里问吧。将军，属下先走一步，来生再见了。唰，一支冷箭割破空气射来。马副将，好久不见，一向可好啊？王明，你可知罪？原来是王爷，您……本王问你是否知罪？王爷，末将……别再让本王问第3次。王爷，是马亮，马亮意图趁将军不在府中谋害夫人，他……话没说完，霍长鹤手起刀落。马副将还能骑马吗？能啊。那就好，既然能骑马，那就随本王进城。王爷，那其他人呢？王明那些手下，他们……王明意图谋反，攻夺徐城，杀入城师府。马副将力战负伤，王明那些手下也早察觉他的野心，假意随他而来，意在请君入瓮。何罪之有？王爷，您为何相信末将？又怎么知道王明才是叛徒？简单，本王带人抄了你们2个的家，在书房查找，但凡是做过的，总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何况齐将军的手下一向粗犷豪放，也不是能把痕迹藏得细致的人。马副将忠勇，可嘉奖啊！我谢谢你。刺史大人，还有后招，本王妃倒是想听听。能有什么后招？大不了就是人命垫底而已。听话的，封本官为徐城之主的，那就好好活着；不听话的，死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王妃不懂吗？文兵不长兵权，有时候却比武将手中染血的刀还要可怕。他们的心就是毒箭，就是杀人利器。这话说的甚合我心。哼，我呸！程天意，有我齐府在，你休想！还徐城之主呢，你也配？齐府自今日起就只是一个传说。齐德龙远赴京城，留你一个妇人在家，这样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本官早就想拉拢他，可他偏偏不知好歹，非要与本官作对。哼，我夫君才是大义，才不屑与你这种小人为伍呢。谁家破人亡还不一定。
王妃，我知道你有些本事，但你会的是看病之术，这徐城的病你可看不了。戚夫人，你手中有些府兵，但你的府兵能打得过所有护城军吗？你说什么？你策反了护城军？这不可能。我是不可能，可如果是你夫君的手下呢？你是说马亮？是时候让你好好看看了。他拿出一只哨子吹响，痛快。祈福如何？镇南王妃又如何？还不是尽在我算计之中。还有钱家，你们的钱粮都要归本官统一调配。还有草民大人，还有草民。方丈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好，多谢。胖施主，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银锭。银锭，花钱行，打架行不行啊？自己那么胖，还说别人。拽他！王妃，又拽他！说人话。远处，路口的树下，有一人穿长衫而立。王妃，Sir 下，路克，Black 先生。树下，莫先生挽起大弓，弓上3支箭。王爷，左手抡起，把一样东西抛向树下，2支箭擦着颜如玉过去，最后一支正中他方才抬起的左肩。玉儿，没事，别担心。玉儿，大嫂。王爷，天伤不可耽误，还是先去我家为王妃治疗一下吧。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忧，王妃伤在肩膀，不是要害，定无性命之忧的。好，那本王就先带玉儿进府。我会派人过去看看，王爷不必担心。玉儿，王爷不必忧心，王妃的伤没有大碍。那她怎么还不醒？许是这些日子劳累，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吧。王爷，于王妃而言，能借这个机会多休养也是好事。一般这种情况还会适量加些安神的药，让她睡得更好，时间更长些。那玉儿需要加吗？我会酌情的，我先去煎药。曹军医，王妃怎么样了？她醒了吗？还能说话吗？要不要吃东西？她除了箭伤还有别的伤吗？她闭嘴！王妃没事，伤虽不轻，但不致命。还没醒，别来烦她，也别烦我，我去煎药。哎呦，那需要我帮忙吗？你带药了吗？成色如何呀？你奔波一路，脑子还清楚吗？老子脑子清楚得很，就是再跑10天也没问题。你闭上嘴就行了，吵得我头疼。金锭呢？把金锭叫来。还没消息吗？没，曹军医没说去煎药了。王爷，王妃情况如何？曹军医说无碍，但如玉还未醒，说是太累了，是本王不好，是齐府拖累了王妃，若是我能担得起，王妃也不必为此殚精竭虑了。外面情况如何？已经稳定住了，王爷放心，那些人已经退走了，但没有活口。刺史一家已经暂押刺史府，他毕竟是官绅，稍后再议。哎呀，如玉，我的如玉！哎呀，怎么回事呀？出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呀？你是怎么护着他的？如玉这一路上忙累就不说了，你不说好好护着他，竟让他受伤至此，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夫人，王爷当时也差点受伤，若非王妃，王爷也会受重伤的。王妃一心为王爷，宁肯自己受伤，这可见情深意重呀，也是为了大局。我不管什么大局，我只要我的如玉平平安安的呀。他是宁肯自己受伤，这一路上都是这样，活出自己，护着我们呀。母亲，是我不好，我没有保护好玉儿。怎么会这样？曹军医看过，会好的。王妃什么情况？胖大师，我这不是也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吗？哎，大师，你不是会算吗？你给算算呢。眼皮轻颤，缓缓地睁开。如玉，王爷，母亲。如玉，你醒了，可急死我了。饿了没有呀？我给你煲了汤，一直温着呢，我去给你拿啊。好，有劳母亲，让王爷担心了。你可无碍？我没事，没受一点伤。王爷耳朵红了。
王爷和王妃躺在大床下，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小兰，奴家肚肚饿。王爷干什么去？我过来，我还没有和你说够呢。感觉怎么样？还痛不痛？虽然伤的不是要害处，但总归剑伤不好养，要仔细一些。是谁给我治的？是曹军仪，之前我就写信让他赶来。山寨那边也忙完了，本来就在路上，收到信之后就速度快了一些。山寨那边本来就是临时的，察觉那里有异才过去血洗，现在异忘事发，莫先生也浮出水面，山寨也就无用了。还想知道什么？我慢慢说给你听。莫先生怎么样了？我记得我中箭之前曾扔出一个雷弹。齐夫人带人打扫的战场，你扔出的雷弹可是威力巨大，树都被炸断半颗，周围的墙也塌下了一半。那个没有伤及无辜吧？没有，放心吧，房子我会派人去修好的，这些都是小事情。莫先生没有找到？没有。倒是有一片血迹和一张面具，应该是受了伤，但人没有找到。糟了，那大果寺的僧人们？放心吧，马亮已经带护城军过去了。莫先生受了伤，他手下那些杀手非大事不会动。他是个聪明理智的人，不会因为想杀人泄愤就动用那些人。我猜测那些人于他而言也是十分宝贵的。能抓住他最好，抓不住也总有抓住的时候。我只是不想太过伤及无辜，虽然混战难免有伤亡，但还是尽量减少。对了，方丈大师怎么样？还好吗？好，都好，除了你，别人都好。玉儿，我宁可受伤的是我。王爷与我不同，平时看似我主的事多，其实王爷才是我的主心骨。你没有回来时，我就坚信你一定会回来。我要带着家人完完整整的走到你面前，不会因为任何事而放弃。你回来以后，我想着路上这些都是琐碎的事，是明面上的事儿，你只要掌控大方面，应对朝中大事即可。黄泉四海，我们就是海上的帆船，你才是掌舵人。我若倒下，王爷可运筹帷幄；王爷若倒下，我需要面对的太多。嘿嘿，我可不想，还不如受点伤，在这里躺一躺。以后你只管休息，其他的都交给我来，无论是琐碎的还是大事。好啊，我乐得躺平，就是不知道像赚钱算账这些事儿，我也能否做得来？能，以前在边关统帅府的账目我也是管的。母亲，汤好了吗？嫂嫂，仙女嫂嫂，你好点了吗？仙女婶婶，你还疼吗？我给你呼呼吧。我没事，好多了，也不疼。你们俩怎么来了？大家都来了，听说嫂嫂受伤了，大家都急得不得了。我娘亲一直哭，爹爹还想和方丈学念经。这倒也不必。快把汤喝了，别让大家担心。能吃东西啊，就是好事。我再去包上。母亲，你也辛苦了，休息会儿吧，明天再弄不迟。那怎么行啊？你别管这些了，我说了算。你快歇着。嫂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睡前故事啊。我来讲，你们也回去睡。不行。为何不行？你不会。你知道三打白骨精吗？你知道大圣有多少变化吗？大哥，你快出去吧，你都待好久了，该轮到我们了。就是。好，出去就出去，反正这下有事干了。大哥，大嫂怎么样？没事，已经醒了，还喝过汤，精神也不错，不必担忧。我小姑刚才也在，现在回去取药材。王爷，一会儿能让她进去看看吗？我说了也不算，里面有2个人做主。这王爷，听着语气幽怨，是怎么回事？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大哥，你说，是不是让我去做什么？我保证没二话。那什么，你把你抄的书稿给我一份，我要看看。啊，大哥，你这可不对啊！我就是大嫂现在伤重，你不说陪着她好好照顾，怎可如此？还有闲心看什么书稿？大嫂这一路上多辛苦，照顾我们无微不至。长恒中毒，我受伤，都是大嫂照顾的。我之前糊涂，做过不少混账事，但我以后不会了，而且会努力弥补。你先听我说，但你不一样，他没了父母，你就是他最亲的人。除了国家大事，当然
现在也轮不到你管什么国家大事，你应该全身心在大嫂身上，而不是想些旁的。母亲那边我也会多替你尽孝，何况母亲也不会怪你。对了，你别忘了，你之前一会儿随从，一会儿大当家，一会儿什么病公子，还诓骗大嫂来着。此时还不好好表现，更待何时？咋了，王爷？和二公子闹别扭了？要不要我们去帮你说和说和？有什么说出来，我们跟您出出主意。你们是想给我出主意吗？我看你们是想让我把不开心的说出来，好让你们开心一下吧。滚蛋！王爷可是有什么烦忧？大师，你会讲故事吗？王爷的意思是，就是讲故事。我想如玉无聊的时候讲给他听。之前他说过一个吴老先生写的故事，很是有趣。吴老先生？谁呀？吴三省吗？吴邪？小哥？王爷说的是摸金校尉的故事吗？摸金校尉是什么？就是一个挖坟掘墓的组织。怎么，王爷说的不是这个？我们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的。曹军医，多谢你为我治伤。哼，想谢我就好好养伤，不要四处乱跑，这才是对医者的尊重。我们岂敢不尊重你啊？如玉说躺了一天，想活动一下，这才出来走走。去哪里走走？在屋子里还不够，还要跑出院子。一会儿就回，行不行？半个时辰，保准回来。不行，这个给您吃。我记得我还有本古籍医书，回来给您找找。哎，岂有此理！我是贪图东西吗？您当然不是。我要一起去，否则免谈。行。王妃，您伤如何了？大家都记挂着。我没事，大家都放心，早点去休息。我们也没事，和马大人商量着一起换班巡夜，以防有什么残兵回来找麻烦。那都别太晚，明天还有事要做。哼，又见面了。是你？切，才认出来，你这眼神可不怎么样。在刺史府，我可是一眼认出你。你刺史府竟然是你！哎，重复的话就不必来回说了。是我，怎么样？你不能杀我！我这浑身的医术，天下没几个人能胜过我，这可是巨大的财富。确实，医术是财富，你不是，你是祸害。胡说，我是神医，最好的神医。你神不神我不知道，但的确够歹毒。那些失去多半意识的人，还有被用作实验的人，都是你手上沾的恶。哎呦，这算什么？天下人那么多，牺牲他们一小部分，能让我研究出更好的人，是他们的福气。哼，这样的福气给你，你要不要？不如就让你去亲身体验一下他们所遭受过的，如何？不行，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怎么对你，还轮得到你指手画脚？你知道你的腿为什么会这样吗？你医术那么好，怎么治不好你自己的腿？这是意外。哼，这不是意外，这就是原因。是你在药中动了手脚。没错，是我命人做的。你作恶多端，区区一条腿都是便宜了你。我要杀了你！光会喊有什么用？你没本事也没胆子，你一直在找这个是吗？颜如玉打了个响指，八哥从外面飞了进来。你这东西我多的是，平时没事儿就当水果吃，吃不完就分送给大家几个。再不济不为鸟。老心灵本来就腿疼，一听这话，身子一晃，扑通一声摔倒。小兰，捉醒他，使劲捉。八哥飞过去，毫不客气。哎呦！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拿着这么好的东西喂鸟，暴殄天物啊，会遭雷劈的。一点东西而已，就是用来吃的。我是主人，让谁吃自然由我说了算。
至于说暴殄天物、遭雷劈，哼，你是在说你自己吧？空有一身医术，却不思造福他人。不求你舍身为己，悬壶济世，至少别祸害他人。可你呢？手上沾了多少无辜人的血？你学医时，你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我哪来的什么老师？谁配教我？那你挺厉害的呀，一出娘胎就知道怎么作恶。放屁！纵身过来，一拳头坐在老杏林的脸上。是你？打住打住，你别叫我名儿。呸，脏了我的名字。怎么，你认识？哼，当然认识。不过我倒希望我从来不认识他，这个狗莲。什么莲？狗莲。说狗莲都是狗的耻辱。他是我爹在路边捡来的，只有一个贱名狗莲。我爹见他可怜又极聪明，就收他做最小的弟子。哪知此人心术不正，整天搞些歪门邪道。本来想着把他教回正道，可谁知这家伙越跑越偏。那些年战争灾荒，老百姓苦，说不定遇见什么。村里经常死人，起初谁也没有在意，但渐渐的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我父亲也察觉出来，几经勘察之下，才发现是他抓活人回来施药。我爹当场就气得昏厥，就想着清理门户，把他送到官府去。可谁知这家伙手段歪，心也够狠，用药把看守他的人迷晕，还放了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的医术不是歪门邪道，我只是走了传统道路不一样的路，难道就是该死吗？死几个有什么要紧？死了他们，没准能让我研究出更有利于民的。我呸！人命都是命，那是人家的命，不是你的。你有什么资格决定别人的生死？你是想说，让那些有权势的人活得更长久吧？你也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和权势，剥夺别人的命，去叠加那些有钱人的命，投靠有权势的人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别说的那么好听。我问你，莫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背后是谁？如果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好处？不如我换个说法，你是想被一刀捅死，还是想被割999刀再死？我不想死。认识他多久了？11年。怎么认识的？我抓人做实验，不小心抓到他的人，他就找上门来，让我跟他合作。我看他气度不凡，而且出手阔绰。那时候我研究医术，也需要药材什么的，就是答应了。11年，这么说他并不是太子的人。太子？当然不是，他是3年前才去京城的。我起初以为他要投靠的是翼王，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想辅佐翼王，暗中投靠了太子。他绝对有自己的目标，而且坚定不移。东宫为何要给他好处？光是投靠不至于有多看重吧？东宫的谋士可是数不胜数，想投靠东宫的人更是犹如过江之鲫。东宫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替太子做了几件事，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太子想要的效果。他替太子做了什么事？再敢动歪心思，别说让你流鼻血，我让你连鼻子都没了。他替太子料理了2个皇子，对，是那个病歪歪的。其实他那个病好好保养也不至于那么重，但太子说6皇子表面温顺，实则有倔骨，而且什么？你已经攒了1200刀了。而且6皇子和你关系好，还说镇南王一直不肯彻底投靠东宫，就是6皇子办事不力，必须受到惩罚，所以就让我配了一包药，
缠绵不愈。混账！你给他用了什么药？可有解？就是一些虎狼之药。关于莫先生，你还知道些什么？11年的时间，别说你就知道这么点。我知道的真不多。他说的话，王爷怎么看？算起来，六皇子是为我所累。他本来与世无争，从不想争夺什么皇位。我与他结交，也并非因为他的身份。没想到，善意之交却成为了他的催命符。他从未说过，太子让他游说我战东宫一队，我也没想过要战谁。我护卫的是百姓，效忠的是朝廷。将来谁坐江山，我并不太关心。可没想到，王爷身在朝中，手中有我有兵权，自古以来这样的身份，既为皇帝所用，也为皇帝所忌惮。诸皇子更是想揽入囊中，无论何时，兵马在手，总是更有底气。于皇子而言，这是与其他人争位的底气；于国而言，这是屹立于世界的底气。一个国家的尊严，只有在剑锋之上。玉儿，你实在是让我惊喜啊！身为女子啊，我并非看不起女子，只是没有想到你的胸怀和见识，竟然丝毫不比任何男儿差，甚至比朝堂上那些老臣都要犀利。玉儿，我何其有幸能娶到你啊！王爷过奖，等我们离开徐城时，告知齐夫人，请齐将军回来之后，看看有无六皇子的消息，给我们送一趟。好。王妃，我这腿什么时候可以自行行走？什么时候离开徐城？我实在不想拖累其他人。什么叫拖累？林南，你只管好好养伤，其他的不要胡思乱想。放心，离开徐城时自会接上你，到时候还坐马车。可是……好了，时候不早，养伤为重。要想早日行走，就要听从安排。放心，你受伤了，需要照料。我还在这儿吧？你在那儿怎么照顾我？我睡觉不老实，怕乱动压到伤口。王爷还是在一边看着我为好。啊，行，我去打水给你洗漱。王爷啊，怎么了？不舒服吗？又疼了？没有，看你睡着没有？睡吧。那个，你听故事吗？嗯，什么故事？孙悟空大战牛魔王。睡吧。好像亲亲的。七郎，七郎，小兰，不许胡叫，过来！你给我回来！七郎，七郎，奴家肚肚饿。如玉，你今天怎么样？伤好点没有？喂 ，Hi, how are you? I am fine, and you? 好了，可以了，这又没有别人，能不能好好说话？哎，不是，你没在祈福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说话？哎，这不是方便吗？我过去找你，别人又是打招呼又是行礼的，我也得装模作样。贫僧，我可一点不想贫，我想富，暴富。哎，如玉，你说我能不能还俗啊？你不是来问我的伤情的吗？哦，对，你伤怎么样了？我可真是关心你呀，昨天差点急死我，真的，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哼，得了吧，你穿成胖和尚都没想着死。方丈，大师，李赛克，啊，被气死了。如玉，我的妈呀！你猜怎么着？我的空间升级了，升级！那就恭喜你了。升级多了什么功能？有一处小水洼，呼呼往外冒水，还有真跟屏幕一样的东西。我看看这是什么？这怎么？我的妈呀！如玉，这是地图，虚城的地形图。这下好了，以后咱们走到哪里都不用怕迷路了。如玉，你空间里有这地图吗？没有。那有小水洼吗？呼呼不停冒水的那种？没有。不过我有个水塘，里面有鱼虾，边上有野鸭。如玉，醒了吗？母亲，我醒了，您来吧。我来给你换药包扎。哎，一定疼死了，也不知道这会不会留下伤疤呀。留下也没事，不打紧。母亲不必担忧，我不在意这些。倒是还让你反过来安慰我啊！对了，这是宋依依给你赶制的，这料子柔软，针脚也细，能让你更舒服点儿。来，你试试。依依的手艺是真不错，人也勤快。我看她离开宝儿母子，人也爽朗多了。坏的环境，坏的人，也会把好好的人拖垮。早早离开才是正理。是急，没错的。
戚夫人来了好几次了，还派人送来了补品。邱家母亲，如玉，钱夫人来求见。快请进来。怎么样了？快好些了？哎呀，这气色还是不太好，要多补补呀。夫人，您来的正好，我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什么事？你只管说。钱家的生意遍布，平时都是靠什么互通消息？我们有自己的商队，也有银号。王妃是想运什么东西，还是想存银子？都有。另外，我还想请夫人帮忙，秘密送一点东西回京。王妃有什么东西要带，只管说就是，我保证安全而且迅速。此物并不贵重，但事关重大，还请夫人安排一个谨慎稳妥的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王妃放心，只是这要送去何处啊？6皇子府上。好，王妃放心，我一定办好。玉儿，多谢你。好了，七郎，我们去吃早膳，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做呢，我还要再去看看那个老姨。好，你叫我什么？叫我什么？不是我叫的。再说，王爷其实不必喝那种苦药，我这有我的眼睛瞎了！小兰，你眼睛怎么了？我的眼睛瞎了！王妃，这个给你。孟大人，要准备买马车的事了，这边的事情扫尾，我们就得出发。行啊，我早就等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这2天也赚了，知道行情，今天就去买。好，那就拜托了，我这儿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得找个身手好的，你说叫谁去合适？我们小白虽然不会说话，但一点也不比小兰笨，是不是？给我出主意。王妃，小白说的是我。是吗？没错，一定是。我身手可以，又聪明，保管办好。这样啊，那行吧。福儿过来。坨坨哥，干什么去？去办件重要的事儿，不必谢我。两人漫步，再去见老姓林。不是你说来说去，你以为我是浪费时间来听你这些废话的？哼，不想活是吧？来人，拖下去，1500刀。不是，你想知道什么？你问。需要我问？你除了那些失去意识、身手变强的人，还做过哪些人？就是一些孩子。说，怎么怀的孕？莫先生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有能耐，他手底下的名人大夫不止我一个，有的就是擅长治女子的病，当初来的时候打过脉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未必吧，怀孕是2个人的事，有的是女子的问题，有的是男子的问题。寻常人会把生不出孩子都归到女子的身上，但身为医者，你会不知？的确如此，不过莫先生有的是办法。什么办法？行了，你这种连德行都没有的人，就别在这装要脸了。您想，莫先生手下的人很多，药也就挺多的，什么迷药媚药都是应有尽有，反正就是用迷药和媚药让他们增加怀孕的机会。如果实在一方有问题，那就是迷倒之后安排人代替，让女子怀上孕为止。木娃娃半年就要被送回，送回之后谁还管那些畜生？那木娃娃可有解？要看时间还短的呢，时间长了就要看运气，有的能好，有的会体弱，还有的会损失一部分功能，比如说不会说话或者变傻都有可能。我带2个孩子来，你来解。若是解得好，你还有条活路；如果解不好，那就3000刀。可是我……没有可是。还有，你刚才说的妹子，是不是就是美貌的女子当成武器去迷惑他人？有的是青楼头牌，有的是做了别人家的妾，不尽相同。但这些人的去处我是真不知道。
平时我也不管这些的。他们要是不听话怎么办？送出去为妾，万一不受你们的掌控了，该当如何？这不可能，这点莫先生早想到了。第一，他们都被洗去记忆，不记得原来的身份，只记得莫先生让他们记住的。第二，他们多数被喂下东西，不受掌控就是死路一条。你会不会记？我……颜如玉拿出一枚红果子，慢慢的吃。我会。这是最好。这就完了，不给一个？他比我们想象的难对付得多。10年前就开始了，这样一盘大棋已经布局太久了。让人去把瑞哥抱来吧，还有贤哥，看能不能请戚夫人去一趟，我们也算溜了那个孩子。好，我命人去，我们尽力而为，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玉儿，这些都不是你的错。王妃，办妥了。里面露出个女子，正是柳娇娇，全刀的妹妹，把她带进去。想要吗？老心灵吞口唾沫，点头。认识她吗？好像认识。银锭，揍他一顿，本王实在忍不了了，这老东西实在可恶。银锭二话不说，上去就打。学乖了吗？你这种人真是贱骨头。有救，不过我需要药材。你说，我命人准备。老心灵说下几味药，颜如玉和曹军都听着，这方子都没有听说过。这是我自创的，别人自然没听说过。混账东西，这种害人的东西就不该有，你还得意？把药喂下去，每天一副，得3天。银锭，把药给他，让他先喝一碗。哎呦，我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你怕什么？放心，药是有毒，我也能替你解，估计你自己也能解吧。别，我说还缺点东西。缺什么？在我药箱里一个黑色瓶子，里面的药丸化在这汤药里，1颗即可。我也没用力打他呀，就是一手刀，他不会以后都醒不过来了吧？哎呦，完了，这要是让全刀知道我把他妹妹打得晕死，这不得和我玩命啊！不关你的事，你那几刀手不至于如此。我的手劲儿可大。知道自己手劲大就悠着点。我悠了呀，悠了好几下。出去吧。与银锭无关，脉象无碍，气息也算正常。再等等。按说是没事，说不定一会儿就醒了。哪有人一直睡着不醒的？还真有。啊？什么人？有很多病可致人脑子受损，让人失去行动能力，不醒但也不死，被称为植物人。植物人，这个叫法听着就吓人呢。可千万别发生这种事。王爷王妃，齐府的管家求见。快请。王爷王妃，刺史府那边出了大事，夫人走不开，所以让老奴来。何事？大公子精神失常，回去以后请了大夫也没有看好，大夫说是什么迷了心窍，怕是无法再恢复。刺史夫人痛哭不已，更恨刺史。大公子虽然精神失常，但对刺史大人的痛恨却是入骨髓。不知怎么的，竟拿着把大刀去杀刺史，没杀成，反而自己倒在刀上，刀刃正好割破脖子。刺史夫人到的时候，大公子早已气绝身亡，他哪受得了那种刺激，把大公子尸首拖出去，把关押刺史的房间上了锁，直接放把火，把刺史烧死了。什么？夫人也为此头疼。刺史夫人犹自觉得不足，还闯到陈姨娘院子里，直接命人在梁上系了白绫，把陈姨娘吊死。要不是夫人去得及时，这孩子……管家看一眼呆愣的贤哥，这孩子根本不懂，他已经家破人亡，一下子家人都没了。刺史夫人也跳了湖，很决绝。有劳你了，管家，你回去告诉夫人，先别急，事情慢慢处理，其他的等本王忙完再商量。是，老奴告退。刺史这一死，好多事都无法再得知不说，就怕太子在朝中会拿此事做文章。我倒不怕什么，关键是齐将军父女还在京城，万一皇上怪罪，怕是会连累他们。那个，如果有刺史的罪状呢？那自然是不一样的，有亲笔供状，安全送到京城，就算别人想做文章，也无关痛痒，只怕是都烧成了灰烬了。不一定，咱们在他府里住过，你走之后，我自己也没有闲着，去他书房拿到不少信件，他的亲笔书信也不少。我记得暗卫中不是有擅长模仿笔迹的，让他做一封便是。玉儿聪慧，为夫不齐呀。那当然，
王爷在战场上用的是兵法，我是把兵法用到诡计中。两人把贤哥带去见老杏林。我真的没有撒谎，也没有动手脚，他的情况我也……话没说完，就看到贤哥。哎，这个孩子，你认得？我认得，他以前和我在一起住过，后来被带走，他的时间短，我可以治。不过事先说明一下，他的情况特殊，可真不是我故意要害他的，也不是莫先生。说，他是被人送上门来的，不是莫先生抓来的。这孩子其实资质不错的，长得也漂亮，莫先生有意培养他，等长大做个面首什么的。但送他来的人却执意要把他做成木娃娃。听说是什么他家老爷被戴了绿帽子，是小妾跟别的男人生的野种。老头子知道了，咽不下这口气，就把孩子送来。你们说，这人的心肠是不是比我还要多？颜如玉和霍长鹤对视了一眼，都猜到这背后的人应该就是刺史。把这个孩子治好，要敢耍什么花样，不是只有你会用毒，我也会。你要不信，可以试试。如果你觉得这条腿的教训还不够的话，行，我一定把他治好。我把方法交给你都行。我来吧，交给我。那我去看柳娇娇。影帝，他还没有醒吗？还没有。王妃，他不会真的变成植物人了吧？先别着急，等等看。后面屋里响起一声凄厉的哭声。什么声？这也太吓人了。一定，先把贤哥安置一下，等下看看贤哥的情况再定夺。是。玉儿，我给你讲个故事。什么故事？都是谁教你的？哦，方丈大师，我知道的可比长衡长穴都多。说起方丈大师，我有件事想和王爷商量。你说。屋里传来咚的一声响，你醒了。姐姐，你明明比如玉都大好啊。你知道你叫什么吗？姐，我是猪猪啊，爹爹给你取名全刀，我叫金珠，你忘了？得，倒是记得全刀，但性别又完全不对。你生病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不舒服？就觉得头有点晕，还有些事儿想不太起来了，不大清楚哦。没事，这不要紧，慢慢想，有的事都过去了，想不起也就算了。姐，我不想再和你分开了。行。柳娇娇又闭上眼睛，很快又睡着。这看看再说吧，可能是记忆出现混乱，也不是没有可能，也总比他醒来还清楚自己曾经被训练、被当作妹子好一些。这倒是，玉儿心地善良，外冷内热。您好难听的评价。两人正低声笑，曹军一漫步走过来，怎么样？孩子暂时没事，昏睡过去了，不知道醒来什么样。这些畜生，狗连这个禽兽！王妃，等事情结束，一定要弄死他，半点活路都不要给他留。他若能活，能被宽恕，就是天不睁眼，天理不容。好，我答应你，事情结束，他必死。这样最好。我要拿他的人头告慰那些被他害死的亡灵，也要祭奠我的父亲和师兄。好，一言为定。这孩子也是一样的情况，不过时间应该更久一些，不知道。天杀的，我真想现在就宰了他。颜如玉又递了2个红果子给他。这个你从哪里弄来的？你认识这是什么吗？听我父亲提过，但没有见过。上次你给我吃一个，我就猜测这是，好像能延年益寿，让人小病消，大病减轻。女子食用还能容颜娇美，因此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美人蕉。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家种了一棵。这东西不易损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偶尔拿出来吃吃。柳娇娇醒了，但她好像记忆有点乱，你怎么说？醒了，记忆错乱，怎么个错乱法？他有个哥哥，但他睁眼拉着我就叫姐姐，说出的名字却是他哥哥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洗去记忆就是和脑子有关，而且他们平时又用药什么，出现损失也不奇怪。不过以后应该慢慢会恢复的。以后是多后？慢慢是多慢？这个真的不好说，因为没有操作过。之前的那些根本就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现在柳娇娇这种情况，要不要告诉全道啊？本来想等她妹妹好了，直接给她一个惊喜，现在是不行了，得告诉她，是要留下来照顾她妹妹，还是怎么样？得看她自己的选择。累不累？
你也是伤患，需要休息。还可以。这边暂时没事，曹军也在，不如先回去休息。要是出来太久，母亲一定又得骂我了。行吧，正好看看默默良的马车安排的怎么样了。姐，你要去哪儿？带上我。行吧。王妃，我们也买到马车了。那就好，大家都有马车，路上省时省力，在大城的时候也能多停留，做些生意。多谢王妃。王妃，我娘早就说我是个小福星，现在果然应验了。怎么说？我今天上街准备去买马车，你猜怎么着？竟然让我遇上了一个商队的老板。他说他的生意亏损，不想干了，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处理掉，只剩下几辆马车，问我要不要。我一问价，比平时市价少了2成。您说这是不是捡了便宜？我还不是福星？的确是好运气。那可真是要恭喜你了，孟福星。哎，这个名字好，我以后就叫孟福星。姐，他是谁？为何对你动手动脚的？我忍他好久了。他是我的丈夫，不是外人。姐，你什么时候嫁人了？爹不是说让你娶村里那个……不对。他扶着头想说什么，又想不起。恰在此时，全刀和贝贝走了过来。妹妹，妹妹，你是谁？疯犊子！你来的正好，正要找你，进去说吧。霍朝鹤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全刀，现在需要你做出选择，情况你也知道，我们需要继续前行。马车的事一安排妥当，就立即上路。你妹妹的情况需要慢慢的恢复，你若要留在徐城，我会和齐夫人说一声，给你谋份差事，平时给予照顾，不会让你们兄妹日子艰难。或者你想去钱家做事也行，如果你想带你妹妹回老家，我会给你一笔钱。至于要选哪一种，全看你自己。全刀扑通一声跪下。王妃，王妃，小人哪种也不选。那你的意思是？小人之前说过，愿意跟着王爷王妃。别说二位帮我找回妹妹，就是找不到，我也不会走。我曾立誓要跟着王爷王妃当牛做马，愿签死契。你之前孤身一人，要跟着也无所谓，但你现在找到妹妹，回家去也是常情，我们不会怪你。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在哪儿，哪就是家。我相信父母若在，也不会希望我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请王爷王妃成全。王妃帮你找到妹妹，也是履行当初的承诺。西北长路漫漫，还有很多艰难，到那边之后，环境也不比中原地区好，你可要想好了。去倒是容易，但若是不习惯，你们俩再独自回来，就不是易事了。我全刀对天发誓，绝不反悔。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和贝贝一样去找霍中莽，留下来吧。多谢王妃。你也别太难过，不必心急，恢复是早晚的事。我不难过，能找回他，还是活生生的，已经比我预想的好太多。要不是遇见王妃有您的照料，我们兄妹怕是永无相见之日。哪怕以后他好不了，不记得我，看到他好好的，我也满意。全刀退出去。你一点不记得他吗？柳娇娇摇头，他是我们认的义兄。我觉得全刀这个名字有点像男子的，就把名字送给他了。他现在也叫全刀，而且很聪明，也照顾人，你可以和他多亲近。是吗？名字还能送人？可你的名字是爹爹给你起的。我问过爹了，正好他托梦给我，我就和他说了，他同意过的。那我呢？还是叫金珠吗？对，还是金珠。从此以后，你只是金珠。那我去看看义兄，刚才对他凶，怪不好意思的。行，去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看着，不让他们进来打扰。颜如玉还真有点累，倒头睡去。再醒来时，已经要吃午饭。啊，醒了。在写什么？啊，没什么。王爷偷偷摸摸，莫不是在写什么纳妾大计？怎么会？纳什么妾？还大计？我是在写以后到了西北的各种计划，还不成熟，有很多欠缺，不想让你看了笑话而已。对了，我也有东西要给你，以前就备好的，只是后来忙，一直没顾上。颜如玉拿出一本装订好的小画册，喏，这个给你。这是什么？一本小书，在哪儿买的？颜如玉笑而不语，书皮上写着3个字：掉马计。掉马？从马上掉下来？王爷王妃用膳了。进来。王爷，您有什么吩咐？你怎么知道王妃给本王画了一本小画像？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不知道啊。什么小画像？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梗了！这小人真有意思，太梗了！看这短胳膊短腿儿，哟，还能拿着剑，骑着马，这小短腿儿是怎么能上马的？上炕都费劲吧？哟，身后还有大旗，我看看写的什么？朕拿王。他紧闭着嘴巴，慢慢的往门口退。你给我回来！王爷，属下去给您盛饭，双份。营地一溜烟的跑了。七郎，去吃饭，补补腿。霍朝鹤震惊。正好饭已经好了，我给你煲了汤，
走。哎，长鹤呢？在屋里，马上来。快点的，干什么呢？还让人给你端来呀？赶紧的。霍长鹤好气呀！来，大师多吃些。这不是青菜，这是龙虾。哦呦呦，多吃点儿。哦呦呦，吃点补补腿儿，短腿上炕都费劲儿。哎呀，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吧？没。怎么不呛死你啊？王爷，属下现在就去顶大缸。银锭。老二，你干什么？又发什么疯？哎呀，哥，我没有求过你什么事吧？你还好意思说这话？从小到大，你求过我多少事，数得清吗？不行，反正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什么事？你先说。哎，那种小画册，你和大嫂说说，让她帮我也画一本。啊，你看到了？啊，不错，画得真好。是吧？怎么个好法？从未见过那种画风，可爱有趣，和真实的人相比，像有不像，不好形容。反正一眼就知道那是画的是谁。说得好，我也这样觉得。所以，大哥，可以吗？我跟你大嫂商量一下，毕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这个他都画了好久呢，而且你也要好好表现。很快就要出发了，该做什么自己心里要有数，多替你大嫂分忧。哎，好，我一定。王妃，这是卖马车的钱。这次小人装扮成要解散的商队管事，孟大人也没有怀疑。如此甚好，好好办事。哎，小人平时不缺吃穿，这钱不能要。有什么不能？差事做得好，应该的。给，好好存着，什么时候有钱傍身都是重要的。是，多谢王妃，小人谨记。去吧，帮我把大师请来。是。如玉，找我有事啊？和你说一声，我们这2天就出发了。出发去西北？是。流放总得要到目的地才行。不是，如玉，你不管我了，就这么走了吗？你想让我怎么管？你是大国寺的方丈，有声望有地位，又不是全刀那样的普通人。你给王爷讲了《西游记》的故事。如玉，王妃，我觉得我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是来一场修行。怎么说？我是大师，自当效仿之前的玄奘大师，历尽千辛万苦，终成正果。总在寺里待着有什么意思？我算出来了，西北正是好去处。可是这大国寺的香火可不错，你若是舍弃，那以后……出家人不爱财，我志在修行，岂能被一间寺庙困住前进的脚步？不行，我意已决。还有，这路途遥远，听说西北的环境气候都不太好，到时候你可别后悔。不会，我做事向来坚韧不拔，岂有后悔之理？那你的大国寺怎么办？交给悟明啊。大祸，不是，他既有慧根，还有佛缘，是最佳人选。行了，就这么定了。我去和悟明说一声，自从那边受了惊吓，他一直闷闷不高兴。我告诉他即将成为方丈，也让他高兴高兴。行吧，既然你已经决定，那我也就不强拦着了。就这样吧。怎么，出了什么事？大国寺那边有情况。莫先生报复了。的确报复过，但事先有安排，并没有太大伤亡。马亮的作战能力还是不错的，是在寺庙后山又发现了之前那些。你别去，就在这里等消息。我过去一趟看看，没有其他的问题，活着的都已经撤走了，也就是看一下残留的现场，不必担忧。也好，那你小心些。莫先生行事残忍古怪，切莫大意。好，放心，要多休息。这些事路上做也不迟，道路我熟，我可以慢慢的讲给你听，要好好养伤为上。好，我知道了。方子看过了，东西备的怎么样？一切妥当，一共备出2个方子的香料，足够咱们这一路上干的。喏，你瞧瞧这个。王妃，这琉璃瓶好漂亮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琉璃瓶。你以前见过琉璃？哦，是的，在京城的时候经常会见到，像那些大商铺里还有皇商什么的，据说他们的商队都会穿过边境去他国进货，不过路途遥远，路上难免会有损坏。琉璃瓶本身也昂贵且易碎，所以到京城之后更是贵重。真好看，比我以前见到的瓶子都大，像古董瓶摆放在桌子上的。这个不但小，而且更精致。你打开盖子试试。这香气真好闻，而且很雅致。你觉得拿这个作为我们的商品去卖可行否？这要拿去卖吗？不错，给这个东西取个名字，你看如何？香水，甚好，好听好记，还符合商品本身。那你安排几个认真负责的人，让他们慢慢负责制香的2个方子，把事情分派下去。好的管理者不是凡事亲力亲为，你腾出手来制作这个。王妃，真的要把这个制作的方法教授给我？不然呢？我去做。多谢王妃。不必，我说过我需要的是合作人，不是奴才。去忙吧。是，王妃，那个孩子醒了，情况如何？还好，您去看看。好。没呀，刚一开始还说了2句。能说话吗？贤哥点点头。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贤哥摇摇头，大家都很关心你，你不必担心，这里没有人伤害你，之前的事都是噩梦，不必放在心上。娘亲，你娘妻她很关心你，不过她现在去远方为你找药了，要等你长大才回来。我给她把过脉，没什么大碍，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这孩子家人尽丧，等新任的刺史到任，刺史府也会被收回，连家都没有了。我来安排。瑞哥呢？他的情况比那个孩子要差一些，头脑里应该还有淤血，得喝药治疗看看能不能散去。会不会是老心灵暗中动了什么手脚，或者根本没有？不会，他应该把知道的都说了，我每天揍他2顿，还跟着他一起弄的，应该不会再藏私。好吧，那他还有留着的必要吗？没有，他已经活得够久了。好，那就交给你，不必再来和我说了。好，我先写个方子给这孩子用。王妃，这孩子醒了之后就没有说话，会不会？也许吧，看看再说。能活过来，就说明这孩子生命力顽强。希望他能再强一点。暗卫姑娘一愣，怎么？没什么，属下还以为王妃会说这是上天垂怜。上天？若真是上天垂怜，就不会让他受这种苦。怎么？发生何事？狗脸死了，他竟然就这么死了！可恶！我还想再揍他几顿，割下他的人头，他竟然就这么死了。他怎么死的？看不出来，许是这些日子伤病加上累，真是便宜了他。带我去看看。老心灵躲在地上，身体侧卧，微蜷缩，一手捂在胸口。你来时他就这样？正是，我只试探一下鼻息，没动他。难道老心灵真是意外身亡？如玉啊，来，忙活半天了，把这汤喝了啊！颜如玉过来喝汤，见荣氏做针线做得好，忍不住夸赞几句。王妃快别夸我，以前我觉得自己的确还行，现在有了依依和她一比，您再夸我，我都臊得慌。跟人长处不同，依依做的的确好，但你也不差，针脚细密，而且速度快，难做的地方一点也不含糊。宋依依呢？在里面画图呢，让她安静画，别被我们打扰。你们好好相处，为做活争论是好事，但别把情绪压在心里，有什么敞开说。是，王妃放心，我们好着呢。王妃，您来一定有事，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夫人，我想向你借一队人马去一趟大果寺，王爷去了还未归，我有点担心。好，我带人随你去。不必，夫人劳累，还是留在府里，万一真有什么，你坐镇在此，我也能放心。您只要借我一队人即可。好，我去点府兵，王妃请稍后。来者何人？下马！颜如玉下了马，到近前。我家王爷可在？啊，王妃，原来是您呀！王爷在里面，请。王妃，您来的正好，快去劝劝王爷吧。发生何事？我们接到消息是，发现一处类似原先那种炼药人的地方，结果来了之后，发现不止。快说。还有一处山谷，里面全是死尸，而且都少了肢体，惨不忍睹。还发现10几个人，是那个曾经和林南是一对的。颜如玉的脑子里嗡一声。王爷什么也没说，但一定难受死了。他，我去看王爷，你带人处理其他事。是。我宁可他们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在这里被人折磨致死，无人知晓。若非我们恰好路过，若非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死在这里。他们被发现了，他们若知道最后是王爷为他们收尸，会安心上路的。战友之情，我也明白的。同生共死的兄弟，王爷的心痛我真的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入土为安，揪出凶手，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王爷，我会陪着你。好。看来他们是知道你要来，故意让你发现这个。我也是这么想，他们就是故意的。哼，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强大。他们以为会让我们伤心难过、悲痛自责、一蹶不振、做梦，这样只会更激起我们的斗志，以及必报此仇的决心。远处高地山岗，一人站立，霍长鹤、颜如玉，希望这份礼物你们会喜欢。要斗是吗？好，就斗到底，看谁先死。夫人，这2日我们就准备一下，要离开许城。多谢您的照顾。王妃，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应该是我谢谢王爷王妃才是。若不是你们，我一个人呀，怕是难以应对。若不是2位在此，恐怕我那夫君都无家可归了，或夫妻母女再也无相见之日呀。夫人言重，你们也是为我们所累，齐将军为我们远赴京城，我们护卫夫人也是应该的。客气的话不说了，这几日我也是太忙，照顾不周。这2日呀，好好为王爷王妃送行。次日一早起来，颜如玉就来找方丈。你来的正好，我快累死了。他们怎么起那么早？
我这都没睡醒，就得赶紧起来装打坐。好家伙，老腰都快断了。你有什么减肥小妙招吗？给我分享一个。我照镜子觉得我这五官还行，瘦一瘦没准儿能瘦成个帅气大叔。你说说，我前半辈子也没结婚，到这儿来好嘛，直接穿成个老和尚。你说说，这身绕的。哼，你之前没结婚，不是说有好几个漂亮的姑娘追你吗？你都苦恼得很，不知道选哪个好。我这不是为了刺激燕子吗？我喜欢他很久，他都不松口，我不得不编排点追求者，让他有点危机感。哎，如玉，你跟我出出主意，等咱们离开这儿，我减肥成功还能还俗不？我寻思凭我的才华，就算不迷倒万千少女，做个中年妇女的偶像还是可以的吧？闭嘴吧你！你要是揣着这个心思，干脆就回大国寺，老实做你的房长。这是什么时期？女子的贞洁非常重要，他们很可能为此牺牲生命。你要是胡来，不敢，我绝不敢。好家伙，我就是想谈个恋爱，可没想要命。你找我什么事？什么吩咐？是这样的，大国寺那边的情况应该已经稳了，你去和无名说，让他接任你方丈职位。另外，贤哥和瑞哥两个孩子也留在四周。啊，把两个孩子留下吗？贤哥本来就是徐晨的人，瑞哥身世不明，身体也不好，跟着我们走一路艰辛，怕是吃不消。徐晨有齐府还有钱家，我会和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多帮忙照看，让齐钱两府帮着多打听，总比跟着我们一路奔波几率要大一些。这倒是，两个孩子真是可怜。也行，我看悟明现在也好多了，好像真有点悟出佛法的意思。那自然是最好。希望大国寺经过这一劫，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好寺庙。行，我就跟他说。尽快，我们这2天就要出发。王妃，钱夫人来了，正和大夫人说话，说是有急事找你。王妃，这是粮食的钱，您务必收下。钱家的粮库满满当当，我和夫君都觉得不能占您的便宜。这是按照市场价折算的，已经算是占了您的便宜了。要是我们自己去拉粮，光是这车马费就不少钱呢。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呀？这个送给夫人。呀，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琉璃瓶子，如此的精致小巧。这里可以打开，你试试。好精巧的开关呀！我以前见过的瓶子都没有盖子的，更不会如此的精巧。这怎么这么香呀？味道真是好闻。这是何物呀，王妃？这是香水，可保持近10个时辰香味不散。夫人，过2日我们就要离开徐城，到时候就不另行派人通知了。这就要走了，不多留几日吗？时间够久了，马大人他们也是有期限的。虽说我们现在有了马车，快了不少，但如玉还要带我们去其他城呢。那我这2日就多过来陪陪姐姐，有什么需要的只管说。等明年开春，我带人去瞧你们去。大夫人欣然答应。怎么样，被我猜中了吧？我就说王妃定然会悄悄走，不告诉咱们的。哎呦，王妃，你这么做可是不对呀。二位夫人，并非有意隐瞒，实在是不想忍受离别之苦，大家难受一番，何必呢？我记得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不，应该是听听。看看人家，这才是高情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怎么了？王妃，后面有人。怎么跑来了？不是跟着无名大师回寺庙了吗？瑞根紧抿着嘴唇看着他，偷跑出来的。瑞根有点不好意思，垂下头。是来和我道别的？瑞根又抬头看他，连连点头。想跟我走？用力点头。难为这孩子一片赤诚，又跑了这么远，他身体还没有康复，就带上他吧。那跟我去找恒儿哥哥。瑞根眼睛一亮，点点头。我去安排人通知无名大师一声，他一定急坏来。好。哎呀，真是造孽呀！这么好的孩子，他也能下得去手残害。那既然来了，就跟咱有缘分。如玉，咱就收下他，好好的待他吧。好，我也是这样觉得。本以为让他留在寺庙会好一些，不愿意他跟着我们受颠簸之苦。既然来了，那就留下他吧。仙女嫂嫂，你看。这不是我们的点心匣子，哪儿来的？这个应该是您的义妹送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见都是点心，就放在车里让孩子们吃。这是怕我不收，所以塞到里面了。既然是人家的好意，母亲就收着吧。如玉，你收着，这是人家给你的。再说你做生意要下本钱，朕用得上呀。我留着呀也没有用，等咱到了西北，我需要用再为你拿。这个您拿着，以后到大臣少不得要您演戏，拿着唬人。这个可以。大人，他是流放犯。文书上是这么说的，应该不会错。可这瞧着也不像啊，谁家流放犯坐马车买得起这么多马车？去问问。王爷、王妃，晚上吃点什么？属下去安排。他们就是镇南王和镇南王妃。
难怪有如此风华，如此气度。今天天气冷，晚上还有风，吃点热乎暖身的吧，就火锅吧。给大师多准备些青菜，但另弄一个小锅。怎么还有和尚？这究竟是什么队伍？大人，咱们还去问吗？看看再说。他们想干什么？不用理他们，无非就是想要点好处罢了。那今天晚上得让2个人守夜。好。数量挺多，比我预计的要多。是的，大家都干劲十足，都想着在徽州赚点钱。天越来越冷，也能添置几件冬衣。给大家说一声，做得好的我都给做冬衣，不用他们自己出钱。你和其他几个副管事做皮袍。多谢王妃，大家一定高兴。去吧，今天晚上早点休息，也辛苦这么多时日了，养足精神，明天进城。是。荣氏说，仲毛比之前在京城的时候干得还带劲儿。不止他，其他人也是这样，满是精神头，和出京时相比，都判若两人了。有希望，有奔头，踏实肯干，不愁没有好日子。母亲想要什么也列个清单，进城之后给您添置。我什么也不缺，我也觉得这日子呀，比在王府的时候有意思多了。在王府的时候，整天有这愁那儿的，其他2家还总是勾心斗角，我这心里呀，实在是烦，哪里比得上现在忙忙碌碌、开开心心，做好一件事之后呀，那种感觉，哎呦，成就感。嘿，对，成就感这个词儿好。说起来呀，也好久没有想起老2和老3了。要是没有看到我们冻死饿死，反而过得这么好，他们就算是死了，也得气活吧。颜如玉无语。母亲，我是来向大嫂禀报，《西游记》已经抄录完毕，我也校验过了。很好，你先收着，明日进城之后，看看有没有钱家的铺子，有油纸包了，让他们送回徐城。是。说完了吧？说完就赶紧走。母亲，我还有件事儿。有事呀，明天再说，这时候不早了，如玉要休息了。好吧，那我先告退。母亲有事，为何拦着不让她说？我的确有件事想和你商议，你帮着拿主意。我不让他说，是怕他问起来，我这不顾上没和你商量呢。何事？就是长旭的婚事，他也是有婚约在身的，还是你公爹亲自定下的，就住在徽州。哦，您是担心？倒也不是担心，就是总归是件事。你和长鹤感情好，我很放心。就是长旭他呀，其实心也高着呢，但现在咱们是这么个情况，我怕万一人家要退婚，他嘴上不说，这心里难过呀。或者是人家不退，他又太傲气，总归呀，两边都不太对。母亲也不必太过忧心，二弟已经长大，又心思清明，有主见，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最好让他自己选择。我和王爷是信中之信，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如此走运。长旭和那位小姐多年未见，王府又遭逢变故，若是人家有什么心思，我们也坦然接受，是否能谈得来？若是谈不来，也不如就短痛，好过将来做怨偶，彼此都不快乐。我们到西北之后会再置办家业，不会比任何人差。二弟还年轻，还愁没有好妻子。哎呀，是急是急，我就是愿意和你商量。听你说完这一切呀，都豁然开朗了。如玉，我说的对，霍家遇见你呀，真是心中之幸啊。在聊什么呢？如此开心。再说你走运，走大运，走开，一个两个的都没个眼力劲儿。我又怎么惹他了？大概是还没聊够，情况如何？今天晚上怕是有好戏要看。那好啊，有些日子没看戏了。娘子，我找你有事儿。我不是你娘子。你还记得你那个早夭的妹妹吗？什么意思？你下来，我告诉你。霍家怎么有这样的败类？我去接过了他。就这么杀了，有什么意思？再说了，你的剑不是用来杀这种人的。你的意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忽然听到楼上络腮胡子的房间里传来一声怒吼：“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王妃不用管。王妃管不管还用你多嘴？你在这干什么？我他娘的，老太婆，你当老子是什么？敢这么耍我？颜如玉垂眸看被扔下来的人，穿着女装的霍宝儿。娘，你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回事？你都干了什么？我没干什么，我就是……络腮胡子一巴掌扇过去。他娘的，老太婆，你当老子是什么？敢这么耍我？发生何事？大人怎么了？是不是有人闹事儿？哎呦喂，你们是不知道啊，这老婆子为了换一口吃的，竟然把自己的儿子装扮上送给这位差爷，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不就……哎呀，许是没弄好。军爷，给口吃的吧。
美人放床上啦！哦呦呦，叽里咕噜滚下来！他娘的，混蛋！大人，您有什么不满，只管说，都是宫中人，办差事的，我也不是不懂规矩，何必如此？再怎么着也是我手下犯人，您这样做可不合规矩。大人，此事该当如何？从明天开始，你们的馒头没有了。起来吧，不必多礼。若非皇妃明察，只怕我……无论发生何事，活命最重要，是那些恶人的错，不是你的错。活下去就是勇者，活下去才有希望。是，多谢王妃，我记住了。还有什么打算？本来不想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但现在大家都齐心协力，骗他们2里老出事。既然自己作死，那就不能再放过。我去。杀鸡焉用牛刀？我有办法。宋氏那个贱蹄子，竟然如此狡诈！我看就是那个王妃教他的。嘿，什么王妃？就是个没人要的庶女罢了，自小没人管教，一副野性子。看来伤得不重，还能吗？王妃，哎，别叫我没人要的庶女，叫什么王妃？这么客气？是我们的错，我们嘴贱，我们知道错了，王妃。请王妃和马大人说说，别断了我们的馒头。还惦记着吃的，自今晚之后，你们就不必为吃的发愁了。啊，王妃的意思是？本王妃的意思是，你们伤了黄泉路，就该为烧纸发愁。毕竟以你们这种德性，没人会给你们烧纸。不行，你不能杀我们，我们是犯人，马大人会追究的。他追究什么？这一路上死了这么多人，他追究什么了？再说，这是异族的军刀，是你自己惹怒了异族，害他丢礼，他才怒而杀掉你们，与本王妃何干？不，王爷，咱们可都是姓霍的一家人，您不能看着他杀我们，否则祖宗也不会放过你的。祖宗？不如你们俩下去好好问问祖宗，看他们究竟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加入王府的时候问过你们的祖宗，你们的祖坟都冒了青烟，他们很满意我这个媳妇。王妃说的对，要死的是我，你当然说他说的对。次日一早，哎，今天中午吃什么？中午就能进城了吧？能不能吃点特色？我可听说这里有不少好吃的。你是不是飘了？给你加小灶，加的你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是吧？还吃特色？这话说的，我能白吃吗？我可以拿小青菜换呢。你空间里除了小青菜，还长了别的吗？这倒没有，我也就这么大过活了，一口小水洼，一点小青菜。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当和尚的命啊？你瞅瞅，空间都按这种规格给我长。行了吧，别拼了你。你研究一下地图，看看哪里的客栈环境好又安静，再看看有什么书局、香料铺子，都给我列出来。进城先做生意，把东西卖掉是正理。行，这没问题，我强项啊。做得好就给你奖励。荤腥不能明着吃，但点心可以。我听说徽州有很多闻名的点心。这可以，我就爱吃甜食。马大人，霍宝儿母子被人杀了，出人命了！那对倒霉娘俩被人杀了。这个世界真是可怕。怕什么？又没人杀你。我的意思是，这根本没人管呢，说杀就杀。靠！小梦梦来叫我，说让我去超度。你来活了，真对口。我对什么口啊？我哪会念经啊？我平时都是……是什么？哎，我喜欢崔健、郑钧和许巍，这你知道吧？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啊，因为喜欢，所以熟悉每一首歌呀；因为熟悉，所以歌词都知道。所以你是？没错的，念歌词。怎么样？我是不是很机智？再见。大师，快来呀！贫僧在此。慢着，不着急超度，待安置妥尸首，哪怕在路上，大师也能为他们超度。现在要紧的是要弄清楚他们是怎么死的，马大人也好记录，到时候上报。那贫僧先出去，各位慢慢商议。凶手出手狠辣，一刀毙命。用的什么凶器能看出来吗？正说着，络腮胡子带人也赶到。哼，差爷来的倒是及时。及时？什么及时？差爷看看，他们二人死于何种凶器？看样子像是刀所致。还是刀口一般的刀。我们禁军的刀要比这个好许多。这是何意？难道我们还会杀他们吗？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昨天晚上大人被他们戏耍，气得火冒三丈，咱们可都瞧见了。你不是我，与我们无关。有没有关系？抽刀一验便知。你们说验就验，我们是义兵，这是我们的驿站。这是朝廷的驿站，怎么本官一个五品禁军统领还管不了一个驿站？验就验，反正我们没干。怎么样？我们……哼，意图侵犯女犯不成就怒而杀人，各位真是当的好差事。马大人，既然事情清楚，就交给您处理吧。你能不能和他们说说，别叫我念什么经？
你怎么这么笨？让你念的时候，你不会进空间休息？你闭着眼睛，谁敢说什么？不愧是你，如玉啊，咱们第一站是哪儿呀？香料铺子还是衣裳铺子呀？不急，我们先住下，打听一下行情，先以衣裳铺子为主。哎，好。坐稳些。见前面跑来一队人马，正在追赶最前面的一个人。素音，长鹤是素音。王爷，您怎么？二公子可在？霍长鹤微微点头。宋青义，你这是做什么？王爷，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此相遇。本王问你，你在做什么？末将拜见王爷，王爷莫要误会，末将没有恶意，只是小姐不听将军的话，非要离家出走。身为武将，不能随意离开驻守城池。小姐不听劝，末将也是无奈。王爷有所不知，我爹要让我退婚，我不肯。我想去找二公子，我爹要命人把我关起来，所以我……果然不出所料，秦家的确有了别的心思，也不怪人家，不怪人家。这位秦小姐就是二公子的未婚妻。正是，她叫素英。父亲秦江海曾在长鹤帐下，前几年受了伤，又上了些年纪，长鹤就上重，调他来徽州做护城使。我和素英也有好多年不见了，她的模样倒是和她母亲越来越像了。旭儿，别冲动。母亲放心，儿子不会鲁莽。二公子，你一路可好？我还好。秦小姐，本来想入城之后再递帖子拜访灵尊大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既然遇见，那我便表个态。母亲，这件事由我自己做主可好？这本就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当由你自己做主。我儿长大了，母亲相信你，也支持你。多谢母亲。大哥也支持你，长雪，不要怕，想怎么做都可以。我和你大嫂会力挺你。对，力挺你。秦小姐，镇南王府遭遇变故不假，但我大哥从未有过叛逆之心。我们一家要去西北苦寒之地，怕是委屈了秦小姐。我或常去请秦小姐退婚，另择良婿。我必当为秦小姐欢喜，祝你们百年好合。二公子，你务必要退婚，我秦素英绝非贪图富贵之人，更不会落井下石。我自然知道秦小姐高义，我没有怀疑过，只是我家流放，秦小姐在徽州理应有更好的将来，何必去西北那种苦寒之地？西北我也不是没有去过，二公子莫非忘了，我秦家以前也随王爷在西北驻守的。不要再说退婚，绝无可能。婚姻乃是大事，岂可在此说得清楚？表明心意即可，先入城吧，慢慢说。霍长旭点点头。秦小姐，回去之后就准备婚书和退婚文书吧。我说了，不退婚，我想帮你们安排，就住在护城军。不必，我们入城不住大营。秦小姐先回府里去吧，回去和令尊好好商议。待我们休整过去，也会登门拜访。王爷，该是我父亲上门才是，只是……不必，如今本王是罪犯，秦老将军贵为护城使，岂敢？告辞。王爷不悦，倒也谈不上，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我也早有准备，只是以为要退婚的会是秦小姐，没想到是他爹。不错。行了，总归是秦家的意思，也不必细究是谁的。这婚姻是大事，我也不想靠着你们谁的亲事拉扯咱们家。咱们能平平安安的在一起，比什么都强。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唯此愿矣。母亲说的极是，先进城吧，走一步看一步。我之后再与长旭好好谈一下。母亲还有什么想法吗？我看秦素英倒是挺坚决的，还能跑出来，应该是想去找咱们的。只是这婚姻之事是一辈子的，不是脑子一热冲出去就行。若是他父亲不同意，对长旭一直不喜，那这时间久了呀，我怕再生怨怼，始终是根刺。以长旭的性子，将来势必要引发麻烦的。嫂嫂，你怎么不说话了？是呀是呀，我也等着婶婶说。哎呀，瞧瞧，这孩子们都知道，大事呀要听你拿主意。这事儿是长旭的私事，我不好妄加评论，更不能管他做主。感情的事是要靠他自己想清楚、拿定主意的，我们只能尊重和祝福，在他需要支持的时候，坚定不移地支持他。我不一样，等我要娶妻的时候，我还是让嫂嫂帮我拿主意。哎呀，恒儿这会儿就想娶媳妇的事儿了。没有，我是说到那时候。小叔叔，你要娶什么样的媳妇儿？都说了要让嫂嫂做主的。如玉，我有事和你说。长旭的事？不是，方才暗卫来报，有人跟着我们。什么人？莫先生的人吗？不是，说出来肯定出乎你的意料。走，我带你去看。两人一起出客栈，到临近的小胡同。霍长鹤一指路口前的树下。看到没有，就是他。是他？他想干什么？竟然会跟着我们？凭他一己之力，
能做什么？哎，他要走了，我们跟上他。走，跟上。颜如玉和霍长鹤不远不近的跟着，直到一座高门大院的门前。哎呦，表五爷来了，您来找老家主？叔爷在吗？在，刚从铺子里查账回来，此时正在书房。哎，小哥，那户是什么人家呀？看着气派的很呢。听二位口音，不是本地人吧？难怪不知道，那是宋家徽州城里最大的富户。最大的富户？可我们听说钱家的铺子也不少。不错，要说这宋家最大的敌手，那非钱家莫属。不过钱家不是我们本地人呀，我方才说的是宋家是本地最大的富户。那他们两家也争斗吗？我听说做生意都是互相争斗的。那当然，要不然怎么会有商战这个词儿呢？肯定是要斗争的。商战，你这个词儿倒是新鲜。那是自然，我这是听钱街书场的说书人说的。这宋家和钱家买卖相当，铺子也相差无几，因此斗得最为厉害。那依你看，他们两家谁更厉害一些啊？要我说呀，那肯定是钱家更厉害一些。您二位想啊，宋家本地商户多少年的积累，人脉关系也都更广一些，可生生就叫人家钱家打开门路，还和他们斗得这么凶，这难道不厉害吗？有理。宋家现在谁主事？宋家老家主虽然不怎么出面去铺子里，但据说啊，还是他大权在握。老家主有2个儿子，宋大爷和宋二爷都是经商的一把好手。哦，我刚才听见家丁馆进去的一个人叫什么表五爷，那是什么意思？哈，那个表亲呗。宋家家大业大，人也多。有句话怎么说的？富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大不算无意宾朋。表亲也不算远亲，自然来往得多。哦，对了，护城军中的宋将军也是宋府的表亲呢。宋将军，你是说宋清义？对，没错。王爷以为那个络腮胡子把我们的行踪告知宋府，意欲何为？别的倒没什么，就怕和学生一样，商户与莫先生勾结。徽州可是大城，若是真生乱，而且现在秦江海也不和我们一条心。秦家的事，王爷准备怎么办？退是肯定要退的。秦江海敢有此心，就说明已经是深思熟虑过，多说无益。再者，以长旭的性子，也不会稀罕别人的施舍。父母不同意的婚姻，他自己或许能抗争一下，但不会让别人去抗争。最好是能和平解决，至少表面和平。徽州局势不明，秦家手里有我这护城军，不是怕他，只是尽量减少冲突。如果秦家蛮横，我们也不必退让。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什么事直接说。王妃，我们3个能不能一起上街去？贝贝说要补充一点易容用的东西。全都说想给他妹妹猪猪买点小首饰。坨坨哥说想查看一下客栈周围的情况，做到心里有数。3个人的道理还都挺充分，那就去吧，和马大人报备一声。好的，谢王妃。大嫂，我发现这里的情况和徐城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一家书局生意特别好，我进去看没发现什么不同，但是出来的时候有个人拉住我，问我要不要新鲜有趣的书。你以为是什么禁书，所以没敢答应？正是。哪家的书局？是素文书局。素文？那是宋家的书局。大嫂，宋家的书局有什么不对吗？目前还不得知。不过我和你打个岔道，宋家是城中最大的富户，也是钱家最大的敌手。那我不必，之前的书稿整理好了吧？你先准备一下，我空下来去钱家的书局把书稿交给他们，宋家这边我来处理。好，那我还能做点什么？先去背一些笔墨纸砚吧。这批书稿交上去还会有新的故事，多背上一些，也告诉和你写稿的那几个人别着急。好，我这就去办。记住。我明白，打听一下，不要去宋家的铺子，不招惹他们，徒增是非。去吧。王爷，王妃，事情有点不妙。发生何事？我去钱家的香料铺子，刚出来没多久，就看到一队人马奔着他们那边去。那些人穿的衣裳像是衙门里的差役。颜如玉和霍长鹤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想到那个络腮胡子。我刚才在香料铺子里露了脸，不方便再回去，想着赶紧回来报信，留了个生脸在那里盯着。甚好，多半和他们有关，恐怕也和我们脱不了干系。要不要去刺史府一趟？先看看再说。如果确实和我们有关，我们出面固然能压住，但我们总要走，到时候给钱家留下后患就不妙。宋平，王妃叫你。可知是何事？我也不知，你赶紧去，别让王妃等。宋平，这段日子是不是过得太无趣了？王妃的意思是给你找个有意思的活干。东宫的令牌还在吧？去一趟刺史府。我就知道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宋家无中生有，绝不是什么好货色。王爷说的极是。王爷王妃，门外有人求见，说是钱府派来的。快请。
多谢王爷王妃出手相救。不必多礼，此事也与我们有关，帮忙也是应该。王爷王妃，这是我们东家的商号于福，见于福如见东家。东家和夫人说了，无以为报，我以此符交与王爷王妃。这一路上若是有什么需要，见钱家铺子只管吩咐即可。那就多谢东家和夫人的好意，你且放心，铺子里的人不会白受罪，也不会让你白走这一趟。你来的正好，把这些带回书局吧。明日一早我会去香料铺子一趟，你告诉掌柜的，让他挂出新品的牌子，必定让他把今日丢的脸都找回来，还要狠狠地打宋家的脸。是，多谢王妃。四大名著我也就熟悉《西游记》《三国》和《水浒》，只知道经典片段，红楼是一点也不知道。不对，就知道个刘姥姥。颜如玉白了他一眼，干嘛呀干嘛呀？谁说非得四大名著？《三国》《水浒》什么的，他们能爱看吗？你得这么想，现在不像咱那时候，差不多人人都识字，他们可不是，那得有钱有头有脸才识字，才买得起消遣的书。继续说。那些闺阁小姐也是消费群体，不只是书生文人。你想啊，他们又没什么娱乐项目，只要咱们书写得好看，他们一定把重心偏到这上面来。